第601集，成了李涵月的男人。成哥也是遭了无妄之灾，莫名其妙的就引起了神殿内所有男护卫、男执事们的公愤了。他们自然不敢跑去贤者宫造次，不过流言却是越传越盛，而且越来越夸张。这些流言，大店主和诸位店主也很快有了耳闻了。原本他们想替成哥解释一下，但立刻发现解释不了啊，总不能对外宣布我们在暗中学习至尊级的玄术吧？这个层次的玄术意味着什么，他们一清二楚。万一被金玄、银玄两族得知，没准会不顾一切做出类似于黑玄族那样的事情，甚至引起那位异界邪魔的警惕也未可知。要不就放任流言传下去得了，这对大贤者是不是不太公平啊？对呀，他传授我们玄术还遭受如此非议，实在不应该。那些护卫不是说他集权境异宠吗？大店主却是摆手笑着，就该这样，让他气不过，没准他从此就化悲愤为动力，奋起直追，努力修炼提升境界了。众店主一愣，旋即大笑，妙啊，妙啊，就这么办。我们现在是不敢直接劝你，那就让那些底层护卫刺激你吗？成哥呢也很快就听说了这些流言了，毕竟成哥每隔几天就会去一次降临大阵，这边执事和护卫长收过他的赏赐，那是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但外面那些赶来看热闹的护卫们就不一样了呀，他们的悄悄议论哪能瞒得过成哥的耳朵呀？什么玩意儿？哥已经达成8女共侍一夫的壮举了，那为什么我自己不知道呢？虽然他自己完全不介意，甚至还觉得挺光荣的，但还是要维护一下妹子们的名声。于是他连忙飞到外面的人群上空。大家误会了啊！江贤者一出场，众人全都连忙闭上了嘴。神殿是有规矩的，私下议论没人管得着，真当着面他们也不敢直接对成哥说呀，哪怕他只是个集权境。我和他们并没有私定终身啊，只是在进行着学术上的交流。学术上的交流？众人听得一头雾水。哎呀，我和他们最亲密的接触也就是亲了亲嘴儿，而且只有3位，而且大家是发乎情，止乎礼，关系非常纯洁，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希望大家不要胡思乱想，那都是没影的事。听到之前那句话，大家原本都快相信他了，听到后面几句，顿时在场所有男弟子无法平静了。这是人话吗？只是亲了嘴儿，还而已，而且还他娘的一连亲了3位，你就这你还让我们相信是纯洁的，是没什么的？哄鬼呢？下方又开始窃窃私语了。做实了，这小子太嚣张了，过分了。他这是炫耀吧？是炫耀吧？老子差点被他气吐血了。声音虽小，成哥还是听得见了。哎呀，哥真的什么都没做，咱还单身呢啊！你们身边要是有妹子未嫁的，倒是可以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单你个鬼的身呢？你当我们傻吗？还把身边的妹子也介绍给你？不，你咋不上天呢？啊！众人嘴上不敢骂，心里骂了1万遍呢，1万遍。成哥无奈只能朝着远处喊了一嗓子：“李涵月，你来给他们说说，你告诉他们这事儿都没影啊！”他也知道李涵月这个贴身护卫现在每次都在暗中保护着自己，便打算让他出来做个证。一听到李涵月这个名字，下方人群自动向后退了10几米，成哥周围都空出一大片。没办法，这女人呢凶啊！听说她也在场，许多人腿肚子直打颤，准备随时拔腿开溜。紧接着呢，李美女真的现身了，成哥乐呵呵的招手：“来，你来给他们证明。”紧接着呢，他的嘴就被堵上了。每次复灵结束就是传授新仪式的时候，目前已经学到第10式的他早就把这个当成了固定的习惯了。成哥从复灵大殿出来之后，他就在翘首以盼，等着传授第11式呢。结果成哥在外面停了下来，和这群人耗上了，这让他相当不耐烦，于是上来就开始干正事，依旧还是先插卡输入密码，后提取玄术。亲完之后就问了：“第11式可以教没？”急很急，搞快点！至于在场的人，那些流言和误会，那些人在他眼里恐怕和死物差不多，对他的杀伤力为0。流言能提升自己的实力吗？还是会降低自己的实力呢？都不能，所以李涵玉不在乎。两人亲嘴那一刻，全场都安静了，所有人的表情都像见了鬼一样。这怎么可能呢？那可是李涵玉啊！刚刚听江城说亲了3个，他们还在猜测到底是谁呢？但无论哪个猜测版本，其中都肯定不包括李涵玉这个血罗刹。然而现在他们看到了什么呀？这个女人有朝一日居然会堕入情网，而且还是大庭广众之下主动强吻一个男子。话说强吻确实很符合他的风格呀。哎呀，成哥被他亲懵了。我喊你出来是让你证明一下你自己的清白，结果你证明了个啥呀？得了，这下不用解释了，再解释越描越黑了。他只能拽起这个女人的手，飞快赶回了贤者宫。一直到李涵玉的身影彻底消失，原本寂静如鸡的现场才彻底炸开了锅眼。不是，哎呀，疯了，我眼睛出问题了是不是？我特大新闻啊！李涵玉居然等，然后呢，还真有人一脸崇拜的朝着贤者宫的方向拱手作揖。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这位大贤者。
我猜不是他拿下了李罕玉，而是李罕玉拿下他。哎呀，甭管谁，能打动许罗刹，那就已经是一大壮举了。说实在的，我有点相信他和其他几位没关系了。毕竟有李罕玉在，其他几个也不敢跟他抢男人吧？确实啊，谁敢跟他抢？不要命了吧？这群人回去之后，新的爆炸版流言迅速传遍了整个神殿上下，一时间轰动无比，人人奔走相告。李美女强势的威名在外，流言甚至都没说她成了大贤者的女人，而是说大贤者成了李罕玉的男人。明明得到了神殿第一美女，但愣是没人羡慕嫉妒江贤者，大家更多的还是同情和祝福。就在这些流言传播时，神殿迎来了金玄和银玄两族的来客。本第602集结盟提议。黑玄族神殿被灭，强大发指的异界邪魔出现，这两个消息都传遍了玄界了。金玄、银玄这二族内部不可能无动于衷，与最初的白玄族这边类似，他们没法欣喜，只能感觉到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那个异界邪魔强过头了，令人心生绝望，以至于黑玄族的庞大的领地到现在都没有人敢去占领。面对如此强大的异界邪魔，他们深感自己这族之力根本不够看。在金玄族大殿主金地池三族结盟的倡议下，银玄族大殿主银翼迅速响应，但白玄族这边却表现得不那么积极。在确定了那异界邪魔对白玄族没什么恶意之后，白罗真等人只想低调不惹事，千万不能得罪他呀，还去参加什么联盟共抗邪魔，这是没事找死吗？他们不光没有派人去参加结盟大会，甚至口头上的回应都没有，这让金玄、银玄二族大为不满。于是呢，二族的大殿主带着一众高层浩浩荡荡赶来白玄族神殿，想要逼迫白玄族加入这个联盟。进入白玄族之前，两族大殿主碰了个头。金大殿主，若是那白罗真死活不肯加入怎么办？怎么办？那他们就是玄界的叛徒，是所有玄族人的公敌。你我两族联手击之。后方两名金玄族的殿主和几位年轻执事也跟着附和。没错，叛徒人人得而诛之。我就怀疑他们和异界邪魔有勾结。这次黑玄族被灭，说不定背后就有他们的影子了。银玄族大殿主银翼一脸无语，这脏水泼得过分了吧？那位异界邪魔，据你我两族之力，怕是根本挡不住。这时候还把白玄族也推到对面，不太明智吧？这已经不是不明智了，这是嫌敌人少，死得不够快呀！金地池面色一滞，他当然没那么傻，刚那么说是想怂恿银翼到白玄族之后喊打喊杀，然后自己再唱红脸，方便把白玄族拖进联盟。结果呢，这家伙不上当啊！不管怎么样，他们必须加入结盟，否则就算不进攻白玄族，也要孤立他们。这个提银翼倒是赞同，没错。这是为了整个玄界的安危，他们若是逃避，那从此断绝和白玄族的贸易往来。还有他们那个大贤者，紫金玄文究竟怎么回事啊？这次必须要探个究竟。除了异界邪魔，他们对江贤者的存在也是非常在意的。两族首领到来，白玄族也不敢怠慢，白罗真亲自率领一众殿主出来迎接了。欢迎诸位来我白玄族做客。白罗真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你们有病啊！你们闲的呀，忙不忙到瘾呐？老娘最近忙着修炼至尊极玄术呢，真不想在百忙中抽出空来和你们多逼逼啊！金地池皮笑肉不笑。白殿主，你们白玄族好大的威风啊！结盟提议发来好几次，你们直接当成耳旁风啊！金殿主言重了，里面请吧。这金银二族论整体实力是在白玄族之上，尤其现在两族联合在一起，他也不敢得罪太狠了。银翼看了一圈迎接的众人，不禁皱眉。那位大贤者呢？为何不出来迎接呀？光明殿主笑着：你说江贤者，他正忙着修炼，还请各位见谅。什么意思啊？金地池停下脚步，面色沉了下来。他那么珍贵吗？连我们都配不上他迎接啊！他们还等着观察和探成哥的底呢，连人都见不着了，怎么探呢？后方呢，金银二族那些殿主和执事也纷纷附和。就是啊，他架子这么大吗？连你们大殿主都亲自出来了，他凭什么不出来啊？区区的极玄境，谁给他的脸呢？我给他脸。原本还和和气气的白罗真面色铁青，打断他们。他那温和的目光也突然变得凌厉。江贤者在我族地位超然，谁也无法凌驾于他之上。他不想见的人，那就不用见。天王老子来了也一样。金地池和银翼差点被这态度转变给搞懵了。白罗真，你说什么？你什么态度？你是要和我们金银二族决裂吗？占领殿主早就忍不住了，跳出来大喝：决裂怎么的？你们敢对江贤者不敬，那就是践踏我整个白玄族！白玄族其他殿主也站出来了。江贤者不想见你们，那说明你们不值得。你们点名其他人也就算了，他也是你能点的呀？真以为我们怕了决裂不成？这下全场哗然了，就因为说了江贤者几句，白玄族连决裂都在所不惜了，太夸张了吧？你们！金玄大殿主满面的怒火，
但内心更多的却是惊讶。这个大贤者就算是紫金玄门，那也是个后辈天才，总归还是要受到前辈的管束吧？怎么看他们这架势，大贤者像他爹似的？银玄大店主一看，这样可不行啊！他们来是为了结盟的，不是为了多制造一个敌人，连忙出来打圆场。哎，不见就不见嘛，他开心就好。哎呀，金兄消消气儿，咱们这些前辈犯不着和小辈儿一般计较嘛。之后呢，金地池就坡下驴，这场风波才算过去了。之后一行人进了神殿深处的主殿，三方落座，这才开始正式商谈结盟一事。白店主，异界邪魔气焰如此嚣张，你族莫非还想置身事外吗？这可是整个玄界生死存亡的关头，你的决定关系着玄族1万人的生死，希望你的眼界格局能大一点。坐在中间的白罗真摆手笑着，两位多虑了，依我看啊，那位异界邪魔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从黑玄族回来后，他还是有点担心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放心了。毕竟这段时间风平浪静，那位异界邪魔并没有再次出动。以他的实力，真要是个残暴嗜杀之辈，那现在金银白三族怕是已经全都被灭掉了，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什么都不做呢？本集第603集，考核开始。在白罗真看来，江贤者那番话应该不假，那位异界邪魔没什么征服欲，至少他对白玄族没什么敌意。那个异界邪魔还不危险？白鹿真，你是不是疯了？金玄大店主高声说：“他做了什么？你难道看不见吗？我知道你们白玄族和黑玄族有仇怨，但你以为他灭了黑玄族就是你们白玄族的朋友了吗？”白罗真摇头失笑：“金地池，哼，我一开始和你也是有类似的想法，但你没发现吗？他后面并没有进攻我们三族，此人只是和黑玄族有仇，所以才灭掉了他们。我们和他无怨无仇，何必无事生非，非要招惹他呢？人家没出手是咱们的幸运，你还见好就收吧。真要把那个联盟组起来，没准那异界邪魔真就感受到了强烈的敌意，到时候那就不妙了。”银玄大店主不断的摇头，他完全不赞同白罗真的想法。你想的太天真了，谁说他只和黑玄族有仇？他灭掉的可不止一个黑玄族。什么？白罗真和白玄族一众店主震惊了。他还灭了谁？金地池缓缓起身，沉声说：“地残阁。”地残阁。白玄族众人惊讶无比，这个地下组织居然被灭了，他们的总部不是找不到吗？听到这个消息呢，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喜悦，毕竟地残阁一直以来都是个祸患，多年以来白玄族在他们身上吃过不少亏，为了剿灭他们也付出了极大努力，只可惜没能成功。如果地残阁没了，那白玄族领地就安全了好几倍。银叶缓缓说：“就在5天前，地残阁总部被人发现，位于我银玄族和黑玄族交界的一片荒原，地下万丈之深，极其隐秘。地下有庞大的宫殿群，同时还发现了地残阁几乎所有高层首脑的残骸。这么隐蔽，他们怎么发现的？因为那万丈的上层地面已经全都被人打穿了，隐藏的禁制灵纹也全部被毁，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经仔细的查探，我们发现地残阁死去的很大一批人和黑玄族分店死去那些人有着类似的特征，身上无伤口，但身躯衰败，生机断绝。地残阁总部被毁，无一活口，这就是那位异界邪魔的手段。”殿内白玄族众人倒吸凉气，他们原本放心的念头也忽然动摇了。金地池冷冷下结论：“这异界邪魔的目标根本就不局限于黑玄一族，你们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是坐以待毙，下一个也许就是你们。”他悠悠看着白罗真，嘴角那一丝冷笑带着明显的讥讽意味，仿佛在说：“你们这群天真愚蠢的人呐，现在知道结盟的重要性了吧？”白罗真沉默了。而另一边呢，成哥已经带着李罕玉、阮灵瑶、钟离乔等一众妹子浩浩荡荡赶去参加考核了。这几天都是考核的日子，其他弟子都要接受顺位安排，但江贤者谁敢安排他呀？他自己想哪天参加就哪天。这考核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难度，无非就是走走过场。不过呢，他一出场还是立即引起了神殿上下的瞩目，许多护卫奔走相告，也不讨论金银二族到来的大事了，都赶着来看江贤者考核的盛况。众人来到这一看，好家伙呀，这家伙是来考核的还是来秀的呀？8位美女争奇斗艳，一个个明艳不可方物，却偏偏全都站在他的左右，就像贴身保镖一样。这一排场看着就让人不爽啊！看到这么多人来捧场，原本对考核兴致缺缺的成哥也来劲了，甚至朝着众人挥了挥手：“啊，这个多谢大家的支持啊！不过呢，你们还是把最大的欢呼留到最后，我怕到时候表现的太完美，大家没力气喊了。”
所有人心头都涌起了强烈的想吐槽的心情。我们啥时候为你欢呼了呀？你带着8个美女秀我们一脸，仇恨都拉满了好不好啊？我们巴不得你栽个大跟头呢，希望你考核通不过。这一刻，所有人心中都涌起了类似的心声，这就是白玄族的大贤者。人群外围，10余名头顶有着金纹和银纹的修士淡淡望着中心的乘客，表情渐渐变得不屑起来。他们是刚刚随着金玄、银玄2族高层过来的年轻执事和天才护法，因为地位不高，不得列席参加殿主级仪式，所以呢，就在白玄族几位护法的陪同下参观神殿。这在各族相互交流时算是很常见的事情，有时候甚至会有年轻一代的相互切磋比较。此时他们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近距离观察一下白玄族那个大贤者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才金玄境1宠，传得沸沸扬扬的紫金玄文绝世天才，就这。看到陈哥的境界，2族天才一脸不可思议，真他妈离谱！这货色在我们这边，连剑协会都当不上。无论这紫金玄文多神妙，这种如龟爬的速度，也配不上天才之名啊！哎呀妈呀，来你们白玄族呀，从前不来水土不服，搁这叫封呛着了。他们看了一会儿，就对陈哥失去了兴趣，目光转而落在了李罕玉、阮灵瑶等女的身上。哎，他虽然不怎么样，但他身边那8个女的真的都是极品呢。是呀，这也太有福了吧！尤其是第1位美女，简直不可思议呀！倾国倾城，而且实力竟然我都看不穿她。这种层次的女人，居然还要给她当护卫，白玄族高层疯了吗？哎呦，我都有点嫉妒这个人了，真的。不是，你们白玄族风太大了。第1位是李罕玉，你们还是省省吧啊！什么？他就是当年废了沈清的雪罗刹李罕玉？那呗，这女的可不是咱们能消受得起了。那个不一定，越烈越好啊！我喜欢混。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嘴里飞进去个孔雀，这给我扎了呀！这帮人对白玄大贤者的观察已经结束了，目前的话题已经全都围绕着那几位妹子展开了。至于江城呢，他们的结论是毫无威胁，不值一提。也就在这种气氛下，成哥来到了考核的玄文试炼关卡前方，见过大贤者。负责维持考核的护法和几名执事连忙上前行礼。本集第604集，这让我怎么下得了手啊？虽然成哥的境界只是极玄境1宠，但大贤者的身份摆在那儿，金玄、银玄那些天才敢不屑，白玄族这边可不敢。尤其是一些护法，虽不知道至尊玄术的事，但知道他有多受那些店主的宠爱。大贤者来考核呀？啊，对啊，开始了吗？啊，当然可以。为首的一名护法先是应下，紧接着又苦着脸，那个大店主之前交代了，您的考核难度定在极玄境9重，希望您别介意啊。里面人的考核难度是由他们这些外面的人来控制的。陈哥心说，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啊，区极玄境9重，相当于仙界那边的天仙9重而已。就这还要先给我打个预防针？哥就这点牌面吗？啊，本打算豪迈的一挥手说考核不算啥的，但是转念一想，忽然又决定斗大家。哎呀，可不嘛，这考核太要命了，极玄9重的难度真是为难我呀。简单过头了，体现不出哥的实力。这话听在其他人耳中，那就是没信心。于是许多弟子低下头，暗暗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他们差点笑出声啊！你这个公然在神殿开后宫的公敌，早该被狠狠的打击一次了。这会儿知道慌了，平时不努力，现在后悔晚了吧？你以为你是那个，你总是临时抱佛脚，临时抱佛脚？切！哎呀，你充其量是帅到没朋友，帅到没朋友。就这样，在众人满怀期待的目光注视下，考核灵纹亮起了。成哥一脚踏了进去，身影消失在了众人眼前。灵纹的作用类似仙界那边的阵法，只不过呢是由玄石催动的。进了里面后，成哥连剑都懒得拔，不丁不拔，懒洋洋的等着灵纹试炼出现。此时的外面呢，总算恢复了嗡然议论之声。哎，你看他自己都没有信心，那肯定的呀。极玄1重参加9重考核，这不是找虐吗？哎，你们猜他能完成什么评级的考核呀？这考核呢是有评级的，分别是极差、不合格、合格、优秀、完美、惊为天人6个评级。按照神殿的规矩，极差是会被开除出神殿的，不合格则会降级，比如护卫会降级到见血护卫，合格不赏不罚，优秀会有一些小奖励，比如5品轩辕果之类的。评级完美不光奖励更高，还有很大概率提升一级职位，比如从护卫长提升到执事。至于惊为天人呢，这个评级可以确定是100万年难得一遇的绝世天才，那待遇会达到和护法一个档次，甚至会被店主们当成下一任店主接班人来培养。不过这个评级太罕见，最近几千万年都没出现一个呢。类似李罕玉和阮灵瑶这样的天才，考核也都只是完美评级。那还用说吗？啊，那肯定是不合格啊！不合格，我才是极差。不至于吧？极差很少出现，他好歹紫金玄文，应该有点特殊手段。会被淘汰出神殿的极差评价却是很少出现，除非进去后连第一波都顶不住。那要不要赌一赌呀？我赌他极差，而且马上会被淘汰出来。如果真是极差，那还真是有乐子看了呀。
而此时呢，里面成哥的眼前出现了一道人影，微微一查看，境界比他的玄力境界高不少，至少是极玄境7、8重了。成哥之前压根没打听过这考核的过关模式，因为没那个必要。现在看到的人影也猜出来了，过关方式应该就是击败一波波出现的敌人。这种模式的考核试炼在仙界那边一些宗门也很常见。这种情况下呢，极玄9重的考核肯定是个极玄9重凶士来参加的。面对第一波比自己低了1、2个境界的敌人，如果还打不过，那确实是极差，可以直接淘汰开除了。不过成哥才极玄1重，第一波就远远超过了他的玄力境界，他依旧没有拔剑。而随着人影变得清晰，江掌门的表情变得错愕了。对面那人影的外貌居然长得和他一毛一样，虽然表情呆滞，双目无神，没有他本人独特的逼王气质神韵，但确实复制了他的脸，还想复制他的面。虽然明知道这是灵文搞出的效果，成哥还是痛心疾首起来。哎呀，这么帅的人，我怎么能忍心杀呢？你说，哪怕是灵文创造出的假人，他也下不了手。哎呀，可恶呀！对面的假人站在那儿，木木的，也不动弹一下，似乎在等他主动进攻才会动起来。成哥纠结了很久，实在是不忍心拔剑，最终呢，只能轻轻朝那假人吹了一口气儿。灵文复制的只是他的外貌而已，也不可能复制他全部的实力，而他在这里面实力又没有被封印，准地级别的仙力还在，所以呢，一口气真的是绰绰有余了。看到那假人如同泡影一样，连一点反抗都来不及，就被吹得支离破碎，消散得无影无踪。成哥长叹了一口气，眼内浮起一缕化不开的悲伤。哎呀，真是造孽呀！成哥摸了摸自己的心口，感觉心如刀割呀。而此时外面则掀起了一阵嗡然议论。竟然成功过了第一波，他怎么过掉了？有点神奇呀。灵文外面虽然看不到里面闯关，但是能看到了第几波。目前显示江贤者到了第2波，也就是说他摆脱了极差评价，最低也能获得一个不合格的。这让不少等着看笑话的人感到很意外，毕竟江城才极玄1重，他参加的考核是远超他本身境界的。第1重虽然要低2个境界，但对他来说还是跨越了6个小境界获胜。这大贤者有2把刷子吗？但有人不服气，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这试炼敌人呆板无比，极玄7重发挥出的实力也就正常活人的极玄6重。没错，打败一个极玄6重，有什么好吹嘘的呀？下一波难度提升好几倍，他输定了。我打赌，一个呼吸就被扫出来。在这些人议论声中，成哥迎来了第2波。一看到面前2个极玄9重，并且依旧和自己容貌长得一模一样，成哥气得差点当场心梗了。哎呀，像哥这么帅的有一个就算了，你居然批量制造了！他哆嗦着手指，指着外面的方向咆哮：“喂，你们考核这样搞，是在犯罪啊！” 2个假人自然体会不到他的心情，依旧呆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等他的进攻。本第605集，不小心又震惊了一下。江掌门控诉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只能选择毁掉2个假人，一直拖着不动手会超时的，到时候呢，他会被评定为不合格。那走出去之后，他的逼格将会降低到低谷呀。两相权衡，还是逼格更加重要。为了保住逼格，他只能忍痛灭掉2个复制版的自己，又是一口气儿吹了过去。2个假人迅速的崩溃消散，这波轻松过了。这次呢，外面终于有点沸腾的迹象了。第2波也过了啊！这已经算是合格了。跨了8个小境界能做到这一步，太难得了呀！他们还以为里面的成哥经历了一番苦战呢。我总算有点理解为什么店主能这么看重他了。确实啊，让我跨8个小境界还真赢不了。绝大部分盼着成哥失败的人，看到他真的合格，虽然有点小失望，但渐渐的服气了。当然了呀，还有一小部分人嘴硬了。那合格又能怎么的呀？对于大贤者来说，这得是最基本的吧？就是啊，大贤者可系和大店主评级的危机，就这你们就觉得足够了？堂堂大贤者拿不到优秀评级，那只能是笑话呀！听到他们的议论，阮灵瑶和卓傲心等女暗暗摇头。你们这些井底的蛤蟆呀，那个人可是拥有至尊级玄术的，这玄术足够跨一个大境界灭敌了。只要他施展出来，通过第3波拿到优秀评级，轻而易举。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考核前店主们一点都不担心江贤者过不了考核。毫无悬念的事情，担心什么呀？只可惜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也坐井观天了。成哥的实力，白玄族神殿就算安排最高级别的天玄境考核，也是白送的。看着第3波考核对面那4个极玄9重，长得依旧和自己一毛一样的假人，成哥叹了口气，他的心态已经平和下来了，甚至呢有闲心从不同的角度观察4个假人的面部轮廓，以此确定自己究竟有多帅。哎呀，还真是杰作呀！真好。将这4个假人当成镜子照了一会儿，他再次充满了不舍地吹了一口气。在那仙力冲击下，4个假人崩解消散了，这足以难住神殿8成弟子的难关，就这么过了。优秀，他拿到优秀了，我操，这是怎么办到的？我记得第3波应该是有4个对手，他居然还能赢，牛啊！不愧是大贤者，服了。这次呢，
就连那些嘴硬的也没话说了。优秀评级他们自己没拿到，何况他们考核打的还是和自己同境界的，而江贤者打的是比自己高了8个小境界。就连远处外围看热闹的金银2族天才也有些意外了。其银子越级挑战的能力还真的是出众啊，这已经算是一个小奇迹了。紫金玄文真的那么神奇吗？如果他能够修到极高境界，那还真的会成为我族头号大敌呀！你们也说的是如果，大半年都没能升一个小境界的人有什么好担心的呀？没错，就算极强的极玄境，那也只是区区的极玄境，一个天才的蝼蚁而已。陈哥呢也听不到外面的议论，此时他已经迎来第4波敌人了，8个极玄9重，并且依旧和他长得一毛一样的假人，考核到这一步已经远远脱离常规了。尽管假人攻击台板，但想击败8个同境界对手，非绝顶战斗型天才不可能办到的。不过对陈哥来说呢，这难度根本不值得他去思考一下。他只是饶有兴趣的从8个不同的角度继续欣赏自己的容貌，那看的叫一个津津有味，甚至都流连忘返了。直到时间快要消耗的差不多了，他这才意犹未尽的再次吹了口气儿。汹涌的仙力弥漫在考核空间，原本会让考核灵文剧烈震荡，但范围却又被他控制的极为精妙，仅仅只是在那8名假人身上拂过，如同狂风吹散落叶，8个假人几乎同时崩解消散，再一次过关了。完美评级了，这就有点离谱了吧？挑战8个比自己高8境界的对手还赢了。越级挑战有个线吧，他这个实力就算跨一个大境界和斗玄境1、2重对决也能赢啊！这下呢，外面那些金银2族的天才们也不住惊讶了。越级挑战得有个极限呢，一下子这么多级，未免太离谱了吧？玄极玄1重，能发挥出洞玄2重的战斗力吗？这紫金玄文看样子比我想象的神奇。如果此人能修炼到地玄境，那这一层还真没有人挡住他了。幸亏他的境界提升极其缓慢，希望他这一辈子都是极玄境。在他们的美好的愿望下呢，陈哥迎来了最后的一关考核。16个极玄9重的假人一字排开，齐刷刷出现在面前，依旧还是复制他的长相。陈哥还打算继续从更多角度照照镜子呢，这些假人突然朝他杀了过来。最后一关的难度可不只是多了1倍人数那么简单，这一关的假人要灵活很多，不再像前面那样呆呆愣愣，等着他出手才会还手了。当初李海玉闯到这一关时经历苦战，最终也还是功亏一篑，被湮灭在了潮水般的攻势下。陈哥无奈呀，只能再次一口气吹过去，然后他就成了最近几千万年来唯一一个考核通关的人。当外面显示最后一波通过了，全场的议论突然停止了，紧接着就沸腾了呀，迅速炸开锅。我的天哪，最后一关也过了吗？惊为天人呐！我靠，我竟然有幸看到惊为天人的考核评级诞生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反正就是各种吹吧，没有人能理解，甚至就连卓傲熙和阮灵瑶等女也是极度不可思议。他们知道陈哥会至尊级玄术，但就算是拥有那种大杀器，也不可能做到这么夸张的事情。原本他们预计江贤者应该就是优秀，能拿到完美，那都奇迹了。结果现在呢，这算什么呀？本集第606集，也就吹口气的事儿。远处那群金银2族天才差点石化了，他是怎么做到的？极玄1重发挥出技巧洞玄5重的战斗力，戏上有这样的剧情吗？太离谱了吧！他们不是没见过越级挑战的，但一般能越1、2个小境界，那就算难得的战斗天才了。如今江贤者都越了10几个小境界，这完全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我不相信，一定有问题！一名金玄族的执事忽然反应过来了。我明白了，这是白玄族刻意安排。你们想想，前面那几关他都用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一波居然1个呼吸不到就打通了，这可能吗？他这么一提醒，其他人顿时恍然大悟。没错，这灵文就是白玄族自己控制的，他们这神殿高层完全可以按照安排给他放水过关。哎呦，真是可悲呀！白玄族为了在我们面前显摆，居然作假呀！他们这些自作聪明，同时还自作多情的人，陈哥呢也没注意到。此时他破关而出，就听到了全场的如雷鸣般的议论。行了啊！我早说了，大家要把最大的欢呼声留在最后吗？欢呼倒是没多少，震惊却是不少。点开面板，他看到了一波波的震惊值。这低端考核他原本不以为然，只当走过场了。现在瞧瞧在场这些人的反应，一个个都好像自己干了多么伟大的事情似的。其实陈哥只是吹了几口气而已呀，吹一吹气儿，你们就激动成这样，你让哥怎么好意思？在他的心目中，这小小的考核甚至比灭掉黑玄族神殿内战还要有分量。毕竟内战打完，现场冷冷清清，也没有观众给他鼓掌。事实上，不光这边，就连正在开会的主殿那边也被惊动了。考核出现惊为天人评级，灵文是会有特效和提醒的。要不是金玄、银玄2族的店主还在对面商讨结盟大事，白罗真特迫不及待飞过去看看了。能拿到惊为天人，足以证明此人是个千万年难遇的战斗型天才。这价值、这重要性，仅次于紫金玄文的江贤者了。他们目前还不知道是谁，但白玄族几位店主都坐不住了。
白罗真朝着占领店主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单独先过去看看。早就按捺不住的占领店主连忙朝对面2组高层告了声罪，匆匆赶到了考核这边。一到现场啊，他就看到被人群簇拥着的江贤者，连忙满面堆笑上前问好。哈哈呀，您今天也抽空来考核呀？这亲热到有些讨好的态度，让下方众人以及远处的金银2族都感到不可思议了。占领店主好歹是天玄境的，至于这样吗？还称呼您？这种称呼是下级称呼上级，晚辈称呼前辈才用得上的吧？成哥心情正美呢，嘴角都快咧上天了。呀，你也来啦！他故意装作咱想低调的样子。哎呀，只是做了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你看你的大张旗鼓的，不至于啊，不至于。这话说的占领店主一怔，再看现场反应，忽然惊呼：不会吧？拿到惊为天人评级的人也是您啊？没错，正是在下。哎呦我去！占领店主表示自己差点被惊呆了呀，被惊得亚麻呆住了。知道你有至尊级玄术，拿到个优秀不难，但拿到惊为天人，那是做梦也想不到啊！哎呦，您这也太强劲了吧？您是怎么做到的？他可是很清楚的，这哥们儿进入神殿后就没修炼过。成哥笑眯眯的摆手，小试牛刀，不值一提。就这还不值一提呢？占领店主差点无力吐槽了，你这个插装的过分了啊！真是想不到啊！您不光是紫金玄文的绝顶修炼资质，还是千万年难遇的战斗性天才，这简直是造物宠爱集于一身呐！原本成哥就是他心目中的白玄族之宝了，现在嘛，他已经觉得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神明转世了。但他的吹捧却让远处的金银2族越来听不下去了。他们认定了这考核是作假，心说你们差不多得了，还把占领店主派过来配合演戏，何必呢？于是呢，就在成哥陶醉在一片彩虹屁中时，不和谐的刺耳声音终于响了起来。哼，你们白玄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吗？金玄族一名年轻天才护法嗤笑，为了抬高这个所谓的大贤者，给他造势，还真是煞费苦心呐。银玄族那边也有一名天才，只是摇了摇头，就是有点可笑了。他们这一出声呢，人群安静了。原本还乐呵呵的占领店主面色一沉，什么玩意儿？我们白玄族庆祝我们的，关你们2族什么事啊？你们的长辈没教过你们基本的礼仪吗？为首的那名银玄族的护法淡淡的说，我们的店主教过我们礼仪，可没教过我们作假。你们什么意思？金玄族一名执事阴阳怪气，意思就是你们没必要做故意操纵灵文，放一个所谓的大贤者过关，何必呢？其他人也纷纷附和，这么演戏就为了让我们2族知道大贤者有多么天才吗？是想震慑我们吗？你看你们演的也太假了，最后一关一个呼吸不到就打通了，谁信呢？占领店主还以为他们要说出什么高论呢，闹了半天只是自以为是。他作为店主，当然可以确信白玄族高层压根没给成哥放水。哦，那你们要这么认为，那就继续吧。他都懒得搭理这些蠢货了。现在他更在乎的是另一个细节，最后一关一个呼吸没到，通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最后一关是怎么打的？难道您还有更厉害的绝招吗？至尊级玄术是不可能做到这种事的，莫非江贤者还有比他更厉害的玄术吗？看他的期待表情，成哥也知道他在想什么了。啊，没有啊，关卡太简单了，哥们吹口气的功夫就轻松解决了。本集第607集，这样可以证明了吧？吹口气的功夫就过了。谁也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句实话，大家都当是开玩笑吹吹牛，于是呢也都纷纷笑了。反正能过最后一关，怎么吹都不过分。现在神殿那些护卫也都暗服气了，毕竟千万年一遇的战斗天赋摆在那儿。占领店主还笑到恭维呢。哎呀，您这一口气儿那已经是堪称绝招了呀。他现在是有求于成哥呀，多拍拍马屁，没准下次他交给自己的视频讲解版本就能详细一些了。成哥摆摆手，基本操作啊，淡定淡定。哇，大贤者真的是太厉害了，人家更崇拜了。钟离桥早就按捺不住，趁着乱哄哄的热闹机会揩油，又亲了江贤者一次。虽然这次亲的是脸颊，但已经足够全场所有人发出阵阵狼嚎之声了。我这也太大胆了吧！当着李寒玉的面挑衅了，这是自己的男人被亲了，李寒玉居然没有反应。花僧了怎么？难道他真的开了后宫吗？李寒玉居然只是后宫团其中一员吗？这是什么神人呐！一时间众人关注点全都歪了。成哥原本还想解释一下，不过看大家的崇拜的表情，算了。他这边倒是喜气洋洋，另一边呢，金银2族那群人可就受不了了。他们刚才跳出来嘲讽，满以为江城和占领店主要么据理力争，要么被他们说的无地自容。结果现在这算什么呀？无视了吗？无论占领店主还是江城，都把他们当成了空气，完全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以至于他们现在站在一片笑闹的人群中都显得格格不入，好像是多余的。这种无视羞辱感太强了。为首那名银玄族的天才护法忍不住再次大声冷哼：“哼，
可恶！拿着造假出来的成绩来欢呼庆祝，真是可悲至极。他身边金玄族护法也跟着附和。他们白玄族也就这点出息了。几名执事怪阴阳怪气的。就是可惜了这几位天才美女呀。是啊，不光姿容绝世，天赋实力也远超这个被造势造出来的大贤者。他们本来就很嫉妒陈哥能得到这么多美女的陪伴，现在的话语变得是尖酸刻薄了。可惜呀，却偏偏要屈居他之下，沦为陪笑之辈。要是在我们金玄族，那就不会有这种荒唐事了。闭嘴！这次占领店主真的怒了，之前还可以当成这群人自以为是，懒得和小辈一边计较，哪凉快哪待着去。现在呢，这帮犊子已经直接开启了群嘲模式了。大贤者白玄族，包括他的女儿卓傲心都被嘲讽进去了。我警告你们，不要太过分，管好自己的嘴。他一身天旋五重的玄力隐而不发，却足以让风云色变，四周气息肃杀凝滞。一众护卫连忙退避，对面那群人也是纷纷色变。占领店主，你要干什么？我们只是说出实情，你堂堂店主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吗？难道你要以大欺小吗？占领店主活了这么多年，何尝听不出这话是故意挤兑自己？他缓缓扬起了手中玄器，战力玄文散发出的力量凝为实质，竟是凝聚成了巨大的虚幻影像，熠熠生辉，照耀全场。你们须知，祸从口出。金银二族天才们再次后退了数步，他们现在真的有些畏惧了，毕竟他们还只是地玄境、明玄境，而占领店主是天玄境，要灭掉他们轻而易举。占领店主，你疯了吗？我们是来这里做客的，你竟然要对我们出手！占领店主寒声打断他们。做客？不如我族大贤者，有你们这样的恶客吗？金玄族那位护法大声说了。你们对我们出手，我二族必与你们白玄族决裂。他这话一出，占领店主也清醒了，确实呀，自己不能动他们，否则金银二族很可能不惜代价的与白玄族开战，这是神殿目前不想看到的。何况里面高层正在开会，白罗真大店主已经打算与对方签盟约了，这个关键的时刻，自己要是动手了，会破坏结盟大业。眼见他的杀气渐渐散去，对面那群人又壮起了胆子。银玄族一名执事起了出来，得意洋洋。你大可对我们出手，皱一下眉头，算我们输。就是啊，你杀呀！我们只是说了几句实话，怎么了？戳到你们白玄族的痛处了吗？你族这位大贤者就是造势造出来的，还不许人说了吗？占领店主怒火冲天，正说什么呢？陈哥摆摆手，打嘴炮那有啥结果呀？要玩就玩真的嘛！占领店主，此事还是由我自己来处理吧。啊！哎呀，都是一群无事之徒，您还是不要和他们一般计较了。您的考核他们也管不着，这事他都处理不好，目前确实没法强行堵住这帮人的嘴，更别提江贤者了。说的越多，被嘲讽的越厉害。程哥笑眯眯的摇了摇头，别的呀，那人家不远万里赶来，我身为大贤者怎么能冷落呢？他站到了金银二族众人面前，你们觉得我过关是作弊？站得离他最近的一名金玄族的执事一抬下巴，对呀，有问题吗？难不成你还能证明自己没作弊呀？当然可以证明啊。怎么证明啊？金银二族的天才们还真的想不出江城怎么做，难不成还要重新考核吗？可是考核时外面的人也看不到里面发生什么了，他们甚至已经打定主意了，就算你真的凭实力过关了，我们也咬死不松口，就是你作弊了，我气死你。然后呢，他们就听到啪的一声清脆的声响，刺耳无比，一道人影骤然飞出，在半空划过一个高高的抛物线，最后重重摔在了上百丈之外的一堵墙上。那堵后墙被撞出了窟窿，撞进去的人这才停了下来。定睛看去，就能看到先前那名站得最近的金玄族天才执事双手双脚都缩在一处，整个人被嵌在了墙缝中。陈哥他拍了拍手，笑眯眯的，哎呀，这样可以证明了吧？本第608集，脸皮修炼的不错。那名金玄族执事是地玄3重的境界，而且战斗力不足，恐怕不弱于寻常的地玄5重。然而现在呢，他被嵌在墙内，动都没能动一下，因为他昏死过去了。能被凹成这种手脚扭曲在一起的奇葩造型，可想而知他被内耳光打成了多重的伤，全场都懵了。别说对面那两族的天才和白玄族的那些护卫们，也别说占灵殿主和卓傲心、阮灵瑶等女，就连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的李涵玉也浮起了浓重的惊讶之色。确实啊，刚刚那一耳光打得有些突然，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但一耳光就将一个地玄3重打成这样，就算偷袭，本身至少也要有地玄境1重的战斗力。极玄境，对方让你打你也打不动，反而会震伤自己了吧？江贤者怎么可能做到这种事情呢？他们想不明白。
而对面为首的金玄族护法终于反应过来了，是你干的！你好大的胆，这是要和我们金玄族开战吗？成哥心说，我会在乎开战不开战吗？没去灭了你们金玄族，只是因为你们暂时没和我结仇，哥没那么残暴不讲理罢了。如果你们真的迫切需要这项服务，那我可以满足你们呢。但当着白玄族众人的面，他还是笑容可掬的摇了摇手，没有，这不是你们强烈的想看我的实力吗？所以我满足你们了呀。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么周到的服务。感谢的话你们也不用多说了啊，你们远来是客，这是我应该做的。金玄族众人又气又怒，偏偏找不到什么话来还击。刚才他们嘲讽白玄族时那阴阳怪气的，把占灵店主气得差点吐血了，现在碰到成哥了，他们算是碰到克星了。看到对面怒瞪着自己，成哥还在继续输出呢。其实你们的人也挺厉害嘛，我这手掌啊现在还隐隐作痛呢，看来啊你们都在脸皮修炼上下过苦功。哎呀，使劲啊！这一番话差点把金银二族气得当场梗过去。你究竟干了什么？你一定是炸了！同样震惊万分的银玄族护法忽然大叫起来，我就知道一定是占灵店主暗中帮了你。事实上呢，他们压根没看向那耳光的瞬间，别说他们了，就连全场实力最强的占灵店主都有些不确定刚刚内幕的具体过程了。太快太突然了，他只能将之归结为自己当时大意疏忽了一瞬，恰好忽略了最重要的片段。他甚至有种感觉，刚刚好像有一丝不属于玄力的力量一闪而逝，不过转念间他就把这当成错觉了。听到这群人居然把功劳推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只觉得这群人真的是无知的可怜呢。行了啊，你们两族闹剧也该结束了。我族大贤者连地玄境都能伤到，何况只是个极玄境9重的考核呀。他深吸了一口气，目视全场，语气变得激动。惊为天人这种评级根本就不足以展现他的实力，也就这里人多呀，要不然他真想追问江贤这一句，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极玄境伤到地玄境，这还能用越级挑战来形容吗？他已经完美证明他的考核没有作弊。就是，成哥小迷妹钟离巧立即跳出来助阵了。其他人能得到优秀和完美，是因为实力只有优秀和完美。他抱着成哥的手臂，一脸崇拜爱慕的仰视着他。江贤者得到惊为天人的评级，是因为考核最高只有惊为天人。妹子的马屁拍的是恰如其分，成哥大悦。行了，嘿嘿，咱还是回去慢慢夸啊。说完呢，他就打算挽着妹子离开这里。站住！你大的人，你还想走？金玄和银玄两族的天才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原本是来打白玄族大贤者的脸的，结果现在呢反被打了。那名执事被伤，让他们觉得颜面无光，这场子必须找回来。刚刚一定有诈，除非你能再次证明。金玄族那名护法恬不知耻说着。陈可辛说，你脸好大呀，虽然这等同于是求我揍你，但你让我出手我就出手啊，我凭什么向你证明啊？就你这种小喽啰配吗？他不耐烦地回过头，朝着李寒玉使了个眼色。解决掉这些烦人的东西，我会连着传授你实事。随后他丢下众人，朝着贤者宫飞了回去。他相信李寒玉不会让自己失望的。李寒玉本来就觉得这些人烦人类，只是神殿大局为重，还有占灵店主在旁，他也不好说什么，所以才一直默默地保持着面瘫脸。当听到实事这个字眼，那女人那如深潭的眼眸中血色一闪而过，整个人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条件反射般的拔出了剑，紧接着剑花洒落，将面前金银二族剩下的12人全都圈进了战圈之中。冰灵突然在虚空凭空出现，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之前，前方3名执事应声倒地，3人的心脏位置全都被那莫名出现的冰灵穿透，却并无一滴血迹，只能看到湛蓝的寒芒缭绕。李寒玉已经学了10多式的至尊级玄术，是所有人中进度最快的一个，也是学习效果最好的一个。他天赋本就绝佳，也有陈哥手把手的指点，可想而知实力进步有多大。更何况呢，他本来实力就比这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强。这一剑下去，3人倒地，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占灵店主，住手！你服了吧？而对面剩下的金玄、银玄两族的护法执事们也是惊怒交加。连寒月，你要开战吗？回答他们的是下一级至尊级玄术。迎面杀来的一名地玄9重护法，迎面撞上了无数的冰剑。他才刚刚隔开第一道，那冰剑就陡然炸裂开来。随后呢，漫天寒霜笼罩他以及他身后另外3名金玄族的执事。3人根本意识不到这寒霜意味着什么，而在外人眼中，能看到就是这3人突然变成了被重重寒霜包围了起来，再也没能破开，一直到他们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事实上，金玄族那位天才护法的境界并不比李寒玉低。2人单独交手，李寒玉原本就算能赢，也要花费很长时间。然而现在，至尊级玄术彻底打破了这个平衡。这个女人无喜无悲，就像忠实的执行程序的机器，将那3人冰住之后，看都懒得多看一眼，直接一穿而过，杀到了银玄族护法面前。本集第609集，失控了。快住手！占灵店主差点疯了呀，这是要干什么呀？刚才他被那2族人挤兑气成了那样，还保持着克制，连出手教训一下都没有，为的是什么呀？
为的就是避免和金银二族撕破脸。尤其现在是结盟的关键时期，不可能出什么岔子。现在可好啊，这哪是教训一下呀，这是直接屠灭对方啊，撕破脸。他可以确定金玄、银玄二族要和白玄族开战了，这件事基本没有转圜的余地。为了避免闹得更大，他终于出手，想要阻止李涵玉。然而下一刻，李涵玉直接就朝着后方回了一剑，霎时间，一堵厚得不可思议的冰墙凭空挡在了战灵殿主前方，竟然将这堂堂的天玄境高手都给拦下了，全场皆惊。等到战灵殿主轰开了冰墙时，看到的是云玄族那名天才护法倒下的一幕，横七竖八躺了一片尸身，倒是不见血迹，但惨烈程度足以让全场失声，一切都完了。在场所有白玄族护卫执事、护法全都被吓傻了。刚刚发生了什么呀？就连卓傲心、阮灵瑶等女也是满脸呆滞。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最近时常相处的女人竟然如此的疯狂。你干了什么？战灵殿主终于忍不住指着这个面瘫女人咆哮：你看看你干了什么！我让你住手，你没听到吗？李涵玉悠悠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大贤者凌驾于你之上，他的命令优先级高于你。你！战灵殿主还真的无法反驳了。按照一开始的约定，大贤者是和大殿主平级的，确实比他高。何况他们现在还要求着陈哥传授至尊级的玄术，说他凌驾于自己之上并没有错。他还真不敢当面说江城的命令不对。见他没话可说了，李涵玉直接飞回了贤者宫。刚刚江城的承诺他可是记得的，解决掉那些人他会一口气传自己10世。现在他要去领奖了，至于这件事背后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他压根没去想。他这一离开，战灵殿主立即封锁现场，而在场所有人也终于清醒过来。我的天哪，这个雪罗刹竟能干出这种事情，我要疯了！这女人比传闻还要危险无数倍呀！她的实力好像比想象中还要强。这次的事不好办呐，许多人忧心忡忡，他们也能预料到金银二玄族的反应，但也有不少人不以为然。要我说呀，杀得好！就是刚刚金银二玄那帮人就是欠揍，当面嘲讽我们白玄族，活该！他们就是来踩我们的，只是踩错人罢了。嘘，小点声，这要是被金银二族听到，小什么声啊？开战呗，怕他呀！哎，话说李涵玉怎么这么强啊？一挑12居然赢得这么轻松。是啊，他不会已经是天玄境了吧？下方弟子议论纷纷时，殿主那边的议会终于被迫中断了。白罗真原本都已经快要结盟了，突然对面的金地池和银翼2位大殿主腾地站起来，随后两人面色巨变。什么？都喜了？两人迅速飞向了考核现场，而白罗真也得到了战灵殿主的传讯，同样是心头狂跳。他很清楚，失控了，一切都失控了。当众位殿主赶到现场，看到一地尸身时，两眼一黑，差点昏过去。什么情况啊？一个考核怎么变成这样了？金玄、银玄两族的人不是在神殿参观吗？就算真的和白玄族爆发点口角，也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呀。何况还有战灵殿主在场呢。谁干的？金玄殿主目眦欲裂，一身天玄8重的玄力毫不掩饰地释放出来，霎时间地面开裂，金之力的流窜在四处肆虐，将周围的气流都搅得稀烂了。白罗真和光明殿主等人连忙出手将弟子们隔了开来，却没敢朝他动手。白罗真！银玄大殿主怒不可遏地拔出了玄气，遥指着对面白玄族众人，怒声咆哮：你好狠！此事你若不给个满意的交代，那就开战吧！白罗真此时也是心乱如麻，却还要先安抚他们。两位殿主稍安勿躁，待我问明情况，查清真相。稍安勿躁？你居然让我们稍安勿躁！金银二族其余殿主都飞到半空，做出了战斗准备。还能有什么真相啊？你们的人杀了我们的人，还有什么真相？一句话，杀人偿命！不，光是偿命不够，要有足够的赔偿。白罗真不禁皱了皱眉，他询问的眼神看向战灵殿主，究竟怎么回事？看到地上残留的冰霜，冰灵殿主浑身一震，已经反应过来是谁干的了。再看四周，并没有李涵玉的身影，更是惊慌呀。而战灵殿主的话也证实了他的猜测，是李涵玉做的。大殿主一惊，是他？就他一个人吗？李涵玉他是非常重视的，虽然此女有点不通人情，但天赋极其出众，而且对神殿的命令向来都执行的一丝不苟。在大殿主的心目中，他是一员心腹爱将。何况上次营救江贤者，他一系列出色的表现立下了大功。你怎么不阻止他？战灵殿主心说：“我倒想啊，但我没成功啊。事发太过突然，我阻止不了。”金玄大殿主仰面长啸，笑声中带着浓重的恨意和嘲讽。你堂堂天玄5重会阻止不了一个地玄9重？你骗谁呢？就凭李涵玉一个人能做到这种事吗？这件事我看你也有协助吧。白罗真没有和他们争辩，他只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水灵殿主不禁追问：韩愈为什么要杀死这些人？以他对李涵玉的了解，他虽然出手重，但并不是疯狂嗜杀之辈。他那冷漠的心性，一般的事情根本触动不了他。没有原因，他应该不会动手的。到了这一步，战灵殿主心知不说清楚是不行的，只能老实说：是江贤者下令的，李涵玉只是忠实执行了他的命令。
什么？本集第610集，我会保护好你们的。江贤者，暴怒的金玄、银玄两族店主们也是一愣，旋即他们眼内竟闪过了一丝窃喜。原来是江城这个贼子，我就知道这所谓的紫金玄文不是什么好东西。白罗真，还有什么好说的？杀人偿命！如果能借着这个机会毁掉白玄族的紫金玄文，他们觉得好像也能接受。用本方几名普通天才的命去换白玄族一个亿万年不曾出过的绝世天才的命，这一波不亏呀！毕竟在他们眼中，紫金玄文将来能改变玄界格局，这种人最好还是别活着了。交出江城，由我们处置。没错，交出江城，否则开战。白罗真咬牙，如果是别人就算了，或许他会为了给对方一个交代，严惩一下。若是错在己方呢，甚至可能会亲手斩杀，以正神殿法度平息事端。但换成江贤者，那就省省吧。且不说江贤者能教他至尊级的玄术，在那之前，他就已经愿意为救这个亲儿子付出生命的代价了。这事一定有内情。占灵店主，究竟怎么回事啊？细细说来。光明店主也连忙说了，没错，江贤者向来与人为善，我相信他是无辜的，此事还是要查清楚为妙。其他店主也是纷纷上前，朝着占灵店主使眼色，示意他偏向江贤者这边。哪怕真的是他的错，也得说他没错，让成哥偿命。他们只希望他能偿命啊！实在不行，开战也在所不惜了，只要能保住他。不用说了，金玄大店主已经听不进去了，得知事情和成哥有关，他当然要借题发挥，只想马上趁此机会抹杀他。银玄大店主也立即响应，我们自己去抓人。不错，我们自己抓。你们？白罗真和占灵店主等人连忙阻拦，双方在高空中竟然已经交手了2次，一时间呢，整个神殿都乱成了一团。贤者宫考核场地离得本就不远，这动静呢，自然是瞒不过人红等护法的。一看三方店主全都杀到这里，他们连忙上前。怎么了？雷灵店主齐声吼着，出大事了！你们快进去，让江贤者躲好。说完呢，他如一夫当关般，横剑挡在了贤者宫的大门口。与此同时，白罗真亲自下令，开启灵文，开启所有禁制。霎时间，整个贤者宫都被笼罩在了无数流转的玄文光芒中。上方金银2族高层轰下来的攻击，只是让那玄文震颤，却没能轰开。上次成哥被劫持的事件发生后，神殿上下早就将贤者宫变得是固若金汤，生怕重蹈覆辙。虽然成哥的实力根本用不着，但也是店主们的一番心意，他也不好拒绝。而贤者宫一被攻击，里面的江掌门自然感受到了，带着钟离巧和刚刚落回来索要玄术的李寒玉，他也来到贤者宫的大门口，看到天上的激烈的阵仗，他还纳闷呢，怎么回事？只是教训了一顿，他们这反应太激烈了吧？你不是让我解决他们吗？李寒玉面不改色，不过这句话多多少少还是透露出一点错愕之情。啊，你把那些人杀了？我靠，妹儿啊，你比哥还狠呐！哥们儿当时只是让你重创他们，没让你整死他们呢。要不然第一下那耳光也直接把人抽死了，你何必留活口呢？听到他俩这对话，上面众人停手了，感情这还是场误会了。不过呢，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让金银2族满意。江城、李寒玉，你们胆敢残杀我族护法之事，罪大恶极，还不快快滚出来受死！江城，快回去！白罗真连忙飘落下来，横剑挡在成哥面前。李寒玉则是紧了紧手中的剑，打算出去面对。还是明玄境的钟离巧明显不够资格参与这战，但还是拔出了剑。向来活泼灵动的双眸也变得悲壮起来。大贤者，你放心吧，我战死之前，他们一定伤不了你的。成哥连忙一把抓住他俩的手，哎，搞什么呀你们呢？李寒玉默然，这是我执行命令出错，我会承担责任。钟离巧再次飞快轻啄了脸颊一口，给了他最后一吻。为了你，我愿意粉身碎骨。成哥差点被他这操作整懵了呀！妹子呀，你的心意我领了，但咱还没到生离死别那一步，不至于。你们要不要这么认真呢？哎，行了，这事我自己处理啊，我还没到要你们送死的时候，放心吧，我会保护好你们的。江贤者，钟离巧含情脉脉，眼内柔情仿佛要融化晶铁。白罗真和一众店主无力的腹诽，咋的？你俩还要在这表演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郎情妾意不成吗？而且江贤者小兄弟，就你这点实力，你保护谁呀？说实话，白罗真心里是有些恼火的，这孩子太冲动了，尤其给他配上一个李寒玉之后，那更是无法无天了。两人这次直接毁掉了3族同盟不说，还把金玄、银玄2族推到了对立面，这是他们一开始最不想看到的结果。现在这烂摊子还要他们来收拾。此事了结之后，必须要稍稍管束他们一下，哪怕有那至尊级玄术的诱惑，也不能放任他乱来了。李寒玉同样也没把江贤者的话当真，他不觉得江城能解决得了眼前的局面，而江掌门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他将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外面的金银2族身上。成哥转身回到了贤者宫内，不光如此呢，他还进了那净室里，与外界隔绝开来。在金银2族看来，这是在逃避，而白罗真等人则是稍稍松了口气，只要江城自己不出来乱晃，他们还是有把握保住他的。这里毕竟是白玄族神殿，
何况实在不行，还能用出那隐藏的至尊级玄术破敌呀。他们并不知道，成哥进了净室后就掏出了乱阵令，随后一个隐身破开禁制玄门，离开了贤者宫，伫立在云层上方。他悠悠俯视下方两族的店主，嘴角一缕轻笑溢了出来。紧接着他又施展变化之术，随便变了个李俊朗的模样，平日掩人耳目的玄气冰剑收了回去，红绝仙剑缓缓浮现。本集第611集，人生三大错觉。仙力鼓荡全身，江城俯冲而下，一剑挥落下去，一轮红日自剑身透出，瞬间放大，覆盖了下方两族众店主的视线。仅仅一个眨眼，庞大的白玄族神殿所有地域已经全都被照耀成了血红色，汹涌的无法抵挡的吸扯之力从那红日之上传出。异界邪魔！李寒玉第一个反应过来，而后呢，他眼内浮起了极为罕见的慌乱，那是遇到更高阶位生物之后完全兴不起什么抵抗之心，本能产生的反应。不光是他，所有人都像疯了一样尖叫起来：“是他，是那个异界邪魔，他又出现了！我的天，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时候啊？”惊慌、恐惧、绝望，种种负面情绪弥漫在三族店主的心头。为了追求效果，成哥还调动仙力做足了出场特效。望着那红日后方浑身缭绕着漫天黑气的男子，一众店主甚至手足冰凉发软。他们感知不到仙力，但他们能感知到这是自己无法撼动的存在，进而深刻明白自己有多渺小。更何况异界邪魔不久前覆灭黑玄族和地残阁的恐怖战绩摆在眼前，红日巨大的吸扯之力让金银二族所有店主浑身的玄力变得不受控制，体内玄文发出震颤，仿佛要化作围绕那元日旋转的天体。这是何等威能！金玄大店主惊惧至极，失声惊呼。银玄大店主惶惶不可终日，他想逃窜，然而根本挪不动步子。这种情况下，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迎敌。白玄族的战灵店主努力控制着颤抖的手，狠狠咬咬牙，红着眼，提着手中剑就冲了上去。不要怕，三族联手一起上，跟他拼了！如今面临共同敌人，他觉得刚才死几个人的纠纷已经不算什么了。现在三族应该摒弃仇怨，精诚合作，抵御异界邪魔。他毫不犹豫用出了一记至尊级的玄术。看到他一脸决然地杀向自己，成哥鼻子差点气歪了呀！他娘的，你这至尊玄术是我教的，你拿来对付我？哥已经 N 次表示对白玄族没有敌意了，你能不能开点窍啊？而且现在的大日渐新，哥们儿锁定的也全都是金银二族，刻意避开了白玄族，你没发现吗？我解决他们，问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无奈之下呢，他只能挥了挥左手，空间玄文的加持之下，汹涌澎湃的仙力如大浪拍击，一条蔓延不知多少里的空间裂缝横亘虚空，如同缓缓张开的巨口，散发着如遇世人的光辉。原本要冲到成哥面前的战灵店主，突然就像是飘飞的纸片一样，手舞足蹈的被那狂风刮得进了裂缝之内。紧接着裂缝闭合了，刚刚还喊打喊杀的战灵店主消失了，也消失在众人的面前。就这么一下，他就被空间之力放逐了。成哥虽然没伤他，但对这不识相的家伙还是很恼火，直接将他放逐到了黑玄族的另一端。战灵店主想赶回来，不吭哧吭哧的赶起天路，那是办不到了。这一幕呀，宛如一盆冰水浇在每个人的心头上，透心凉啊！这还打什么呀？堂堂天玄境五重，趁着对方施展绝招的空档杀过去，结果不但没打断对方施展那元日绝招，甚至连对方的毛都没摸着就被干掉了。而且对方只是随手用了一招而已。原本还跃跃欲试的白罗真以及其他白玄店主们心都跌入谷底了。他们原本抱着那么一丝希望的，自己最近学了几式至尊级的玄术，实力大进，猝不及防之下，没准能伤到了邪魔。如果大店主和其他7位店主合力，再加上金银二族的店主们从旁协助，没准儿或许应该能赢。现在呢，他们才知道自己陷入了人生三大错觉之一，我能反杀。就这异界邪魔展露出的实力，别说他们三族联手呀，就是人数再多几倍也是白蹭。而此时那轮红日变成了烈日，被笼罩着的金银二族店主们不断挣扎惨嚎，但根本阻止不了身躯开裂干枯的进程。烈日的光辉刺目无比，极致的光芒不但剥夺了视线，甚至连声音都泯灭了。直到下一瞬，它才像是燃尽了所有的光辉，骤然暗淡下去。而此时下方金银二族已经只剩下2位大店主还活着，余者尽皆殒命。上次在黑玄族，成哥用大日剑心覆盖性的攻击，还不能直接斩杀天玄境，而这次能办到，是因为后来把阳之玄门也炼化了一下，在阳之力的加持下，这门剑心的威能也随着倍增。此时下方的金玄、银玄两族的大店主已经是遭受重创，奄奄一息了。2人如同垂死挣扎的野兽，用仇恨的视线仰望着高空上的魔影。邪魔，你的残暴会招来报应，我诅咒你不得好死！成哥心说巴不得多死几次，我谢谢你啊！银玄大店主看到不远处毫发无伤的白罗真等人，心态居然变得不平衡了。凭什么？凭什么他们没死人呢？我们是结盟对抗你这个邪魔，但你为什么只针对我们？他也不傻，那轮元日明明可以覆盖全场，却偏偏就漏掉了在场所有白玄族，这太不公平了。金哥银哥不服气呀，他们这一指差点把白罗真等人魂都指飞了呀。
刚刚没被伤到，他们都觉得是奇迹，大难不死，庆幸无比，心里暗暗祷告，这异界邪魔忘掉自己的存在。结果呢，人家邪魔没吭声了，银玄大店主这个所谓的盟友居然主动把白玄主推了出去。金玄大店主也是反应过来了，表情都扭曲怨毒了呀。就是，凭什么放过白玄祖？他们刚刚也和我们结盟了，也是你的敌人。我们遭逢大难不好过，那你们白玄祖也别好过呀。一起拉下水，仿佛这样才能心理平衡，可把这白罗真等白玄店主给气坏了呀！啊，原本还有些同情这两族的遭遇，觉得邪魔太残暴，现在恨不得他们马上原地爆炸呀。本集第612集，我敬仰江贤者。高空上的陈哥也被这俩精神病的高论给刷新了认知了，怎么着啊？还嫌我服务不够周到，一碗水没端平啊？谁告诉你们我是因为三族结盟这点不值一提的小事情才灭你们的？啥？这居然只是一件小事，就连白玄族众人都懵逼了。我们三族结盟要对付的就是你这个异界邪魔呀，你不在乎吗？还不值一提？既然你连这都不当回事，那还能有什么事能触怒你，让你大开杀戒呢？你们并没有招惹我呀。望着下方一双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被一团团黑雾笼罩的若隐若现的陈哥，故意面露威严冷漠之色。但你们招惹了另一个不能招惹的人。谁呀？江城大贤者。你们要动他，那就不可饶恕。陈哥语气严肃而又凝重，仿佛得罪了江大贤者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什么玩意儿？众人险些怀疑自己听错了。你在骗我们？这不可能！金银两位大店主无法接受，刚刚那么大的死伤，居然只是因为那么一点小的原因吗？这会让他们觉得死的更没有价值了。我们对付江城关你什么事？你要杀我们就杀，不必编出这种荒唐的理由来愚弄我们。江城是白玄族人，你是异界邪魔，你以为我们傻吗？事实上呢，就连白玄族众位店主护法也觉得这个是随口编出来的，毕竟这俩人种族不同，实力更是天差地别。江城嘴角一翘，我和江大贤者的交情也是你们所能理解的。他故意飘飞落地，一脸崇拜的表情朝着贤者宫方向躬了躬身，一副对江大贤者很久仰的样子。上次黑玄神殿，我与江大贤者一见如故，一番交流之后，更是对他的渊博学识和气质才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挺直了身子，双手负后缓缓抬头，45度角仰望天空。世间怎会有如此外貌才华品格都绝顶无双的神人呢？他的出现让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最完美的。唉，既生我何生他呀？我俩惺惺相惜，情不自禁，当场我就和他结拜为了兄弟。他缓缓看向金银两位大店主，理所当然。你们现在要当我兄弟，你说我该不该为他出头，该不该灭掉你们？所有人下巴都合不拢了，他们这一辈子也没听说过这么荒唐的事情，尤其是李涵玉和大店主。上次在黑玄族那边听陈哥满嘴什么我俩惺惺相惜，深交已久，我俩很投缘，小兄弟真是令人心折呀，那都只当是编出来的鬼话，完全没当回事。现在才发现这他妈居然全都是真的，不能再真了呀！当事人亲口证实了。他们甚至发现江贤者其实还大大的谦虚了。从这异界邪魔的口吻来看，他对江贤者不光有好感，甚至都有点敬仰了。这真是逼了狗了！世上居然还有这种奇葩吗？他们感觉自己的脑容量不够了，思考不明白这事。而其他人更想不通了。白玄族诸位店主思来想去，也没想明白大贤者那懒散好色的脾性是怎么当得起才情品格绝顶无双这种评价的。不过呢，因为这番话，他们这些白玄族倒是终于明白为什么刚才自己没被攻击了，感情是沾了大贤者的光啊。他们现在不敢出声，不过内心深处却是在疯狂的为陈哥打 call。大贤者威武，大贤者风骚荡漾，才几选境啊，就为白玄族化解了一次灭族之危。天选之子也赶不上的节奏啊！而金银二族的大店主则是一脸呆滞，你就算编瞎话也不可能这么编吧？你听听这异界邪魔的语气，发乎于心，情真意切，确实是真情实感流露。何况以他的实力，他的身份，也犯不着为了编瞎话而对一个小辈如此抬高。金玄大店主咬牙突然怒吼：你为什么那么看重他？他就像被踹了几脚似的，完全破罐子破摔了。你忘了自己是异界邪魔，他是白玄族的人吗？你难道不知道他是紫金玄文，那将来成长起来会是你最大的敌人吗？银玄大店主也红着眼睛叫了：我要是你，第一个就杀他！这样的终身大敌，不趁他弱小时期灭掉，将来你会后悔终生的！闭嘴！白罗真终于忍不了这俩神经病了，他娘的，是我们白玄族喝了你们的水，还是江城吃你家大米了，还是睡你家炕了，对不对？你们俩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要把他拖下水，什么心态呀？金地池、银翼，我原本还以为你们是英雄人物，现在才发现自己真是瞎了眼，看错了你们。
金玄大店主呵呵冷笑：“白罗真，你得意什么？别以为这异界邪魔会放过你们。他今天能和那江城结拜，明天也能翻脸。我们等着白玄祖步后尘，我们会等着的。”一言说完了吗？成哥也看不下去了，挥了挥手，打算解决掉这两个渣子。但紧接着他就看到这俩人头顶上方2道金光垂落下来，正好将他们的身形笼罩在里面。邪魔，你失算了！我们故意拖延，就是为了解除飞升枷锁。银玄大店主也是一脸得脱大难的癫狂。一旦枷锁解除，天玄竟会被迫飞升到上层。你等着吧，将来你上去了，我们会亲眼看着你被我族地玄境前辈灭杀的。接引金光属于天体规则，一旦被笼罩，等于是进了绝对的安全区。成哥还真的干预不了。不过呢，这两个活口他一点不在乎，甚至还笑眯眯的朝他们挥了挥手。那你们可要好好的和你们前辈说呀，千万不要遗漏了细节，最好添油加醋。听到他这话，白玄族众人都无力复肥了。意外留下活口这种事儿，往往都会让当事人懊悔无比，因为可能会带来深远的恶果。但他们又哪里知道，成哥巴不得有更多厉害的人对付自己呢，那样才能赚更多的功德吗？第613集，劫后余生。金银两族大店主靠着飞升的方式逃离现场之后，剩下的就是白玄族的众人了。望着面前依旧被重重黑雾缭绕着的异界邪魔，众人并不敢彻底放心。那个前辈，您……白罗真表示，第一次和这位超强邪魔打交道，很紧张。堂堂大店主手足无措，汗流浃背。您是否要在我族神殿小住一段时间？张口说出这句客套话之后，他恨不得锤死自己。其他店主也纷纷投来幽怨的目光。你说你说点啥不好？你非得留他干啥呀？啊，这么强大过头，而且好像脑子不太正常的邪魔，多在身边待一天，危险系数都是与日俱增。成哥自然能看出他们的想法，心里不由好笑。哥们儿天天住在这儿，你们怕个毛啊？想到变化之术3天之后才能解除呢，再想到金玄、银玄高层已经被灭掉了，那边还有大量战利品可以收，他决定还是出门3天好了。于是呢，摆了摆手，不必了。这3个字一出，场中所有人都齐齐松了口气。那恭送前辈，前辈走好。行吧，这次我会带着江兄弟出去一趟。他离开3天，这帮人要是以为江贤者失踪了，那也是不必要的麻烦啊！白罗真和众店主一惊，再次慌了。不知前辈要带他去哪里啊？是啊，江贤者年轻不懂事，如果有冲撞您的地方，还请您多多担待，别和孩子一般计较啊。成哥暗腹诽，谁年轻不懂事了？好了啊，都说了江贤者是我仰慕的人，我怎么可能加害于他呢？这次带他出去是要和他把酒言欢，几天之后就给你们送回来。他这么一说呀，众人才终于放下心来。虽然不明白异界邪魔能指点江贤者什么，但只要不被害，那就烧高香了。多谢前辈对他的厚爱。是啊，前辈胸怀宽广，一定会和他相处的很好的。成哥飞进贤者宫，抬手变了个傀儡假人，装模作样带着飞出了神殿的范围。下方众人连连挥手送别，目送着他们消失在视野中。随后呢，众人才终于松了口气呀。唉，可算是离开了。大店主这一声叹，让诸位店主都重新恢复了生气。是啊，我这辈子最大的一次危机总算是过去了，好可怕。冰灵店主拍了拍颇具规模的胸脯，传闻已经够吓人，没想到真人比传闻还要可怕数倍。光明店主一脸凝重，他的实力真的已经超越以往所有的异界邪魔了，除非他们异界那边带来的仙丹用完，否则此人只有地玄境才能挡住。其他店主纷纷点头，深以为然。没错呀，在此人面前，人数已经失去了意义。这次如果不是江贤者，我们白玄族就完了。是啊，真是多亏了他，江贤者真是神人，太神奇了。回想起之前的邪魔的话，他们觉得极度的荒诞，一个极玄境，一个至少地玄境，简直天渊之别。这俩人怎么结拜了呢？他这次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白罗真思索了一番，缓缓地说：我现在甚至怀疑，刚刚那位异界邪魔就是江贤者招来的。啊，江贤者招来的？这怎么可能呢？下方的钟离晓倒是突然反应过来。哦，我想起来了，之前江贤者说要保护我们呢，然后就回到了里面。他小腿轻扬，用力一拍手，就像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又兴奋又激动。当时我还纳闷呢，他怎么保护啊？现在可算是弄明白了。众店主一脸不可思议，你的意思是，他那时候其实是准备回去召唤了异界邪魔，让他来帮助解除危机？一定就是这样的，对。钟离晓双手捧心，遥望着远处的天空，满眼都是迷醉的小星星。哇，被他保护的感觉可真好呀！我就知道江贤者是最可靠的男人了。
众店主懒得搭理这个花痴，就连他自己所在的光明店店主也一脸无语的扯扯嘴。想不到江贤者和那邪魔的关系竟亲密到如此地步，他竟能请动那邪魔出手帮忙，也太神奇了。是啊，这对我们来说倒是个好消息。也就是说，有江贤者在，我们不光不用担心了邪魔，反而能在重大危机时得到他的强力援手。如果真是这样，那太好了，至少在第一层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我们了。白罗真苦笑，哼，现在就算没有他不出面，第一层也没人能够威胁到我们了。白玄族最大的死敌黑玄族已经被连过端了，玄界最大的祸患地下组织地残阁被剿灭了。现在呢，就连最后2个能与白玄族平起平坐的族群金玄、银玄也同样高层密集。至少几千万年内，白玄族在这层是没有天敌了。而这么神奇的绝佳局面，全都是那异界邪魔创造出来的。他们自己呢，其实什么也没干。这个发现让众人不知该说什么。而另一边呢，江掌门飞到远处之后，就将那变出的假人扔到一边，随后一路飞向了金玄族的领地。金玄、银玄2族的神殿总部应该有极其不菲的收藏，保底估计不会少于黑玄族那边的。这可是白花花的功德呀！至于留在了2族数千个分店和其他的护法执事护卫，如果识相点，成哥倒是没有赶尽杀绝的心思。反正呢，他也不在乎有谁在背后恨自己，只要别咬着不放就行了。就这样呢，他一连忙碌了3天，转战各地，最终赚得盆满钵满。用不上的玄器和宝物兑换成功德之后，他清点了一下，如今呢已经足够他将1000玄文全都提升到6重了，而且还得到大量的玄元果。哎呀，除了复灵，感觉这第一层没什么优势可捞了呀。他已经决定，等到1000玄文全部复灵完毕，就升到地玄境，然后飞升到上面去。本第614集，这可是你的底牌。3天之后，变化效果结束，江城变回了原来的样子。至于之前为什么要用李俊朗的脸呢？没办法，他认识的人是不少，但是和他称兄道弟的，还真的就只有李俊朗了。其他的诸如罗远、单泰等人那都是弟子，而三眼虎敖阳一直是妖族的造型，归藏、虚渊等人是老一辈，不过年轻。变回本来面目之后呢，他直接用系统传送技能把自己送回了贤者宫的修炼境室。推开门呢，就看到所有店主和黎寒玉、钟离桥等人都在贤者宫了。大贤者回来了！钟离桥宛若彩蝶一般第一个扑了上来，随后又是一阵，弄得成哥措手不及的。白罗真和其他店主也是连忙惊喜万分的迎了上来。回来了！哎，你怎么直接回到这里了呀？这还用问呢？肯定是那位前辈的手段呗。哎呀，回来就好啊！店主们兴高采烈，像过年一样。没办法，紫金玄文、至尊级玄术和邪魔的良好关系，这全都是大家无比在意的。明明他实力还只是极玄1重，却莫名成为了神殿的核心。没了他，好像神殿突然就缺了一大块，被打回了原形似的。江贤者不在的第1天想他，江贤者不在第2天茶饭不思，江贤者不在的第3天，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来他的店内回忆了。白罗真照例还是如关心亲儿子一样，检查他身上有没有什么伤。那位前辈没有伤到你吧？成哥哭笑不得，我没事，我伤我自己干什么呀？啊，没事没事，他对我特别的好。哎，对了，雷灵店主好奇问，他这3天都带你去哪儿了呀？啊，也没什么，就到处转转，然后他顺手拔掉了金玄、银玄2族的神殿总部。虽然早已有所预料，但这个消息被证实之后，众人还是倒吸凉气。短短1年不到，曾经和白玄族并列的另外几大势力就这么没了，手段也太狠了呀。不过现在众人倒是不会私下说那什么异界邪魔什么坏话了。他可是对你还有我们有什么吩咐呀？啊，没有，就是让你们照旧。他说了，他对白玄族没什么恶意，你们放心吧。哎呀，那就好啊。众人拍了拍心口，白罗真又问了，上次他出现是你召唤来的吗？召唤？哥又不是召唤兽。不过看他们这么期待，成哥恶趣味起来，还真就点点头。啊，没错，他给了我一件传讯信物，危机时候只要捏一下，纵使相隔千山万水，他会迅速赶到的。这待遇，明明对方是个异界邪魔，但众人还是艳羡无比。这么一尊可怕的大杀器，能随时召唤，那真的是哪儿都能横着走啊。白罗真还嘱咐呢，这信物不到危急关头，你可不能随便乱用啊！啊？为什么呀？你这孩子傻呀，没什么大事也乱用的话，万一人家多次被召唤后烦了怎么办呢？其他店主纷纷点头，以过来的人的身份教导陈哥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没错呀，这信物你使用前一定要慎之又慎，切记这是你最大的底牌，不可轻出，千万保存好，切莫遗失，否则那前辈可能也会生气呀。陈哥被搞得这个头大呀。不过好在呢，接下来黎寒玉替他解了围了。你上次说了要依林教我实事，还作数吗？这面瘫女上次虽然也被狠狠的震惊了一把，但现在已经恢复了。在他的眼中，更重要的还是提升实力啊！没问题，我这教你去。江掌门答应了，非常干脆。上次让他解决掉那群护法执事，他会错了意，把人都给杀掉了。这件事成哥并不怪他，杀就杀了，反正那帮人一开始就没怀好意，巴不得紫金玄文拥有者暴毙了。
他只是在想，如果当时换成阮灵瑶、卓傲心等人接到自己那个命令，会执行吗？恐怕呀，就算有那时势的诱惑，他们也不会出手的。他们会考虑到神殿的大局，考虑金银二族的反应，其他店主的态度以及事后的影响，他们会犹豫，会劝自己三思。唯有李涵玉思考都不用就做了。在仙界那边，面对他的命令，只有无限崇拜拥戴他的飞仙门弟子才能做到这一步。或许自己可以考虑在玄界这边也培养一个贴心的自己人。于是接下来10天，他带着李涵玉进了净室，非常认真仔细细致地传授了他十世至尊级的玄术。十世传完，李涵玉正要告退呢，陈哥却叫住了他。哎，你想提升资质吗？想。李涵玉本能地说出这个字，眼内闪过了一抹讶异。不是讶异他有这个能力，而是惊讶他居然问出这么荒唐的问题。每个人的资质都是上天注定的，根本不可能更改。我的紫金玄吻其实能提升你的资质，让你的玄吻变强。你说什么？涉及到实力，李涵玉瞪大眼睛，面瘫脸都差点无法保持了。他这次真的是无法淡定了。你没有耍我？当然没有。他的紫金玄纹自然不能提升别人的资质，但是系统可以啊。只不过呢，这个技能陈哥已经很久没用过了。自从自己人升级得不到奖励后，他对于给别人提升资质这事儿就没什么兴趣了。没好处的事情他懒得做，何况没事到处给别人提升资质，弄出一大批1等资质之后，自己那群弟子还怎么在仙界混呢？到时候呢，他们会变得普普通通。而实际上把一个人提升到1等资质也用不了几点功德。现在陈哥觉得李涵玉值得加一次 buff。净室内一片寂静，许久之后，李涵玉才颤抖的声音问：帮我提升资质，你需要多少个碗？陈哥差点被他的脑回路弄得无语了呀！感情你还是把我当成刷卡使用的实力提升器吗？行了，哥被你搞败了，随便吧，你看着给吧。话音一落，他的双唇就被堵住了。本集第615集，做彼此的工具人。似乎是明白提升资质的意义有多么重大，李涵玉这一吻也格外有诚意，而且又漫长。足足5分钟之后，他才松开了江贤者。程哥感受口腔中的余温，心说呀，幸亏哥不是普通人呢，要不然呢，哥刚就起杆了，不是，哥刚刚就被你亲得窒息而亡了呀。这样可以吗？听到这种意义类似这个价格够吗的询问，江掌门心头涌起了强烈的挫败感。都吻成这样了，你是怎么做到这种由内而外的冷静淡然的呢？为什么你的眼神还没有迷离，你的脸颊没有泛起红润，你的心跳速度没有超频呢？暗处的苍龙女帝略了同情。放弃吧，你征服不了他的，别指望他会变得温顺温婉可人。不过你也不用丧气，除了你，其他人碰到他应该也一样。程哥叹了口气，传音回去承认呢，这一波装叉失败了。可能他出生的时候没有点的感情天赋点儿。对于后面700多次吻挽回逼格这事，他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开始吧。不需要怎么做？什么也不用。说完呢，陈哥催动紫金玄纹做足了特效，提升技能照在李涵玉的身上，显出一行行小字：目标李涵玉，境界地玄9重，当前资质2等，可提升1等，消耗功德3点。果然呢，这资质提升根本不看种族，谁都能用。装模作样念了一堆意义不明的咒语，他才终于按下了确定提升的按钮。随后光芒一闪，李涵玉的资质成功的从2等提升到了1等。稍微感知一下，他惊讶无比。虽然境界没变，但有些变化却是实实在在的。他发现自己对玄力的吸收转化速度全方位提升，对玄纹的炼化速度更是突飞猛进。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他的玄魄和玄纹品质提升了，玄魄进化到了天阶上等，而玄纹虽然没到陈哥那样的紫金品质，却已经达到了黄金玄纹的极致层次。如果以前就有这样的资质，那他现在的实力早就超越大店主了。竟然是真的。虽然他提前亲吻付款了，但此时的巨大的变化还是远远超出他的预期。陈哥在疯狂吐血，这哥们儿啊，决定最后再努力一把，就不信触动不了你。你怎么了？李涵玉连忙搀扶住即将倒地的他，望着他那苍白透明的脸色和额头的虚汗，妹子向来冷漠的绝美脸蛋难得的露出了担忧之色。只可惜陈哥此时忙着演戏，也没注意到。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告诉我，怎样才能救你？李美女并未慌乱，非常冷静地想着解决办法。陈哥双眼微闭，气若游丝。你救不了，只能等我自己呀，慢慢恢复。哎呀，给人提升资质是逆天而为，我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反噬之力重创了我。李涵玉原本还想请求他以后帮忙把神殿其他人都提升一下，看到他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念头顿时荡然无存。
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然而以他的天性，根本说不出类似安慰、感激、自责的话。于是呢，静室内出现了漫长的寂静。侧躺在他怀里的成哥等了许久，也没等到预期中泪雨滂沱的感人场面，不由得大为气馁。哎，算了，从此呀，就让我们快乐的做彼此的工具人好了。好了，你先去修炼吧，我不会有事的。李涵玉点头，将他抱到静室内的大床上。他离开之后，陈哥一咕噜翻身坐起，屁事没有，倒是暗处的苍龙女帝忍不住震惊。你竟然真的能帮人提升资质？世间怎会有如此手段？他陪伴江城许久，确实见过不少神迹的，复活呀、变异版的仙魂呐、49道规则烙印、15门剑心之类的，但哪一次都没这次带来的冲击大。没有任何一门规则、任何一门力量是和资质相关的。这种能力如果大肆使用，足以改变整个仙界了。他无法淡定，急声追问：“你有这种能力，以前怎么不说？”陈哥伸了个懒腰，擦了擦嘴角的血污，这才老神在在。你也没问呢，何况用不着不是吗？怎么就用不着了？苍吉、苍穹他们如果也能提升资质，苍穹、苍吉那本身已经是一等资质了，能成为准帝，无不是天赋、气运、心性各方面亿万中挑一的存在。他们的资质就算不是一等，那是二等了。8纹苍龙血脉就是一等资质。至于苍灵自己的9纹血脉，那是仙界初开始第一头苍龙得到的天道眷顾，而成哥的9纹血脉则是因为天荒不灭体凌驾于一等资质之上。那其他龙族呢？苍灵还是不甘心的。作为苍龙始祖，他当然希望自己的族群能变得更强，这是本能。成哥摇头，其他龙族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难道你希望突然出现一大批能取代苍吉、苍穹位置的苍龙吗？那带来的可能不是苍龙谷的繁荣，而是内讧。这也是他一直没给飞仙门4代弟子提升到1等的原因。他必须要保证纪凌寒、墨尘、罗元等元老的特殊性。如果大家都是绝世天才，那就等于大家都是一样的普通，天才也毫无意义了。许久之后，苍灵才感慨：想不到你竟然考虑到了那么远。这件事之后呢，神殿恢复了平静，占灵殿主也跨越千山万水重新赶了回来。成哥依旧保持着每隔5、6天炼化一门玄文到第6重，然后去降灵大殿弄出新的玄文复灵，再回来教一下8个妹子，再继续炼化玄文的循环规律生活。时间一天天流逝，转眼10几年过去了。这些年呢，神殿高层收获极大，除了木灵殿主，其他每位都学完了一门完整的至尊级玄术。只不过目前还是小成境界，距离精通、大成、圆满、大圆满还早呢，需要无数年的苦功打磨。唯一的例外就是李寒玉了，因为有成哥给他提升资质，加上贴身指点，目前修炼到了大成境界，而他的玄力境界也在突飞猛进，早在10年前就已经突破到了天玄境了。本集第616集，我的速度主宰。10几年来，成哥的玄力境界一直纹丝不动，保持在极玄境1重。对此呢，诸位店主不知该说什么了。你说他天赋极高，这升级速度也太慢了。你要说他天赋不行呢，一套套的至尊级玄术他都能用出来，何况那次考核他连地玄境都能上到，只能当成一朵奇葩来看待了。他们并不知道，江贤者不光有1000种玄文，还将他们大部分都练到了堪比地玄境层次的第6重。目前他剩下的已经只剩下最后10几个玄文了，只要练完就可以直接升级去上层了。在降灵台这天，他终于选择了速度玄文。之所以这么晚才选这个玄文，原因很简单，他的速度规则烙印最早到了准帝后期，对规则领悟程度的需求没有其他烙印那么迫切，已经重复了900多次的过程，他如今已经是心如止水，完全没点感觉了。又死了一次之后，他成功得到了速度玄文，之后又是顺利的复灵过程，玄文的品质一路飙升到了紫金品质。然而就在这一刻呀，异变突然发生。原本即将恢复平静的速度玄文之上，突然一道流光划过，紧接着虚幻的龙影浮现在成哥的面前，那是一头缩小了无数倍的苍龙，银白与淡蓝相间的身躯散发着熠熠光辉，虽然只是虚影，但每一片鳞甲都闪烁着摄人的气势，双眸之中带着皎洁灵动与苍茫久远混杂的矛盾色彩，令人极其难忘。而在那高傲的脊背之上，有着数道醒目的紫色纹路，仔细一数竟然也是9条。哎，你活过来了？成哥立即反应过来了，除了自己之外，这世上另一头9纹苍龙，那就是苍龙女帝了。她居然可以现形了，太不可思议了。苍灵如今剩下的就是一道残念，如果不是附着在她的身上，早就消散在天地间了。而她的真身则是被仙界那边的速度规则之心给吞噬掉了。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来成哥自己成为速度主宰，再里应外合的将他解救出来。原本还以为要等到回仙界干掉裂空魔帝才能达到这一步呢，难道现在提前了吗？对面苍龙虚影的玉儿女生才刚说出一个字，就被一股神秘力量吸引，紧接着消失在了成哥的眼前。嘿，不会吧？江掌门慌了，他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大姐，你不会出事了吧？这些年陪伴他最亲密的就是苍灵了，两人几乎快要不分彼此，他可不想看到他莫名其妙的消失。
老姐啊，你可不能死呀！哦，不对，你要是真死了也就好了，那咱复活就省事了。你好歹留根毛，你让我对着你复活呀！别好了，我没事。苍灵好气又好笑的声音突然从他体内的玄魄内传出，程哥一愣，内是玄魄，就发现速度玄文上面多了个迷你版的苍龙图案。哎，这什么情况啊？想不到你的速度玄文居然能牵动我。苍灵的声音就从那苍龙图案传来，而在他说话时，那图案居然还在动。不是吧，老姐，你怎么去那里了？到底发生什么了？苍灵沉默片刻，忽然语气古怪：我得到了你这速度玄文的认可。啥玩意儿啊？程哥刚刚还非常在乎这几眼呢，现在呢，顿时换了个态度。不是，哎，那是我的玄文，不是你的。我知道是你的。你知道你还抢？我没抢。那我的玄文怎么可能认可你呢？可能是我的气质比较独特吧。跟了程哥这么久，他也学会这些口头禅了。这一句话差点把江上门噎死呀。不过随着后面苍灵的解释，他才发现了这和自己一开始的理解有偏差。玄文大概等同于一个迷你破产版的规则之心，在仙界那边得到规则之心的认可，你就是仙帝、魔帝、妖帝了，从此成为那门规则的化身，能借用那门规则的大部分力量。而这次苍灵得到程哥这速度玄文的认可，于是呢，他也能借用他这速度玄文的力量。当然了，因为玄文是江城的，所以速度之力的真正主人还是江城。还有这么奇葩的事情？是啊，我也觉得很奇葩。哎，不是说玄文完全属于自己吗？那为什么这力量还能像规则之心一样被别人借用呢？都修炼了至尊级功法和玄机了，程哥对于玄文还是很了解的。除了他之外，以前并没有人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或许是因为我们两个绑定在了一起吧。苍灵有些不确定。也有可能是我和速度规则伴生，所以即便玄阶这边的速度之力也能对我产生特殊反应。还有可能是紫金玄文的特殊效果。程哥只能接受这些推测了，反正其中应该是有一个原因的。程哥心大，很快就想开了，无所谓呀，反正苍灵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何况呢，与这玄文产生联系之后，他的声音似乎都有了活力许多了，状态明显好于之前一缕残魂，这是好事。程哥摸了摸下巴，忽然不怀好意的嘿嘿怪笑。哎，那你现在算什么情况呀？成了我这玄文的速度主宰了？那你不成了我的手下了吗？手下你个头啊！苍灵没好气对了回来。你这速度玄文的力量太弱了，能不能快点升级啊？要不然我真的很没排面。你呀，借用我的力量，你还敢对我这么不敬？哼，你这玄文等级太低，哪有力量能让我借用啊？哎，行了，我知道了。嘴上和这老姐互对，心里呢，程哥还是决定先把速度玄文第一个升到第7重吧。没准呢，这样能对这老姐将来正式复活有极大的帮助。啊，对了，将来你复原后重新成为速度妖帝，不知道我这玄文能不能得点好处呀？你的脑子里除了好处，就不能有点别的吗？苍灵大姐头此时心情并不是很美丽，她堂堂的苍龙始祖，曾经最顶尖的那几尊妖帝，现在莫名其妙的成了个小小玄文的主宰，要身份没身份，要逼格没逼格呀，说出去多嫌丢人。快点回去升级。本集第617集，哥要升级了啊！回来后呢，江城足足在净室炼化了1个多月的速度玄文。当那速度玄文练到第5重时，玄文上的苍龙图案已经能够脱离玄魄，自主行动了。这让苍灵有了另类的活动载体。虽然这载体看起来像是一个2维的纸片龙，而当玄文第6重，这位曾经的女帝已经能够施展一部分速度之力了。只不过因为程哥玄力境界低，玄魄力量弱，所以这份力量也很微弱。第7重时，江城脑海中居然出现了仙界那边的速度之心的影像。那影像并非幻觉，而是真实存在的。尽管持续的时间短暂，却让他和另一端的世界有了一丝微妙的联系。除此之外，他的速度玄文本身也产生诡异的进化。他对速度之力的理解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速度玄文缓缓隐没于玄魄之内，最终消失无踪，仿佛根本不曾出现过。他忽然兴起一股明悟，今后自己根本不需要调动速度玄文，因为他早已和自己融为一体了。和玄界其他人相比，他省去了调动玄文那一步，他的每一步行动已经自动附带了速度玄文的效果，那就像是属于他本身的血液一样，收发由心，水乳交融，再也没有丝毫的阻隔了。别小看这一步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那不光意味着他今后催动速度之力比别人灵活迅速了好几倍，还意味着他将来能将所有玄文的力量同时用出来。要知道，他可是能拥有1000个玄文的男人。不过需要的密空圣沙也是极多的，一个玄文升到7重，相当于5-6个玄文升到6重的价格了。对他来说，那是海量功德，任重而道远。第7重之后，对面原本2维的苍龙图案居然也跟着升了1维，变得立体起来，栩栩如生。迷你版的小龙萌萌的，倒是有几分可爱。那苍龙在他面前快速飘飞几圈，这才悠悠叹了口气。唉，老娘几百亿年没飞过了，还真是怀念啊。
听到这朦胧外形发出这种老气横秋的感慨，陈哥觉得极度违和。不过他也总算确定，这就是苍灵暂时的身体了。哎，那你现在等于是恢复过来了？小朦胧摇摇头，没有，还要等将来取回仙界那边的本体。这载体只能算是个临时躯壳。唉，你在失望什么呀？还以为终于可以看到仙界前5美女的样子了呢。苍灵无语了，这就你的追求吗？哼，你还是快点提升玄魄等级吧，要不然我现在根本借用不了多少力量。啊，快了，就差最后15个玄文了。时光匆匆，3个月之后，陈哥终于将最后一个玄文也提升到了第6重。随后他招来李寒玉。那门至尊级玄术传完之后，其他几名妹子都回到本殿，唯独李寒玉没有回去。实力达到天玄境，按照神殿的惯例呢，他原本也会晋升为殿主的，但他还是留在了贤者宫，一直追随着陈哥左右，当着那个尽心尽职的贴身护卫。而亲吻了800来次的两人，关系和从前好像没什么变化。你去和你们的店主们说一声，告诉他们，我呢明天就要飞升到上层了。飞升上层？李寒玉上下打量他一眼，才一脸木然。你才玄级1重？言外之意很明显，就你的境界距离飞升早着呢。玄族人飞升最低也要地玄境，陈哥目前还隔着洞玄、明玄2大境界，以他这10几年都没有提升一个小境界的速度，恐怕没个几十亿年是升不上去的。前提是他真的能升级。如今玄界上下已经很多人怀疑这个紫金玄文根本升不了级了，提到他呢，评价是2极分化。一部分人认为他是绝世天才，要不然神殿不会那么一直看重他，保留了大贤者的身份。神殿高层又不是傻子。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是水货，紫金玄文可能是世间最差的玄文。好在呢，这些议论陈哥一直在贤者宫也听不着，要不然呢，以陈哥的脾气，没准早就忍不住升级，以挽回形象和逼格了。放心吧，明天我就地玄境了，你通知一下店主们就行了啊。李寒玉是不信的，但联想到他交给自己那些至尊级的玄术以及那匪夷所思的资质提升，又不得不对他产生一丝信心。好，离开贤者宫之后，他就直奔主殿，找到大殿主等人。大贤者说他明天就会飞升，让你们2个有个准备。他飞升？难道他已经到了地玄境？白罗真诧异无比，而其他店主也惊讶了。他不是才极玄1重吗？难道他其实一直隐藏了实力？不可能啊！天玄境之下，在我们面前隐藏不了境界呀！水灵店主不禁追问：寒玉，你和他朝夕相处，究竟是怎么回事？李寒玉如实回答：他还是玄级1重，并没有变化。诸位店主顿时啼笑皆非，这大贤者，年轻人还说笑，你说？是啊，还让我们明天准备，难不成他10几年没提升，一夜之间就能突然跨越3个大境界，连上29个小境界吗？哎，他这是故意跟我们玩恶作剧吧？要不咱明天配合他演出一下？哎，可以啊！对于江贤者，大家那是异常的喜爱。说实话呀，哪怕他永远停在极玄1重，众位店主们也不会看不起他的，还是会把他当成大贤者去尊敬。白罗这也是摇头失笑，看来这孩子需要疏导一下心态了。可能是这么多年没能提升境界，把他也憋疯了。哎，没错，这一方面的问题啊，咱们还真不能忽视了。明天好好鼓励他一下，让他放松心态。对啊，只要大贤者好，他好，我也好，一切都会好。他们在这谈笑之时呢，并不知道陈哥已经掏出了准备已久的玄元果，开始胡吃海喝起来。他的境界在吃下第3颗7品玄元果之后，就突破到了极玄2重，而在吃下上千颗玄元果后，他已经突破到了洞玄1重。整个过程只用了短短10几分钟，这样的升级速度堪称疯狂啊！本集第618集地玄境。对陈哥来说，一次升个10几级那真的不算什么，何况突破这些境界，他根本就不存在瓶颈。武道感悟，他在仙界都已经和仙帝肩并肩了。玄文境界，他那1000玄文和这边的地玄境一档境界，再加上至尊级的功法太玄炼神真经本身的神奇，基本就是吃了就能转化成修为升级了。升到洞玄境之后，他的玄魄也产生了变化，比极玄境强大了至少10倍的力量散发而出，让他那些玄文也熠熠生辉，变得更加鲜活起来。玄文的力量本就来自于玄魄，别人提升到洞玄境只能提升几倍的实力，而对于江掌门而言，这一提升的范围可就广大了呀。不过呢，他却并不是很兴奋，因为这只是修炼玄体的实力。他现在只用玄力的话，那最多也就是个越个大境界干掉明玄境几重的。除此之外呢，他发现自己的升级所需的玄元果实在太多了呀。寻常极玄境升到洞玄境，如果没有瓶颈的话，顶多3-2颗7阶玄元果就能解决了。而他呢，用了上千颗，看来又是因为要升的项目太多，1000玄文不好带呀。随后他再接再厉，继续服用玄元果，洞玄2重、3重、9重，又吃了上万玄元果之后，他成功突破到了明玄境。此时的玄魄能提供给玄文的力量再次增加了10余倍。外面苍灵化身的小朦胧兴奋的原地转圈，快得宛若一团虚幻的迷雾。
江城的玄文力量越强，他能从速度玄文上得到的速度之力也就越多。如果成哥将来能升到地玄境，那他或许也能施展出一个速度准地该有的实力了，而且呢，用的是玄之力。快说快说，继续说。在他的催促下，成哥继续疯狂地吸收玄元果，很快从那3族神殿得来的几万7品玄元果就用光了。他不得不用6品的、5品的，就这样忙到大半夜，他的境界终于成功突破到了地玄境。他终于感知到了来自上层的召唤，只要他愿意，已经随时可以飞升。看了剩下的那些4、5、6品的玄元果，他决定继续再接再厉，把自己的境界提升到了地玄3重之后，他又去系统商城兑换了数千的9品玄元果，最终将境界提升到了地玄9重，这才停下来。他没有用神殿的封锁手段，如果突破到天玄境的话，就要立刻被迫飞升到上层了。推开静室的门，时间来到第2天，李寒玉就在外面等他。一看到他呀，此女就忍不住倒退了一步。你怎么到地玄9重了？李寒玉这辈子仅有的几次震惊，算是全都用在江贤者的身上。看到他的反应，成哥心满意足。他故意装作微不足道的样子，理所当然说：“啊，我昨天晚上修炼了一下，这不是很正常吗？”于是呢，面前的这个女人彻底说不出话了。以前也没人敢在李美女面前装叉呀，她甚至都不知道何为装叉，对这个领域毫无了解。她碰到的第一个装叉犯，那就是成哥。结果这家伙还是个逼王啊，也是造孽。两人赶到主殿时，水灵殿主和火灵殿主已经提前等候在外了。两边彩带花瓣从天而降，真兽翱翔，灵纹特效将天际照耀的五光十色瑞彩纷呈，搞得神殿外面许多修士莫名驻足，好奇又发生什么大事。火灵殿主大笑着迎了上来：“哎呀，大贤者要飞升啊，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这个，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呀！哦，对，飞升可不能等闲视之啊！”诸位殿主昨天商量好了，尽管江贤者境界低，根本飞升不了，但大家还是要假装他能飞升，给他一个隆重的庆祝仪式，安慰一下他失衡的心态。哎，客气了啊！成哥姐说挺够意思呀，你们呢啊？知道哥喜欢排场吗？这至尊级玄术没白教啊！必须的嘛！江贤者的事儿就是神殿的头等大事。雷灵殿主和土灵殿主也按照提前彩排过的庆祝程序，带着数百名女弟子飘飞而出。他们也知道成哥好这口，女弟子们分列2列，手中还举着花束呢。恭喜江贤者！大家异口同声，那叫一个激烈呀！成哥大喜过望，差点不想走了。哎呀，你们太热情了，你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呢？雷灵殿主大笑：“哎呀，大贤者言重了啊！以您对神殿的贡献，任何一事都不为过呀。”不过紧接着他就笑不出来了。你的境界！不光是他呀，其他3位殿主眼珠子也都瞪圆了，如同看到了一个怪物。他们终于看清了成哥如今的境界。你怎么变成地玄9重了呀？昨天他们还说他不可能一下子提升29个小境界，这下好了，人家一下提升了38个小境界。我看错了，这4位殿主的嘴巴都张成了菱形，目瞪口呆。哎呀，那飞升本来叫地玄境，不然我飞什么升啊？对不对？成哥拍了拍火灵殿主的肩膀：“你们不是来庆祝我飞升的吗？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惊讶呢？我升到地玄境很正常嘛。”正常个鬼呀！4名殿主无力吐槽，土灵殿主结结巴巴：“可是你上次还……”他记得上次见到成哥时是半个月前，那时候成哥还只是如假包换的极玄1重，当时他还暗叹了口气呢，内心表达了一下同情。结果呢，这才多久啊？何况从不说谎的李寒玉也证实了，昨天你依然还是极玄1重，这才过了1夜。还没等成哥回答呢，上空战灵殿主和光明殿主也依照约好的庆祝步骤，带着大量绚丽的特效从天而降，出了场了。就见到高空啊，凭空浮现着上万流影画面，正是神殿各分殿以及各个部族聚落的场景。此时每个场景内都有成千上万喜笑颜开的人面对着镜头欢呼。这些人中有地玄境，有极玄境，也有凡玄境，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大家不约而同的给江贤者加祝福呢。恭喜江大贤者！恭祝江贤者鸿福齐天！江贤者威武呀！江贤者永远不死！本集第619集，微不足道。事实上，各分殿和各个聚落的白玄族人并不知道庆祝什么，只知道这是上面下达的命令，要大家配合着祝福一下江贤者。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任务，也不费力，而且为了气氛高涨，神殿总部还给他们发了一些奖励，所以呢，大家自然是兴高采烈的配合。至于到底要祝福什么，他们也是一头雾水，一脸懵逼，所以才出现了永远不死这种对成哥而言其实算是负面 buff 的祝福。不过此时他哪里还会在这些小细节，望着那一张张饱含着笑意的脸，他已经被感动得快要热泪盈眶了。你们从小我的妈妈就教育我，对成哥来说呀，
你就算送他神兵、仙丹、绝世秘籍，他也不会有多大反应。毕竟那些对其他修士而言足以改变命运的至宝，他都有了。别人送的还不一定有他好呢。倒是这种看似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盛大排场，反而能击穿他的心房。成哥破防了，擦了擦眼角不存在的泪花，他心绪激荡。你们何必为我做到这一步呀？这让我何以为报啊？火灵、水灵等4位店主也是内牛满面呢。你快给我们解释解释，这境界是什么情况啊？我们这些天玄境真的理解不了啊！应该的呀！曾经被成哥一下放逐到偏远地带的战灵店主乐呵呵的拍着胸脯：大贤者飞升，不光是神殿的盛世，也是整个白玄族的盛世吗？他说着说着，忽然就没声了。而他旁边的光明店主也同样是见了鬼的表情，他们也终于看清了成哥如今的境界，原本只是演戏假庆祝，结果变成真的。你的境界？两人怀疑自己看错了，不禁揉揉眼睛，结果呢，还是地玄九重，如假包换，这怎么可能呢？几位店主甚至都听不到那热闹的庆祝声了。光明店主一脸呆滞，痴痴地问：我听说你昨天还是极玄1重吧？对呀，我昨天是啊。成哥也从刚刚的感动情绪中退出，重新熟练地切换回了装叉模式。那你现在怎么突然就地玄9重了呀？这个呀，是这样的，那以前呢，我不是都忙于复灵嘛，所以一直没有修炼过玄力。众人齐齐点头。对呀，你以前确实好像没修炼过玄力，天天忙着复灵啊，以至于大家都觉得你复灵上瘾，这病得治嘞。为此呢，大店主的头发都愁白几根了。成哥继续说了，最近我复灵复完了，我觉得应该提升一下境界了。所以呢？所以我就认真的熬了个夜，狠狠的苦修了一个晚上，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尘封已久的境界终于小小的突破了一下。这话听在6位店主耳中，不知为何呀，突然有一种想打人的冲动。修炼了一晚上也叫苦修，突破38个小境界还叫小小的突破？哎呀，前列腺气的疼啊！最关键的是，我们想知道为啥你一晚上能突破这么多的境界呢？一夜之间你怎么就突然升到那么高？那很高吗？只是区地玄境，我不觉得怎么样啊。如果将地玄境这个当成终点，那我现在只是跨出了小小的一步。他45度角仰望天空，长叹：修炼之路漫长，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将来还需要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这已经不是人话了。众人很想吐槽，但又不得不承认这句话很有道理，算是废话吧。光明店主好奇到了极点。所以你是怎么修炼的？这个，因为我有紫金玄文呢。成哥当然不会说自己吃了一晚上的药不，只是一晚上的玄元果，那样太没有排面了。修炼界有一种微妙的比较风气，提升到同样境界，用的丹药和资源越少，往往越有优越感。因为这言外之意呢，就好像是对外物的依赖最小，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天赋和汗水。而事实上，无论自己修炼出的修为，还是丹药提升的修为，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分别，最多也就是丹药提升过快，短时间内控制的没有那么精妙纯熟罢了。不依赖丹药，靠苦修得到的修为，战斗时也不会更加牛。能证明的往往只有2个字：贫穷。成哥的天赋那是绝顶无双了，但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攀比模式下，他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成哥修炼到现在9成9都是靠着丹药提升上来的，他就没有正经修炼过。紫金玄文有那么厉害吗？诸位店主也是信了他的邪，还真以为他什么都没用，光是靠着紫金玄文本身的神奇，就能够一晚上提升38个小境界了。成哥得意的抬起下巴，那当然，要不然怎么叫做至高玄文呢？反正呢，紫金玄文只有哥拥有，这不是自己随便怎么编吗？太神奇了！紫金玄文真的是名不虚传呐。江贤者的天赋简直是震古烁今，后也不可能有来者了。 6位店主彻底服了，一晚升38级，那这是何等天赋呀！这些年，外面还有许多人质疑江贤者的资质，认为他这辈子都会停留在极玄境。对呀，你现在看来，他们是鼠目寸光啊！要不怎么说我们有眼光呢？人家不是升不了级，人家以前是懒得升，就是这么任性，如此资质。江贤者狠狠甩了所有质疑者一个耳光。如此恐怖的提升速度，必将载入玄界史册，太强了呀！众人一路簇拥着陈哥走入了正殿，等在里面的大店主和冰灵店主也迎了上来，听到这些店主的吹捧，不由得暗暗无语。说好了演戏安慰一下江贤者，你们吹的也太肉麻了，太假了吧？什么震古烁今，什么提升速度，你确定不是在暗讽江贤者升级太慢吗？大店主正要说点场面话，紧接着他的嘴巴也合不拢了。这发生了什么？你怎么就到地玄境9重了？先前的6位店主大笑，刚才他们也是这反应，现在看到大店主也如此，顿时平衡了许多。
本集第620集，凄惨的仙界。是因为紫金玄文，紫金玄文太神奇了，一夜连成38小境界，骇人听闻的简直啊！原来以前他是懒得升级，我就说嘛，紫金玄文拥有者怎么可能升不起来境界吗？原来是厚积薄发，一鸣惊人。这波呢也不用陈哥解释了，店主们主动抢着七嘴八舌的帮忙科普，仿佛升级的是他们自己。听完之后，大店主表示自己的狗眼被晃瞎了，世上还有这事吗？离谱呀！这完全打破了他对修炼的认知。他觉得自己如果不弄明白，恐怕长久以来坚持的修炼之道都要崩塌了。你提升这么多境界，需要的玄力也不少啊。过去10几年的玄元果够用吗？这10几年来，神殿是按照大贤者的待遇给陈哥发放了玄元果的，算是他的俸禄。相对于其他护卫执事，这些玄元果自是非常多了，但10几年的俸禄还远不足以让一个人升到地玄9重。陈哥摊摊手，因为紫金玄文，我一份玄力能变成10份用。大店主差点无语了。那你突破这么多境界，都不用感悟的吗？因为紫金玄文，我感悟如泉涌。大店主眼角颤了颤。那你吸收的玄气总要转化为玄力吧？因为紫金玄文，我转化速度快如闪电呢。大店主被他搞掰了。反正呢，你不管问啥，都是因为紫金玄文。这个紫金玄文可真是神奇呀！不光具备玄文本身的玄之力，还能变出至尊级的玄术，能产生玄力，能秒转化，能自动给出境界感悟，多功能全方位一体化。大店主总感觉到太荒唐了，但是呢，又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还是那句话，紫金玄文只有江城有，别人也没法证实。又是一顿让陈哥飘飘然的吹捧之后，众人终于进入正题了。他真的成了地玄9重，那就有个重要问题摆在众人面前，他真的要离开第一层了。这让诸位店主措手不及，都没什么心理准备。江贤者，你真的要去上层啊？对啊，不是说上层玄气更浓郁，更适合修炼吗？陈哥最大的目标还是找到蓝姨，也就是最初大店主们提到过那位孤月心姬。此女在上层，他肯定不会在这停留的，何况呢，将来还要带她回仙界呢。至于怎么回去，他没想过，反正必须回去。此时的江长们并不知道，仙界那边其实也从他进入玄界那天开始，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当日为了将陈哥骗进虚洞，6界首脑合力关闭了封印大阵，使得虚洞暂时脱离了束缚。虽然他们仅仅只关闭了那么一会儿，又重新开启了封印大阵，但已经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恶果。送走了6界第一魔头劫心江城，6界迎来了影族这个前所未有的敌人。那波呀，保守估计有数十万影族从虚洞边缘进入了仙界。这个神秘的族群有数个极为邪门的特殊能力，免疫仙魂攻击，免疫规则之力的大部分影响，附身寄生。这些能力让6界上下是焦头烂额呀。仙界所有仙人修炼的就是规则之力，影族免疫大半影响，等于是削弱了所有攻击力的效果。目前唯有那一些顶尖的仙帝、魔帝和特殊族群能勉强和他们周旋一下，而附身寄生更是让人防不胜防。也许某一天自己并肩作战的队友其实已经换了个内核了。影族并非没有灵智的生物，相反，他们比较狡诈。附身寄生之后，能以极快的速度伪装成原主，进而造成更大的破坏。而最后呢，因为能免疫大半规则之力的影响，即便击败了他们，也很难彻底杀死。这些能力组合在一起，造就了仙界开辟至今最可怕的一群敌人。如今虚洞周边已经失守了，彻底成为了影族的根据地。越来越多影族离开虚洞，入侵了这里。曾经繁荣的仙界，如今许多仙城早已空无人烟，倒不是被影族杀绝了，而是全都或逃或藏了起来。仙界一些特殊秘境或者地域成为了大家最后的避风港，比如天剑山、地剑山。因为是天地大道的特殊产物，影族进入这片区域会遭到各种剑心、意运的反噬，那并不属于规则之力，反而能对这些族群产生超乎寻常的杀伤。除了天剑山，还有妖界的3大龙骨、玄灵山、长明殿的仙光崖、九星魔殿的观星岛也都有着类似的效果。在吃了几次亏之后，影族避开了这些特殊的洞天福地。此时天剑山边缘外围，数之不清的仙人密密麻麻聚集于此，他们中有一部分是那次陈哥开启天剑山桥梁时进去的剑修。当他们从天剑山赶雾出来时，外面已经变了世道，他们呢也回不去了。还有更多的则是后来逃避来此的其他仙人。如今大家的作息也很简单，平时就在剑山外围生活。好在呢，仙人早就没了吃饭喝水这类基本需求，活下去倒是不难。而若是有影族过来，大家就全都进入2座剑山内部，借着感悟避难。天剑宫被灭之后，天剑山也算是无主了，谁都能进。而在这数之不清的仙人中，飞仙门弟子算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在他们不远处，盘腿坐在虚空的归藏准帝白眉倒挂，透着化不开的愁绪。看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劫了，稍有不慎，仙界可能从此就没了呀。是啊，这次大劫实在太罕见了。最初听说江掌门是劫心时，老夫还不太相信，现在看来冥冥之中却是自有天数呀。希望他吉人自有天相吧。
他们这些人当年都受过成哥极大的恩惠，哪怕他是解心，也还是站在他这边的。但其他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谈论才话音刚落，远处就传来一声冷喝：“还吉人自有天相，这次大劫就是他带来的。”就见一名被数万名仙人簇拥着的高官男子冷冷一挥紫袍长袖，恨恨地说：“此次劫难，他就是罪魁祸首。”归藏等人一看，认出此人是金羽仙帝，前几年逃到这边来的。本集第621集，对剑修有恩。金羽仙帝出自仙盟，归藏很清楚，他和飞仙门之前就是敌对的，而他的话也得到了许多赞同。附近许多仙王和准帝都跟着附和呢。就是啊，要不是江城仙界一直好好的，哪会变成如今这副光景啊？绝勋之日，害群之马。因为他一人害了这么多人沦落至此，真的是罪孽深重。斩星剑派灵星准帝听不下去了。你们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吧？难道不是6界高层自作孽吗？若不是他们联手关闭封印大阵，影族哪里出得来？你们不去谴责加害者，反而谴责被骗进虚洞的江掌门，这什么道理？金羽仙帝不远处，同样出自仙盟的紫华仙帝冷声说了：“那也是因为江城四处作恶在先，他劫掠碧罗星空，灭掉天剑宫，谁敢留他？6界高层只是被迫反击，才出此下策，情有可原。”飞仙门罗远不禁怒道：“哼，你们还真的是强盗逻辑啊！当年我飞仙门被仙魔2界无端追杀时，你们怎么不出来说话呀？怎么只许他们作恶，不许江掌门回敬是吧？”紫华仙帝面色微变，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了。当年飞仙门被仙魔2界追杀，确实是无论如何都洗不掉了。他身后一名仙王眼珠一转，忽然大声说：“6界顶尖大能如今都在前线与影族对决，他们现在是保卫仙界的英雄。”其他人立即响应：“没错，他们是我们最后的希望，诋毁他们就是和整个仙界为敌。我看你们飞仙门呐，就是被影族附身的奸细。”罗远、单太、印小雪等人大怒，莫尘却施施然地拦住了他们。迎着对面那群泼脏水的仙人，莫长老捋了捋胡须，呵呵一笑：“如果老夫没记错，1亿多年前，虚洞上面是有个混乱虚地，那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封印大阵，也没有虚洞这个隐患。混乱虚地牢牢镇压着下面的影族。老夫出世不久，也不太了解外面的情况啊，就想请教一下对面诸位，这好端端的虚地去哪里了呀？”这所有人心知肚明，混乱虚地是被仙魔2界的高层联手打落下去的。如果没这茬，6界再怎么斗也轮不到影族出场。从这方面来说，这次大劫其实是仙魔2界自作孽，现在自己品尝恶果，对江城呢，只能算是大劫的引子。反正这件事，江城就是罪魁祸首。理说不过了，金羽仙帝等人只能用胡搅蛮缠了。没他这个引子，封印大阵也不会关闭。别说他必死无疑，就算他活着回来，也是人人得而诛之。你们说什么？一直沉默的林宁枪地拔出了剑，他手中长剑泛着凛冽的雾气，遥指着远处金羽仙帝等人：“你们若是再阻止我派掌门，那便决一死战！”如今的他依旧是准帝后期，而在天剑山中，他领悟到了永夜剑心，实力突飞猛进，不可小视。金羽仙帝缓缓起身，一身仙帝级的威压散发出来。就凭你，他蓦然望了对面的林宁，眼内涌动了轻蔑和杀意。他是仙帝，对付一个准帝后期还是有把握的。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林宁这一把剑呢，纪凌寒、莫尘、罗远、魏苗等所有飞仙门人全都站了起来，所有人齐齐祭出兵器，遥指对面。这些年，他们也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诋毁议论了，只不过呢，以前是背后的，这次挑明了，而对面也不甘示弱。下一刻，包括紫华仙帝在内，又有5位仙帝站在了金羽仙帝的身旁。你们飞仙门是他的门人，那就是他的党羽，那你们同样是祸患。我早就看你们飞仙门不顺眼了，不如趁机剿灭。是吗？向来慈眉善目的归藏准帝面无表情地催动了仙力，一柄古剑悄然出鞘，紧接着悲哀、凌星、青云、流云、太长等准帝也跟着站了出来。你们想对付飞仙门，不先问过老朽手中的剑吗？那就战吧！金羽仙帝话音刚落，他们自己身后数之不清的剑修居然也都飞到了飞仙门那边，为首的呢，居然还有2名仙帝。紫华仙帝大惊：“岁痕仙帝，你与那魔头并无交情，你为何站那边啊？”就像那持剑的岁痕仙帝一抚长须，肃然说：“江城诛灭天剑宫，让天剑山重变为无主之地。从今往后，任何剑修都可随意进天剑山参悟剑心。
普天之下，所有剑修都需感激于他。当初本地也曾反感他胡作非为的作风，但我辈剑修向来恩怨分明，开放天剑山这个人情，本地不能不还。正是，正是。遮蔽了大片天幕的剑修们如排山倒海般轰然应怒，无数柄剑齐齐出鞘。金羽剑仙那是又气又怒呀，却不敢真的动手了。拥有剑心的剑修，战斗力往往高于大部分同阶仙人。他虽然是仙帝，但多上几个剑修准帝就能将他架住了，何况对面还有2位仙帝呢？虽然他们这边人更多，但要打起来胜负还真的不好说。你们都疯了，就继续执迷不悟下去吧。别忘了，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影族。要不是为了顾全大局，本地一定惊下雷霆之怒。紫华仙帝他们怂了，找了个台阶之后呢，悻悻地收起兵器，闭了嘴了。内心深处却是看飞仙们更不顺眼了。一场风波暂时消弭，众人重新坐了回去。归藏等人却是愁眉不展。也不知道江城们还能不能回来呀？青云准帝悠悠一叹：“难呐，他被放逐进了虚洞，那里正是影族的发源地。可想而知啊。”被飞仙门众弟子如众星拱月簇拥着的纪灵寒摇了摇头：“江掌门不会有事的，我相信有一天他会神奇的回到我面前。”他遥望着远方，灿若星辰的眼眸中除了坚定，带着无尽的期待。等到那天，影族将会被他摧枯拉朽般击败。远处，许多人面露不以为然之色，却终究没有再说什么。本集第622集，上面几层的现状。远在玄界第1层的成哥压根儿不知道仙界已经变得水深火热了，他甚至都不知道大批影族已经去了仙界。成哥一天到晚想着装叉，忙得很。眼见诸位白泉店主震惊的差不多了，夸也夸够了，他决定立即启程。好了，我要走了啊。等一等，你要不考虑一下留下来？大店主和诸位店主连忙挽留。咋了？你真要去上层啊？不然呢？不是说上层条件更好吗？说实话呀，他都理解不了这些天玄境为什么要留在这层。白罗真语重心长地说：“上层玄气是更充裕，没错，但生存环境就没第1层舒适了。”啥意思啊？上层天地规则稀薄，条件恶劣，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山水田园鸟语花香，在那边都很罕见。其他修士也就罢了，换成你这爱享乐的人去了那儿，怕是要叫苦连天呢。还有这事儿？陈哥联想到了刚进虚洞时影族所在的第7层，那里甚至一丁点规则之力都不存在，以至于死都死不掉。难道2、3、4、5、6层也那样吗？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影族呀。光明店主叹了一声：“影族我听说过，但是在第1层我没见过呀。”大店主缓缓说了：“那是因为影族下不来，有限漏网之鱼也在数亿年前就被剿灭了，所以影族在这层灭绝了。但上面那几层不一样。”在他的一番科普下，陈哥总算是明白原委了。玄族和影族，一个诞生于第1层，一个诞生于第7层，两者原本互不相干，但随着一批批的地玄境飞升上层，再随着一批批的影族找到空隙去到下层，双方终于在中间遭遇了。第1批玄族人愕然发现，这个神秘莫测的族群居然要毁掉整个玄界，所到之处如蝗虫过境，大肆吞噬天地规则，生生造出了一个个无生无死、无水无火、无时无空的空白地带。在他们的不断蚕食下，上面几层的天地规则也自然而然变得稀薄起来。吞噬的越多，影族本身对于天地规则的免疫程度也就越高，这就是仙界那边束手无策的原因。仙界的修炼体系就是不断与外界天地沟通，达到天人合一。无论仙族、魔族还是妖族、灵族，战斗时都极度依赖外界天地之力。碰到影族呢，就像碰到天敌了。而玄族不一样，专注于修炼体内小世界的他们，对付影族的手段要有效得多。毕竟他们自身就有一个个迷你版的规则之心玄文，根本不需要外界天地之力的加持。第1次两族大战，玄族虽然付出极大的伤亡，但终于获得胜利了。当时影族被杀得七零八落，只剩一小部分逃回第7层。由于第7层早已在影族的多年吞噬下变成了一个连基本天道循环都没有的世界，同样也不适合玄族生活，所以追到这里之后，玄族撤回去了。而这也给了影族死灰复燃、重新壮大的机会。吞噬过中间几层天地规则的残存影族渐渐产生了进化，当他们再次卷土重来时，已经变得更加强大了。玄族的玄文之力很难像以前那样彻底杀死这些更强的影族。好在这段时间，玄族之中也出现了地玄境高手。之后漫长的年代，两族在中间5层争斗不休。至于第1层和第7层，双方都打不过去，渐渐变成了分庭抗礼的对峙局面。战灵店主面色凝重，影族的目的就是妄图将整个玄界所有天地规则全部吞噬，以净化他们自身。如果真到那一步，玄界也就不复存在了。
虽然他们修炼不依赖外界天地规则，但如果连基本的天道循环都没有了，玄界恐怕就要走向寂灭。到时候呢，生活在这一界的生灵还能活下来几个，那就难说了。陈哥明白了，所以上面几层很乱，岂止是乱了，简直的就是乱了，乱成一锅粥啊！玄界四族的矛盾到了上面几层依旧在延续，一方面和影族争斗，一方面四族之间也在明争暗斗。而最近几千万年，又多了一批修炼玄力飞升上去的异界邪魔，乱上添乱。大店主也劝了，虽说上层的玄气更加充盈，修炼速度更快，但想生存也不容易。你不如在第一层修到天玄境9重，有了足够的实力，再上去也不迟啊。陈哥心说，我等得起，兰姨怕是等不起呀。听说上面那么乱，他越发担心这妹子的安危了。不了，陈哥正色摆手拒绝。面对诸位店主，他义正言辞，我被求是披荆斩棘，只求极尽突破，探索那未知的领域。区区恶劣的条件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像那种贪图安逸的人吗？众人腹诽，你确实不像啊，因为你就是啊。江贤者慷慨激昂的声音依旧在持续，显得那般的振聋发聩。为了继续精进，勇攀高峰，我愿意面对任何挑战，绝对不会畏惧退缩。众人听他语气如此的真诚，一时间也摸不准他是说着玩啊，还是真的那么想的。只是忽然觉得，向来被揽的大贤者这一刻还真的有点高大伟岸的样子。店内出现了一段沉默，许久后，占领店主才感慨：“江贤者一席话，说的我等惭愧呀。”大店主点头，或许我们也该考虑飞升上层了。如今在第一层，白玄族压根没有天敌，金银黑三族连地玄境都没几个了。允仙山那边不能修炼玄力的异界邪魔一直佛系得很，没有丹药补充，人畜无害。他们这些天玄境留在第一层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其他店主面色各异，有的赞同，有的呢则是在思索。江贤者，可否等我们商讨和准备一番，到时候一同上去？陈哥寻思着，再急也不急这一两天吗？对吧？于是呢点点头。接下来，神殿内部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变动，而江贤者一夜之间突破到地玄9重即将飞升的消息，也迅速传遍了玄界各地。一时间，玄界到处震动，无数人表示自己被惊得亚麻呆住了。本集第623集，他们的眼神有点无良啊。本以为他升不了级的，没想到人家是以前懒得升级，想升的时候比谁都快。之前许多路人还觉得紫金玄文可能没那么神奇，暗嘲笑过这位10几年停留在极玄1重的大贤者。现在呢，全都懵逼了。一时间，玄界各地掀起了铺天盖地的讨论。我就觉得假，你别说一夜38个小境界呀，那就是1万年也不可能办到的事儿吧？对呀，机器把我们的迹象都按在地上摩擦，白玄神殿编出来的神话，他们这是故意造神。可问题是，这位江贤者马上就要飞升了，那如果他没到地玄境，那怎么飞升呢？这许多质疑的人渐渐没声了。毕竟陈哥10几年前初次复灵，许多人还记忆犹新。就算不是一夜飞升了，那而是10几年飞升起来，那也是骇人听闻的提升速度。许多人甚至开始传他是传说中的神明，带着记忆转世，就是活在世间的神。陈哥的形象迅速扭转了回来，在众人心目中得到了极为特殊的地位。2天后，神殿高层做出决定，光明店主和土灵店主暂时留下，继续主持神殿大局。其余店主与江贤者一道飞升上层。事实上呢，店主们能做出这个决定，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江贤者太神奇了，没准将来跟着他还能学到更多至尊级的玄术，又或者功法呢。这一条大粗腿，他们是真舍不得松开呀。除了他们之外，李涵玉、钟离巧也坚决要陪同陈哥。于是呢，最终9人一龙一起踏上了位于神殿后山的山顶。这山顶上布置了密密麻麻的灵纹，在这里飞升，能够精准地降落到同样的位置。这天呢，神殿内外有无数人仰望这座山，等待观看这历史性的时刻。当接引金光降下之后，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紧接着，几人飘飘荡荡地消失在了金光中。再次出现时，陈哥一行人已经来到了玄界的第3层，而不是第2层。当年初次听说玄界上面还有6层时，江城满以为是像下界、下仙界、中仙界、上仙界那样实力壁垒分明的。一开始飞升第2层，然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飞升第3层、第4层，以此类推，直到第6层。至于第7层就算了，那已经变成了影族的荒芜乐土了。后来他才知道，想错了呀。玄界2、3、4、5层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分别，玄气浓度都差不多。黑白金银这4族分别各占据一层，算是各自的领地。而第6层那是对抗影族的前线。白玄族历代飞升上去的前辈就驻扎在第3层。据大店主等人所言，他们在上面也有个白玄神殿，这一次飞升，大家会正好落在神殿的接引台上。成哥重新脚踏实地，发现自己确实和大店主李涵玉等人一道落在了一座雄伟壮阔的高台上，但周围的情形似乎不对呀。
前方高空漂浮着的那群人，怎么有的额头是金纹，有的是银纹，还有黑纹？不对呀，不是说好了第3层是白玄族地盘吗？尤其接引台还位于白玄族神殿总部，更不应该有外族人呢。最离谱的是，他环顾了一圈，看到了上千名玄族人，白玄族居然一个都没有，在4族之中是占的比例为0啊！成哥笑嘻嘻的揶揄：“哎，大姐，你情报有误，还是咱们飞错地方了？不是说好了咱们上来之后会受到族内前辈高人热烈欢迎的吗？我怎么觉得这些人看咱们的眼神有那么点无良呢？”白罗真可没办法像他这样笑得出来呀。我们最近数亿年没收到上面的消息，看来是出事了。白罗真将城，对面的上千名3族高手中缓缓传出了一道身影。成哥抬眼一看，哟呵，还熟人呢，不是当年被自己重创之后借着飞升逃离的银玄殿大殿主银翼又是谁呀？想不到吧，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看到此人呢，白罗真的心都沉累。如果可以，他现在很想带着江城以及其他店主逃回第1层，只可惜玄界这边也有飞升规则的壁垒，从第3层去2、3、4、5、6层都可以，回第1层难如登天。如果只是个极玄境的菜鸡，或许在顶尖强者的帮助下还能瞒天过海的偷渡下去，地玄境和天玄境那就别指望了。占领店主大声问：“银翼，这是我白玄族在上层的神殿，我的族人呢？明明是我族神殿重地，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银翼仰面大笑，笑声中带着浓重的奚落。你们的神殿很遗憾，整个第3层已经没有你们白玄族的容身之地了。白罗真等人面色巨变，银翼一脸嘲弄，想不到你们这么快就自投罗网。行了，早点干正事了。不远处，一名金玄族高手不耐烦地打断了银翼的撞叉节奏。此人境界极高，就连白罗真都看不穿，只能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敬畏，仿佛碰到了更高阶的生物一般。能让他产生这种感觉的最低呀，那也是地玄境1重的。他一发话，银翼连忙点头哈腰，谄媚陪笑：“是，还请金空前辈主持大局，这个指挥我们行动。”金空，白罗真面色再变了，这个名字他有点印象。你是100亿年前的金玄族大殿主金空？天哪！100亿年前，此人就曾名噪一时。据说当时黑白银3族莫有能与之匹敌者，是天赋、意志、心性、气运无不顶尖的一位天骄级人物。这种人飞升上来，又过了上百亿年，可想而知他如今有多强。见他如此的反应呢，金空那泛着秀氏的脸微微扯出了一丝冷傲，淡淡的说了：“想不到我的名字还能被铭记这么久，看在能认出我的份上，你自裁吧，我可以破格开恩，给你个痛快。”白罗真很想大声抗辩几句，但这巨大的实力差距让他无论说什么都如同不知天高地厚。倒是江贤者兴致勃勃地追问了一句：“那其他人呢？”本期第624集，那异界邪魔也来了。金空并不认识江城，听到这问题呢，他凶光毕露，扫视着成哥和白罗真等人。其他人自然是被我杀死。占领店主等人面色灰白，面对如此可怕的强敌，连逃走的念头都生不出来。今天是再艰难逃了呀！本以为是飞升的大喜日子，哪知道竟然自投罗网了。到现在他们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怎么白玄族神殿出现的都是其他3族的敌人，白玄族自己的前辈高手呢？你们在第1层胆敢勾结异界邪魔，杀死我金玄族后辈，罪无可恕。不光你们，今后你白玄族后辈上来一个杀一个，一直杀到天荒地老的那天。金空还在那宣判呢，水灵店主、火灵店主等人听到这里心都凉了呀！不光自己，就连今后其他白玄族后辈也都会牵连吗？金空前辈，你误会了，我们并未与异界邪魔勾结啊！对呀，这事儿我们也不想看到。金空不远处，一名黑玄族高手厉声打断：“这些话你们还是留着去和死去的黑玄族人说吧。我听说你们勾结的那个异界邪魔，竟然将我们黑玄族神殿都毁掉了，简直是罪孽滔天！你们死1万次都不够！”他怒不可遏地祭出了玄气，一身地玄境的威压浩荡压来。金空，你还等什么？接引台上，无论白罗真还是占领店主等人都是面露惊惧之色呀。他们的玄魄都在震颤，受到了沉重的阶位压制。杀光他们，为死去的后辈报仇！金空冷冷斜了他一眼：“黑虎，这里的主持人是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那名为黑狐的地玄境明明实力并不比金空弱，却只是狠狠地咬了咬牙，居然没有反驳，这让陈哥意外了。按理说实力相当，不应该平起平坐吗？尤其这黑玄族和金玄族也不是同族，最多就是盟友啊。谁是江城？站出来！
除了银翼，在场其他3族高手并不认识陈哥，也不知道长什么样。还没等银翼帮忙指认呢，陈哥抬抬手，乐呵呵的走出来。啊，我就是那个俊帅无比的江城，怎么了？我还没上来，你们就久仰我的大名了吗？哎呀，幸会啊！白罗真等人一脸无语，你高什么兴啊？你没看对方没什么好意吗？啊，难不成你还以为他们会单独对你留情吗？金空上下打量他几圈，嘴角溢出一抹阴森的笑容。帝尊有令，江城必须要活着抓到他面前。据说那一介邪魔就是你招来的啊？对，哎，请问你们那个帝尊是故意心机吗？他当然不是指望对方什么留情啊什么的，这陈哥也不需要，只是听说有人要见自己，怀疑是不是蓝姨，毕竟那妹子也在满世界的找他呀。宫月心机，惊空、黑狐、银叶等人面面相觑，为什么会突然提到那个可怕的女人呢？难道你和那个魔女也有勾结？看他们的表情啊，陈哥也知道自己猜错了。这帮人不但和蓝妹子不同路，而且关系还很不好的样子。于是呢，他不笑了，不答反问：“那你们帝尊是女的吗？”金空不知道他为啥突然问这个，本能的回了一句：“当然不是。”陈哥失去了最后一丝兴趣。那你转告他，哥忙着呢，没工见他。金空纵横玄界100亿年，表示自己这辈子没见过这个说话的调调的呀！啊，差点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什么叫你对他没兴趣啊？你有这个资格吗？你以为帝尊大人那么容易见到吗？最终呢，只能如同所有反派那样，干巴巴的丢了一句标准台词：“不知死活，那就由不得你了。”江掌门这副淡定从容的表现，让一旁的银翼大为惶火呀。他固然迁怒痛恨白玄族，但更恨的还是江城。要不是他和那异界邪魔勾结，那次他们2族都顺利杀进贤者宫了，哪会死得那么惨呢？这次来，他最想看到的就是江城绝望恐惧，痛哭流涕，跪地求饶，只有那样，他才能满足，洗刷上次的仇恨耻辱。不过说实在的，他挺变态呀。于是呢，他再次不顾金空在场，强行插入，遥指着陈哥，冷笑不断：“这么着，你还想再指望那异界邪魔不成？那邪魔实力就算再强，全力修为不到地玄境也上不来，只能在第1层成凶。这次没有那尊靠山，你原形毕露，我看你到时候怎么死！”他这话说的白罗真等人也在暗暗叹息，他们第1次盼着那异界邪魔再次出现，相对于面对的3族敌人，那邪魔要可爱多了。只可惜呀，看来不可能了。黑玄族的黑狐傲然说：“就算来了又如何？我巴不得他出现，然后将他击溃碎尸万段。”他是地玄境，即便仙界那边的准帝火力全开，也只是和他打个平分秋色。何况仙界准帝来到这边，用不了规则之心，实力还无法全部发挥。那异界邪魔的威名，他们在上面听说了，但没当回事。金空一脸遗憾，他来不了那是他的幸运，我只恨他上不来，无法让我们一雪那深仇大恨。其他3族高手也是纷纷附和呀。看到他们自信满满的样子，陈哥笑了，有自信是好事。其实你们用不着这么遗憾的。告诉你们一个喜讯啊，其实呢，他也飞升上来了。此言一出，全场轰动，后方大店主等人脸上陡然浮起了一丝惊喜。那个强大的异界邪魔竟然也上来了，自己居然不知道。如果他也上来了，那没准这次还真的能杀出重围，把大家都揪了。但紧接着他们又暗暗摇头，这里已经不是第1层了呀。第625集，真的来了。那尊异界邪魔实力确实强得不可思议，在第1层那绝对是无敌的存在，但在上层面对强大的地玄境，而且还不止1尊，那个人就算出现也无济于事吧？一个地玄境怕是就能将他拖住甚至击败，何谈救人呢？他竟然也飞升了！银叶大喜过望，恨不得立即看到那邪魔被打得奄奄一息，匍匐在自己脚下的画面。他是真变态！他指着陈哥厉声逼问：“他在何处？还不快从实招来！”闭嘴！惊空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不是你个天玄境小逼崽子这么没规矩吗？啊，这里有你发言的资格吗？你看不出谁领头领吗？你谁王谁二你不知道吗？随后呢，他也沉着脸逼问江贤者：“容神说出此人的下落，不要逼我们用刑。”不错，快来招出来！黑狐等人也是纷纷喝骂。他们这3族呀，实在太痛恨那个异界邪魔了。3族神殿总部都被捣毁了，尤其黑玄族，连那些分殿都百不存一。消息经由飞升的传到上面，他们这些多年前上来的前辈族人差点背过气去，恨不得将那异界邪魔食肉寝皮。真要算出来，白玄族只是被迁怒的出气筒。谁让你们招了一个大贤者？谁让你们大贤者和那邪魔勾结呀？我们3族损失惨重，哎，就你们没事，说得过去吗？程哥双手下压，示意大家不要太激动，大家稍安勿躁，淡定啊！这个，我理解你们迫切想看到明星的愿望，但太激动啊也会伤身体的。废话少说，他在哪儿？他在哪儿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把他召唤过来啊。召唤吗？还有这种事吗？这异界邪魔对你这么好吗？服务这么周到吗？你快点啊！对呀，你赶紧的！老子迫不及待要撵上那个异界邪魔了。陈哥只能双手再次虚安。不是我不想，是这里召唤不出来呀。为什么？
小子，我警告你别耍花招啊！想在我们面前耍小聪明？哎，没有，这飞升台人太多了，召唤他之前呢，他要是看到这么多人太危险了，所以肯定不会过来的。众人一愣，想了一下，有点道理。惊空阴阴地说：“你的意思呢？简单，让我独自找个僻静的地方召唤他，这样呢，他就能放心大胆的过来了。”他这话一出，众人心头冷笑，这小子莫不是想借着这个理由脱离重围，找机会开溜？不过就你这地选9重的实力，你能溜得掉吗？惊空完全不担心，他更想要的还是找那个异界邪魔报仇，但凡有一线机会都值得一试。行啊，那你去吧。成哥立即毫不迟疑地飞向了远处的群山，惊空则是朝身边4名金玄族的天玄境高手使了眼色，那4人心领神会，旋即分4个方向跟上，暗中监视着江贤者的动向。异界邪魔和这样的人结拜，还真是瞎了眼。他竟然觉得江城太不道义了，明知道这边阵容极强，还要把自己的结拜大哥异界邪魔招过来送死，他甚至都有点为那异界邪魔感到不值了。银翼在旁幸灾乐祸，所以这就叫做蛇鼠一窝嘛。那异界邪魔能结交的，也就这种卖有求生之徒呀。3族高手纷纷哄笑，与此同时也缩小了包围圈，将白罗真和李寒月等人的退路彻底封死了。看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架势，白罗真现在只能祈祷那异界邪魔出场后能扛住2个地玄境，又或者呢有特殊的传送手段能打破封锁，带大家成功逃离。就在众人开始等待时，另一边飞入群山中的成哥也没有墨迹，一脱离众人视线，他咵隐了个身，后方4名暗中监视他的金玄族高手跟着就跟丢了，愣了呀，懵逼了。哎，人呢咋不见了呢？快搜！他可是帝尊点名要的人，绝不能有事啊，要不然咱们都得死。4人连忙暴露身形，四处搜寻。然而隐身的成哥哪是他们找得到的？何况此时的成哥都已经飞上高空了。4人慌乱之下只能回去连忙禀告了。什么？他消失了？惊空听到这一消息是措手不及，一个地玄9重居然在4名天玄境的眼皮底下逃掉了，这怎么办的呢？你们他娘干什么去了？惊空大怒，黑狐和银翼等人也是直拍大腿。哎呀，我就知道这小耍子，这下完了，逃了你去！该死，这贪生怕死这头可恶呀！对面白罗真等人也是一脸莫名其妙，不会吧？大贤者丢下队友，独自一人逃了，不仗义呀！短暂的失望之后，他们又涌起了一抹庆幸。拥有紫金玄文和至尊级玄术传承的他能活下来，白玄族就算遭到再大打击，将来也还能重塑辉煌。罢了，只要他能活，自己等人死了也不亏。眼见着金空、黑狐等地玄境要去搜捕，白罗真第一个祭出了兵器。为了给大贤者创造活命机会，他看了眼其余各店主，一脸悲怆。我们该做点什么了？话音未落，战灵店主、水灵店主等人齐刷刷飞上天空，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朝着金空等人拦截而去，只希望能在临死前拖住这敌人片刻。找死！金空正恼火呢，成哥不见了，他也没法向最高帝尊交差呀。正要下令灭掉白罗真一行人，高空中突然传来一声长啸。听说你们想见我？紧接着一道身影携着漫天风云席卷而下，火红的仙剑挥落，天地为之变色。此人才刚出场，许多天玄境、地玄境的修士就不自禁的退避了。他们感知到了强烈的危险气息，银翼瞳孔骤然放大，失声尖叫起来：“是他，是上次那个异界邪魔，是他，就是他！”本集第626集，吓傻了。按照以前的计划，江掌门是打算复灵结束后就直接向白罗真以及其他人公开真实身份的，然后拍拍屁股走人，不带走一片云彩。你们爱咋想咋想呗。但没想到后面相处呢越来越融洽了。这群白玄族的店主拿他当心肝宝贝一样宠着，愿意为他死，他也很无奈。天知道公开异界邪魔身份后，这群人会有多么的心痛失望，只能继续保持着他们心目中的天才大贤者形象。这些脏活就由李俊朗这个异界邪魔来干吧。而在上仙界呢，被影族驱逐到仙界某处躲藏的俊朗老弟正瑟瑟发抖，他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另一个世界已经扬名立万了。当异界邪魔出现时，全场差点出现骚乱，还真来了呀！原本打算去搜寻江城的3族高手也都纷纷停了下来，不用搜了。相对于江城，面前这尊异界邪魔显然更加重要。想不到你还真的飞升到了上层，惊空如获至宝。一旁的黑狐甚至忍不住了，干他！在第1层，黑玄族是被异界邪魔干得最惨的，他这个黑玄族的前辈仇恨自然也是最深的。一见到正主，两眼通红，直接就杀了上去。不远处的白罗真等人倒是暂时无人问津了，不过几人也不敢放松啊。这次3族出动了3位地玄境，上百位天玄境，如此阵容让他们感觉喘不过气来。这位邪魔前辈能挡得住吗？他们不乐观呐。惊空连忙抬手阻止黑狐：“慢！帝尊大人早就有令在先，异界邪魔不上来就罢了，一上来必须要不惜代价的活捉。”成哥差点听乐了，谁他妈给你们的自信，你活捉我呀？啊！你们那个帝尊还真的把自己当成个尊了？黑狐呢也听不进去。
杀了我们黑玄族那么多后辈还活出来，必须死！干他！他怒吼着撞开了金空，悍然杀到程哥面前。地玄境虽然出手就毁天灭地的威能，但依旧还是像其他玄族那样以近战为主。作为地玄一宠，黑狐的玄文境界已经达到第6重了。这个层次的玄文再加上玄破的地玄境界，力量的纯粹程度其实已经超越仙界那边的仙帝了。只不过呢，仙帝沟通的是整个仙界的规则之心，更加浩瀚，而他们的玄文只是迷你版的。两团黑雾瞬间就撞在一起了。程哥第一时间就感受到地玄境的强悍之处。此人如果和仙界那边完整版的准地初期碰在一起，那赢的很可能是前者。原因很简单，他的力量凝聚的超越了某个界限，足以产生质变。最终凭借穿透力极强的玄之力击穿仙力屏障和规则烙印，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仙帝最大的杀手锏法则空间也很可能对此人无效。这不是仙帝不够强，而是由于天然的克制。法则空间切断了和外界天地的联系，所以外人进入后调动不了外界规则之力，只能按照法境的规矩来作战。但玄族的玄力来自体内，根本不怕你切断外界联系。当然了，仙帝能调动的规则之力总量是太磅礴了，即便不用法则空间直接碾压，最终赢的也肯定还是仙帝。为了表达对更高级敌人的重视，程哥这次把15种剑心一股脑的全都丢了出来呀。与此同时，还调动了剑之玄文和第7重的速度玄文作为加持。当仙剑和玄气正面碰撞时，许多三族高手眼内都露出了不屑之色。异界邪魔竟敢和玄族人近战，不自量力。他们以前碰到过飞升上来的异界邪魔，那些异界邪魔修炼了玄力，甚至开发出将玄力转化成仙力使用的神奇法门。他们战斗时用的多半还是仙界的远程战斗方式，只不过呢，以前的规则烙印换成了由玄文来代替。因为玄力境界不占优势，他们很少会选择和玄族人近战来硬碰硬。剧烈的轰鸣声爆发开来，玄界第3层空间原本极为稳定，但这刻竟然被震出了数之不清的空间裂缝。那些裂缝宛如一条条的伤痕，散发着可怖的气息，而在每条裂缝边缘都有无数毁灭性的力量在疯狂的肆虐。日月星辰交相辉映，此之力的挥舞宛若瘟疫。长明永夜将裂缝照耀的光暗分明，宛若无数个不同的世界同时出现。上千名三族高手中有800多名地玄境直接从高空跌落下去，再也没了半点声息了。他们或被空间裂缝吞噬，或是被战斗的余波触及，而这余波对他们而言那就是天灾呀。无论生灭还是长明永夜霁月灵星，都带着他们无法抵御的致命威能。哪怕程哥原本的目标并不是他们，而是黑狐一个，就连白罗真和黎寒玉、战灵店主等人也都受到影响了。好在呢，他们都是天玄境，而且离得较远，几人连忙护着钟离巧飞速的后撤。金空身子摇晃，同样向后避退了一段距离，在惊魂未定地看向前方的战场。随后呢，他再也没了之前对黑狐擅自出手的怒火了，因为黑狐已经被打得4分5厘，散落在地上的残躯再也无法集齐。不光他本人呢，就连他身上那身高阶玄气都被轰毁了。当那些空间裂缝重新愈合，16门肆虐的力量消逝时，金空脸上的血色已经褪尽了。此时他只觉得脸部冰冰麻麻的，彻骨的寒意不断侵蚀他。一招啊，地玄境1重黑狐死了，干干脆脆，简直就像是冲过去自杀一样。他金空是比黑狐厉害，但他也只是地玄2重，高了1重就能赢这个异界邪魔吗？他悄然看向另一边银玄族的地玄1重银蝶，发现后者握着玄器的右手都在抖啊，那个嘚瑟呀！这对一个地玄境而言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但现在没有人顾得上这个小细节了，所有人都被吓傻了呀！那一击不光灭掉一个地玄境，这是皇帝的地；余波呢还干掉了800多名地玄境，这呢是土地的地。这哪里还是战斗啊？这不就是碾压屠杀吗？对方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呀！直到此时，银玄族的银翼才赫然发现自己当初逃到上层只是延缓了死期呀。如果躲起来，或许还能多活一段时间，至于报仇，那就是个笑话。本集第627集，我族帝尊。白罗真、战灵店主等人都呆了呀！尽管这尊异界邪魔是将贤者召唤来的友军，但实力再次突破了他们的想象。这个人在第1层纵横无敌，本以为到了上层他就神奇不在了，会被上层高手遏制，甚至被碾压。然而此时才发现自己想多了。来到第3层后，他似乎还是纵横无敌的。他们这些玄族人心目中无所不能的地玄境，在此人面前居然一招都撑不下来，这还是人吗？他怎么能强大到这种地步呢？这个战果，程哥自然有些措手不及。他原本还以为这次要经历一场激烈大战，毕竟地玄境自己还没有遭遇过呢，起码你得交手个10几招才能获胜吧。他却忘了以前干掉地残阁和黑玄神殿时，他的玄力境界还只是极玄境，那时候他的玄魄并不能给玄文提供太多的权力，当时他能施展的实力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完整准地，而现在他已经是地玄9重的玄魄了。玄文在得到更多玄力之后，规则层面的支持自然也更强了。更何况以前他每次只用了1门剑心和1种玄文，这次一股脑用出15门剑心不说，还将第7重的速度玄文记了出来。
第7重玄文都已经达到地玄境9重天花板了。这种情况下，秒一个地玄1重那是理所当然的。原来哥比预想中的还要厉害吗？短暂的错愕之后，他迅速适应，抽空查看了一下系统面板，又获得不少真经值啊。他对着对面的金空、银翼等人晃了晃手中剑，一脸遗憾：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没能奉献一场精彩的龙争虎斗，让你们失望了。我就看他喊杀声那么洪亮，我以为他多厉害呢，所以就一不小心多用了点力。你说，哎呀，金空等人张张嘴，再也说不出话了。眼见他飞到近前，众人连忙后退。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难道不是你们迫切的想看到我吗？哎，刚才是谁说巴不得我出现的？还有谁来着？哎呀，对，就你。你不是说飞升之日就是我的末日，要堵着我吗？被他指着的金空、银翼、银蝶等人手足无措，一脸的尴尬和懊悔。之前以为你只是跟其他异界邪魔一样的实力，那当然随便撂狠话嘞。那你这变态，你这不是吗？他们心头懊悔呀，早知道此人厉害到这种人神共愤的地步，刚才就不该让那小子去召唤帮手了。你是真招来一个死神呐！说话呀，怎么不说话呢？江掌门可不会因为他们的沉默就选择放过。刚才你们不是迫切的想要我来吗？我来了呀，你们就这种不欢迎的态度吗？他缓缓扬起手中剑，遥遥指向对面剩余的100多人。不给我面子，知不知道？100余人中还有2位地玄境，126位天玄境，但此时却被他这么一个简单动作吓得是慌忙后退。没有，不敢的，哪敢呢？众人嘴上说着，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欢迎，我们欢迎，热烈欢迎你的到来。对呀，那个前辈啊，看到姐妹你，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喜悦了，真的是。我想我太奶了，都看到你。这一幕呢，看得不远处的白罗真等人是又解气又感慨呀。刚才这群人何等威风，还说要把将来所有飞升上来的白玄族人全都杀光，简直不可一世。现在呢，他们缩的就像乖巧的鹌鹑，真是应了那句话：恶人还学恶人磨呀。金空深吸了一口气，提起胆子说：阁下何必如此咄咄逼人？我族帝尊神通广大，若他出手，你绝对无法全身而退。你是异界之人，和白玄族毫无瓜葛，你何必对我们赶尽杀绝呢？阁下现在收手还来得及，若是执迷不悟，将来我族帝尊降下雷霆震怒，阁下怕是再无容身之处。他是希望后台靠山能够来震慑江贤者。听到他这形容，成哥还真提起兴趣了。哎，你们帝尊听起来很厉害啊！金空还以为他真的被吓到了呢。我族帝尊岂是区区厉害二字能形容的呀？紧接着呢，不等成哥发问，他就开始如数家珍了。他以地玄境飞升，不过1000年就曾击败本族一位天玄境，30万年后，他以史上最快的速度晋升天玄境，创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100万年后，他以天玄5重击败数位天玄9重，成为史上最强天玄境。700万年后，他成功晋升地玄，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地玄境。5000万年后，他在万众瞩目之下，以至尊级玄术击败我族地玄9重的前任大殿主，正式执掌金玄一族。此后1年，他以一己之力相继设伏了银玄、黑玄、白玄3族，从此玄界以我金玄为尊。他率领4族征战第6层，阵前连战数位顶尖奇界影族，名震八荒寰宇。数千万年前，异界邪魔相继飞升，再次给玄界带来血雨腥风。帝尊大人破空而出，1日之内斩杀异界2位先帝，将那群异界邪魔强行驱逐到虚无之地，从此群魔毕缢，再也不敢公然露面。听到他的描述呢，白罗真等人不断倒吸凉气。他们总算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飞升到第3层，却看不到自己的族人了。感情这上面4大玄族被强行统一了呀。白玄族的前辈们在4亿多年前就已经被金玄族那位帝尊征服了，太可怕了呀！那一桩桩史上最快最强的记录和那越级挑战的战绩，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无论玄族、影族还是异界邪魔，在那位帝尊面前都不堪一击。世间怎会有如此可怕的妖孽？刚刚成哥强势击杀黑狐，他们还欣喜万分，这次总算得救了。现在呢，他们又不喜悦了。有那么一个帝尊，无论他们躲在2、3、4、5、6层中哪一层都无法安身，往后余生都将朝不保夕，危如累卵。被找出来杀掉，那简直就是迟早的事情。本集第628集，所以他能来吗？不光白罗真等人，就连金空身后的黑玄、银玄等族高手也是面色晦暗。4族并立都已经数百亿年了，以前一直都是平起平坐，谁会心甘情愿的做别人的附庸，养别人婢妻？只是没办法，那位帝尊太强了，反抗不了啊！你越反抗他越兴奋呢。金空一点都没有夸大，现在又过了上亿年，那位帝尊很可能变得更加深不可测了。阁下现在该知道与我族为敌的后果了吧？众人的反应让金空很满意。
现在稍稍，或许我族帝尊还不会追杀到底，阁下还有机会逃得一命。若执迷不悟，那阁下恐怕活不了几年的。他现在想要的还是自己能活下去，至于回去之后，那当然是添油加醋，把这异界邪魔形容的更加邪恶10倍，一定要劝帝尊大人将他彻底碎尸万段，以雪今日之耻。哦，是吗？没想到你们帝尊还真有2把刷子呀！陈哥一听明白了，这所谓的帝尊就是个拥有主角模板的位面之子。这种人一路崛起，各种宝物美女自动投来，越大境界挑战那是基本标配，无论遇到什么危机都能神奇的化解。这还强大不起来，那就不正常了。只不过呢，位面之子也有强有弱，有的气运早早耗尽，这是在下界称雄；有的则是能跨越位面继续神奇下去。金玄族这个帝尊应该算是位面之子中顶尖的那一类，一直发展到了玄界最强。阁下明白就好。金空觉得效果达到了，玄界就是金玄族的天下，这里只有金玄族支配别人的份，不存在能威胁到他们的人物。说完呢，他就打算撤离这里，暂时先保命吧。然而他才刚一动弹，成哥唰闪到他对面，干啥去啊？哎，金空一愣，发现事情和自己的预期有些偏差呀。他小心翼翼地说了：“刚才就一场误会，我现在打算离开这儿啊。”你说那个帝尊呢？他帝尊大人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啊。那也就是说他来不了对呀。那你提他干什么呀？喂，他提他是想用他来震慑你吓唬你呗。金空自然不敢直说呀，哑口无言嘞。而成哥显然不打算这样放过他，他一脸莫名其妙地盯着金空的眼睛，杀意渐渐涌起。他不来，你提他干什么啊？他跟你有关系吗？那个我和他都是金玄族，又怎么样啊？所以你战斗前还要背一遍家谱？一个来不了的人，你提他有什么意义呢？亏我还那么期待，你们耍我的吧？我没。金空口干舌燥，这不符合正常发展呢。正常情况下，听说对方有这么个强力的靠山，难道不应该万分忌惮，然后给个面子收手吗？为什么会有这种直击人心的问题呢？行了，没别的事儿，上路吧啊！成哥可不会因为这帮人现在的乖巧就放过，之前他们是什么样的嚣张嘴脸，那可是历历在目呀。说完他就拔剑，邪魔你会遭报呀！可恶啊！眼见他不留情，剩下200余人一边怒骂一边惊慌逃窜，毫无战意。成哥催动10门剑心和第7重的速度玄文攻杀而去，短短一个眨眼间，到处都响起了连绵的爆炸之声，每一次爆炸都足以造成一场巨大的灾难。片刻后，200多人就只剩下了金空和银翼2名幸存者了，其余的尽皆毁灭，包括银玄族那位地玄一宠也不例外。至于金空和银翼能活下来，还是成哥需要俩活口。这2人如今奄奄一息，受到了无可挽回的重创，就连体内玄魄都碎裂，宛如泄了气的皮球。陈哥飞落下来，直接将2人给扔给了李海玉。撬开他的嘴，问一问如今上层的详细情况。李海玉只是微微愣了1秒，就点点头。好。随后呢，就提着2个被废之人飞向了僻静之处。而剩下的白罗真、占灵殿主等人，可没有李海玉这么强大的接受能力啊。前辈，不知江贤者去哪儿了？他们感觉不提一下江城和面前这尊恐怕的邪魔说话没有底。谁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不对白玄族下手的承诺呢？谁知道他还眼不眼熟自己等人呢？以此人刚才的实力，整个玄界怕是只有地玄8重9重以上才能挡得住他了。他呀，我暂时将他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过几天给你们带回来啊。这变化冷却是3天，成哥也没办法。多谢前辈再次出手相救。白罗真看他态度还算和蔼，放心之余也连忙表达感谢。其他店主纷纷躬身，多谢前辈，前辈真是我们大恩人。今天要是没有前辈，后果不堪设想啊。对了，不知前辈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再看吧，这几天我会和你们待在一起。现在呢，我先去附近转转啊。说完，他飞向了远处的白玄神殿。这飞升的接引台本就在白玄神殿总部的范围内，历史上不知多少白玄族人飞升上来，而后降落到这里，但现在这里却空无一人，冷冷清清。陈哥想着呀，这里好歹是一族神殿总部，整个第3层的中心，就算人去楼空，也该留点宝贝啊。于是兴致勃勃地打开了洞察技能，四处搜寻了起来。而另一边呢，白罗真等人也进入了神殿内部，很快就发现这里虽未破败，却终归是荒凉许久。桌椅上堆积着厚厚的灰尘，随处可见的蛛网宛若鬼域一般。从那巍峨高耸的殿宇和一望无际的花圃，似乎还能看到曾经这里的辉煌和热闹。作为白玄族的后辈，在场几人的心情都变得悲凉落寂起来。抚摸着殿前的白玉栏杆，白罗真眼眶微红，百感交集。真不知道我们的前辈到底遭遇过什么，竟然沦落成这样。不出意外，都是那所谓的帝尊造成的。占灵殿主捏紧了拳头。本集第629集，
白玄之灵。而另一边呢，苍龙女帝化身的小朦胧也重新从玄文内飞出，开口第一句的语气呢就很凝重严肃。如果玄界的人进入仙界，一定会彻底的改变仙界的格局。他可是全场最识货的人，刚才战斗时黑狐和金空等地玄境展露出的实力，他清楚的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仙界的准帝恐怕很难挡得住他们呀，但他们的天花板就是地玄境。成哥总结，碰到仙帝和魔帝他们也占不了太大便宜的。准帝如果成为一门规则的主宰，还能继续蜕变到更强的仙帝层次，而玄界的人从一开始就有了玄文这个迷你版的规则之心，他们并没有下一个大境界。在成哥看来呀，地玄9重再强，也就是玄文境界提升到第7重，这还不足以形成跨越式的蜕变，至多呢也就是改变仙界格局，并不能颠覆仙界。苍灵却不太乐观呢。那还要看地玄境8重和9重的实力究竟有多强，才能判定。作为仙界那边的妖帝，他可不会像成哥这样浑不在意的，他会思考，万一玄界将来进入了妖界后，会对妖族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而此时的成哥已经绕着大殿飞了一圈了，很可惜啊，这白玄神殿总部似乎早就被搜刮过无数次，连一颗1品的玄石玄元果都找不到，甚至连正常分店都有的禁止灵纹都被人拆了，里面的玄石槽内也全都空空如也。这太干净了吧，成哥感觉很受伤啊。他总算是体会到雁过拔毛之后所有捡漏人失望的心情了。好在呢，之前灭掉金空黑狐那3族高手时也得到了不少资源，算是没白打那仗。就在他即将放弃时，洞察技能突然提示前方有宝物，成哥连忙飞到那附近，发现周围乱石丛生，杂草足有1人高，却依旧能分辨出一些从前的轮廓。这里原本应该是个祭坛高台一类主持仪式的地方，在那乱石堆里有一个白色的问号闪闪发光。成哥挥手轻跳上面的10块杂草之后，就看到下方地面的精巧的灵纹，以及灵纹正中镶嵌着的一颗灰扑扑的小石子儿。洞察的问号就是从那个小石子儿上传出来的。此时凑近呢，还能看到下方的一行字：白玄之灵，白玄族亿万生灵信仰供奉之通灵神物，拥有不可思议的威能。这描述可把成哥激动坏了呀，发了呀！本以为这次空手而归，没想到最后挖了个大的。老实说呀，他并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啥用，但描述说了这是神物，有不可思议的威能。系统老兄见多识广，没多少宝物能被他看入眼的。成哥开了这么多次洞察，还是第一次有宝物能当得起系统这样的评价，可想而知这玩意儿得多宝贵呀。他连忙小心翼翼地开挖着宝物，然而手指才刚触碰到灰石子，石子外层就扑簌簌地掉落了一层灰色的灰尘，露出了里面洁白的内核。紧接着剧烈的白色光芒直冲云霄，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感传来，他很干脆的死了。他并不知道，此时整个玄界第3层天空全都被染成了惨白一片了。这一刻，无论神殿周边地域还是相隔亿万里，所有人不禁抬头向上看。那些东躲西藏，又或者被其他3族奴役的白玄族人迷茫抬头，在看到了光芒之后，一丝丝复杂而又难以言明韵味的神秘花纹之后，他们额头的花纹也随之亮了起来。于是他们中有人热泪盈眶，有人浑身颤抖，也有的人头也不回的飞向神殿方向，犹如飞蛾扑火。这么大的动静，白罗真等人当然也察觉了，几人奔出外面一看，差点当场疯狂。向来沉稳的大店主尖叫起来：显灵！白玄神石显灵了！天哪！其他店主也瞬间失去了淡定和理智，每个人的表情都变得神圣又狂热。快，就在那边！几人匆忙赶到附近，却根本无法接近，只能看到一圈又一圈的白色光晕向着四周泼洒，周围那些碎石自动重组，宛若时光倒流一般，渐渐变成了一座仅有5层高但极其宽广的完整白玉石台。在那石台正中，他们看到了一枚虚悬于半空的石子儿，所有光芒都是从他身上散发而出的。大店主直接跪了下去，嘴里还念念有词呢：神石有灵，传说果然是真的呀！其他店主也纷纷跪地，表情虔诚无比。参见神石，神石出世，我族崛起有望啊！几人拜了一会儿，再朝着上方看去，就感觉多点什么，似乎大贤者也在上面躺着呢。那位异界邪魔不是说他要几天才能回来吗？怎么出现在这儿了呢？成哥被这神石弄死之后，变化之术自动被打断，又变回了本来面目。此时他身上没有任何的伤痕，但是呢，人已经死了。毕竟神石品阶太高，本就是任何人都无法触碰的，要不然怎么可能会单独留下这么一个神物没被挖走呢？这是因为金玄族那位帝尊也无法触碰的神石，成哥强行触碰了，自然就死了呀。成哥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呢，系统提示音就响了：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白玄之灵同源气息，宿主复活。成哥一脸懵逼的站起，下方白罗真等人一看，差点吓拉了尿了呀！求贤者，快下来呀！神物不可接近，只可远远膜拜，不可亵渎神物，大贤者不要乱来呀！几名店主都急坏了，
这神石在他们白玄族典籍中是有记载的，神圣不可侵犯，至高无上。成哥一脸懵逼，我就挖个宝，怎么挖出这种动静来了呢？没等他下来，面前虚空旋转的洁白神石就散发出了更加强烈的光芒，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一种色调，就连他都无法看清神石的轮廓。光芒一闪而逝，一名看上去约莫16、17岁的小少女漂浮在他的面前。成哥莫名联想到当年收复阿黄的场面，不会吧？难道自己要多个女儿吗？本集第630集，还有这样的神？此女一双大眼睛漆黑如墨，给成哥的感觉都有点不像是3次元的了。洁白的娃娃脸，表情先是疑惑，紧接着露出惊喜，倒是有那么几分可爱灵动。不过成哥感受到的更多的还是瘆人，白过头了呀！你太白了，有点像小女鬼好吗？细长的脖颈上有一圈红线，线上穿着一枚石子儿，赫然就是刚才的白石。修长笔直，小腿和娇嫩的脚丫，不穿鞋袜，他就这么踏着虚空走到江贤者面前，满怀期待的确定了一下。成哥，江掌门差点当场吐血呀，就连一旁的苍龙女帝也懵逼了。老实说，如果这个女的喊成哥说爸比、爸爸、哦daddy，对吧？成哥也没那么惊讶的，毕竟有了阿黄和小白这俩前车之鉴，他有心理准备了。但是呢，像这种你说像哥们儿一样熟练的社会语气喊成哥，你措手不及呀。尤其是面对着他那个小女鬼的造型，那更是极度违和。是我呀，你认识我啊？当然呀。小女孩飘到他面前，张开双臂，就那么眼巴巴的看着他，那意思好像是抱一个，来嘛，抱你快点。陈哥呆了呆，只能也张开双臂和他抱了一抱。下方白罗真等店主都差点晕了呀！这至高无上的白玄之神只可远远膜拜，执事都越界了，江贤者你居然和他抱上了，你这彻头彻尾的亵渎呀！他们都想喝止了，但神物有灵，他们此时跪在下方都不敢发声，只能又崩溃又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小女孩脑袋凑近，贴近了江贤者耳畔，略带显摆地笑着：“10几年前你得到玄魄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紧接着她传声入耳，语气中带着些许调侃：“你这个异界邪魔！”哼！我擦！成哥差点当场把他扔出去啊！你怎么知道的？小女孩洋洋得意。我可是白玄之灵啊，只要有白玄族人的地方，任何动静都瞒不过我。嘿，成哥你很会玩啊，明明是异界邪魔，居然还真有模有样的当了我族大贤者10几年。他看了一眼远处匍匐在地的白罗真等人，老气横秋的叹了口气。哎呀，我族这些后辈啊，还真是被你耍得团团转。成哥心里1万头神兽在奔腾，嗷嗷咆哮啊，还嚎叫啊！搞了半天自己在白玄族做的一切，其实都在这个小女孩的注视下吗？你究竟是谁啊？小女孩嘻嘻笑着。哥哥你真是明知故问，我可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呀。失散你个头，你说人话。好吧。小女孩缩缩脖子，这才老实的说着。既然有神殿，那当然会供奉着神嘛。这世上居然有神？没有。陈哥想干他，不是想打他呀？不是你丫什么意思呀？听你前面那句话，以为你是那个神，结果你告诉我没有神，你跳大神的吗你啊？你故意耍我呀？他深吸了一口气，耐心的问：“那请问你是什么呢？”小女孩如实回答：“玄界初开始，一共诞生了4颗玄力种子，我就是其中1颗。白玄族的人将我捡回去，日夜供奉，那么多人持之以恒，我自然而然也就有灵了嘛。”就这么简单吗？陈哥无力吐槽了。还能不能更随便一点呢？仔细想想，也确实是自己小看了玄族，以前没想过为什么叫做神殿，只是把这当成了另类的宗门。现在明白了，原来他们还真有个另类的神。对啊，终于和哥哥在一起了，真好。白玄之灵似乎非常的喜悦，甚至忍不住在陈哥脸上亲了一口。下方火灵店主、雷灵店主当场晕了呀！这神在他们心目中是圣洁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是他们心中的信仰啊，也是他们修炼的理念所在。4大玄族之间的矛盾不光涉及到利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争论哪一族的神才是正统。争着干起来了，可想而知啊，他们看到自己的神主动亲一个人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江掌门也有点措手不及，懵逼了。尤其看到下方几位店主的反应，他隐隐感觉这事儿严重了。闹哪出闹什么？小女孩歪着脑袋。成哥，你不是最好这口吗？江掌门顿时明白了啊，自己和李涵玉、钟离巧那几百次的亲嘴，肯定又被他看到了。哎呀，真是逼了狗了！那是世人对我的误解，咱以后还是得注意点影响啊！不是他不喜欢，而是这妹子的身份太特殊了。另外嘛，她漂亮是漂亮，但风格是人呢，陈哥不能接受啊！白玄之灵恍然大悟。哦，明白了，以后没人的时候再亲。随后呢，他喜滋滋地说：“按照惯例，我亲了你一下，现在是不是可以提要求了？”
陈哥表示自己这辈子也没有哪天吐的血有今天这么多，这是什么神仙交易啊？你还想学李海玉把我当插卡机用啊？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啊！他气急败坏的咆哮：什么惯例啊？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事啊？小女孩熟练的搂住他的脖子。哎，成哥别这么绝情嘛，咱们可都是一家人了。就亲这一下就成一家人了？不是啊，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对你特别亲近，好像是世上唯一一个亲人一样呢。说完，他直接枕在了陈哥的肩上。原本还想继续反驳的江掌门忽然沉默了，他忽然反过来，这应该是系统操作的结果。就像阿黄一开始也杀死了自己一次，后面呢，系统解决方案就是一个同源气息，这孩子就认自己当妈了。虽然有时候挺闹心，但从此不离不弃，忠诚度、亲近度直接拉满，比亲女儿还可靠。难道这个白玄之灵也是吗？只不过他不是认自己为妈，而是认成了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自己还真不好撒手不管呢。毕竟这是系统造成的，不这么解决自己也活不过来呀。这锅自己还真的只能背了。那个，你叫什么呀？我是白玄之灵，你叫我阿白就可以了。小白这个名字已经被占用了，要不就喊你阿玲吧。本集第631集，另外3颗玄力种子。可以啊。白玄之灵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名字。哎，阿玲，那请问你有什么厉害的能力吗？原本还以为挖到了个宝，现在变成人了，兑换不了功德了，这让陈哥有些惆怅。阿玲骄傲地说：我是白玄族的神啊，可以号令所有白玄族人。这项能力其实很了不得的，即便是那位金玄族的帝尊实力那么强，历经几亿年也只是强行压制了白玄族，不可能让他们心服的，何况还不是全部。只可惜这项能力陈哥不需要。他上下斜了这妹子一眼，撇撇嘴，就这轻视的眼神让阿玲有些接受不了。我所到之处都会玄气充盈，规则渐生，哪怕空虚地带也不例外，很适合白玄族人修炼。这更是了不得的能力啊！不出意外，这妹子要是进入第7层，还能恢复一部分被影族吞噬的天道循环，让那里重新焕发生机。正常修士哪怕实力再强，也不可能做到这种神奇的事。然而呢，对陈哥来说没有意义。你知道吗？哥们儿是异界邪魔，有没有玄气对我们影响的？阿玲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情急之下，她气哼哼脱口而出：那你也回不了异界呀，有什么好得意的？这陈哥一愣，你怎么就知道我回不去了呢？我当然知道，第7层是什么情况我一清二楚。没有我帮忙，你将来一辈子都要困在玄界，就算实力再强也上不去。他双手抱胸，得意的扬了扬小下巴。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这还真抓住了陈哥的最大需求啊！尽管玄界的广袤程度并不次于仙界，但他不可能一辈子留在这儿，将来迟早还是要回归仙界的。阿玲真厉害！他搓了搓手，手动给这小女鬼点了个赞。哎，只要你将来帮哥一把，哥不会亏待你的，咱们俩谁跟谁呀，对不对？说完呢，他还用力拍了拍这姑娘瘦弱的肩膀。外面水灵店主和冰灵店主也是双双昏了过去，大店主和战灵店主也是眼冒金星，差点当场晕厥过去啊！江贤者疯了呀！啊，竟敢这样拍白玄之神，这已经不是没大没小了呀，这是严重的亵渎呀！几人匍匐在地，抖成一团，已经不敢再看下去了。不过当时阿玲却很受用，漆黑的大眼睛都笑成了弯月牙了。成哥，你总算知道我的厉害了。是必须的吗？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那有求于人，陈哥也不介意拍个马屁，反正这套他耳濡目染无数次，也挺熟练的。没说的，我将来一定帮你啊！系统搞出的自己人那就是可靠。阿玲答应的非常干脆，够意思啊！陈哥喜出望外，他之前最担心的确实是回不去，系统就算开挂也没有这方面的挂呀。没想到自己在玄界最大的问题就这么轻易解决了，心情大好之下，他不禁问了：哎，对了，你刚刚让我帮你什么忙啊？其实对你只是小事一桩。听到这话，陈哥更加放心了，嘴里还不忘装插卖好呢。都一家人，看不起哥是不是？要干就干大事儿。阿玲黑漆漆的眼睛又弯成月牙了。你帮我壮大白玄族，让这一族出几千个地玄境就行了。简单，陈哥回过味儿了，几千个地玄境，你搞批发呢？这也就简单？不是你这事儿似乎不怎么小啊。陈哥双眉微微皱起，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这个看似天真实则社会的小妹儿，感觉自己好像上当了。我为什么要帮你壮大白玄族呢？这明显是个长线任务，陈哥没得耐心呢。阿玲解释了，我是白玄之灵，气运和白玄族绑定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白玄族落寞，我就变弱了很多。所以呢？所以白玄族壮大起来，我就也能变强。所以你要变强干啥呢？陈哥摸了摸他那小脑瓜了，语重心长的教育。而且变强这种事儿，他强求不来，慢慢来，要靠自己苦修啊！你别净想着走外面邪道。
阿玲抬头透过他的指缝悠悠斜了他一眼，心说你自己可不慢呢，那晚疯狂吃药你别我没看着啊。我憋得足够强了，我才有力量带你离开玄界。你的意思是现在还不能带我出去？是啊，我现在太虚弱了，无法离开玄界，自己都穿不过第7层，更别说还带个人了。陈哥脑瓜子疼，他可没心情去壮大发展一族呀。哎，那有没有简单点办法呢？更不是你说别走歪门邪道吗？阿玲发出了灵魂拷问。陈哥脸不红气不喘的改了口了，节约时间也是对生命的负责嘛。办法倒是有，就是有点困难。啥办法？让我吞噬掉其他3个玄力种子就行了。陈哥这才想起，他当初提到了玄界初开始一共诞生了4颗玄力种子，不出意外应该就分别是金、银、黑、白4族的由来。这有什么难的？我这带你去其他3族神殿，把他们的玄力种子都给你取来吞噬了。对陈哥来说呢，这最多就是再死个3次的事儿，简单。相对于那个壮大白玄族的长线任务，不知轻松了多少倍。但阿玲却摇头，银玄和黑玄2族的玄力种子已经被人吞噬了。谁这么厉害啊？这个人你已经听说了，就是金玄族的那位帝尊。这他也能直接触碰玄力种子？那2族的玄力种子以前一直没现身，所以没有成长到我这个地步。事实上呢，就连白玄族人至今都不知道这白玄之灵的内核是一颗玄力种子，他们只知道这东西是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看就是神物，所以得到后就日日祭拜。而黑玄和银玄的2族以前祭拜的神压根就不是玄力种子，而是把其他上古宝物当成了本族的神，也因此呢，那2颗玄力种子一开始就没能得到供养，并不具备灵智。本集第632集，原来是他。阿玲继续说了，此人出生时就得了金玄种子的认可，初次获得的玄魄就是由金玄种子幻化而成。当他成长起来之后，自然也就得到了金玄种子的指引，所以黑玄和银玄那2颗种子后来也被他找到并被吞噬了。这些年他应该就在忙着炼化它们，等到炼化完后，最后肯定也要想办法来吞噬我了。说到这儿呢，他充满庆幸地看了江掌门一眼。幸亏成哥你出现了呢，要不然我最后会灵智全灭，沦为他的一部分，下场会很凄惨。他这一番讲述，成哥恍然大悟，他娘的那个帝尊开的挂真不小啊！哥的玄魄是天阶上品，他居然直接用玄力种子当玄魄了。这么一听，对方的牌面好像更高级一点，这就让江贤者不能忍了呀。原本他没把那帝尊当回事，现在呢，发现这家伙有一种要和自己争夺帝王之位的趋势，所以你需要我灭了他。阿玲连连点头。灭了他之后，我能得到那3颗种子，而且也变相解开了白玄族的束缚。成哥略微思索一下，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一场玄力种子之间的战争，自己和那个帝尊算是2个代理人了。不过这也不是不能接受的，反正就算没有阿玲的请求，自己和他也是敌对的，本来就要干掉他呀，但嘴上可不能这么说呀。虽然我原本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的瓜葛，只想平静的过完余生。他拍了拍胸脯，继续卖好。但为了你，哥愿重新出山啊，哪怕赴汤蹈火，付出生命，在所不惜吗？就知道哥哥最疼爱小妹了。这话把阿玲感动的稀里哗啦的，又凑过来亲了他一口。刚刚苏醒的水灵店主和火灵店主一睁眼看到这一幕，又一次受不了冲击，昏了。成哥摸了摸脸颊，咱俩才刚认识呀，也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为什么会有一种比乱伦还要严重的错觉呢？俩人谈妥之后，这才退出了传音，看向前方。起来吧。阿玲飞到白罗真等人面前，白罗真等人看到他接近到自己面前无尺之地，激动的浑身嘚瑟呀，甚至都快失去神智了。没办法呀，他们的信仰就是白玄之神。几人哆哆嗦嗦起身后，阿玲又随口解释了一下，江城是我指定的白玄族大贤者，今后他将指引着族群的前进方向，你们要好好辅佐他，听从他的号令。是。从阿玲嘴里说出的话，那就是神谕，比圣旨还要管用无数倍。这下成哥大贤者身份算是得到了官方盖章认证了。好了，我要休息了。说完呢，阿玲的身影渐渐消失，唯有脖梗那红线穿着的白石还悬在虚空。一直到身影彻底不见了，那特殊吊坠自动飞到成哥头顶，最后挂在他的脖子上，这让江贤者有些无语。感情你是在我身上安了个家呀？再看对面白罗真、占灵店主等人那火热的眼神，他更无语了。江贤者，白罗真像是初次认识一样，试探地问了一句：“您还好吗？”废话，我当然好啊！大姐，你中邪了吧？大店主连忙一脸惊惧地摇手：“可别这么称呼我，您是白玄之神钦点之人，我当不起。”以前他是把成哥当亲儿子看待的，现在当着白玄之神的面，哪里还敢呢？这让成哥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哎，行了，
接下来我们该考虑一下下一步的动向了。您吩咐就行。我吩咐？那就立即启程，去第6层干掉那个帝尊。诸位店主顿时面如土色，一脸纠结。如果这话是异界邪魔说的，他们勉强还能保持一成的信心。那位帝尊有多强悍，之前金空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整个玄界就没有能与他抗衡的存在，无论玄族、影族还是异族都不行。此人就是天选之子，和天选之子对抗，那不是找死吗？尤其您现在还只是地选9重。白罗真小心翼翼地问：此战莫非是我族神明指引的？不是啊，是我自己的决定啊。几名店主面面相觑，随后不约而同叹了口气：要不再商议衡量一下再做决定啊？如果不是成哥身上挂着白玄之神的本体，他们早就大声反对了。成哥心说呀，我可懒得等，早点直奔目标省事儿。正打算强行开拔队伍呢，就见远处李涵玉飞了回来。他刚才忙着审问金空和银翼，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审完了？那俩人呢？杀掉了，免得留下祸患。不愧是你呀！成哥暗赞了一句，这才说了，都问出些什么来？玄金族的那位帝尊，就是5亿年前玄金族的那位绝世天才中错。竟然是他！原来是他呀！这名一出呢，几位店主或是惊讶，或恍然大悟。中错当年出身微末，父母双亡，还被同族欺凌，算是身世凄惨，但奈何人家有主角光环呢。从感悟到玄破的那天开始，他的人生就开了挂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各种创纪录，各种越级挑战。此人的存在足足压了数代人，惊艳无比，以至于他的传说在第1层广为流传，一直传到了这个时代。当然嘞，现在他那些记录已经全被江贤者破了个稀碎。如今第1层大家传颂的已经只剩下江贤者一个人了。他现在在哪儿？在第6层吗？成哥只想早点找到这个出了几亿年风头的家伙，然后没收他的主角光环。李海玉摇头，中错的行踪并没有人知道，他向来飘忽不定，极为神秘，命令往往只是通过神识来传达的。最近1年，他只现身过2次，还都是身外化身，并不是真身。这么神秘吗？那直接上去找就好了。李海玉再次摇头。第6层入口如今是封闭的，进不去。为啥呀？据说中错要抓几个人，为了防止他们逃离第6层，就将那一层的出路给封死了。本集第633集，给异界邪魔证明。还有这种事呢？成哥忽然感觉阿玲那个任务也不是那么好完成的。他要抓谁呀？谁给他那么大的脸呢？这家伙感情是把自己当成整个玄界的神了，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李海玉面无表情。大眼仙帝、苍须大帝、孤月心姬，还有5族第3任店主白无启前辈。什么玩意儿？成哥和一众店主同时跳了起来。他竟敢抓老子的人！听到孤月心姬也在中错的狩猎名单中，江掌门上火冒三丈，找死！还好老子这次及时进了虚洞，要不然岂不是要抱憾终生了呀？一旦蓝姨被那所谓的帝尊抓住，最后会面临什么样的折磨和悲惨的下场，成哥甚至不愿想啊。而白罗真和占灵店主等人也扎了。白无启前辈，我的天，他老人家原来还在呀！白无启是远古时期白玄族的第3任店主，此人不光自身天才横溢，还留下大量传承。整个白玄族的修炼体系几乎有一半都是他独自摸索出来的。之前白玄族的镇族至宝白罗9玄秘典里面，有7成功法和玄术都是他创造的。毫不夸张地说，他是白玄族的奠基人，也是这个族群能屹立起来的最大原因。可想而知，他在后世白玄族人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地位。火灵店主紧握着双拳，难掩心中的激动和愤怒。这金玄族的帝尊为什么要和他老人家为敌？占灵店主寒声说，不管他为了什么，从这刻起，中错就是我们白玄族的敌人。不错，我还以为他在第6层是为了抗击影族，没想到是在打压我族，可恨啊！竟敢动我族第3任店主，太过分了！杀上去，灭了中错这个狗娘养的！一转眼呢，他们变得比成哥还要积极了，还要迫切了，恨不得立即干掉金玄族那个帝尊呢，完全忘了实力差距了，搞得成哥最后不得不双手下压，以示大家稍安勿躁。进入第6层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李海玉摇头，没有，只有他们金玄族自己人凭借特殊标记进出。众店主眼巴巴地看向成哥，那标记金空应该有吧？您要不问问那位异界前辈，看看他刚才说的战利品内有没有同行标记啊？没有，成哥抬手了。李海玉也说了，我刚刚问了，那个标记是中错亲自种入每一个金玄族人体内的，并非食物，人死就没了。成哥不禁想骂娘了呀，这个位面之子行事还真的是狠辣谨慎，真不愧是一介主角，比自己之前遇到过的那些敌人高了不止一个段位。白罗真相对还是最冷静的那个人。我族神殿其他的前辈呢？这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都遇害了吗？李海玉再次摇头。中错崛起之后，
将4族整合起来，全部纳入他的麾下。平时要接受他的调遣，听从统一的号令。白无启前辈和其他一些神殿前辈接受不了，从此销声匿迹。我们白玄神殿从那时起也开始渐渐没落了。还有一些前辈则是战死在了历年与影族和异族邪魔的战斗中。10几年前，江邪者覆灭第一层金玄神殿的消息传了上来，中错和金玄族高层大怒，之后宣布或白玄族为叛逆，彻底将我们的神殿毁掉。留在里面的神殿高层或被杀或逃亡，而我们白玄族的族人也成了其他3族的眼中钉，有的甚至沦为了奴仆。李寒月的讲述没带什么情感色彩，冷静而又平缓，但听在耳内的诸位店主们却是虎目运泪，悲愤的难以自已。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上层的白玄族前辈会那么惨，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帝尊中错。如果没有他，白玄神殿还是好好的。大家飞升上来后，会有一群前辈笑着来迎接，这里会非常热闹，如同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然而现在全都没了。白罗真仰面深吸一口气，缓缓说：我以前以为异族邪魔是玄族最大的敌人，现在我才发现，相对于中错，异族邪魔根本不算什么，他才是玄界最大的魔头啊！此人一日不除，玄界一日不宁。成哥在旁听得不对味儿啊，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当初在仙界那边，那些人好像也是这么说自己的。这个最大的魔头的称号还是不要随便发啊，这称号是自己的好不好啊？别人是不能抢的。还有异界邪魔怎么就不如中错牛批嘞？哥们儿将来还真要为异界邪魔的口碑来争个名了。众人正说着话呢，远处忽然飞来许多人。哪们是谁？怎么会在这儿呢？这白神台不是被金玄族毁了吗？怎么又修复了呀？这群人飞到这里后惊讶连连。难怪俺感受到了白神台的召唤，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有些人甚至找到熟人了。白恒，原来你还活着呀！月莹，太好了，居然还能看到你！越来越多人飞到这里，每人的额头都是白纹印记，正是这段时间备受压迫的白玄族人。他们中有地玄境，也有天玄境。在金玄族的追杀和奴役下，这些人平时要么躲在地下，要么躲在深山野林中。如果不是这次白神台的异象，恐怕也无法将他们汇聚过来。看到这些同族，白罗真和占灵殿主的人大喜过望。片刻后呢，更是有一位白玄族的地玄一重高手出现了。啊，心灵殿主，是心灵殿主，想不到他老人家也在呀！有的人百感交集，有的人激动万分。我一直以为白玄族就剩我一个活人了，想不到大家都还活着，真是太好了。而那位心灵殿主一出现，白罗真更是无比的狂喜。这位正是他前一任的第1层大殿主呀！看到他，白罗真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如沐之情，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娘。本集第634集，猪队友。白罗真跌跌撞撞的挤进人群，悲呼一声：新店主，好久不见了呀！心灵看到白罗真，顿时也惊讶了。阿珍，你怎么也来了？你终于飞升了。两人相拥，心灵感慨地拍了拍他的后背。你要是没飞升就好了，如今上面呢，真的是一言难尽呢。这时呢，一旁也有一些以前飞升的白玄族人认出了白罗真和占灵殿主等人，整个场面都快变成认亲大会了，那叫一个热闹，搞得没有熟人的成哥很是无所事事。白神台的召唤，第3层所有的白玄族人都看到了，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赶过来，但那破败荒凉了多年的神殿还是很快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随着越来越多的白玄族人赶来，这里的气氛越来越热烈了。而作为全场实力最强的心灵，也当仁不让的成为了焦点了。就见他飞到神台边缘，对着面前密密麻麻的白玄族人摆了摆手，这才问：你们谁是最先来这里的？可有人知道白神台为何会突然修复，又为何会对外发出召唤？这个问题呢，在场9成9的人都极度好奇。白罗真连忙看向一旁挂机的江贤者。启禀新店主，是这样的，刚才的异象是白玄之神显化了。什么？心灵差点从高台跌落下来，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说什么？白玄之神显化？全场瞬间炸锅了。白玄之神竟然会显化？没听说过呀，竟然还有这种戏！下方白玄族人差点疯了呀！白玄之神这4个字对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魔力。难道是因为我族沦落，白玄之人看不下去了吗？一定是这样的，就知道我族不会一直这样下去。许多人甚至当场对着白神台跪拜了起来，而心灵也不敢再站在高台边缘，显然是生怕亵渎了神明。这让一旁的成哥暗好笑啊！你们的神只是个有点社会还有点偷窥癖的小姑娘而已啊！阿珍，你亲眼看到白玄之神了吗？心灵这问题一出，全场再次安静，所有人都竖起耳朵，露出了无比期盼的目光。白罗真点头，看到了。一旁其他白玄族人迫不及待地问：那白玄之神可有神谕降下呀？对呀，我们还没见过他是何等模样啊！你说话注意点，什么叫你没见过？你配吗？竟敢打听神的模样，
你该当喝醉。我错了。白罗真拉过江城的手，无比慎重地转过身，看向面前密密麻麻的白玄族人。白玄之神的神谕就一条，今后我们都要听这位江城大贤者的号令，他会指引我族前进的方向。这话一出呢，下面又是议论纷纷。他谁呀？什么大贤者呀？这就是白玄之神的神谕吗？这人不认识啊，你们认识吗？他好像在地玄九重，是不是搞错了呀？就连心灵也皱眉。阿珍，你确定这是白玄之神亲口所言？不光他，许多人都有些怀疑这是假传神谕了。毕竟江城的境界太低了，这样一个人能指引族群前进的方向吗？听他号令，意思无论天玄境还是地玄境都要当他的手下，离谱了吧？陈哥双手抱胸，老神在在，也懒得解释。他现在的目标就是干掉重塑，其他事无所谓。白玄族人服不服他并不在乎，倒是白罗真和占灵店主等人急了呀。这可是如假包换的神谕，你们怎么能把江贤者不当回事呢？这位江城是我们在第1层的时候找到的大贤者呀，他可是史无前例的紫金玄文拥有者。什么紫金玄文？众人表示没听过，倒是心灵面色一变。他就是那个和异界邪魔勾结，覆灭了黑玄、金玄、银玄3族神殿的江城。10几年前，金玄族突然对白玄族痛下杀手，当时他就在场。还记得当时金玄族那边提到过原因，他们被一个强大的异界邪魔袭击了。而之所以迁怒到白玄族，就是因为第1层神殿有个叫江城的勾结了异界邪魔，是他的同党。因为这件事，当时上面许多人还骂过这个江城的，认为他害了白玄族遭了无妄之灾。闹了半天，你就是这个江城？陈哥笑眯眯的点头。啊，没错，正是在下。我还以为自己在上层没什么名气呢，原来你们早就听说过我的威名了呀。看到他这态度呀，众人更怒了。你干的好事儿，要不是你，我们何地沦落至此呀？说你为什么勾结异界邪魔？白玄之神怎么会选中你这个罪人？我不信，一定是假的。心灵也不吭声嘞，他也觉得这神谕不太可能，这可急坏了白罗真和占灵店主了呀。且不说白玄之神，光是那异界邪魔那就不能得罪啊。要不是有此人强势出手，刚才自己等人就被金空给灭掉了。江贤者真是白玄之神选中的人，我们可以性命作保。还有那位异界邪魔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不光对我族毫无恶意，还帮过我们，对我们有恩呐。话没说完呢，就被愤怒的人群打断了。一派胡言！异界邪魔还对我们无恶意，还帮我们？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么好心的邪魔呀？就是呀，你们果然是编的，信你们就有鬼了。让我看呐，哪们是怕我们揍这个江城，所以才故意编造白玄之神选中了他的谎言来保住他的。我可不会服他。就知道，那将他驱逐出白玄族吧。想想这些年的苦难，他们那叫一个群情激愤。陈哥继续挂机，好像这事跟自己无关，但是呢，挂在他脖子上的阿玲听不下去了。什么情况啊？我好不容易等到了陈哥这个比冲错还要逆天的天选之人，又费尽口水说服他帮我了，你们这群猪队友要把他推走？谁给你们的胆子呀？本集第635集，神选中的人。陈哥脖子上挂着的白石再次散发出了剧烈的光芒，还没等心灵等白玄族人反应过来，愤怒的阿玲再次漂浮在外面。尽管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真身，但所有白玄族人立即确认了他的身份。那纯粹到了极点的旋律，那苍茫久远的浩瀚气息，那宛若白玄族源头的呼唤，一切的一切都昭示着一个答案：白玄之神。整个白玄族没有人敢在他面前站着，更不用说飞行了。哪怕是强大如地玄境，也第一时间惶恐的跪下，匍匐在地，毕恭毕敬。白玄之神，我的天，白玄之神，我族神明竟然真的显化了！心灵额头触地，声音因为极度的激动而变得嘶哑颤抖。恭听神谕。说实话呀，就算阿玲现在让他去死，他也会毫不犹豫的抹脖子，甚至会将这当成一件无比神圣荣耀的事情。这就是神殿和宗门的不同了。但是阿玲却并不是这套，他不满意啊。免了吧，我可不想当你们的神，免得被你们害死。此时的他气质高冷，透着浓浓的疏离感，与之前和陈哥交流那个阿玲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真正的神啊！不，这一刻呀，从他身上甚至感觉不到人类拥有的情感。而他这随口一句话，吓得心灵和其他所有白玄族人魂不附体。为什么呀？是我们触动了您吗？神呀，请不要抛弃我们，我们会补救的，那让我们做什么都行啊！下面磕头的磕头，哭泣的哭泣，许多白玄族人甚至因为神要抛弃自己而当场崩溃，昏死过去。堂堂地玄境不敢吭声，也只能以头相地，竟然将地面的石板磕出了一个深坑。阿玲淡漠地看着，黑漆漆的眼睛中没有丝毫的怜悯，一直到他们磕得差不多了，他才不带丝毫感情地说：江城是我选中的大贤者，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白玄族人总算明白神为什么动怒了。天哪，原来白罗真没有说谎，这个人竟然真的是被白玄之神选中的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惶恐和懊悔，自己刚才竟然质疑他，甚至还想驱逐他，这完全是和神谕对着干呢。
心灵没有任何犹豫，第一时间宣布向陈哥效忠。我等罪该万死。从今日起，我等会尽心尽力地辅佐江贤者，绝无二心。其他白玄族人更是争先恐后，神谕在上，大贤者的命令便是我毕生的使命。神呐，我愿听您的吩咐，为江贤者赴汤蹈火，肝脑涂地，请您不要抛弃我们呐！因为阿玲的态度呢，现在江城在他们心目中都有了特殊的地位了。这可是神钦点的人，他本身一定是极度不凡的，要不然怎么会被选中呢？所有人再也不提之前金玄族入侵的事，也不提什么勾结异界邪魔了。在神的面前，这一切都不叫事。就算江贤者真的勾结了异界邪魔，那也是神的默许，甚至是神的指引下勾结的，那是崇高的，是伟大的事业。哥，这样可以了吗？或许是因为如今白玄族太过衰落，阿玲的状态并不太好，仅仅亮相了一会儿就有些虚弱了。陈哥还能说什么呀？他表示自己真的开了眼了呀，这种号召力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连忙竖起了大拇指。你真有牌面啊！阿玲这才展颜一笑，而后再次化作了白石，重新挂回他的脖子。一直到他的气息彻底消失，白玄族人才敢起身。所有人再看江城，眼神变得无比炙热热烈。天哪，神居然在他的身上安家了，这是何等荣耀，何等的不可思议啊！参见江贤者，刚才是我们有眼无珠冒犯了，还请您原谅我们。是啊，如果早知道是真的，借我们100个胆子也不敢违抗您呐。我们错了。看到他们如此诚恳呢，陈哥也懒得计较了。说实话，一开始他就没怎么在乎。原本呢，他毕竟就没打算带领白玄族干什么大事，也从没有收服他们的打算。现在算是意外收获了。查看了一下系统面板，好家伙呀，震惊值虽不高，但震惊程度全体拉满。行了啊，我现在宣布第一件事。心灵连忙陪笑。您说。其他白玄族人也笑着。是啊，有什么要我们做的，您尽管吩咐，别说1件了，100件我们也照做不误。哎呀，我让你们说话了吗？来，接着说啊。从今往后，那位异界邪魔李俊老就是我们白玄族的好朋友，以后没准还要用那个身份继续战斗呢。他可不想每次用那个身份出现时，下面白玄族人也跟着骂，那还玩个啥呀？众人面面相觑，虽然白玄族算是4族中对异界邪魔没那么排斥的一族，但也相对其他3族而言的。1年前，异界邪魔入侵的经历还历历在目。这些年在上层，他们和邪魔见面也多半都会打起来，仇恨早就没法化解了。心灵试探反问了一句：那除了他之外，其他的邪魔呢？除了他，还有古月心机，其他邪魔你们随意。原来只限定2人呢，众人内心倒是很容易接受了。没问题，从今以后，李俊朗和古月心机就是我们白玄族的好朋友。没错，以后他们就是咱们的好战友。事实上呢，在被阿玲亲自盖章认证之后，成哥就算要与所有的邪魔和解，他们也会答应的。毕竟那是神之代言人的命令。只不过成哥对其他邪魔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懒得那么要求罢了。接下来几天，蒙尘已久的神殿被众人打扫干净，禁止灵文修复的修复，重建的重建。对于这些普通地玄、天玄境界的修士而言，这些活也不算麻烦。如今的白玄神殿，成哥这个大贤者自然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而大殿主之职呢，则是空在那儿。心灵和之后赶来的2位地玄境暂时担任了殿主。本集第636集，一网打尽的好机会。这些事成哥都不管，好在这里许多人以前就是神殿核心成员，倒也轻车熟路。很快呢，神殿就变得热闹非凡，生机勃勃，甚至很快都住不下了。许多人在神殿外围开始建造城池。这天呢，心灵又问了：大贤者，不知道您对我族未来还有何指点？他是真的相信这位江贤者能够指引整个白玄族的方向，将他的每句话都当成至理名言。望着远处依旧在越聚越多的白玄族人，成哥也不知该说什么。他这个大贤者已经传开了，许多白玄族人一听说白玄之神选中的族群领路人，那叫一个激动狂热，纷纷使出吃奶的力气赶来朝神呢。但问题是，吃奶他能有多大劲儿？所以我感觉他们是没用什么劲儿啊。当然了，随便理解吧。无形中呢，他成了整个白玄族的主心骨，希望、旗帜、灯塔、航标、启明星，所有人都发自内心的想要追随他，汇聚在他的周围。你们有空打听一下第6层怎么上去。心灵一惊，你要去第6层？那里是中错的地盘，怕是很不安全啊。另一位地玄境2重的殿主申良也劝了：是啊，第6层犹如龙潭虎穴，早已被中错精成了铁板一块呀。你虽然是大贤者，但你这地玄9重不够看呢。陈哥撇嘴直接丢下一句：这是神的指引啊。这最后一位原本打算劝他的地玄境殿主呢，景月也连忙把话咽回去了。这我也觉得还是有必要去一趟第6层的。心灵立刻改口了，申良重重点头，深以为然。此举绝对出乎中错的意料，正所谓出其不意，不愧为神的指引呐。景月也不甘落后，
这就是一句神来之笔，表面凶险，实则绝妙啊！这绝妙在哪儿？他也不知道。坐在中间的陈哥都听乐了，阿玲的名头真好用，很适合用来装叉呀。几人正在这有搭没搭的一时呢，外面忽然传来低沉的冷笑，宛若木叶之下缓缓袭来的海浪，连绵不绝。想不到你们这些白玄余孽都汇聚到了一起了，这倒是省了我们好大的力气呀！心灵和申良等人一惊，连忙飞到外面，就见神殿外围虚空上已经密密麻麻漂浮着一眼望不到边的三族高手了，粗略一算，竟是不下50万之多呀！论总人数，这其实比不上在场这些白玄族人。这些天陆续赶来朝圣的白玄族人都已经突破了几千万了，但问题是，这些人大部分是数百亿年来飞升者在上面的后裔，就像仙界那边一样，也有道宫、圣阶、真仙这些低境界的，而且占的数量肯定是最多的。真正能够当战斗利用的，白玄族这边地玄境以上也就10来万人，天玄境1000来个，而地玄境呢就心灵类3位了。再看对面，虽然只有50万人，但所有人都在地玄境以上，天玄境足有5000，地玄境8位。尤其为首那位金玄族的高手啊，境界深不可测，至少也是地玄境5重。他一个人都足以击败这边3名地玄境的联手。修炼界的战斗并不是人多就能赢的，真要打起来，白玄族这边会死得很惨。金凯，果竟然是你！一看到此人，申良和景月眼内就迸发出了仇恨的色彩。10几年前，金玄族将白玄族定为叛逆，3族大军进攻第3层的白玄族，这金凯就是其中的罪魁祸首。死在他手里的无辜白玄族人数不胜数呀。尤其攻打神殿总部，他更是亲手斩杀过白玄族2位地玄境殿主，这称之为血海深仇都不为过了。是我呀！头戴金冠、身着金色玄甲的金凯，看上去宛若一个战神。他傲然俯视下方白玄族人，睥睨不可一世。他嘴角勾起，露出一丝嘲讽。上次被你们这几个漏网之鱼逃掉了，这次总算是又找到了。躲了这么久，还以为你们害怕的自杀了呢，真是难得。这次你们自己聚在了一起，倒是省了我一番手脚。当年进攻白玄神殿时，3族派来的阵容要比现在还强许多倍，那次就连地玄9重都出动了。而内战之后，3族大军主力回到第6层，他则是作为清剿和征服残余的负责人留下。这10几年，他一直忙着到处搜寻白玄族人，将他们找出来，或奴役，或押去第6层，或杀掉，干的那叫一个风生水起。只不过第3层终归是太大太广袤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的业绩就跌了下来，白玄残余越来越少，剩下的不是藏得极深，就是干脆混入其他几层，很难再找得出来。他本以为还要继续在第3层清理个上亿年，没想到这次凭空掉下个机会。白玄之身显化，整个第3层都有异象，他们自然也看到了。得知许多白玄族人都跑来朝圣，金凯乐开了花，这是送给自己一个一网打尽的机会呀。于是连夜集结第3层各地的3族高手，出发前还特意低调行事，避免被白玄族人察觉。最终呢，成功达到了趁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包围效果。我还要多谢你们的白玄之神，看来他也觉得你们这一族不该继续存在下去了。他身后几位3族地玄境闻言都大笑。金兄说的对，这样坑自己的族人，我怀疑他们的神是卧底。那可不啊，要不是他们那个神突然显化，咱没这机会呀。你们死了之后，记得替我感谢他呀。仇敌们的风凉话听得心灵等人是怒火冲天，恨不得生啖其肉。但考虑到实力的差距，也没办法呀。后方许多白玄族人表情也都变成了悲壮的视死如归，唯有白罗真和战灵殿主等人不约而同看向江贤者，那目光好像在问：这次还能召唤到那位异界邪魔吗？成哥听了一会儿，心头也是好笑啊。自己原本的目标是中作，结果这些人赶着送上门，又给自己送功德，太热情了。就在心灵等人打算殊死一搏，与神殿共存亡时，成哥飞到了阵前。第637集，白玄族勾结邪魔。众人都没反应过来呢。哎，行了，好了。成哥挡在心灵前方，朝着对面金凯等人摆摆手。你们这个叉也装得够多了，现在舞台该交给我了吧？没等金凯回应呢，己方心灵和申良这2位白玄族扛把子就慌了呀。他们刚才还在暗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待会儿该怎么创造机会让大贤者突围出去。这里所有人都能死，唯独大贤者不能，他可是神钦点的人，意义非凡呢。尤其白玄之神还在他身上安家了，必须保住。哪知道成哥不光没在后面好好待着，反而不知死活凑到前面了。阿成，快去后面。因为怕被敌人盯上，心灵甚至不敢公然称呼大贤者和江城，可谓是谨慎。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几个还不快过来保护阿成？3位地玄境恨不得亲自上手了。什么阿成啊？什么阿成？成哥相当不满。刚刚抢到舞台的聚光灯焦点，哥正准备要装叉，你们几个意思呀？有点眼力见没有？他挺胸抬头，振臂高呼：敌人在前，我江城身为大贤者，岂能退缩？越是危险的时候，我就越要冲在第一线，为大家做出表率。
好，大贤者好样的，不愧是神剧院中的人，弹幕过人呐！跟着大贤者冲呀！后方许多讲得少的白玄族人还鼓掌喝彩呢，心灵都快气哭了呀！见过鲁莽的，没见过莽成这样的呀！就你的地玄九重的实力，别人挥挥手能杀一大片，你站出来干啥？你说你送死吗？啊！我们小心翼翼保着你的身份不暴露，结果你上来自报家门来，这是怕对方注意不到你吗？说实话呀，对面金凯等3族高手都被这一出弄得懵逼了。江城，大贤者，你就是在第一层勾结异界邪魔，毁掉我3族神殿之人吗？啊，对呀，没错，是我。金凯等人再次懵逼了，着实没想到他会承认的这么干脆。勾结异界邪魔这个罪名在玄族非常严重，甚至超过了叛族。换成其他玄族人听到这个指控，第一反应肯定是骂，绝不能被扣上这个帽子，否则会成为4族公敌，这辈子算毁了。即便强大如帝尊，如果公然承认自己勾结异界邪魔，那他麾下的金银黑3族也会变得离心离德的。金凯甚至忍不住确认了一下：“你居然承认了？好男人敢做敢当，有人不能承认的呀！”对面3族高手骚动了，极其的不可思议啊！尤其是看到对面白玄族人对此没什么反应，更是难以置信呢。金凯站不住了，他指着成哥朝白玄族3位地玄境大喝：“申良、心灵、景月，听到了吧？都听到了吧？此人勾结异界邪魔，他自己都承认了。”申良和心灵等人正烦着呢，大贤者实力弱，身份高，现在还被敌人锁定了，该怎么救呢？想到这儿都焦头烂额了，哪有闲心管这个呀？眼见他们不搭理自己，金凯无法接受，你们居然对此没点反应？那可是异界邪魔，整个玄界的敌人，你们白玄族当年也被他们残害过，难道你们忘了吗？申良这才瞥了他一眼，然后呢？然后这能有什么然后啊？你这么大的罪名，不该做点什么吗？他忽然冷笑，我是明白了，原来你们整个白玄族都勾结了异界邪魔呀。这脏水一泼过来，他身边3族高手也是心领神会，纷纷附和：“啊，没错，白玄族和异界邪魔勾结，实锤了！难怪帝尊要我们覆灭白玄族呢，果然是心怀不轨呀！”看到他们跳脚的样子，心灵和申良以及身后所有白玄族人都是一副看傻子的表情。大贤者无论干什么都是神的意思，就算勾结异界邪魔，那也是白玄之神授意的，是神圣的事情。他们不但不在意，甚至呢还会支持。是啊，我们勾结了异界邪魔，怎么地吧？实锤了，又怎么地？搞得我们好像很在乎一样。有本事你们也勾结一个去啊！你没本事你搁这瞎逼逼什么？你逼逼呀！这怎么还扯到有没有本事上了呢？原本还因为泼脏水而洋洋得意的3族高手们哑火了，一时间没转过来呀。是自己没跟上时代的潮流吗？为什么对面看自己像看个土包子一样呢？难道这年头开始勾结异界邪魔为荣了吗？金凯发现嘴炮干不赢，放弃了，选择改用武力。不管了，反正你自己主动站出来，也算是意外收获。正好帝尊有令，将你活捉上去，有赏。听他这么一说，成哥倒是想到了一个进入第6层的办法，那就是故意的让金凯抓了，然后由他带入第6层。不过这个绝妙的办法只在他脑海里盘旋1秒钟就放弃了。开玩笑，成哥身为堂堂插王，让别人抓走，不要面子吗？上次假装让地残阁和黑玄族抓了一次，虽然后来收获不小，但他依旧颇为后悔，哪怕是伪装的，那也是有损逼格呀。我问一下啊，这个就是你们在这里能联系到你们帝尊吗？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就是想让你和你们的帝尊说一声，就说我在第3层，让他亲自过来，别派这么多杂兵了。就凭你这区地玄9重，哎呀，我真是为你们着想，毕竟你们马上就全军覆没了。他倒是真的有进入第6层的办法了，大不了把这第3层的金玄族全部干掉，那样自然会精通第6层，到时候中错肯定坐不住，自己不去也可以等他主动来呀。他这莫名其妙的镇定自若，让金凯有些惊异不定。难道这小子有什么特殊底牌吗？他忽然反应了，你依仗的就是那异界邪魔啊？对啊，你真以为我们怕他？那你不怕，我可把他招来了啊！本期第638集，五行剑心的威能。上次金空那批人死得太快，又没有活口，金凯到现在压根不知情呢，自然也就不知道那异界邪魔是什么情况。闻言倒是一愣，这邪魔还能随时招出来吗？异界邪魔就在这附近啊！对呀，你怕了吗？笑话，我们会怕他？我们只怕他不来。没想到这一网能捉到这么多鱼，赶紧的把他招过来！看到他们和上次金空一样的反应，整个那个欣慰呀。而后方白罗真等人已经忍不住露出了关爱智障的眼神了。你们的上赶着找死，何苦来哉呢？经历上次内战，他们对于那位异界邪魔前辈的实力有着空前的信心。只要金玄族那边不派出地玄9重过来，整个玄界就没有人能挡住此人。
金凯是强，但地选5重不够。他们原本担心的只是那位邪魔前辈来不了，既然他能来，那就不担心了。他们放心，心灵和申良可就不放心了。异界邪魔就算来了也没用啊。他们的想法和上次金空等人也没什么两样。此人在下界纵横无敌，并不能说明什么。他们这些地玄境要是能下去，一样也可以在第一层纵横无敌。在他们眼中，那个异界邪魔最多也就是个地玄境1、2重的战斗力。这次呢，程哥也懒得跑到僻静没人的地方召唤了，直接就是一通眼花缭乱的旋律特效，然后趁乱隐身。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呢，他就变成了李俊朗的外形，异界邪魔闪亮登场。这么快吗？金凯等人吓了一跳啊！而心灵等人第一反应不是观察邪魔，而是四处张望。大贤者呢？人呢？程哥活动了一下筋骨，晃了晃手中的剑。可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这时呢，他耳内还传来传音呢，是心灵的。阁下，不知我族大贤者去哪儿了？程哥照装叉，只能再次打断节奏回了一句：他被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心灵顿时放下心了，只要大贤者能活着，那就没什么怕的了，大不了死战嘛。他再次传音。请问阁下有什么战术安排吗？需要我们如何配合战斗？战术安排这个词对程哥来说太陌生了，不过队友这么积极主动要配合自己这个输出的，他也不好驳了人家的面子。你们的任务很艰巨，你尽管说。不光心灵、申良和景月这2位也表达支持。想想人家明明不是百玄族的，这战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却还是热心的赶了过来，这种精神多么让人感动啊！他们也是深受感触啊。不过这种感动才过了几秒就没了，因为他们听到了程哥的安排。你们呢，等会儿把后面所有白玄族都组织一下，让他们给我呐喊助威，最好要喊出节奏，喊出气势。3位店主先是一愣，紧接着急了呀，啥意思呀？啊，我们堂堂地玄境任务就给你助威当啦啦队，你看不起我们吗？啊，狂妄了吧？难不成你想一个人解决战斗吗？他们在这传音，对面的金凯也是惊疑不定，他朝着身边一名银玄族的地玄2重投了个眼神。你去试试他究竟有什么能力。那位银玄族高手本就痛恨异界邪魔，闻言点头，提着玄气就上。结果程哥摆手，哎行，不用麻烦你来试了啊，你们这千里送人头，礼轻情意重，我也不好麻烦你们再出力。还没等对面金凯和其他人回应呢，他就直接挥出手中的仙剑，15门剑心在玄文的加持下再次轰杀出去。走在最前方那名银玄族高手首当其冲，第一个迎来了火之剑心，他连忙扬起玄气，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速度玄文可不光是赶路速度快那么粗浅，同样包括仙力和玄文运转的侵袭速度，这一切远超正常地玄境的反应极限。那名地玄2重依旧还在原地，但整个人在火之剑心和火之玄文以及程哥那海量仙力的冲击之下，第一瞬间就被摧毁了玄体，漫天黑火席卷而过，只留下那名地玄境被烈焰焚烧后四散飘扬的飞灰。什么？金凯和心灵同时惊叫了，前者是被吓的，后者呢也是被吓的，只不过2人的心情截然相反，一个地玄2重就这么啪就没了，而程哥呢也没给他们感慨的机会，火之剑心突前，金木水土另外4系也同样席卷而去。5行剑心在顷刻间就将那50万3族高手全部笼罩在里面。这5行剑心原本是互不相干的，并不存在相生相克，毕竟这并非规则，而是剑之意蕴。加上几乎没人能同时领悟5系，所以此时程哥同时挥出来，场中出现了神奇的一幕，5行剑心竟然开始相互演化，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在那敌阵之中形成一个个简陋的小世界，而后又因为这种小世界本身非常不稳定，刹那的形成就以极可怕的速度自我毁灭。这种小世界的毁灭爆发出的威能最为恐怖，竟然凭空让5行剑心的杀伤力也增幅了10数倍。但见那连绵不知多少里的高空上绽放出一朵又一朵宛若星体炸开后的巨大烟花，无论地玄境还是天玄境，在这种毁灭的波动和玄文压制下，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3族高手成片成片的陨灭呀，而那些地玄境也仅仅只是多提到了几秒，他们被困在其中嘶吼咆哮，挥舞着玄气催动玄文左冲右突。这一刻金凯终于知道那异界邪魔意味着什么了，此人和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这确实是个一网打尽的绝佳机会，只不过不是他的，而是对方的，自投罗网的是他们自己。作为地玄5重，他并没有直接被那5行剑心的连绵毁灭波动杀死，但就在他即将冲出杀伤范围时，4情剑心来了。本集第639集，这大腿太粗了。明明没有任何的声势，这位堂堂地玄5重却像是突然被一阵风暴洗礼过一样，他时而暴怒，时而欣喜，内心最后一缕本能驱使着他挥动玄气，努力抵挡那无形的情绪侵蚀，但最终还是功败垂成。某一刻，奋力拼杀的他忽然停了下来，嘴角甚至溢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紧接着莫名其妙卸下防范的他被周遭的5行剑心轰杀成渣。伴随着金凯的陨落，3族50万大军尽数覆灭，无一生还。
成哥后面准备的日月星和长明永业等剑心居然都没能派上用场，这让他自己都措手不及。剑心是有高低之分的，一直以来呢，他战斗时多半都是用生灭和长明永业这几个高阶剑心，而五行是最普通也是最常见那一类，威能最弱，这是无数剑修在实战中得出的真理。但现在江城赫然发现，原来五行一起用出来，威力竟然大到这种可怕的地步呀，完全不次于至高的生灭剑心，甚至杀伤力还有过之。之所以没有人发现这点，是因为同时拥有五行剑心的修士太过罕见了，有那绝顶天赋早就去参悟更高阶的剑心了。而即便同时拥有五行剑心，也不会五行同等阶位，更不可能像成哥这样全部的满阶，根本达不到这种自动形成初始小世界的效果。他自己都被惊到了，何况其他人呢？白玄族人都吓傻了呀！哪怕早已见过他出手的白罗真和战灵殿主等人，也是张着嘴合不拢，如同看真正的神一样，充满了高山仰止的震撼和膜拜。他们心头在不断呐喊着一句话：这邪魔究竟有多强啊？为什么无论地残、黑玄神殿，还是上次金空那批和这次金铠这批，在他面前都没什么分别的样子呢？全都是毫无还手之力呢？全都是被摧枯拉朽的给覆灭了？至于心灵、申良、景月等其他白玄族人都石化了，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白罗真等人好歹有些心理准备啊，他们是什么准备都没有，脑袋里只回荡着几个简单而朴素的问题：我是谁？我在哪儿？刚刚发生了什么？看到他们的反应，向来喜欢排场的成哥相当不满意。虽然震惊程度全部拉满，但是没有声势啊。他收完战利品之后，不禁抱怨：你们仨店主不是说好了配合我的吗？让你们助喊纳威，结果呢？安静如鸡，鸡，你们都赶不上鸡，也太不给哥面子了吧！心灵和申良等人这才终于如梦方醒，呐喊助威，那你得给我们反应的时间呢？啊，这也快得过头了吧？都没反应过来呢，对面全灭了。金铠死了？哪怕亲眼所见，心灵还是不敢相信，敌人阵容太强大。刚刚还以为白玄族这次要死伤惨重，甚至被对方全灭，大家都抱着与神殿共存亡的觉悟了。成哥耸耸肩，死了？哥出手下来稳呢？申良望着前方依旧在隐隐颤动的虚空和那一地散碎的残躯，痴痴地说：三族大军全灭了。刚才他还觉得成哥太狂妄，现在他只觉得呀，这个人还真是谦虚有度，这么恐怖的实力还愿意放下身段和自己等人平等交流。不然呢？难道你们还想留几个活口啊？三人心头凉气不断的冒啊。您这是何等实力啊？没什么，随便出下手而已，他们太弱了，不经打。8个地玄境还不经打，三人不得不承认，此人还真有说这话的资格。再看这异界邪魔，他们眼内除了敬仰之外，剩下的只有惊惧了，那是看到了更高阶生物后的本能反应。此人的实力远超他们的想象，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评判。想到之前自己也指责过江贤者勾结异界邪魔，他们现在都觉得荒唐了。哪怕没有白玄之神出面，这异界邪魔也不能得罪呀。能勾结他啊，那是白玄族的荣幸啊！能得到这么一尊异界邪魔相助，是白玄族最大的幸事。前辈，多谢您仗义出手。作为地玄境，申良都情不自禁地主动给自己降了一杯了。心灵和景月也都连忙躬身行礼。白玄族上下对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如今正值白玄族风雨飘摇之际，这么一根大粗腿，他们可不想撒开呀！啊，成哥点头，想到变化又要3天冷却，又说了：我打算在这里小住几天。至于你们的江贤者，暂时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风波过去后自然会归来的。3名店主连连点头。前辈想住多久都行。没错，只要您喜欢。他们那个狂喜呀！有这位前辈在，神殿的安全系数足足提升好几倍，踏实呀。至于异界邪魔的身份，那是什么？能吃吗？就在成哥飞到神殿内部后，外面被震惊的失声的白玄族人终于爆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哎呦，太强了！50万就这样没了，太吓人了！神乎其神，实力通天呐！幸亏这位是站在我们白玄族这边的。白玄之神果然是有先见之明，这尊邪魔乃是我族的救星啊！还叫邪魔，叫恩人。对，这分明就是恩人。此时白玄族上下对江贤者的认同感空前的高涨，毕竟没有他的召唤，这异界高手也不会来呀。回到神殿内部的成哥还没睡安稳呢，3名店主和一众天玄境又主动登门求见了。前辈，经过今日一战，第3层的3族顶尖高手尽出，剩下的已经不足为虑。我们想要一举扫灭各处残余敌人，不知可否？今天这场仗是成哥打的，主力是他灭的。3名店主也很懂规矩，就算清剿剩下的敌人，解救被奴役的其他白玄族人，要经过他同意。啊，行啊，你们去吧。
主力的战利品他都收了，剩下杂兵的他没兴趣，一个个到处灭。多谢前辈。三人告退，随后出门就开始商量。接下来啊，最好对外隐瞒李俊朗前辈的消息。没错，尽量低调，让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对，那个，万一第6层的敌人知道前辈如此强，下次的阵容就会更强数倍了呀。本期第640集，高调宣传。众人纷纷深以为然，程哥恰好听了这句，顿时急匆匆赶了出来。哎，别，你们千万不要隐藏我的存在啊！越高调越好啊！前辈，心灵、神良等人一愣，低调藏着王炸底牌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暴露您的存在啊？为什么？你们好意思问我为什么？哥大战不止一场，除了战利品，就指望装叉扬扬名了。你这么朴素的要求我过分吗？结果呢，你们要封锁消息，隐藏哥的名字。哎，程哥一脸失望的摇头，这届队友不好带呀，总是领会不到他的心意。除了装叉，他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让钟错赶紧主动下来受死了，好吗？巴不得这里的消息越传越广呢。难道在你们心目中我很见不得人吗？没有。众人连忙摇头否认，开玩笑，万一这位邪魔前辈一气之下走了怎么办呢？前辈您误会了，我们只是想隐藏王牌，将来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什么出其不意？程哥不想玩虚头巴脑的，他就是要装叉高调。我不需要出其不意，可是这样隐藏着，将来对付敌人有奇效啊，咋就说不通呢？回想以江贤者身份搬出白玄之神的名义，无论多么荒唐的提议，大家都一个劲儿的叫好，程哥呢都有些怀念了。我看你们是看不起我，觉得我实力不够，只能遮遮掩掩鬼鬼祟祟是吧？没有，您的实力是我们生平仅见呐。既然前辈您不介意，那我们就不隐藏了。心灵更是连声说了，我们这就派人宣传前辈您的丰功伟绩，一定要让整个第3层都传颂起来。程哥心说，这可是你们主动的，盛情难却，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哎，这样才对吗？啊，去吧。众人看他眨眼间笑得如此开怀，总算看出他的真实目的了，一时间面面相觑。选择高调就为了这么无厘头的原因吗？为了让他能够心情舒畅，长留在这儿，于是一个个的效仿起来。前辈所言甚是，我们会发动所有白玄族人颂扬您的功绩。没错，还要让人创作歌谣传唱，您的光辉形象将会在整个第3层广为流传。不光第3层，我们将来还会发动人去第2层、第4层、第5层传送。程哥听的是眉飞色舞，喜不自胜，连声称赞，孺子可教，都会举一反三了。他们离开之后，程哥再次进入静室闭关修炼，这一次不是为了玄文，而是为了提升玄魄的境界。接连2场大战搞了不少玄元果和玄石，他又能好好升级了。忙活了3天，境界一路突破，从地玄9重到天玄1重之后，所需的玄元果又一次加倍提升。那么多人的战利品，最后居然只将他推到了天玄8重，这让程哥越来越迫切的需要新的快递员送货上门，希望那位帝尊搞快点，这边资源挺缺的。如今神殿外居住的白玄族人比以前又多了数倍，地玄境又多了2位。除了因为白玄之神的召唤，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这里安全。而之所以安全，就因为有一位异界邪魔坐镇，他的一举一动，神殿高层无比关注。一看到闭关结束了，几位地玄境就连忙一路赶来问安。结果呢，到这一看，所有人都愣了。江贤者，您怎么回来了？程哥一愣，他都忘了闭关3天冷却时间过了，自己恢复了本来面目了。我觉得应该回来了，所以就回来了。众人倒没多想，估摸着应该是那位异界邪魔瞒过所有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他接回来了。毕竟那位神通广大呀，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威能。紧接着他们就惊讶了，你怎么天玄8重了？对呀，您不是地玄9重吗？心灵和申良等人对大贤者的情况还是很关注的。作为白玄之神钦点的人，这位江贤者最大的短板就是境界太低了，所以他们记得很清楚，3天前他是地玄9重，怎么今儿个就天玄8重了呢？毕竟相对于他们的惊讶，白罗真等人倒是很能接受，毕竟他们在第1层时见证过程哥一晚上突破38个小境界的壮举。几位店主有所不知啊，这就是紫金玄文的神奇效果。紫金玄文虽然听说过，但这段时间大事太多了，心灵、申良等人还真的没有细想过。等到白罗真等人将程哥之前的事迹一说，几位店主顿时大为震惊啊！一夜提升几个大境界，玄文还能自动得到至尊级玄术的传承，越级击败金玄族执事，世上还有这等天赋吗？太不可思议了！尤其是至尊级玄术，更是他们不敢想象的。申良一脸不可思议，大贤者竟然也会至尊级玄术，我只听说中错能用出那种玄术呀。另外几位地玄境也纷纷点头。是啊，在那之前，我们听说的最高级别玄术也就是地级，要不是他用出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还有那个层次呢。心灵更是一脸艳羡地看向白罗真等人。
白罗真等人立即当场给他们演示了一遍，几位地玄境更加无法淡定了。江贤者，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学呀？学呗，你们跟他们学就行了。他可不会自己亲自教了。几名地玄境顿时欢天喜地，又是一阵感激，马屁如潮。在这之前，他们尊敬成哥，只是因为他被白玄之神钦点。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终于意识到成哥本身的价值了。难怪白玄之神会选中他呢。光凭着至尊级的玄术，他迟早也能够壮大白玄族。几人欣喜一阵之后，又问了：对了，那位异界的前辈在里面吗？我们可否进去给他问安呢？成哥心说：哥就在眼前，都站老半天了。没有敌人的时候，他可不想变成李俊朗到处晃，于是摊摊手他走了。本集第641集，李俊朗是谁呀？众人面色一变，慌了神了。走了？他怎么走了呀？对啊，都没和我们说一声啊！难道是我们招待不周，惹他老人家不高兴了吗？他们现在最大的依仗就是那位异界邪魔，要不然下次敌人再来怎么应对呢？白玄族一族根本敌不过被中错整合过的三族，何况呢，白玄族许多顶尖高手在此之前就已经死的死，消失的消失。看到他们这焦急的反应，成哥也无奈，这帮人以前对异界邪魔喊打喊杀，现在居然都患上了邪魔依赖症了。放心吧，下次有敌人到来，再召唤他也不迟的。这就怕他老人家到时不能及时赶到啊。是啊，而且这样频繁召唤，人家会不会不高兴啊？你们想多了，我的面子他不敢不给。成哥自己踩自己装了一个叉，我想让他来，他就得来，我的命令他还是要听的。几位店主只当他是在这吹牛叉了呢，人家那么强的实力，就算跟你关系好，那是给你面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命令呢？可别这么说呀，万一前辈不快。对呀，江先生，你以后最好还是对那位前辈尊敬一点。看到几人质疑，成哥想着下次是不是要用异界邪魔的口吻再给江贤者尝尝逼格呢？邪魔前辈不在，众人忧心忡忡，想到即将到来的下一批强者修炼起至尊玄术来都没那么香了。倒是成哥很是悠哉，暂时没了玄元果，他也无所事事，特意去外面转了转。果然呢，现在外面白玄族人到处都在讨论那位神勇的异界邪魔。在他闭关这段时间，心灵、申良等人的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到位。第三层人所有人都知道了异界邪魔的战绩，提到他那更是没有一个不夸赞不敬仰的。以前我对异界邪魔很是痛恨，但这位李俊朗前辈改变了我的偏见。是啊，拯救我白玄族于危难之间，这份恩情太大了。李俊朗前辈的实力简直太强了。是啊，8位地玄境在他面前居然撑不住一个回合就全军覆灭，这绝对是地玄9成的顶尖战斗力了。何止，要我说，李俊朗前辈能比得上金玄族那个帝尊的。没错，李俊朗前辈定然不弱于他。我决定以后每天拜白玄之神时，顺便呢给李俊朗前辈也祈个福。此时正在仙界那边东躲西藏的另一个李俊朗，压根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无数人当成绝顶高手膜拜呢，甚至有人给他祈福了。一开始成哥还乐呵的听着，渐渐的他感觉不对了，这传送的好像不是自己的名字呀。他顿时后悔的直拍大腿，哎呀，感情我自己忙活了大半天，这个叉全让李老弟给装去了，偏偏这还是自己主动造成的，我找谁说理呢？但仔细想呢，只要他保持2个身份，那这个逼格怎么也落不到江城的头上，无非是从李俊朗换成了另一个他变化的身份罢了。对于把逼格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成哥来说，这个损失挺大。哎呀，真是令人忧伤啊！不行，将来找到蓝姨返回仙界之前，哥们儿必须要揭开真实身份，这份逼格必须属于我自己。今天失去的，来日我一定要拿回来。认真发下这样的誓言之后，他也不想在外待着了，又回到神殿继续休养。而这段时间呢，不光第3层，其他几层也是风起云涌。白玄族得到一位异界邪魔相助，2次全灭3族高手的消息很快传遍了2、4、5、6层。确定了这消息的真实性后，几层一片哗然呢，自地玄境到极玄境，无不震惊。竟然有这么强的异界邪魔！白玄族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勾结异界邪魔，人人得而诛之。没错，他们叛了玄界，已经不配称之为玄族了。傅玉，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好像就是已经联手覆灭他们了吧？对啊，对他们好像没什么差别啊。这就尴尬了呀。白玄族在10几年前就已经处在被3族围剿的状态，人家勾结不勾结异界邪魔，结果没什么差别。第6层中心神殿内，金银黑3族顶尖高手汇聚一堂，共同商议着如何对付成哥。反正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个李俊朗究竟是何等实力？据说他杀死金凯等人是只用了1招。什么？殿内许多黑玄和银玄族的店主大惊失色。不可能啊，世上不可能会有这么强的人。任何消息在经历多次传递之后都会变得夸大失真，这一定是白玄族那边夸大其词了。没错，他们故意将那个邪魔渲染得很厉害来吓唬我们呢。
帝尊这次会亲自出手吗？他老人家正在修炼的关键时期，目前还不便出关。不过他传下了口谕了。什么口谕啊？对于这些三族店主来说，帝尊的口谕和圣旨没什么分别，谁也不敢违抗。毕竟那是比他们强了不止一个层次的存在。三族这次各出动1位地玄9重，2位地玄8重，同时调动3族精锐，务必要以雷霆之势剿灭异界邪魔，荡平第3层。就在三族高层商议对策时，第5层一处偏僻荒凉地带也渐渐出现了人影。但见这些人出现的地域无声无死，无时无空，正是那被影族吞噬天地规则后造成的空白地带。这10几人玄力境界有的只是天玄境，有的到了地玄3、4重，但往那一站，给人的感觉却是完全不次于玄族的地玄8重。苍罗魔帝，你可曾听说最近那位仙界同道？你说的是那个李君朗啊？不错，据说此人已经斩杀了玄族11位地玄境。其余的10几人也是议论纷纷。我仙道同道来到此界，感知不到规则之心，实力会被削弱。此人战力怎么会如此之强啊？是啊，从传出的消息来看，此人的实力恐怕仅次于中错。李君朗这名字非常陌生，你们可曾听说过呀？10几位曾经在仙界叱咤风云的魔帝准帝皱眉思索，仔细回忆，愣是没一丁点印象。本集第642集，新的功法。笼罩在一片宛如实质的黑雾之中，苍罗魔帝若隐若现，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思索之后呢，他低沉的声音传出：本帝不曾听说，此人恐怕不是我魔界中人。大眼，你可认识此人？头戴高冠身着麻衣的大眼仙帝从仙界远古时期就存在了，他的见识远超在场所有人。然而这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在凝眉思索许久后也摇了摇头：不曾听闻，或许是最近1亿年出现的后起之秀。旁边一位来自死界的准帝后期诧异：最近1亿年的后辈能有如此实力吗？另一位灵界准帝中气笑着：这也不奇怪，孤月心机不也是后辈吗？现在战力都直追大眼前辈了。其他人点头：对呀，这里是玄界，没准此人也是个玄力修炼的绝世天才呢。苍罗魔帝缓缓说了：若是能与此人联系上，我们的力量又能壮大几分。大眼仙帝点点头：不错，他在此界的战斗力应该不逊于你我。他们两个对上玄界的地玄9重也有获胜的把握的，换成他们呢，也能独自将金凯等人全都灭掉。毕竟是曾经的大帝，那几百亿年的修炼经验不是白搭的。哪怕落到没有规则之心的玄界，他们依旧能够凭借着对修炼之道的极深理解，将2个不同的修炼体系慢慢的结合起来。在他们看来，那位新出现的异界邪魔李俊朗战斗力应该和自己同一个档次，这已经是极高的水平了。毕竟如今散落在上层的数万仙魔，最强的就是苍罗魔帝、大眼仙帝、孤月心帝、苍虚大帝这4位。希望他别像孤月心机那样，不但不与我们联手，还与我们为敌。应该不会，孤月那是因为我们当年特殊情况啊。大眼仙帝长叹了一声，表情中带着浓浓的遗憾。他们这些流落到玄界的仙魔，在中错的围剿下日子不好过，要不然也不会仙帝和魔帝联手抱团了。如果孤月心机也和他们站在一边，那他们的处境会好不少。只可惜这女的由于一些早期的恩怨，从一开始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据说中错这些年也在捉拿他，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活着。孤月的事情暂时不用多想，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将李俊朗拉到我们的阵营。他们在这里也没有后辈门人，人数太少，很需要强力帮手。大眼仙帝灰白的眉毛皱到了一起，透着化不开的担忧。此人和白玄族搅在一起，这太诡异了，很难说呀。虽然白玄族也被其他3族针对，但他们这些异界邪魔并不会将白玄族当成盟友，依旧还是敌对的态度。白玄族那边呢，其实也一样，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朋友。其他准帝也纷纷叹息了：是啊，他看上去不像是我们一路人，就连孤月心机也没和玄族同流合污。此人没准已经当了仙界的叛徒了。先和他接触一下试试吧。或许他和白玄族交好，只是故意迷惑玄族，打入敌人内部呢？但愿如此吧。另一边，躺在神殿大床上安逸睡觉的陈哥，唇上传来一阵莫名的触感，紧接着呢，牙关也被粗暴的抠了开来。睁眼一看，就看到俯下身的黎寒玉那双凑近后看得格外清晰的幽邃双眸。他亲吻结束，很自然的直起腰，美得惊心动魄的脸庞神色如常。怎么了？陈哥起身摸了摸嘴唇，在各种场合被花式亲了800多次之后呢，对此他也习以为常了。哪怕是熟睡时被他趁机偷吻了，居然也没感觉不对劲儿。没什么。黎寒玉的神态一如既往的淡然自若。还有新的学生没？
资质被提升到1等之后，他学习领悟至尊级玄术的速度已经超越了其他店主了。之前那套玄术他早已烂熟于心了。陈哥莫名的感觉到很没有面子，你又不经过我同意就提前插卡，真是够了。原本和美女亲吻是一件让他觉得占便宜的事，现在呢总觉得自己有些被迫吃亏了。不过呢，这女人本就是他唯一打算栽培的对象，倒也不能不接受。想了想才说了，这样吧，我再传你一套冰系的至尊级功法。你还有至尊级功法？黎寒玉眸中惊喜之色一闪逝。他以前学的是第1层的白罗九玄秘典，那里面的功法连地级都不到。如果换成至尊级功法，那他今后的修炼速度将会提升数倍，而且呢，玄力的品质也会高于其他同阶修士。看来呀，这次亲对了，他身上果然还有很多宝藏可以挖掘。他甚至有些懊悔，之前学完那套至尊级玄术之后，两人有一段时间没亲过了。早知道，那以前自己就该多试试，白白耽误这么长时间呢。程哥也不墨迹，将那太玄炼神真经中有关冰系功法的部分整理一下，而后呢，就照本宣科的传授了起来。黎寒月的悟性极佳，很快就听得入了神了。功法的第1篇结束后，他陷入漫长的沉思，随后自己情不自禁的就在寝宫内打坐修炼起来，变得浑然忘我。程哥看了他一眼，心情有些复杂。这功法虽然不用自己手把手的演练，但是足足640篇，后面又要被他强吻640次，是该高兴呢，还是该难过呢？要不然换我来吧。算了，我也没有功法，要我叫他录小说呢。走出店门，心灵、申良等店主又迎了上来。他最近还在第3层吗？你能随时联系到他不？他们很着急呀，目前就指着邪魔前辈这条大粗腿呢。他这暂时人不见了，大家心里都惶惶不安，一点底都没有。程哥真是被他们搞得焦头烂额。敌人不是没来吗？等来了他自己会出现的。景月连忙说了，据说第6层那边金银黑3族马上便要出动更厉害的高手来围攻我们了。就怕那位李前辈到时候无法及时赶到，要不大贤者您还是再联络一下他，请他过来来神殿做客吧。程哥心说，我就在你们面前，你看我几分像从前？不是，我上哪儿再给你变另一个邪魔前辈出来？要不我去仙界那边把原版李局长找过来，让你们供上当大腿。本期第643集，绝妙的离间计。敌人都没到，你们就让他过来干什么呀？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懂不懂啊？敌人没来，他也不方便变身呢。他巴不得那个帝尊早点出现，早点解决呢。就在他话音刚落时，远处忽然有人来报：报了！3层入口有大批的金玄、银玄、黑玄高手出现，为首的还是地玄9重。什么？心灵、申良等人大惊失色。地玄9重这是玄界天花板呢，相当于仙界那边的仙帝魔帝，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都有谁？对方是何等阵容？金玄族前任大店主金傲为首，银玄族前任大店主银鹏和黑玄族前任大店主黑素为辅，另外还有6位地玄8重，地玄境之上至少有100位啊！听到这里呢，心灵和申良等人差点被吓得背过气去啊！金傲、银鹏、黑素这3位都是玄界久负盛名的顶尖高手，要不是中错将玄界统一了，废除了各族大店主之位，那这3位现在肯定还是各族的大店主。莫说现在白玄族衰落了，就是全盛时期也挡不住这么多顶尖高手啊！这已经比10几年前攻打白玄神殿总部时的阵容还要夸张了，竟然直接出动了3大店主，简直是疯了呀！这完全不给我们活路呀！几位店主的目光都对准了程哥。江县长，敌人已经迫在眉睫，你能不能立即联络那位李局长前辈啊？是啊，再不出现就来不及了呀！白玄族这边人人心急如焚，这次就算是李前辈过来，怕也是难获胜啊！是啊，谁也没想到3族这次会派出如此空前的阵容。在他们心中，李俊朗前辈差不多也就是地玄9重的战斗力，再高开一点，一个能顶个2个算是顶了天了。一时间呢，众人心头不由得后悔了，早知道不该那么高调的宣传李前辈了。这下敌人的重视程度直接提到顶级了，将这战当成了对抗影族的超级大战来打，白玄族根本顶不住呀。他们那个帝尊没来吗？没有。该死的，这家伙真会摆谱，都打第3场了还不出面呢，害得哥还得继续等下去。他是不是忘了谁才是主角呀？众人心说，您老收了神通吧。这次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中错没来，要是他来了，那就可以提前宣布分散逃亡。更何况呢，你目前就天玄8重，哪来的底气等他呀？换成那位李俊朗前辈，还勉强有资格说这话。好了，既然他非要一波接一波的送资源，那我也不能不笑纳了。走，跟我一起看看去。说完，他率先飞向了神殿之外。心灵等店主连忙跟上，一路上不断询问。我已经联络上了，他马上就能到。什么时候联络的？没看着啊。那你跟他说了敌人阵容了吗？他可有突围的把握呀？是啊，此战要比之前困难100倍不止，实在不行，我们还是考虑提前突围吧。之前最强的金铠也就地玄5重，这次对面地玄5重之上，怕是不下40-50了。而且到了地玄8重，玄门境界达到第7重，
相对于其他地玄境，那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实力差距极大，他们实在是没有把握呀。就在陈哥飞出神殿时，远处的云层中，大眼仙帝和苍罗魔帝等人也在暗中观察。此人姓姜名成，是白玄族的大贤者，自身天赋出众。据说李俊朗就是因为和他有交情，才会屡次帮助白玄族。虽然人少，但他们这帮人手段多样，自有情报渠道，消息一点不比其他三族落后。如果不是陈哥为了办好大贤者，从系统兑换了一个隐藏仙力气息的极品仙宝，那他们第一眼其实就能看出这是个仙界通道。一名准帝远远看着陈哥的身影，眼内杀机渐渐涌了起来。就是他嘛，无论天赋多高，此时不过是个天玄8重，若是将他杀死，李俊朗和白玄族的关系就是断了吧。另一名准帝也是一拍手喜道：对呀，李俊朗和白玄族的关系一断，那自然会转投我们了。大眼仙帝冷冷打断他们：按照你们的做法，李俊朗最后可能会彻底恨上我们，那是在树敌。苍罗魔帝点头：不错，江城不能杀，就算他真被杀，也不能和我们扯上关系。不过真想要将李俊朗拉拢过来，倒也不是没办法。你有何良策呀？李坚，只要暗中挑拨，让李俊朗对江城产生恶感，他和白玄族的关系自然就结束了。哎呀，你们这些魔修行事真是不择手段呐！我们只是行事随心所欲，可不像你们这些仙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那般虚伪。他们虽然在玄界不得不抱成团联手，但仙魔理念上的一些分歧也还是难以避免的。只不过两个都默契地保持着克制，仅限口头罢了。而此时呢，远处3道光芒铺天盖地，将整片天际都改变了颜色。金银黑3色天幕带着深沉的杀伐之气，令人望而生畏。在下方，每一名白玄族人的内心呢，都形成了一片无形的阴云压力，令人喘不过气来。来了，李前辈怎么还没出现呢？众人再次看向陈哥，对面为首的金傲、银鹏、黑素3人也不例外。一上来，金傲就直奔主题：李俊朗呢？让他出来受死！眼前这些白玄族残余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异界邪魔。不除掉此人，这仗就不算赢，帝尊也是不会满意的。而帝尊不满意，他们可承受不起。上来就问李俊朗，完全无视眼前的江贤者，这让陈哥不爽。虽然那个李俊朗就是他编的，但总感觉真正的自己被虚假的自己盖了风头，这就很气人呢。本期第644集五行奇剧。真正的主角就站在你们面前，结果呢，无论本方还是敌人，关注点全都在虚假的李俊朗身上，完全无视本尊了。是我不够帅，还是我气质不够独特呀？难道非得让嗨阳站在你们面前，你们才会正眼看他一眼吗？真的是啊，本打算让你们多活几分钟的，结果你们急着找死。那行，看在你们送宝的份上，我就成全你们了。江贤者骂骂咧咧地用出了一堆特效，将自己的身形遮掩起来，而后迅速隐身，摘掉遮掩仙力气息的仙宝，再变成李俊朗的模样闪亮登场。当那手持红绝剑、浑身缭绕着漆黑魔气的形象展露在众人眼前时，对面3名地玄9重不禁紧了紧手中的玄机。虽说他们自认为稳操胜券，但上次陈哥的战绩还是很吓人的，他们可不会掉以轻心的。而另一边呢，隐藏在云层之后的苍罗魔帝和大眼仙帝等人也纷纷全神贯注，仔细观察。相对于毫无了解的三族高手，他们一眼看出了许多东西。此人是魔修，他在那边的境界达到了准帝后期。居然达到准帝后期，那我们应该听说过呀，怎么会籍籍无名呢？他手中那件9阶仙器，我似曾相识。嘿，这是九焰仙帝的红绝剑，怎么落在他手里了？莫非此人和九焰仙帝有一段缘吗？他掉进虚洞时，正是当年九焰仙帝被杀前的一段时间，对此呢，还真的不知情。一段缘？我魔修和你们仙盟的仙帝能有什么缘呢？何况就算关系再好，谁会把9阶仙器送人？依我看呢，这把剑是他从九焰老匹夫那儿抢来的，就凭他准帝后期的实力，何德何能抢走九焰道友的佩剑呢？苍罗魔帝耸肩，这谁说的清呢？没准我们没在这1年，仙魔2界爆发混战了呢。旁边一位盯着陈哥的准帝忽然说了：“这一战他不该出来打的。”大眼仙帝点头，确实啊，三族阵容太强大，他贸然出战是在以卵击石，稍有不慎，他今天就会给白玄族陪葬。真是想不到他和白玄族的关系亲密到如此地步，为了帮助他们宁愿赴死呀。苍罗魔帝问了：“大眼，你打算怎么做？是否要插手？”这场仗他们不可能看好陈哥，双方实力差距太过悬殊，即便他们出场也很难获胜，最多就是杀出重围，所以李俊朗必败。目前整个玄界除了那三族本身，唯一能改变局势的内置力量就是他们了。大眼仙帝淡淡说：“先观望。”
此人上来后没有主动寻找我们没必要太过热心，不如坐视他陷入绝境，最后再出门救走他。至于其他白玄族人，他们可就顾不上了。一则呢相互敌对，二则人手和实力有限。一旁其他准帝也点头，不错，也要让他知道我们的实力有多强。撞了南墙之后，他自然知道该跟谁一起。就在他们议论时，对面的金傲也在仔细观察。不过呢，毛没看出来。玄界的人感知不到多少仙力特征，只能判断出此人的气息似乎还没有那几个仙帝级的异界邪魔强大。你就是那个李俊朗。他的开场白没念完呢，陈哥咵就出手了。这一次他都懒得装叉了呀，反正呢，这个叉装了也是装在李俊朗的头上，又不是他江城的名义。就算震惊之还是归他，他依旧觉得很亏呀。所以呢，懒得墨迹，直接开搞。这么突然吗？无论己方还是对面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哎呦，吓我一跳！杀！金傲和银鹏、黑素等人毕竟是地玄九重，虽然惊讶，但还不至于反应不过来呀。到了他们这个境界，就算背后偷袭也没什么意义了。三人催动玄魄，祭出玄文之力，成哥15门剑心也在速度和剑之玄文的加持下浩荡杀之。与此同时，数十个阴魂 buff 也全都叠了出来。双方第一个接触，率先杀到的是五行剑心。当看到五行剑心演化出的无数个简陋小世界时，隐藏在云层后的那群仙人差点掉下来呀！剑心，五行剑心汇聚一身，我的天哪，这是何等剑道天赋！五行剑心还能形成小世界？哎呦，我见识到了啊！原来五行才是最强的剑心呢。玄界没有剑心，所以一直没人识货。他们这些仙界来的可就不一样了，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一直淡定的苍罗摩帝更是被震惊的双目失神，喃喃自语：这岂止是五行剑心7级呀？他这5门剑心全是9级，也就是说，此人是5门剑心的剑主，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种人即便是在仙界，他们都闻所未闻，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在玄界看到这么一尊剑道巨波。五行剑心正式和敌阵对轰在一起之后，整片天际瞬间从黑白金三色变成了光怪陆离的巨大绽放，无数璀璨的烟花在人群之中绽放开来，如砰乒乓，每次绽放都昭示着一个小世界从衍生到毁灭的全部过程，极为迅速但又极为完整。这要是过年谁家放这么些烟花可得点钱了。地玄境之下的3族大军呢，几乎是第一个照面全灭了。在陈哥面前，人数压根没意义，想靠人多来堆死他吗？奈何他早已超脱了这个层次。而那些地玄境也没能好在哪儿去，地玄1重2重的高手压根来不及反应，就被速度玄文趁虚而入，摧毁了体内数道防线。与此同时，剑之玄文呼啸肆虐，催动着其他剑心一波接着一波，层层叠叠的杀向敌阵之中。金傲、银鹏等人一上来就被打得灰头土脸。作为地玄9重的顶尖高手，小世界的毁灭倒是杀不死他们，甚至都没能伤到他们，但他们没死，其他人却是成片成片的死呀。眨眼之间，地玄3重之下已经全军覆没，这让他们极度震惊，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本期第645集，地玄9重的战斗力。当初听到异界邪魔的消息时，金傲等人一致的结论就是传言夸大了许多倍，这邪魔厉害是肯定厉害，但也就和他们一样，地玄8重9重的战斗力逆不了天。而现在眼前这一幕成片秒杀，还是地玄9重能做到的事情吗？至少他们自己肯定做不到。玄族的战斗多半是近身的，单体攻击威力是超强，地玄就能堪比先帝。余波威能也能够波及一下一片范围，但这种瞬间囊括全场的群体全秒，可就不是他们最擅长的项目了呀。动不动几百万里的覆盖性轰击，那是仙界流行的战斗方式，而灭派达人成哥更是这方面的宗师。即便换成帝尊中错过来，也不一定能做到这种事儿。100万3族大军第一个照面就被灭得只剩下了几十个人了。看到这一幕，金傲和银鹏、黑素差点当场昏过去。这么多的精英天玄境、天才地玄境后辈就这样没了吗？如果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一开始他们绝不会带这么多人过来。然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们能做的只有继续战斗，为战死的族人报仇。杀了他！3位地玄9重和6位地玄8重疯了一般，冲破五行剑心的爆炸范围。那一个个小世界的毁灭，竟然没能在他们身上造成一丁点的伤痕。第7重的玄文之威在这一刻显了无疑。面对随之而来的4行剑心，他们的神态只是稍微变化了那么一瞬，攻势甚至都没有停止下来。去死！将这邪魔水势万段，血祭白玄族，为死难者报仇！他们就这样红着眼睛嗷嗷叫，冲向了大日、祭月、灵星3大剑心的攻势范围。那轮红日迅速的扩张，但紧接着红日中出现了一个偌大的黑色空洞，那是金傲的第7重玄文。就在红日即将变成烈日的刹那，整个烈日被那黑色的空洞直接反噬吞没。而另一边呢，一轮清冷弯月无声无息的凌空划过，整片天际都仿佛被一条细线切割成了2分。然而下一瞬，细线就被2枚光点拦腰斩断，弯月飘飘荡荡消散在虚空，再无半点威能。雕虫小技！银鹏和黑素冲破弯月的防线，再度杀到近前。而另一边呢，灵星剑心化作的一颗颗星辰也被一个个玄文凌空击落。
后方那些地旋8重、7重的三族高手，仅仅被阻挡了数秒钟，就重整旗鼓，再度杀来。这么厉害吗？陈哥总算见识到了玄族顶尖高手的战斗力了。说实话呀，他自己的实力相对上次是有不小提升的。上次击杀金凯时，他的玄魄还是地旋9重，这次呢都天旋8重了。玄魄提升后，他那些玄文附加的规则之力也随之提升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5行、4情和日月星3重攻势竟然全都被对方强行冲垮了，足可见地玄境那完全版本的第7重玄文有多么的强悍。事实上呢，对面的三族高手也极度震惊了。杀到这一步，他们已经感知出很多深层次的东西了。金傲忽然尖叫起来：“速度可见，2种玄文，他同时拥有2种玄文之力，这是帝尊才能拥有的能力啊！”整个玄界只有中错能同时用出多个玄文，也因此呢，他是玄界公认的无敌存在。越级挑战如吃饭喝水般的简单，眼前的异界邪魔竟然也能做到类似的事情，这太让人惊骇了。要不是刚刚三族死了太多人，仇恨蒙蔽了理智，他们恐怕都吓得屁滚尿流逃离这里了。他们的呼喊让后方心灵、申良等人也被震惊的直接失声了，同时用出2个玄文。哎呦我去，这还是异界邪魔吗？玄文方面的天赋已经突破了玄界天花板了呀！这战呢，他们从一开始就插不上手。无论开场瞬秒砸冰，还是后面一轮一轮的剑心攻势，以及那些三族高手的第7重玄文，全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同为地玄境，他们能做到的居然只是张着嘴膜拜。哎呦啊！哎呀呀呀！哎呀！只能在远处远远的观摩这场神仙对决，对大神们的高端操作，这以最高程度的敬意。至于胜负呢，他们完全看不出来嘞。冲出日月星3道剑仙的攻击范围，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只剩下了光明和极暗2个世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上接于天，下承于地，这一刻四海八荒仿佛已经再无其他，天地间只有炙热的光芒和寂灭的暗淡。无论后方白玄族人还是金傲等人，甚至上空那几10位仙人都无法再感知到其他东西，茫然四顾，孑然一身，无边萧索，只剩下光与暗。所有旁观者内心充斥着的已经只有震撼了。在此之前，大眼仙帝和苍罗魔帝将陈哥当成和他们同等的存在，并觉得这算是很高看此人了。而现在呢，他们才发现大错特错呀！这李君朗目前做到的事情，他们这群人加起来也不可能做到。如此战斗力彻底刷新了他们的认知。光与暗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足足1炷香的时间过后，世界终于从单调的色彩重新变得生动。长明与永夜2道剑心的效果终于过去了，之前的数10位三族顶尖高手已经只剩下9个，地玄8重以下全灭。而那6位地玄8重同样也是狼狈不堪，浑身带伤。他们如同经历了一场炼狱之旅，在长明和永夜剑心的侵袭之下，他们无论身还是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到了这步，他们再也说不出雕虫小技这4个字，哪怕依旧完好的金傲、黑素、银鹏3人也露出了疲惫之色。啥？他已经手段尽出，强弩之末了。3人重整旗鼓，后方6名地玄8重也拖着伤体，再次祭出了玄文之力。这次他们前方没有滔天的声势，也没有无穷的异象，只有一丝丝灰雾缭绕。异界邪魔的身形终于暴露在眼前，显得那般平平无奇。然而高空中的大眼仙帝却是突然难以置信地叫了起来：“这是生灭剑心！”本集第646集，这是对江贤者不敬。他们刚才已经见证陈哥用出了14门剑心了，而且全是剑主层次的，这早已将他们的认知极限冲垮了。而现在居然还出现在传说中最强的生灭剑心，这怎么可能？我们不在的时候，仙界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剑修中怎么出现如此神人？苍罗魔帝喃喃自语，再也无法保持之前的淡然心态了。这其他准帝此时都是一脸的呆滞。每门剑心他们都能看懂，那汹涌的仙力他们也熟悉，但全都组合在一个人身上，那真的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了。金傲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他还以为那灰色雾气是强弩之末，再强也强不过刚才那极明和极暗的攻势。然而紧接着他就察觉到自己的生机正在不断的流失，那种感觉发自内心深处，遍及全身上下每一条经脉、每一滴血液、每一寸肌肤，无论玄魄还是神魂，全都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影响着。而实际上生灭剑心哪里有那么简单呢？包括他用出来的玄术，包括他的玄文玄力，都莫名变得不再协调。他终于开始受伤，他嘶吼着，在那雾气笼罩下疯狂挥洒着玄文的力量。破！给我破！第7重玄文熠熠生辉，散发出耀目的光辉，竟然将大部分的死气隔绝在外面，仅仅只是让他衰弱了些许。这都能挡住吗？完全版的第7重玄文太强了吧，成哥都快要被震惊了。他自己目前速度玄文是第7重，但因为玄魄还只是天玄8重，所以施展不了对方那么强的玄文之力，展现在战斗中就是无法给剑心加持更强的规则之力。于是呢，他不得不挥动红血剑，施展仙界那边的顶尖大圆满剑法，
与这帮人近身大战起来。在生灭剑心的加持下，他几乎全程遇不到什么危险。这门剑心会自动帮他找寻战斗中的一线生机，而敌人却是越战越弱。那6位地玄八重本就已经受到重创，在死气影响下更是摇摇欲坠，片刻之后被杀了个一干二净。战斗最终变成了成哥1挑3。对阵最后那3位地玄9重，这一战打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远方和后方的观战者们心惊肉跳。若非3位前任大店主在死气的影响下越来越弱，此消彼长，这战呢，他可能还得再死一次。不过最后呢，在历经数个时辰之后，成哥终归还是艰难的将这3人尽数斩杀了。我祖帝尊不会放过你的！临死之前，金傲发出了不甘的怒吼。伴随着他的倒下，这一战终于以成哥大获全胜告终了。只是他本人却是相当不满意啊！他的战斗大部分都是瞬杀秒杀，这次居然吭哧吭哧的打了那么久，看来呀，自己实力还是不够啊，以至于装叉都装得一波三折的，非常的不顺畅。这种卖苦力的打法完全不符合自己该有的潇洒形象。对于其他人呢，已经全都切换到了迷弟迷妹的模式，全都是眼冒小星星的瞻仰着他。哪怕战斗历时几个时辰，心灵还是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3族上百位地玄境的，3位前任大店主，6名地玄八重，这无论放在哪儿都是可以摧毁目标的绝对强悍阵容。他一开始最高的期盼就是这位邪魔前辈能率领部分白玄族人突围出去。在他看来，能在3族那么多高手的围攻下做到这件事已经是神迹了。着实没想到他赢了，不光赢了，对面全军覆没了还。李君朗前辈为我！申良、景月等地玄境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激动，迫不及待的高举右手，手舞足蹈的欢呼起来。前辈荡漾，前辈浪，前辈无敌，不愧是白玄之神认同的一级邪魔，我白玄族又一次被他救了呀！听到他们这些吹马屁的，成哥一点高兴不起来。这夸的是虚假的自己，又不是夸江掌门本成，你说他完全就没有成就感呢？成哥脑回路不大一样，他甚至暗戳戳的嫉妒起这个一级邪魔的身份来，莫名的看自己很不爽，该怎么办呢？心灵等一众白玄族的店主已经搓着手，媚笑着凑了过来。我们为前辈您准备了最好的待遇，无论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提，一定会让前辈宾至如归的。这根大粗腿是白玄族能存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一天看不到他，他们内心都难安呢。不过他们也知道，白玄族拿不出什么亮眼的宝物来打动这位前辈，能提供的也就是一些普通的享受，希望能挽留住他，比如，您可需要美女作陪呀？对了，我族李海玉姿容绝世，堪称玄界顶尖，要不让他陪侍前辈左右啊？正忙着收捡战利品的成哥原本懒得搭理他们，听到这话突然停了。妈娘的，李海玉不是给江贤者安排的贴身侍卫吗？都已经被他内定为自己人了，现在呢，你们都不问问江贤者的意见，就把他转送给一级邪魔啊？他本就莫名嫉妒自己那个邪魔身份，把本尊的风头都抢了，现在更是进一步证实了两者的牌面差距。哎呀，还是邪魔更重要啊！所以江贤者的利益就可以被牺牲了吗？简直不可原谅啊！你们要干什么呀？啊？你们要干什么？他突然回头，怒气冲冲的瞪了神殿高层几位店主一眼。什么美女不美女的？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申良、景月等人被熏懵了，表情立刻变得紧张了。前辈，我们是一番好意。什么好意？成哥厉声咆哮，唾沫星子都飞出来了。你们怎么能这么做？把我看成什么了？啊？把李海玉看成什么了？啊？这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他的侮辱。同时，他朝着上空拱了拱手，一脸崇敬。这还是对江大贤者的严重不敬。我可听说了，李海玉是他选出的人，岂敢这么做呀？你们就不怕天打雷劈吗？本集第647集，不配和李道友结交。众人被他熏得一愣一愣的，他们并不觉得江贤者不重要，只是江贤者代表着的是族群的未来，而眼下白玄族生死存亡之际，也许下波来的敌人就是帝尊中错了。这个节骨眼上没法谈未来，先撑过危机是首要目标，所以呢，能提供极战力的李前辈更重要吗？是，那个前辈教训的对，前辈品性高洁，我们以后再也不敢用那些世俗享乐来侮辱您了。后方的李海玉稍稍松了口气，他可不愿离开江贤者身边，那至尊级的功法都没学完呢，何况就算学完了，他也不想离开。此时高空云层后方，一众仙魔在经历了漫长的沉默之后，总算清醒过来了。结束了，他获胜了，这实力超出想象啊！开战前呢，他们还想着等成哥陷入绝境，自己再踏着祥云从天而降，拯救他于危难之间，让他见识见识自己等人的实力，同时呢，欠下他们一个救命之恩。结果现在用不上了，
人家压根儿不需要他们带着突围，独自就把敌人全灭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默契的遗忘了之前的豪言壮语。接下来该咋整啊？他好像不需要跟我们联手啊。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好像是多余的，尴尬呀。大眼先帝死死望着远处那因为收战利品而忙得不可开交的秦老身影，视线变得越来越炙热。他的实力超出了我等许多，这样一位来自仙界的同道，如果不拉拢到我们阵营，那将会是巨大的损失。如果有此人帮忙，那异界邪魔在玄界的局面会比现在好几十倍，至少不要东躲西藏，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出现在玄族面前了。苍罗魔帝重重点头，不能让白玄族把他抢走的，他是我们魔修，必须要跟我们一条心。说完，他第一个飞出云层，朝着下方陈哥迎了过去。他这一出场，下方白玄族人如临大敌，纷纷做出了战斗准备。御界邪魔，又有敌人来了吗？我见过此人，那是苍罗魔帝，邪魔中的顶级高手。还有大眼先帝，小心呐！他们对李俊朗前辈那是马屁如潮，对其他异界邪魔可没有任何的好感。苍罗魔帝和身后的大眼先帝等人连忙收起兵器，示意自己没有恶意，至少呢对李俊朗没有恶意。李道友，幸会幸会，我乃苍罗魔帝，这位是大眼先帝。他说完这话，就等看陈哥的反应。按道理呢，他们两个曾经在仙界那边都是威名赫赫之辈，但凡踏足修炼界，都会如雷贯耳已久了。然而陈哥只是哦了一声，头都没抬。平淡的反应让苍罗魔帝有些不悦了。这李俊朗既然是个准帝后期，那他以前不可能没听说过自己啊。大眼先帝也说了，李俊朗，你来到玄界为何不来找我们呢？对呀，大家都是仙界沦落人，来到这异界应该相互照应才对嘛。哦，我不一直忙着呢吗？还没得空去这个拜码头呢。这无所谓的态度让一众仙魔纷纷皱眉。他们当初在看到其他仙魔时，那都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而此人呢，到现在都没有回头正眼看他们一眼，过分了吧？你是战斗力强，但要是在仙界那边，你一个准帝后期见到魔帝，你不得行礼啊？苍罗魔帝的语气变得不悦了。阁下有什么好忙的呢？天天就忙着和白玄族打交道吗？啊，对啊，这次的敌人很多，饶是陈哥收得快，战利品也没收完呢。现在他非常缺资源，哪有功夫和这些人慢慢客套？大眼先帝面色不愉，难道阁下没听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吗？白玄族和我们不同类，别看他们现在与其他三族为敌，那不代表他们就是我们仙界的朋友。你和他们搅在一起，这完全就是投敌的行为。成哥还没说啥呢，白玄族人听不下去了，啥意思呀？我们就怕这位前辈不留在白玄族，你们还说这种话？你们要干什么呀？什么叫非我族类啊？心灵和申良等人站出来，满脸都写了怒火。李前辈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比山高，比海深，也是你们能破坏的。我们白玄族永远不会和他为敌。至于你们这些居心叵测的异界邪魔，那就另说了。我族江贤者和李前辈交情莫逆，早已超越了族群之分，你们懂什么？快滚吧，这里不欢迎你们。离开我们白玄神殿。苍罗魔帝一脸不屑的摇头。江贤者，就那江城啊，修炼界是看实力的地方，他不过区区天玄8重而已，有什么资格和李道友称兄道弟啊？此人战斗一开始就忙得不见踪影，到现在都还没见到他的身影。你族贤者就这么贪生怕死卖队友吗？其他准帝心领神会，这是要诋毁的江城，拉低他在李俊朗心目中的印象分啊。离间分化这两人，只要李俊朗对江城产生了恶感，到时候自然就会离开白玄族了。你倒有何等实力，何等人物，你是他能攀得上的？不错，你族那所谓的贤者就是个笑话，根本不配和李道友结交，可把白玄族众人气坏了。偏偏呢没法反驳呀，因为实际上他们内心也有类似的想法。白玄族这边许多人至今都奇怪，为什么江贤者能得到李俊朗前辈的另眼相看，甚至愿意数次帮他战斗？这俩人无论实力、族群、经历，应该都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内心深处，他们也觉得江贤者确实高攀了。收集战利品到尾声的陈哥终于停下手中的活，缓缓转过头。本集第648集，只是召唤兽而已。什么玩意儿就叫不配呀？谁说江城不配与我结交了？陈哥差点被这群奇葩气笑了。江贤者不配和那异界邪魔结交，啥意思呀？真正的自己居然高攀了虚假的自己吗？你们当着我的面大肆贬低我本尊，什么意思呀？岂有此理啊！江城那么优秀，能歧视他是我的荣幸，好吧？这话说的大家都不信呢。你这么强的实力，认识个天玄8重，你有什么好荣幸的？苍罗魔帝还以为他说反话呢，闻言摇头。李道友此言差矣，
那江城不过是有点微末天赋的晚辈天才而已，而没能成长起来的天才什么都不是。在你面前，他渺小如虫，与他平辈论交，无端拉低了你自己的身份。成哥是再也听不下去了。你才宠呢吗？你全家都宠，你懂个屁，你懂啊？苍罗魔帝被他骂懵了。李道友，你这是什么意思？对呀，我夸你了，抬高你身份，你骂我，不讲理啊！被他骂成虫的成哥气急败坏，也不给面子。什么道友的？谁跟你道友啊？苍罗魔帝也怒了呀！啊，我堂堂魔帝，我在仙界无数人都敬仰我、崇拜我，有几个人配与我论交啊？李俊郎，给脸你不要脸是不是？你打得过我吗？这个扎心的问题立即让苍罗魔帝语塞了。打不过呀，至少在玄界他肯定打不过李俊郎。以刚才那场大战来看，两人实力差距至少好几倍，他甚至都没有交手的资格。成哥又看向大眼仙帝和其他准帝，你们呢？打得过我吗？大眼仙帝面色一阵不自然。道友说笑了，你的实力远超我等，那不就得了吗？那按照你们刚才的逻辑，你们也不配和我结交啊？还喊什么道友？配吗？一旁白玄族众人幸灾乐祸。就是李前辈是我们白玄族的朋友，跟你们这些真正的邪魔无关。成哥不耐烦地挥手，行了，你们也没好到哪去啊！想到之前这帮人还曾起义将李海玉让给虚假的自己，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呀。他觉得自己真的很有必要给这帮人上课了，必须要让他们深切地体会到江贤者本尊有多么的崇高伟岸。实话告诉你们，我和江贤者根本就不是平辈论交。众人先是一愣，旋即心说了，你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你肯定比他至少高一辈啊！然而紧接着呢，成哥下句话让众人懵逼了，我比他低一辈？什么玩意儿啊？刚刚听到什么了？众人看着他认真严肃的脸，怀疑自己听错了。大眼先提皱眉，李俊郎，你这未免说笑过头了，说什么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第一次见到江大贤者，就被他无与伦比的气质折服了，进而认识到自己有多么的渺小。他是我的偶像，我心甘情愿位居于他之下。为此呢，我们还特意结下了主仆契约。从那时起，他是主人，我李君朗只是他的召唤兽而已，随叫随到，不得违抗他的命令，懂吗？只是以前江贤者顾及到我的面子，才对外宣布我们是结拜兄弟。为了抬高江贤者本尊的身份牌面，成哥也豁出去了。他看出来了，想要让本尊的光环不被虚假的自己掩盖，就只能狠狠地把虚假的自己踩到地底下去，贬低虚假的自己，才能衬托真诚的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擦亮这帮人浑浊的眼睛，让他们看清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反正呢，俩人们都是自己当自己的主人，正常。只要让所有人都分清主次而已。只不过他玩嗨了，忘记了考虑其他人的承受能力。主仆契约，召唤兽，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尊强大到不可思议，能够斩杀地玄9重，可以与帝尊争锋的超级高手，竟然只是天玄8重的江城的手下，这怎么可能呢？白玄族人差点窒息了。原来这李俊郎每次过来不是热心帮忙啊，而是在听从江贤者的命令。我的天哪，江贤者怎么做到的？这牌面也太大了吧！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只是瞬间觉得江贤者浑身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高深莫测，自己根本无法揣度他老人家的深浅。难怪白玄之神会选中他，原来还有许多自己等人根本不理解的原因。一时间呢，他们无比迫切的想见一见这位神人。成哥点开系统面板，居然又得到了一波真情值，这生意划算呢。之前大战获胜，大家为李俊朗的实力震惊，震惊值自然全都归了江城本人了。现在用自己给自己进行2次装叉，大家为江贤者震惊，震惊值还归了江城本人。对面的苍罗魔帝和大眼仙帝等人彻底懵了呀！这李俊朗，你何至于如此？那江城就算再神奇再有魅力，你也不必屈居人下吧？以你的实力，何必如此折辱自己？这事儿超出他们的思维能力了，想不通啊！成哥朝着上空一脸崇拜的拱手。我和江城大贤者的关系，其实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跟着他，我整个人都得到了升华，这难道也要告诉你们吗？他放下双手，用警告的眼神扫视那几十名仙魔一眼。反正你们给我记住了啊，诋毁他就诋毁我，诋毁我，那就是要和我为敌。说完呢，他收掉最后一批战利品，在众人大眼瞪小眼的懵逼仰望下，飞回了神殿深处。而江掌门这一番操作，效果是立竿见影。当这里的事情传出去之后，整个第3层再次沸腾了。白玄族人们一方面为战胜强大敌人而欢呼，一方面为李前辈的实力而震撼。然而这俩事最终都敌不过李前辈最后那番话。如此强大的异界邪魔，竟然只是江贤者的仆从，需要听从他的号令。第649集，3天之内必死。
得到这个消息呢，白玄族上下无不仰望陈哥，到处都在讨论他，说什么他神奇呀，又怀疑他怎么做到的，对吧？这天旋八重就征服了一位堪比帝尊的强者，这得多伟大的人格魅力呀！啊，等等啊，又猜了，说大贤者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要太厉害了，没准呢他也是一个隐藏的高手，只是一直用不着他亲自出手。几天后，微服私访的江贤者走到哪里都能听到类似的议论，这让他志得意满，不禁露出老怀大慰的笑容。效果不错呀，总算是得到了应有的待遇。化身小朦胧坐在他肩膀上的苍龙女帝一脸鄙夷，哼，贬低另一个自己，来抬高真正的自己，这种奇葩操作也只有你能干得出来了。那是，这么天才的操作只有天才才能想到。将来真相传出去，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待你。无所谓，反正当前的牌面我这已经得到了。哎呀，我早就该这么做了呀，明明好几次出了力，结果呢被夸的却不是江城。你就这么喜欢被夸吗？当然了，逼格重过生命嘛。女帝一时无言了。回到神殿，家长们开始清点这次的收获。这次剿灭了3族大批的高手，获得的玄元果不计其数，而兑换出来的功德呢，也达到数千亿之多。他终于可以好好的升级了。与地玄9重的战斗让陈哥发现了自己的不足，目前只有速度玄文能无限制的与其他玄文一起用出来，其他玄文还不行啊。原因很简单，速度玄文达到第7重，与玄魄融为一体了。如果自己有更多的玄文达到第7重，那么战斗中就能同时用出很多种玄文。就像在仙界，一股脑用出49个规则烙印，神挡杀神，魔挡杀魔。如果我能一次用出几十个玄文，那上次那几个地玄9重随便就能强行碾死了。他摸着下巴思索，随后对外宣布自己要进行长期的闭关，除非第6层再有敌人下来，否则暂时别打扰。对此神殿的殿主们也是无奈，下次来的很可能就是帝尊中错本人，你还闭什么关呢？就你的天玄8重闭关能怎么样呢？到时候还不是得看李俊朗前辈的战斗力，咱这点微末实力又起不了什么作用。你就好好的养足精神，必要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召唤李前辈，就算完成使命了。要不是李俊朗和江贤者的关系公开了，确定他能够随叫随到，恐怕他们又要天天来询问李前辈去哪儿了，下次还能不能来了。在这种气氛下呢，陈哥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玄文的突破。而在玄界第6层，帝尊中错也终于被惊动了。九霄之上有重重殿宇，金碧辉煌，宛若海市蜃楼般浮华。数百位在玄界跺跺脚就能震动一方的地玄境低俯着脑袋，整整齐齐地跪成3列，正对着那地尊宫的深处方向。片刻之后，有2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飘然而出。为首那位地玄9重连忙抬头：“2位绅士，请问帝尊可出关了呀？”“是啊，那异界邪魔太强大，非他出关不可呀。”2名不过天玄境的女子面罩寒霜，俯视着一地跪着的地玄境，眼神透着高冷疏离。“放肆！尊者是否出关，也是你能打听的？难道你们还要教他怎么行事？”为首几名地玄9重连忙磕头告罪：“不敢，还请绅士宽恕。”没办法，这2个女人虽然才天玄境，她们挥手就能灭掉，但身份尊贵。她们都是中错一路崛起时结识的红颜知己，位面之子嘛，开个美女如云的后宫标配吗？这些女人个个天生丽质，国色天香，加起来都能组成一个牌了。尽管这2位还不算是中错最亲密的女人，只能算是侍女那种，但也不是外人能得罪的。地尊宫的神使不多，但权力极大，甚至可以直接下令处死4族任何人。中错闭关时，他们就是玄界的实际掌控者。每次他们下去，都会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生怕惹到这些姑奶奶不高兴。左边那名穿着宫装白裙的女子冷冷说了：“帝尊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了。那异界邪魔犯下滔天大罪，帝尊本欲亲自捉拿。”右边那穿着青色拖地长裙的女子继续面无表情：“但是他正在闭关的关键时期，不便亲自出手。”中错这些年一直忙着炼化银玄、黑玄2枚玄力种子呢，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一旦成功，更是意义深远。诸位地玄境面死一边，帝尊不出关，这咋整呢？难道又要像上次那样大举进攻吗？虽说金银黑3族还有10余位地玄9重，但以那异界邪魔这次展露出的战斗力来看，众人根本不是对手，没准又是上门给他送宝、送经验包的。他们不傻，不想送死。2名神使何尝看不出他们想什么，不由得露出鄙夷之色：“哼，看你们这没出息的样子。”“是2位神使教训的是，未知帝尊对此战有何安排？”白裙女子微微抬起高傲的下巴：“放心吧，这次不用你们出手，帝尊自有计策。”众人一脸懵逼，只觉得帝尊还真是高深莫测呀，不亲自出手，又不用其他人出手，那怎么解决呢？就听青裙女子傲然说了：“3天之内，异界邪魔李俊朗自会身亡，尔等回去之后，静听消息便可。”众人可不敢打听帝尊的计策，不过结合帝尊这些年的行事风格和崛起经历，但凡他主导的计划就没有失败的，这次肯定也不例外。本期第650集，你确定我召唤不了吗？
三族高手退去后，私下里议论纷纷。既然帝尊有安排，那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对哦，只要被他盯上了目标，就没有能安然活下去了。必须的，帝尊行事每次都有如神助，我等根本无法揣度。那邪魔这次肯定完了。真是好奇呀，帝尊都不用亲自出手就能杀他，到底什么手段？你问我问谁呀？反正帝尊高深莫测，无所不能就完事了呗。三族高手纷纷放下心来，在他们看来，帝尊说了3天之后李俊朗必死，那就一定会死，绝不会拖到第4天，更不会侥幸活下来。帝尊纵横几亿年的战绩摆在那儿，位面之子有滔天气运加持，他说出的话就没有兑现不了的。而另一边呢，成哥并不知道下一波敌人会是什么样，成哥压根不在乎对方的强弱。这天呢，他正在炼化玄文，突然就发现四周玄气荡然无存了。与此同时，周遭的世界被彻底隔绝，明明还能看到外面，却仿佛隔了一圈天堑。即便与他相隔仅有3米的苍龙女帝，都被阻隔在另一个空间了。第7重空间玄文，他停下打坐，站起，饶有兴致地看向虚空某个方向。这次不用正面强攻，改用暗中刺杀了。你已经结束了。那虚空中，一道人影如同沙粒重组一般，缓缓地从脚到头顶凝聚成形。出现在江掌门面前的是一名表面看起来很年轻的男子，他身穿一件紫色的长袍，腰间绑着一根褐色的龙纹金缕带，飘逸的剑眉斜飞入鬓，深邃的双目带着无边的深沉。他身形高大颀长，如同浮雕一般棱角分明的脸庞带着坚毅和硬朗，往任何地方一站都会迅速成为当仁不让的焦点，当然在成哥面前除外。中错，不好，是他来了！外面传来惊呼和尖叫，紧接着心灵、申良等人全都慌忙赶来，不过看起来为时已晚。看到那被金银黑白4色光环隔绝在一片狭小空间内的江贤者，众人的心全都提到嗓子眼了，绝望的表情出现在每个人的脸上。这位帝尊威名太盛，至少对于玄族人来说，他就是无敌的象征。当确定他的身份后，他们甚至都兴不起反抗的念头。众人的反应让中错不禁仰面长啸，他已经达成目标了。你白玄族还不配让我出动真身，这不过是我的一道身外化身而已，拥有本体1%的实力罢了。不过用来覆灭你们，却是绰绰有余。说完呢，他看向被隔绝禁锢在里面的成哥，眼内浮起一丝轻蔑的嘲意。听说你和那李俊朗签了主仆契约，现在可还能召唤出他来呀？没错，这就是中错的计策。契约也是一种力量，两者之间需要形成联系，才能够产生召唤效果。现在他抽空玄气，切断空间，隔绝神魂波动。这种情况下，契约召唤是无论如何也感知不到目标的。作为位面之子，中错行事向来简洁高效，完全不会白白浪费力气。像之前金凯、金傲等人大张旗鼓的杀过来，然后被李俊朗一锅端，那简直就是自投罗网。中错很清楚，除非出动自己的本体，否则这个李俊朗是没有人能干得掉了。但本体忙于炼化玄力种子，抽不出空来，所以呢，最终他选择最直接的办法。你李俊朗厉害，我不找你李俊朗，我直接干掉你的主人江城不就行了吗？江城才多强啊！区天玄8重，自己这个身外化身虽然仅有地玄8重的战斗力，但碾灭一个天玄8重，那不轻而易举吗？按照主仆契约的特点，只要主人身亡，仆从也会自动被抹杀。我根本不需要见到李俊朗就能轻易的杀死你。至于你，你的天赋或许很出众，但与我还是有着本质的差距。你根本不知道我对于玄机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个世界不需要2个天选之人。他的话让外面所有人更加绝望了。这个敌人不光强大，而且聪明绝顶，行事风格也毫不迂腐。作为堂堂帝尊，所有人都觉得他迟早会与异界邪魔李俊朗来一场龙争虎斗，只有这样才符合帝尊的身份牌面。然而他没有，他选择了最省力、最务实的方式。只要能杀死对手，任何手段都能用。好不好看那都是其次，何况今天之后你们也会永远闭嘴，传不出消息。作为位面之子，他做事向来滴水不漏，最后不会留下什么活口。他略带失望地看了成哥。再给你最后一个忠告，自己的实力才是最可靠的，召唤出来的永远不属于你。不过你也没有改正的机会了。喝上完了吗？一直没吭声的成哥同样一脸失望地看着这个位面之子。我还以为你这次终于能来了呢，没想到就来个化身呢，不给个面子，你这也干不掉中错的本体，第6层就打不开。区身外化身估计也没什么战利品，甚至呢都没法让他提起劲来。偏偏中错还自信满满，胜券在握。他眼帘微垂，如同施舍。给你另一个选择，与我签订主仆契约，成为我的奴仆，只要你还能继续活命。他都想得美呀！只要把江城变成奴仆了，那李俊朗自然会自动的继承过来，
也成为自己的奴仆。到时候呢，自己麾下力量就强了呀，也许有朝一日还能征服另一端的仙界。成哥叹了口气：“哎呀，你这自信的样子是真可爱呀！你确定这样我就召唤不了李俊朗了吗？”这话让钟错面色一变，然而不等他反应呢，被隔绝的空间内突然仙力弥漫，各种特效五光纷呈。成哥隐身变化，摘掉隐藏仙宝，一气呵成啊！当众人定睛再度看去时，手持红绝仙剑，浑身缭绕着黑色魔气的李俊朗已经闪亮登场。本集第651集，缺条看门狗。钟错眼内浮起一缕不可置信，这不可能！他的算计从来没出过纰漏，不可能算错呀。主仆契约他自己就签过，作为位面之子，他一路崛起时收了不少奴仆，也有召唤兽。对这契约他无比了解，抽空玄气，阻断空间，隔绝神魂波动之后，主仆契约不可能生效的。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化身为李俊朗的成哥晃了晃手中的剑，饶有兴致地看着钟错的表情。能让一个位面之子露出这种被打击到的表情，他挺有成就感的。原本他想用江贤者的身份直接干，但考虑到不用仙力只用玄力，恐怕还是拿不下一个地玄8重，哪怕此人只是个身外化身。稳了！哎呦，太好了啊！外面心灵等人忍不住欢呼。刚刚他们都绝望了，着实没想到这种情况下还能把李前辈招出来。钟错锐利的双目微微眯起，他的表情不断变化。第一次算计出错，对他那已经骄傲了几亿年的自信心造成了不小打击。不过呢，他显然没那么容易被击垮。下一瞬，一缕神秘波动突然传来，他的身影一阵虚淡，仿佛要破空去到另一个世界。李俊朗连地玄9重都斩杀好几个，钟错很清楚自己的身外化身不是对手。既然打不过，那也没必要白白牺牲一个身外化身呢。毕竟这也会让他本体有点小损失。他很果断，成不了就撤，没什么丢人的。而他想离开这里也很简单，直接用本体召唤，这身外化身哪怕处在任何的险境，也能立即被传回第6层。只是呢，成哥没给他这个机会。他的身影即将消散那一刻，突然又变得具体了起来。那缕神秘波动被切断，牢牢地阻隔在了外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哎，这么急着去哪儿啊？把搁这当什么地方了？客栈酒楼吗？就算是，那你得买了单才能离开呀。钟错眼内杀气一闪，既然逃不掉，那就打吧。他才刚出手，对面成哥就直接15门剑道，外带第7重速度玄文和第6重的剑之玄文同时轰了出来。狭小的空间内绽放起了炫目的烟花，隐隐间能看到一个个小世界不断的衍生又不断毁灭。这一波动完全可以摧毁整个神殿，但此时呢，却被局限在2人身中的1丈方圆内，毫无外界。身处其中的钟错被轰得重重的倒飞出去，但飞了仅仅1米，就像撞到了一面无形的墙壁，从半空跌落。还没等他落地，成哥一把扣住他的咽喉，庞大的仙力长驱直入，轰入对方体内。经脉玄破玄文被滔天的洪水一冲而过，极快的速度下尽数粉碎崩溃。紧接着神魂也杀入对方的识海，将这身外化身和钟错本体间的类似联系彻底切断。最后呢，又将这身外化身的一缕分魂禁锢了起来，这才将只剩一具空壳的钟错扔在地上。你好狠！整个过程吐气葫芦，如同极光电影。外面心灵等人甚至没有来得及看清发生了什么，就看到曾经让他们站立的帝尊趴在自己的面前，如同一滩烂泥。钟错再无任何的反击之力，这身外化身已经没有了玄破玄文之力，用不出任何的玄术了，剩下的也只是一具堪比地玄境的空壳身躯而已。这个状态下，随便一名地玄1重都能够击败他，这就叫狠了。你大老远的跑过来，我们不热情的款待一下，怎么能对得住你呢？成哥俯视他，眼内没有任何的同情。想想，如果自己真的是普通天玄8重，需要召唤才能喊来异界邪魔帮忙，那刚才会是什么下场呢？钟错的算计没什么问题，只是情报出了错，被成哥误导了而已。他和所有人做梦也没想到，江贤者和李俊朗会是同一个人，压根儿不需要召唤。好了，这个人你们随便处置吧。这身外化身完全废了，成哥也不担心他还能掀起风浪，何况就算掀了，又能怎么样呢？听到这句话，心灵等人感觉到格外的不真实。自己等人处置帝尊钟错吗？哪怕这只是被废了的身外化身，那他们也不敢呢。几亿年的威名早已深入骨髓，听到名字都会产生发自内心的敬畏，更别说看到那张位面之子的主角脸了，心里发毛啊。他们的反应全都落在钟错的眼内，哪怕沦落到如此地步，这堂堂帝尊眼内还是露出了一丝轻蔑。处置我，就凭你们，谁敢处置我，将来我本体出关，我会让他生生世世痛苦哀嚎，直至玄界毁灭的那天。这样的诅咒恐吓令人不寒而栗，而以他呢本尊的手段和以往的霸道风格，这话绝不是说说呀。他冷冷地看着陈哥的背影。李俊朗，你要么放了我，要么干脆杀了我。
他已经做好坠坏的准备了，大不了放弃这个身外化身，来日再报仇，他损失得起。只是现在神魂被禁锢，想自杀都办不到。以你的实力，羞辱对手这种事，无端降低了你的身份，令人不齿。成哥缓缓转过身，一脸莫名的看了他一眼：“你这家伙都沦落到这地步了，哪来的傲气呢？还要么放了，要么杀了。咋的？你还想叫我做事啊？”成哥撇嘴，看脸心有余悸的心灵、申良等人，心知他们适应不了这种转变。李寒玉，中错这个身外化身交给你了。他朝着李寒玉挥挥手：“咱们这神殿缺一条看门狗，希望你能早点将他驯服出来啊！”看门狗，心灵等人差点昏过去啊！这可是帝尊中错的身外化身，玄界第一高手，你这么做太疯狂了吧？中错更是面色大变，差点崩溃了。李俊郎，你敢！哪怕没了权力，他还是想逃离这里。然而他才刚刚窜出2米远，就被李寒玉一耳光扇了回去。是。此女朝着成哥躬了躬身，旋即面无表情地提起了中错的后颈，将他带离了现场。本集第652集，真叫了。看到他如同提着死狗一样提着中错远去的背影，心灵等人嘴角直抽啊！你还是真敢呐！虽然中错是敌人，但对他们来说，这样做简直可以和羞辱神明相提并论了，仿佛做了这种事会遭到报应一样。成哥也看了眼李寒玉远去的背影，莫名感觉这姿势有些熟悉啊！他忽然想起来了，他娘的呀！当初在第一层黑玄族逃亡的时候，自己不就被他这样提着后衣领提了好几次吗？感情当时的姿势这么丢脸吗？李前辈，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啊？心灵等人一脸不安地问着：“有什么不妥的呀？那毕竟是帝尊中错呀，又怎么样呢？不管是谁，输了就要挨打，挨打就要立正，他凭什么搞特殊化呀？就怕中错将来会发疯一样报复我们呢。就算没这茬，难道他就会放过我们了吗？”陈哥算是看出来了，中错极为甚深，多年不可侵犯的形象根植于这些人内心，很难扭转过来了。原本他羞辱一下中错只是随手为之，顺便让这家伙的本体早点下来领死，现在倒觉得呀，还真有必要用这个方式来提升一下白玄族人的自信心呢。10天时间一晃而过，第6层的帝尊宫外再次跪了3列地玄境的高手。上次帝尊说了，3天内李俊朗和江城必死。现在呢，10天过去了，3族高手们翘首以盼，巴巴的赶来等着好消息呢。2位神师，不知那李俊朗死了没有？哦，对呀，此人一日不除，我3族大仇一日不得报啊！2名天玄境的女子一脸冷傲：“放肆！你们竟敢质疑帝尊的能力！”为首那名地玄九重连忙摆手告罪：“不敢，我们只是想第一时间听到好消息。”是啊，我们是想为帝尊喝彩呀。白裙女子冷冷地说了：“既然3日之期已过，那李俊朗肯定已经伏诛，这是不可置疑的事情。”青裙女子也淡淡地说：“帝尊说出去的话，还从没有办不到的，只是他性子低调，懒得宣扬而已。”说完呢，2人还真的进去询问帝尊中错本人了。毕竟他们也好奇那李俊朗怎么死的。这一进去，他们就再也没能回来了。外面那群地玄境等了1天1夜，没能等到2位神使回来通报消息，不由纳闷了。跪在外面，走也不是，爱留也不是。就在他们渐渐生出惶惑时，2具尸体从天而降，掉落在众人面前。定睛一看，不是之前的2位神使又是谁呀？这可把他们吓坏了呀！神使被杀，这在玄界是天大的事情，足以掀起漫长的血雨腥风。当年中错就曾有一位红颜知己被仇敌绑走，最后的结果呢是帝尊雷霆震怒，大开杀戒，一欲生灵，为之殒命。其中与事件相关的那个小部族，其他9成9被杀都是无辜者。帝尊一怒，血流飘橹呀，可不会管你是不是被牵连的。与我们无关呐，不是我们干的呀！3族诸位高层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抬手告饶。而这时呢，又有2名黑裙女子从深空之中飘然飞出，2人同样是面罩寒霜，居高临下的俯视众人。帝尊有令，任何人不得打听，更不得讨论上次那场行动，违令者诛灭族系。2女蓦然看了眼地上2具尸体，淡淡的说：“他们就是因为擅自打听，被帝尊亲手斩杀的。”这2位神使竟然是被帝尊杀死的吗？众人心头稍稍松了口气的同时，又感到不寒而栗。这不是他的红颜知己吗？居然也能下狠手？他们又哪里知道，换成其他事也就算了，10天前那场行动对中错来说可是奇耻大辱。他作为位面之子，开挂之后几亿年来顺风顺水，这次身外化身栽在成哥手里，算是巨大的污点，怎么能够容忍别人问起呢？如果可以，他恨不得抹除所有人的记忆。事实上呢，中错的本尊还不知道自己的身外化身没死，正在被当成狗来熏。毕竟在那之前，他和身外化身的联系被成哥抹除了。要是他知道自己的身外化身此时正在干什么，那恐怕怒气值会再次提升好几倍。众人离开帝尊宫之后，内心怎么想，就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不出意外呀，帝尊这次是失败了，要不然他怎么可能会封锁消息，不准任何人讨论呢？
这让他们感觉极度的不可思议。那个人竟然会失败？不可能吧！而就在几天后，他们设立在下面几层的情报机构传上来了几份留影玄机。这是什么呀？三族高层都得到了类似的留影，以往都是一些白玄族神殿周边的动向，甚至有一次他们还在留影内看到了江城的身影。反正呢，乘客压根没什么防范意识，对外就没封锁什么警戒什么的。他们的情报来的也很容易，在三族高层看来，这次应该又是类似的情报，只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送情报的人那诚惶诚恐的表情，更没有发现他们被汗水湿透的后背。点开留影画面，映入眼帘的第一幕就吓了他们一跳，连忙呼啦啦跪了下去，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画面是帝尊中错的脸。虽然看上去气质有些差别，但如假包换，绝对是他。按照这些年来的规矩，他们只要看到帝尊的画像，都要马上行大礼，否则被有些人捅上去，后果就严重了。参见帝尊！对着那留影画面，三族大殿内响起了异口同声的呼喊，紧接着画面内传来了声音：汪汪汪汪汪汪汪！哎，发生什么了？众人抬起脑袋，一脸懵逼地看了过去。这次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中错那张脸，还有全身。就见这位帝尊手足并用趴在地上，而他的脖子上套着个项圈，项圈上系着一根绳索，绳索另一端握在一个只能看到肩膀以下的女人手里。这让三族大殿内所有高层震惊的差点当场昏过去。这怎么可能呢？这发生什么了呢？画面不远处还传来许多人的嬉笑声，显得很热闹，应该是白玄族的人。这就是堂堂帝尊吗？哼，纯哥，再给爷教两招！被踹了一脚的中错连忙又叫唤起来。汪汪汪！本集第653集，新的看门狗。三族大殿内，除了留影画面内的嬉笑声和狗叫声，再无其他声音。三族高层每个人脸上的血色都褪尽了，他们脑瓜子嗡嗡的，快失去思考的能力了。有的人当场吓昏过去了，有的人封闭了五感，不敢再听，不敢再看，有的人屏住呼吸，恨不得时光倒流，自己永远没看过这留影。他们也不傻，知道那应该不是中错本尊，而是他的身外化身。但就算是身外化身，代表的不也还是中错吗？那羞辱程度也还是突破了极限呢。虽然不知道中错几天前究竟用了什么计划去对付李君老，但是很显然他失败了。不光失败了，就连身外化身都被人给扣下来了。难怪他不让人提呀。大殿内没人敢讨论，也没有人敢吭声。看到中错的身外化身沦落到这个样子，他们内心深处有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开始缓缓的崩塌。那个人竟然会失败，但很快还是被长久的积微取代，重新变成了恐惧。留影玄气突然崩毁消散，与此同时，送来玄气留影的那名天玄境也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金玄族为首一名地玄九重缓缓收回手指，用杀气腾腾的眼神环顾了所有人一圈。咱们都听好了啊，俺们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听到，今儿也没有人来过这里，听了没？他不傻，如果被中错知道自己等人看过这影像，那以后恐怕全都会被他想方设法的灭口了。那个人行事狠辣，绝不会让自己的黑历史被外人知道的。殿内众高手也不傻，毕竟都活了几亿几十亿年的人了，内心跟明镜似的。所有人重重点头，决定将这件事烂在肚子里，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提，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就在三族高层都做出如此默契决定的时候，第三层白玄族那边热闹啊！在陈哥的授意下，李海玉牵着中错的身外化身在神殿外面到处亮相。一开始呢，白玄族人看到这堂堂的帝尊手足并用血狗叫，只觉得天旋地转，吓得到处逃窜。但是慢慢的呢，看习惯了，而且回想到白玄族以前受到的欺压，再联想到10几年前整个第三层被三族大军联手围剿，大批族人被杀的被杀，逃散的逃散，一切的罪魁祸首不就是这位帝尊吗？如果不是他，白玄族至今和其他三族并立，大家也都过得好好的。就因为他，白玄族历任大殿主大部分都陨落了，没陨落的也在第6层下落不明。那苦难的经历，如果不是江城大贤者的出现，至今还在继续。想到这里，众人才壮起胆子围了上去，渐渐的呢，也开始跟着遛狗了。随着时间一长，这俨然成了白玄神殿的一道风景线，每天都有无数人早早的赶来，慕名前来闻名关口。哎，纯狗，爬上来给咱瞧瞧。哎，叫点声。嘿嘿，哎，你看这纯狗还不爽呢。我能骑一骑吗？可以，我昨儿都骑了，骑着帝尊的感觉真不一样，整个人都升华了哦。远处呢，陈哥笑眯眯的看着这一幕，中错呀，我让你摆谱，区区身外化身就想来搁这里装叉。经过这么一搞，叉王之位永远都和你无关。回到贤者宫，他继续忙着提升玄文。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些天呢，他还只将死之玄文提升到了第7重。不出他所料，这玄文到了第7重之后，就和玄魄融为一体了。从此战斗时就能够同时与其他玄文一道用出来，他的战斗力得到了直线提升。
心情大好之下，他再次出关来到外面。这一天可有敌人来袭呀？心灵等人摇头，没有，中错似乎并没有任何动静。第6层的金银黑3族也没有高手下来，这一定是憋了个极为可怕的阴谋啊！没错，中错上次吃了个大亏，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申良的话音才刚一落，四周空间再次被隔绝了，紧接着无边的寒气笼罩住在场的每个人。明明外面天地没有任何的遮掩，但心灵和申良等人却再也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也感知不到任何存在。他们的神魂和五感尽数被暂时压制，而在那中心区域，最为恐怖的杀气全都集中在了江贤者一个人身上。整个过程极快，所有人都反应不及。中错再次出现了，作为位面之子，这个场子他必须找回来。这次依旧还是身外化身，没办法，他的本体忙着炼化玄力种子，脱不开身呢。而这次呢，他吸收了失败经验，改变了战略了。上次失败，在他看来是自己太过大意，不该想着收复江城，让他成为自己的奴仆。结果呢，没能封锁住他的召唤，李俊朗还是出现了。那么这一次，自己就不拖泥带水，直接搞刺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斩杀江城这个区区天玄八重，不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一了百了，干死他。他的计划很完美，地玄八重的身外化身刺杀一个天玄八重，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吗？前提是成哥真的是个普通的天玄八重，中错的玄气几乎都要碰到他了。那一瞬间呢，他嗅到了成功的气息，死吧！或许是因为失败过一次的打击呀，身外化身的表情都变得狰狞起来。随后呢，他的玄气停了下来，一柄火红长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李俊朗，中错再次看到那张熟悉的脸，他的表情变得极度的难以置信。这不可能！怎么可能又是他呢？自己杀的不是江城吗？他的召唤这么快吗？他无法理解呀。紧接着，死之玄门、速度玄门、剑之玄门3道力量在仙力的灌注下，轰然破开了他的防御。紧接着，通进他的体内，经脉旋破玄门，如同上次一样，神魂迅速切断了他和本体之间的联系。当寒气消失，杀气散去，惊魂未定的众人看到的是如同破麻袋一样被扔在地上的中错。让李涵玉过来，将新的看门狗领走。本集第654集，愤怒的帝尊。刚发生什么呢？在场所有人在看到地上的中错之后，明明能猜到，却还是感觉不可思议。这样突如其来的刺杀，李俊朗前辈居然还能及时赶到吗？这也太神奇了吧！他们看中错的眼神甚至都同情了。哎，你说你盯上谁不好啊？你偏得盯上他呢？你这是送上门来被羞辱呀！李俊朗，你要干什么？这身外化身还不知道上次之后的事情呢。干什么？给你凑个对啊！李涵玉很快就匆匆赶来，与之随行的还有手足并用的上一个身外化身。当第二个化身看到第一个化身脖子上的项圈时，差点当场发狂。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敢如此对我？我发誓，我绝对要血洗白玄族，日夜折磨你们的神魂，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不远处的心灵、申良等人都暗暗撇了撇嘴。你吓唬谁呢？就是你好歹换个台词啊！都是要当狗的人了，还傲什么傲啊？中错第一个化身当狗有段时间了，他们现在呢也都渐渐习惯了，再也没有之前那种敬畏恐惧之心了。看到第二个化身即将步入相同的结局，众人表示很淡定，甚至有点期待双犬对飞的场面。紧接着，李涵玉朝着陈科公的躬身，随后一言不发，熟练地提起了第二个身外化身的脖子，也不顾他的谩骂、咆哮和反抗，就那么带他离开了这里。至于他即将经历什么，众人表示不愿去想象。尽管这是和中错本体脱离了联系的身外化身，但原本也是内心高傲的硬骨头啊，能将一个硬骨头变成那般温顺听话的模样，可想而知。中错又派化身来袭击了，结果又被李俊朗前辈轻松拿下了。消息很快传遍了白玄族上下，一时间欢声雷动，人人喜笑颜开呀。第6层的帝尊宫深处，又传来一道愤怒的嘶吼。深宫之外，一名名女神使胆战心惊，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帝尊又派化身出去行动了。而在里面闭关的中错本尊，则是缓缓睁开了双眼。相对于化身，本体光是表面气息带来的威慑力要强了至少数十倍以上，给人的感觉呢，就像是面对了一尊远古的洪荒巨兽，又像是面对了一个浩瀚无垠的世界，终其一生也无法探索其中的奥妙。他的左右双手分别握着一黑一银2个闪烁的光团，那光团不断跳动，仿佛有着生命一般，但在他的手心却根本逃不脱控制，如同陷入了牢笼一般。李俊朗，江城竟敢毁我2个身外化身，你们很好。等我彻底炼化这2枚种子，整个玄界都将在我的掌控中，不会再有你们的容身之地。他的脸颊一阵抽搐，而那手心的2团光团呢，仿佛也暗淡了些许。一天后，位于第6层的金银黑3族高层所在地，分别有2位神使前来宣布帝尊的口谕。帝尊有令，即日起，第6层任何人不得下去。
暂停对白玄族的行动。啊！三族的地玄境面面相觑，不管白玄族了吗？帝尊的身外化身被搞成那样，就这么认栽了吗？他们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问呢。两位神使并不知道化身变狗的事情，还在继续保持高冷呢。白玄族江城和异界邪魔李俊朗藏得太深，不敢正面与帝尊化身激战，因此上次行动未果。帝尊闭关结束，会亲自出手，那时他们再无藏身之地。白玄族的末日即将到来，尔等耐心等候便可。说完，两人在一众高手的恭送下飘然离去了。他们离去之后，众高手面面相觑。江城和李俊朗藏得太深，不敢和帝尊化身正面激战，好像不对吧？啊，这帝尊化身分明是被人变成了狗，天知道当时经历过什么呀！所有人的表情都有些微妙，想说点什么又不敢，憋得慌啊。他们甚至宁愿自己不知道实情，那样呢，现在的心情也不至于这么复杂。金玄族为首的那位地玄九重清了清嗓子，肃然说了100年后帝尊真身一出，结局便不会再有任何的悬念了。其他人像是得到宣泄口，连忙大声附和啊，没错，帝尊真身无可匹敌，战无不胜，必须的嘛。豫章就能解决那个李俊朗，毫无悬念，到时候所有闹剧都将结束了。闹剧俩字一出，全场骤然一惊，所有人惊恐地看向那个地玄七重。什么闹剧？就是啊，什么闹剧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莫名其妙呢。说出这俩字，地玄七重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自己是个哑巴。而在此时呢，外面又有人来报，下面又传上最新的情报了。最新情报，不会又是帝尊化身学狗叫的画面吗？我们一起学狗叫，一起汪汪汪汪汪！呀！众人差点当场逃离了。不过想想，那已经是10多天前的情报了，如今的情报应该是其他的了。看一看吧。啊！金玄族那位地玄九重接过流影玄器，当场放了出来。画面一闪，他们又一次看到了中错的脸。众人差点崩溃了。而就在下一刻，画面另一端又传来了口叫声。紧接着呢，众人看到了另一个趴在地上的中错。2条狗被牵在不同的人手里，在人山人海的围观下，那叫了那个欢呢！怎么会有俩化身呢？众人一想明白了，感情上次失败之后，帝尊又出动了一次身外化身，只可惜呢，又完犊子了。流影玄器再次被那名地玄九重一指飞快的毁掉，该死的呀！早知道就不点开了呀。本集第655集化玄池。三族高手内心都在骂娘嘞！你说你中错，你败就败了，你别人抓住，羞辱就算，你别让我们看呢！你好歹本体你出个洞，你亲自解决一下吧，对不对？你闭关有那么重要吗？啊，你这样我们多尴尬呀！想到中错还下令说什么李俊朗与江城藏了起来，不敢和他正面交锋，众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麻烦你，求求你，拜托你，亲自下去看看吧！这牛皮吹得都四处漏风了，我们想提醒又不敢，你说情何以堪呢？而在另一边的第3层，白玄族人现在是载歌载舞呀。帝尊中错的树立了几亿年的威风，这些天随着2条狗的巡回演出，算是一朝丧尽。现在恐怕就算他本尊站在面前，也没有人会觉得他多么的崇高了。这个位面之子的颜面已经在下面几层丢光了呀。第2层、4层、5层这3层的其他3族人也渐渐得知了传开的消息，看到了那些流影。一时间呢，这4层传的是沸沸扬扬，偏偏第6层彻底封闭，进出不能，消息传不上去，中错本人还不知道呢。成哥本以为这家伙一定会忍不住，下次要亲自下场了。但是呢，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真的是天天年年天天，圈圈圆圆又圈圈呐，上面愣是没有任何的动静。这家伙真的是偃旗息鼓了吗？随着时间推移，他提升到第7重的玄文越来越多，力量、五行、毁灭、空间、阴阳这些和强力规则有关的玄文，相继与玄魄融为一体，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但让他意外的是，还有其他一些玄文提升到第7重之后，并不能和玄魄融为一体。渐渐的，他发现规律了。只有在仙界那边成就了规则烙印的49门对应的玄文，才能与玄魄融合。其他规则对应的玄文在提升到第7重之后，得到了更强的力量，但并不能在战斗中一股脑的同时用出来。哎呀，看来在这边我最多只能用50个玄文呐。一旁的苍龙女帝听到他这遗憾的口气呢，只觉得这家伙是想气死人呐。知足吧，这种事情除了你，也只有那中错能办到了。据心灵、申良等人所言呢，中错以前战斗时最多同时用出过9种玄文，这也是他战斗力一直超越同阶修士的一个重大原因。他又不是仙界的人，没有规则烙印，哪来这么多玄文呢？一直挂在他脖颈的白石光芒闪耀，紧接着阿玲出现在他的面前。因为他的玄魄本身就是金玄之力的种子，这种玄魄太过特殊了，自带金玄一族9道本源力量。哦，原来这样啊！那他一共多少道玄文呢？应该也就是这9道。中错并没有去降临大殿复过灵，他的修炼之路和其他人并不一样。在这方面，阿玲的了解自然要比普通玄族人多得多。那如果他炼化了其他玄力种子，是不是能得到更多的玄文呢？应该会。阿玲脸上浮现起了一抹担忧。其实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炼化更多的玄力种子之后，他或许能得到这个世界的部分认可。那是什么呀？有什么威能啊？我也不知道。陈哥摸了摸下巴，莫名感觉对方这个牌面挺大的呀，世界的认可，自己都没这待遇啊。啊，对了，你现在能随便在外面晃了？白玄之灵因为状态虚弱，在自己身上安家很多年了。阿玲甜甜一笑，只是配上她那肤色和大眼睛，画风还是有些诡异的。现在白玄族的气运蒸蒸日上，这都多亏了成哥你呢，我也因此得到了气运加持，状态好多了。阿玲出来之后，白玄神殿那些店主和执事差点又疯了呀，纷纷上来跪拜，甚至想将这小祖宗供起来。不过呢，阿玲拒绝了，依旧还是整天住在贤者宫，陪在成哥的身边。这丫头可不傻呀，她很清楚自己这个神其实没有什么自保能力，而目前玄界最粗的一根大腿就是成哥了，她可不可能撒手了呀。而在江城将203个玄门提升到第7重之后，实力得到极大提升，现在让他再去和金奥等地玄8、9重对决，恐怕挥挥手又能秒一片了。只是呢，他的功德也快用完了，第7重玄门境界实在是太消耗功德了，没办法，他只能再提升一下玄力境界。之前金奥那次100万大军来袭，他收获的玄元果极多，现在呢也该好好升级了。吃了足足半个时辰的玄元果之后，他突破了天玄9重，玄魄的力量变得更强。江掌门并没有打算停下来，这对陈哥来说呀，升级就该是一鼓作气。他很快就冲到了天玄境的巅峰，然而却怎么都感知不到突破的关卡，仿佛后面没有境界了。什么情况？怎么又突破不了了呢？对这种情况呢，成哥倒是也淡定，反正不是第一次了。特殊的人总是会有一些特殊待遇的。阿玲不假思索地说：“很正常啊，你不是出生在玄界的玄族人，来到这里之前你就拥有了仙体。拥有仙体是坏事吗？”成哥心说：“我不光有仙体，我还是混沌魔体呢。”是的，玄族人突破地玄境时都会重塑玄体，这样才能承载更强的玄魄力量。阿玲继续说了：“但成哥，你拥有了仙体，这一步就践行不下去了。突破时的天地规则无法将你的仙体转变成玄体。”哦，还有这事呢？那其他来到这里的仙魔呢？像那苍龙魔帝、大眼仙帝，现在不都地玄境吗？他们经历了化玄池的洗礼仪式，得到了新的玄体。那我来一套不就行了吗？成哥当这多难呢？那个化玄池在哪儿呢？阿玲叹了口气：“以前从第1层到第6层，每层都有数个化玄池。现在呢？没了？没了。中村后来将2、3、4、5层的化玄池全都毁掉了。如今整个玄界只有第6层还有一个化玄池。”成哥呆了，又是一位中错。随后呢，他不禁爆了个粗口：“他妈蛋的！你说这家伙他是狗吧？啊，要不然怎么能干出这么多狗干的事呢？”本集第656集，你怎么牵着我大哥过来了？化玄池对于玄族人意义不大，没有这池子，他们也能顺利重塑玄体，突破到地玄境。但对成哥来说呀，问题就大了。第6层目前封闭，他也上不去，那岂不是怎么都突破不了了吗？不行，我得想办法主动上去一趟来。鬼知道那个中错要等到多久才会下来领死呀？他要是等1万年，自己要等1万年吗？要是等1亿年呢？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没有通行的标记，他最终把主意打到了中错2个化身的身上。身为中错本人化身，他们应该能混进第6层吧？得知江贤者要主动亲征第6层，心灵、申良等人连忙来劝。江贤者，第6层是对方的地盘，龙潭虎穴，危机重重啊！是啊，而且第6层还有影族出没，第6层空白地带太多了，不利于战斗，何不等他主动攻过来呢？成哥也是懒得解释呀，直接摸了摸胸前挂着的白石，借了一下阿玲的名义。这是白玄之神的意思。这众人立刻改口了：“大贤者亲征意义非凡，此战必胜无疑。此举出其不意，堪称神来之笔，一定能打中错一个措手不及。我们白玄族哪有被动防御的习惯呢？啊，当然是要主动进攻，才符合我族的气质啊！攻出去，必须攻出去！没错，老夫刚刚卜了一卦，此行大吉，吾等想随大贤者一同出征啊！”成哥撇嘴，看了这群见风使舵的老货一眼，他娘的呀！阿玲的名头真是比成哥说100句都好使呀！得了吧，你们省省啊！带你们去，我还得分心保护你们，何必呢？这话就扎心了。众人表情有些尴尬。那俺们也是求战心切嘛。是啊，我们拳抱族之心，白玄之士一定可以感受到。成哥已经不想跟这群厚脸皮的人待在一起了。这次行动，他只带了李海玉，原因很简单，那2条狗是他训的，比较方便控制。2人2狗很快到了第3层的通道出口，通向第2、4、5层的通道入口都是开着的，唯独通向第6层的通道入口紧闭着。成哥朝着李涵玉点头，后者驱使着中错的2个化身走向了关口。就在2个化身接近第6层入口3丈范围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那第6层入口居然自动缓缓地打开了。其实呢，这也正常。第6层入口的通行标记是中错亲自给每个人种下的，而那标记本就是因为带了他本人的气息才会生效。论及他本人的气息，谁又有他的化身那么纯正呢？原来这么容易啊！成哥差点愣了呀！早知道自己何必在下面等那么久啊！
抓到第一个化身时就已经可以打上去了。带着那2个化身，2人一闪而过，就那么进了第6层了。这层相对于第3层玄气要浓郁了数倍，但天地规则却稀薄了许多。是不是？第6层入口封闭百年，谁敢擅闯，格杀勿论。这入口还有人看守呢。眨眼间呢，就一大群3族高手围了过来。这之中有天玄境，还有10几位是地玄境。毕竟是重要关口，重兵把守也算正常。但陈哥意外的是，被簇拥在中心的那个胖子居然只是地玄境2重，这什么情况呢？就见此人体型如肉山，圆圆的大脸盘上眉眼口鼻全都浓缩在了中间一小部分的区域，以至于眼睛都眯缝着，只能看到一缕骄横暴力。陈哥飞到近前，对方也不认识他，但就是看他不爽。世上竟然有人比我钟大哥还帅，将此人拿下严刑拷打。我大哥都下令封锁关口100年了，都要看他怎么是偷渡上来的。他一声令下，周围10几名地玄境立即领命，全都朝着陈哥围了上来。身为地玄境，地玄境这个后边这个地是土地的地，在他面前呢只是蝼蚁而已，挥挥手就能灭掉一大片。然而呢，他们不得不听从这个胖子的话。原因很简单，这胖子庞海是钟错儿时的伙伴。据说钟错小时候备受冷眼，唯独这同样被人厌弃的纨绔子弟庞海能和他玩到一起去。只是如同大部分位面之子那样，身边的伙伴很快就跟不上他的节奏了。庞海的修炼资质极差，地玄境的境界还是钟错后来特意命人关照，在无数资源的堆积下硬生生拔下来的。飞升到上层之后，庞海立即得到了极高的权威，作为帝尊儿时的玩伴，地位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本就是个纨绔恶少，如今成了一方土皇帝，可想而知会是什么样的荒唐风格呀！天天带着一群地玄境横行霸道，在玄界予取予求，为了搜罗美女和珍宝随意的灭族，逞尽了威风。而钟错本人明知如此，却为了补偿兄弟，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极其从容。3族高手哪里敢不听他的？只是呢，当他们杀到陈哥近前，才突然看到李离寒玉以及趴在地上的2个地尊化身。这一下，所有人吓得是魂飞魄散。地尊，我的天哪，是他，真的是他，气息一样啊！压根没有陈哥出手，3族高手们如同逃命一样又飞回来了。后方躺在一张巨床上，被美女服侍着的庞海还在等着陈哥被压过来呢。一看3族高手空手而归，顿时大怒：你们干什么吃的？连什么小贼都抓不住，我要你们何用？一名地玄九重慌忙解释：他是江城。江城又如何呀？在我钟大哥面前就是条虫。他话音才落下，就看到了李寒玉和趴在地上的2个地尊化身。顿时呢，这家伙的表情变得极其精彩，时而疑惑，时而震惊，时而慌乱。最后他居然定格在了李寒玉身上，被他那绝世的姿容迷住了。就见那胖子搓搓手，肉山一阵颤动，缓缓从巨床上爬了起来，嘿嘿怪笑：你小美人，你是谁？怎么牵着我大哥的假人过来了？哎呦，这样羞辱可是滔天大罪呀！他颤巍巍挪动着庞大的身躯走向李寒玉。如果没有哥哥我给你求情的话，你的下场可是会很惨的。本期第657集，我们最恨他了。这家伙把见多识广的陈哥给整懵逼了呀！他实在是没想到钟错的手下在看到他的化身变狗之后居然是这种反应，这用色胆包天都无法形容了呀。后方那些3族高手也是无力吐槽，你可是钟错的亲密伙伴，现在难道不应该是最愤怒那个人吗？这算什么狗屁兄弟，狐朋狗友都比你的友情深厚啊！李寒玉不禁看了眼江贤者，询问自己该怎么做。陈哥还能怎么做呀？总不可能让他站着不动啊！挥了挥手，干掉算了。这么个纨绔2世祖留着没什么价值。李寒玉立即拔剑，直接就砍了过去。被提升到1等资质的他，一直都是陈哥亲自指点，进境堪称神速。如今已经是天玄5重了，在他面前呢，寻常天玄9重都不是对手，更何况是地玄2重的庞海呢？然而这一剑砍下去，却像是砍到了一层厚重的龟壳。就见庞海身上一层金甲凭空巨亮，紧接着散发出了足以抗衡地玄境的恐怖波动。金光遮蔽了整片天空，李寒玉被震得差点倒飞出去。直到此时，庞海才终于反应过来，大胆！这2世祖脸都吓黑了呀！如果不是钟错给他穿上了一件至尊级的玄器，刚刚那一剑他准就报销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暴力的怒火。杀了他！谁家这个女的，男的给我杀了！陈哥差点被这家气了，你他妈挺会怜香惜玉的你啊！明明看见是李寒玉，你要杀我，你有病啊！旁边10几个地玄境听到命令，可不敢怠慢呢。没保护好庞海，导致帝尊的兄弟出了事，他们最后也会遭到严惩，甚至可能会被杀死陪葬。然而成哥就在一片特效中变成了异界邪魔李君朗了呀，并且50个玄文齐出，一剑斩杀了冲在最前面的那名地玄9重。再然后呢，所有人停了下来。玄族人又不傻，这什么战斗力啊？一招秒9重，还让人活吗？而且呢，李君朗这张脸，他们这些高手也都从刘影中见到过，那是帝尊都暂时没能拿下的对手。江城也就算了，李君朗他们可不敢交手啊！逃！
大家超级的识时务，第一时间做出了正确的反应。但成哥哪能看着一堆战利品溜走呢？一个空间隔绝，外带禁锢，将所有人都挡了下来。你们要去哪儿啊？眼见逃不掉，这帮高手只能连连摆手陪笑。没有，你看，突然想起家里有点事儿。陈哥瞅了一眼他们手中还亮着的玄器，刚不是打算砍我吗？砍呐！哪能啊？你误会了。哎呀妈，这谁玄器怎么在我手里呢？第一个人率先像扔烫手的山芋一样，将手里的玄器扔了出去。哎呀，我怎么会握错剑啦？奇了怪了，难道是梦游啊？都是误会呀，前辈，俺们对您没有一点恶意。您的威名传安遍玄界上下，我们敬仰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喊打喊杀呢？整个也服了这群滚刀肉了，为了活命脸都不要了呀，瞎话随便冒啊！你们在逗我？众人慌了，有人情急之下指着另一边的庞海，哎，刚才都是他蛊惑了。没错呀，我们身不由己呀，我们痛恨他已久，恨不得将他大卸八块。今天李前辈你来了，真的是拨云见日。是啊，还请李前辈诛杀此了。陈哥看了眼那边，这庞海本身实力微不足道，但他那至尊级的玄器的防御力是太强了。中错在那玄器内部灌注了属于他的特殊力量，还自带反震，保命效果一流。李海玉每次劈上去，自己还会受点震伤。不过这女的得到命令之后呢，就会不打折扣的执行，哪怕明知道毁不掉，也还在不断的尝试。而里面的庞海在发现安然无恙之后，再次抖了起来，那风凉话夸夸往外冒啊！媚人，你这香汗淋漓的样子，真是让哥哥心疼啊！哥哥可不像你那个同伴，就知道让你出力，哥只会心疼你。要不要来哥的怀里歇会儿？哎呦，砍在我身，痛在我心呐！陈哥稍微看了一下，以李海玉目前的实力，耗光中错留下的玄力之前，自己可能被震死了。于是呢，他眼珠一转，看向眼前这帮人。你们真的痛恨他？众人连连点头。啊，必须的嘛！我们恨之入骨啊，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呀！请前辈速速干死他，为我们做主啊！陈哥满意的点头。行，我为你们做主，但杀死他还要靠你们自己努力呀！上吧，我看你们多恨他！众人懵了。要说恨，他们确实不爽已久了。一个区区地玄二重凌驾于我们头上，将我们当成奴仆来驱使，那能心甘情愿吗？何况这纨绔从来不干人事啊，有时候还会羞辱他们为乐。但另一方面，帝尊中错还活着呢，真要是亲自对这纨绔下手，自己将来肯定会被中错报复，下场绝对极其的惨烈。怎么的？陈哥看出他们的心思了，这一帮人嘴上说的好听，实际上就为了保命说说而已。骗我什么？叮！他弹了弹剑锋，叮叮。哎呀，我平生最恨欺骗我的人，看来呀，今天必须要……话音没落呢，另一边突然就一名地玄三重嗷嗷叫着冲了过来，杀呀！他狠狠一刀劈在庞海那金色的龟壳防护罩上，金光四溅，这一刀下去，他本人都被震得飞出了上千丈，掌心被震裂。不过那至尊玄器的防御也稍稍弱了一丝丝。我与庞海势不两立，他都顾不得被震伤了，又一次卷土重来就劈了上去。庞海被他劈懵逼了。呵斥你娘的，你好大胆啊！你敢对我出手？这纨绔受不了了。以前在他面前，贺天不知道多老实，哪知道今天第一个下手的就是他。我那一定告诉我大哥，让他将你全都给全族一灭，挫骨扬灰！哎，本集第658集，化玄池的位置。庞海不这么说还好，一说呢，贺天彻底急眼了。那你告诉他呀！要是中错真能来，他至于这样吗？你这帝尊厉害，你倒早点把李军郎解决掉啊！我人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庞海厉声叫着：“他迟早会来的。”那你还说个屁！贺天朝着防护罩又是一刀咵嚓砍下，远处的陈哥当场点赞：“好，干漂亮！”他这一鼓励，贺天就像得到了免死金牌一样，瞬间那干劲又增加了好几倍呀！看的是满头大汗，都忘了手掌在飙血了。而其他人一瞅这阵仗，万一庞海被贺天就这么打破防御砍死了，自己咋办呢？没出力，没准会被吕军郎干掉啊！想到这儿呢，他们再忍不住了。上啊！干掉庞海！我早就瞅这小子不顺眼了，都想开，放着我来！我跟这家伙有心头大恨。嘿，说的好像我不恨他似的。转眼间呢，庞海就被湮灭了。所有人玩命的朝着那至尊玄器的防护罩接火。他没想通，现在不出手，马上就死；出了手呢，是将来有可能会被中错报复。怎么抉择，根本都不用想啊！这帮人之间甚至都出现了误伤，看了陈哥嘴角直抽，这简直比杀父仇人还狠呢。他掏出了留影玄器，赶紧录下来留念。如果不是中错在这玄器内灌注了玄力，那庞海早在第一刻就被干掉了。
饶是如此呢，在这么多人的轰击下，至尊级玄气也仅仅撑了10几秒钟，金光四溅，玄气露出内核，紧接着庞海肥硕的身躯暴露在众人面前。就听轰的一下，数之不清的玄文攻击到他的身上，这纨绔恶少被当场轰杀成渣，结束了罪恶的一生。众人这才回过头，就看到陈哥收起流影玄气的一幕，顿时那表情变得是无比的精彩。原本他们还想着事后守口如瓶，只要不被查出来，就推到李军长身上就完了呗。你现在完犊子了，这流影要是被钟错看到了，这等于是个致命把柄啊！所有人脸都垮了。这李前辈，你这是何意？陈哥笑眯眯的扬了扬流影玄气，留个念嘛，算是我们并肩作战的美好回忆。回你个鬼的意呀！这种回忆谁爱要谁要，众人这辈子都不想和他有任何的交集了。那我们现在能离开了吗？离开？陈哥心说，你们刚才还对我练了兵器呢，现在就想不付出代价的离开吗？有这么好的事吗？哎呀，我看你们这随身物件挺多的，带着到处跑多累呀，要不我帮你保管呢？众人嘴角直抽，这是打劫吧？这就是打劫呀！您说的对，我早就嫌自己这个玄气太重了。我也是啊！哎呀，随身带着这么多玄元果和玄石嘛，简直多余吧？哎呀，有您替我们保管，真是太好了。哎呀，这些宝贝您收着吧，太麻烦您了。陈哥笑容可掬的帮这帮人收下了随身资源。哎呀，说什么麻烦呢？对不对？我受点累，应该的。对了，你们知道那个化玄池的位置在哪吗？化玄池？众人一愣，这么强的异界邪魔居然还没有突破到地玄境吗？这要是突破了还了得呀！不过面对陈哥发问，他们也不敢不答呀。化玄池在地尊宫深处，位置飘忽，我们也没有亲眼见过，怕是只有钟错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下落。陈哥用读心术确认了一下，没人说谎，于是呢，懒得多造杀孽，挥手放行了。这帮人一离开，就再也没有打算回去，纷纷逃向了玄界各处。反正在李君朗和钟错这两尊神仙分出生死之前，他们是不敢冒头了。而另一边，陈哥并没有直接去地尊宫，而是先去了一趟金玄、银玄、黑玄三族高手的总部。反正都是当初覆灭白玄族的帮凶，也没什么客气了，上来就是一剑挥落，轰塌了半边神殿大门。就这一下呀，最起码得5000块钱呢！我跟你说，什么人？谁敢进攻我金玄神殿？找死！李君朗，我的天，还有地尊化身！陈哥原本想着这帮人会和自己大战一场，毕竟光是地玄9重就10几个了，没想到和之前那批人同样的反应，一看是他，歘跑了，而后呢，被他再次拦了下来。跑什么呀？原本还想着大杀四方的陈哥不满意呀，为首地玄9重哭丧着脸，那俺们不跑会被杀呀！钟错的化身变狗将他们的信念也无形中打掉了，就连钟错都认栽了，那自己还打什么呀？肯定必死无疑呀！在他们的心目中，成哥已经是比他们高阶的存在，所以他们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只想着怎么能活下来。这让成哥顿时觉得有力没处使，最终呢，只能将他们这边的资源收了收，又搞了几千亿的功德和大量玄元果，这才心满意足。自己将来冲到地玄境之后，升级的材料总算是有了。好了，你们想活命也不难啊，随我一道进攻地尊宫就行了。什么玩意儿？进攻地尊宫？所有人面色大变呐！这地尊宫怎么能打呢？那可是钟错的老巢啊！不光有他本人在这闭关，还有他麾下真正的一批亲密自己人。那些人中也有气运鼎盛的超级高手，再加上这么多年的威势摆在那儿，哪怕面对地尊宫的一个神使，他们都要俯首听命，哪敢主动进攻？陈哥神色一沉，怎么的？不愿意啊？行啊，那我先灭了你们呗。虽然陈哥不是心慈手软的人，但从头到尾，他其实没想过要将金银黑三族全都灭掉。这三族加起来多少人呢？1万都不止了。真要全灭，那他就不是灭派他人，那是心理变态。他原本就只打算针对一些三族的高层，这帮帮凶想活可以和钟错彻底划清界限就行了。说白了呢，必须要纳个投名状，要不然呢，他凭什么留下潜在的敌人？一起进攻地尊宫，就是要切断这些人的退路，免得他们左右逢源当墙头草。本集第659集，攻打地尊宫。最终无奈之下，三族高手还是选择了识时务。李俊朗的威名就在眼前，何况钟错一直没什么动静，也让他们挺失望的。于是很快呢，玄界第6层就出现了神奇的一幕：一名异界邪魔在最前方带队，一名白玄族女子牵着地尊的2个化身狗随行，而后方3大方阵分别是金银黑三族的顶尖高手。粗略一算，地玄境足足有近1000位之多，天玄境更是达到了数十万，浩浩荡荡，遮天蔽日。很快，整个第6层就都知道了这么一支规模空前的奇特队伍，只是没人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究竟在哪儿。第6层的人数要比其他4层加起来还多，钟错的化身变成了2条狗的消息迅速传开了。一时间呢，整个第6层一片哗然。这是什么情况？那真的是地尊的化身吗？应该是吧。究竟发生了什么呀？对呀，
上次不是说第3层的白玄族已经不足为虑了吗？看来其中有隐情啊！无论金银黑白四族，还是藏在这层各处的仙魔，全都被惊动了。当他们赶到帝尊宫时，这里居然没什么动静。帝尊宫外仅有10名天玄境的神使凌空站立，遥遥对峙。成哥还以为对面也该如临大敌了，不说倾巢而出吧，那起码得出动大批高手迎战吧。毕竟自己这一路招摇过市，也没有遮遮掩掩，结果呢，就这反应吗？对方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呢，对面的10名神使就齐刷刷向前一步，而后冷冷怒视那3族的地玄境高手。你们要干什么？造反吗？好大的胆子！你们完了！10名女子如同训孙子一样纷纷呵斥，而3族高手则是本能的打起了哆嗦。一时间呢，还真有许多人选择向后退。上亿年来的威势摆在那儿，早已种下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和服从。剧中一名天玄9重的貌美女子冷冷一笑：“哼，你们还想走？还不快跪下请罪，等候发落！”哗啦一下呀，3族大军中真有那么一部分人本能的跪了下来，其他人也是一脸恐慌。这可把陈哥给整懵逼了呀！不是至于吗？啊，你论实力，就这10个老娘们在你们面前挥挥手就灭掉了呀！他只能朝后方抬抬手。最后呢，李涵玉带着2条狗闪亮登场了。一看到帝尊的化身套着项圈被人牵出来，刚才还趾高气扬用下巴看人的10名神使，就像被人掐住了喉咙，瞬间就压麻呆住了。3族高层早就知道这些事，而他们直到今天才知道帝尊失败2次，而且2个化身被人羞辱成了这样。不，这不可能！有2名女子捂着脸，难以置信的尖叫起来。那不是中错，绝对不是。10位神使中有3位当场昏了过去，其他人也都快疯了呀。在他们的心目中，中错是无所不能，不会出错也不会失态的神，而现在呢，这哪里还能用出错和失态来形容啊？杀了他，杀了那个女人！他们指向李涵玉，花容月貌都有些狰狞了。我命令你们快杀了他！3族高手这次没有动弹，他们忽然发现这些女人也不过如此嘛。陈哥乐呵呵的摊了摊手：“你们这帝尊在我们那儿吃得好住得好的，养得白白胖胖的，你们还得感谢我们呢。”闭嘴！那不是帝尊，一定是假的！帝尊宫内恐怖的波动骤然传了出来。那就是假的！就见那2名化身如遭雷击，骤然炸裂，死得干干净净。而在众人身前，一名长得英姿勃发、风神俊朗的白衣年轻人飞到了天门正中，亲手灭掉中错2个化身。他的长剑遥指江城，浑身散发着超出一般玄帝9重的威压，一看就不是普通修士。看到他呀，后方3族高手又一次退却了。成哥不认识，他们还是认识的。此人乃是仅次于中错的绝世天才凌红尘。作为帝尊的亲密无间的好友，他的经历同样是曲折离奇，一路走来也伴随着越级挑战。论战斗力，2、3个地玄9重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李俊郎，你也算是一方好兄，用这种作假的手段羞辱我们帝尊，着实令人不齿。还不等陈哥回话呢，他就冷冷地扫过后方的3族高手，将这异界邪魔拿下，你们可以戴罪立功。而听到这番话呀，后方3族中有些人还真就蠢蠢欲动了。这些墙头草果然指望不上。陈哥直接发问：“行，我就问你，知道那个化玄池在哪儿吗？”你想知道化玄池？哼，那就问过我手里的剑吧。陈哥呢，其实也就用读心术在他的念头里得到了化玄池的位置。但既然对方这样强烈的要求，那他也只能勉为其难的祭出了红血剑，亲自料理这个同样有着主角模板的家伙。50道玄门加持之下，15门剑心呼啸而出，瞬间就将对面所有人湮灭。原本还一脸不屑的凌玄尘，第一时间就被5行剑心打懵逼了。以前成哥的5行剑心只有速度和剑之玄门加持，威力没那么大。现在呢，足足50道第7重玄门加持，那真的是难以想象的威能啊！凌玄尘的实力确实强得不可思议，第一波5行小世界崩毁都没能炸死他，只将他炸了个灰头土脸。与此同时，帝尊宫正面天门也彻底被轰塌了，这一下又得1把钱的。紧接着呢，4行剑心杀出，轰的一声，这位超级强者如的飞了出去，还在半空就狂喷银色的鲜血，气息迅速的萎靡了。还没等陈哥追杀呢，他居然消失在原地，逃之夭夭了。那个仅次于中错的凌玄尘被打跑了吗？就这么轻易的被李军长打跑了吗？3族高手表示自己都被惊了一个大呆呀，这是何等实力啊！杀呀！追李前辈，干他娘的！所有人信心空前高涨，对中错的恐惧也渐渐消失了。这群墙头草瞬间化身英勇无畏的战士，随着陈哥一起杀进了帝尊宫内部。一个庞大如小世界的宫殿群呈现在众人眼前，紧接着里面大批地玄境、天玄境的修士从各个角落杀了出来。本集第660集，一定有诈吧！3族高手苦帝尊宫9亿，这一点即便金玄族也不例外。想想没有中错的时候，他们4族平起平坐，都是玄界的统治者。而中错出现后，帝尊宫所有人都凌驾于他们头顶上，连区区神使都能呵斥惩治他们，这种日子呀，他们早都受够了，不想过来。现在有成哥的大腿开路，他们调转枪头也不奇怪。杀！
干翻帝尊宫，剿灭逆贼中错。这时呢，帝尊宫内部也杀出大批高手，大胆逆徒，竟敢重撞帝尊宫，斩杀神使，灭！为首的数十名巨人气血如烟，弥漫在半空，宛若实质。踏足战场，就像几尊远古战神降临一样。他们挥戈直击，许多地玄境如遭雷击，重伤倒退，大片天玄境被碾压而亡，零落成泥。就在地玄九重们缠上那群巨人，双方展开殊死搏斗时，整个帝尊宫骤然一震，紧接着无数远超顶尖灵文的禁制攻击同时发动，霎时间天昏地暗，战场上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帝尊宫毕竟是位面之子经营了多年的老巢，要是没点手段，那反而不正常了。不过呢，这对陈哥来说毛毛雨了。50个玄文一出呀，迎面2名巨人瞬间被无穷的玄文之力切割成了人渣，哗啦啦碎了一地。再一看去，这些巨人竟然不是真的人，而是类似傀儡的人造物。只不过有人神奇地赋予了他们玄文和气血之力，使他们获得了强悍的战斗力。这中错有2把刷子呀！他是个蛙将吧？江掌门都不得不赞叹了一声。又干掉10几个巨人之后，他一把拽起了李寒玉。此时整个帝尊宫都陷入了极致的混乱，到处都弥漫着致命的危险了。即便地玄境也很难在这里保命。这女人跟着也死掉了呀。将李寒玉扯进玄机图之后，他自己也脱离了战圈，紧接着开启洞察，四处搜寻宝物。至于战斗并没有结束，那不有3族高手吗？这些又不是自己人，成哥可不会帮他们把敌人全都料理干净，让他们什么力都不出呀。真正算起来，那3族之前也算是敌人。他这一消失，外面的战斗很快变得势均力敌起来，那打的叫一个惨烈。3族高手原本是指望站在后面摇旗呐喊的，但现在不打不行了，发展到这一步，压根没有转圜的余地。挑起了战火的陈哥开了洞察，像个没事人一样四处忙碌。很快呢，这里许多宫殿就被他搬空了，足足忙了大半天，外面的战斗还打得如火如荼的。随便清点了一下，这一波至少有价值2000亿功德的宝物资源进账，这收获不小啊。但陈哥却感觉不太对劲儿，之前在3族高手那边都不是这个数目，这里可是堂堂帝尊宫，一个发育了5亿年的位面之子，怎么可能这点收藏呢？苍龙女帝的声音从玄坡内的玄门传了出来，看来对面有阴谋，到现在中错本人都没有现身，而且他的手下不应该才这么点。确实有鬼。陈哥一脸凝重的点头，对这个判断表示赞同。随后呢，他直接飞向化玄池的方向。你干什么？苍莲无法理解，陈哥理所当然了，进去弄个玄体啊，这不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吗？但是中错还没有现身，敌人明显有阴谋诡计啊！我知道。陈哥一边说，一边径直闯进了化玄池。苍莲彻底无语了，在明知道情况不对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去查个清楚明白吗？居然还要忙着做与战斗不相干的事儿，能不能更离谱一点呀？不光他想不通，暗处的中错和凌晨玄也想不通。中错的闭关至今没有结束，不方便出战，目前出来的只是个投影。他们一开始的计划就是让凌玄尘故意且战且退，将陈哥引入帝尊宫某地的埋伏中，那里直接连通着玄界第7层的影族聚集地。无论玄族人还是仙族人去了那里都活不了多久。但谁曾料到，陈哥战斗力太强了，凌玄尘压根顶不住他的攻势。这种情况下，别说什么佯装退败诱敌深入了，多打1分钟，凌玄尘就得挂了。于是呢，这个计划只能搁浅了。就在中错自己都打算当缩头乌龟，暂时在暗处多忍个几10年，等到神功大成再出来时，江澄自己主动一脚踏进了化玄池。化玄池并不是他们这次的埋伏所在地，但论起凶险程度，其实比他们原本的埋伏还要高啊。化玄池能让任何人得到新的玄体，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并无性命之忧。但是获得玄体时，人的防备会彻底的解除，否则怎么让化玄池改造你呢？在这个过程中，里面的人完全不设防，无论玄文、玄魄还是仙力，全都会暂时处于休眠的状态。不这么做就无法得到玄体。这个时候，如果外面有人突然出手干预，那里面的人就会死得不知不觉的。中错毁掉2、3、4、5层所有的化玄池，为的是让后面的异族人都无法获得玄体，无法突破到地玄境。但是呢，他偏偏在第6层留下了一个，就是故意留个饵让鱼来上钩的。但凡闯进这个化玄池的仙魔，全都毫无悬念的死在里面，没有一个例外的。时间一长呢，后来一些天玄境9重的仙魔干脆不突破了，谁都知道这是陷阱，何必傻乎乎的往里跳呢？他们着实没想到，这个众所周知的必死陷阱，李俊朗居然会一脚踏进去，这实在是太让他们意外了。他真的进去了，不会有错的，化玄池都有反应了。这中错和凌玄尘都有些难以置信，会不会有诈呀？在他们看来，李俊朗肯定是个气运滔天的位面之子，这种人不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天地规则也不允许一个气运护体的人死得那么儿戏。再观察一下吧。对，也许他进去后没有解除防备。在他们怀着期待和惊喜的心情暗中观察时，里面的陈哥也开始了获得玄体的过程。第661集，牛皮都吹破了。
化玄池表面看似不大，但内中却另有世界。扎入池水中，江掌门能感觉到一点点麻痒从体表四周传来，给他的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鱼在轻触自己。那么小鱼是谁？这种程度呢，实在是太轻微了，远不足让他拥有什么玄体。于是呢，按照正常的步骤，他暂时收了自己的玄力、仙力，收敛了玄魄、玄文，放下了所有的防备。紧接着，他就感受到了些许的痛感，不过对他来说呀，微不足道。改造玄体的过程并不快，足足过了2个时辰，也才改造了1小半。江城原本的体魄实在太强了，以至于这个改造过程太过缓慢，足足过了1天1夜，他的玄体才终于改造完成。而就在玄体正式成型的那一刻，他的身体突然就哗嚓爆开了，紧接着呢，他很华丽的死了。在化玄池的历史上，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除非有人在外面干预，否则正常获得玄体的过程最多就是痛苦一点，不可能会死的。现在钟错和凌玄尘还在观望，成哥就在正常感悟时提前死掉了，就连他本人都措手不及。这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化玄池没有生命危险了吗？成哥虽然也习惯了死亡了，但还是觉得挺突兀的。而事实上呢，他之所以会死也是有原因的。拥有仙体或者魔体、妖体的异界人进入化玄池后得到的玄体品级都是和从前的仙体、魔体、妖体同等层次的。这是因为天地平衡之道，如果玄体等阶过高或者过低，那就会和原本的仙体、魔体产生不平衡，最终的结果就是会爆体而亡。成哥不管有至高的仙体，还有着混沌魔体，这样的体质，小小的化玄池表示自己没见过呀，想弄个能够匹配他的玄体，奈何呢化玄池开到极致还是做不到那个级别呀。于是最终呢，成哥改造到一半，远远比不上他已有的仙体和魔体。由于体内的严重不平衡，他理所当然的挂了。系统提示音及时响起，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出元玄体，宿主复活。满血复活之后，成哥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玄体了，这玄体的品级与混沌魔体同等。而这时呢，外面的钟错和凌玄尘等人有些等得不耐烦了。虽然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但都过了1天1夜了，这么长时间，里面的李俊郎肯定已经卸下全部防备，安心转化玄体了吧。于是呢，在钟错的授意下，凌玄尘与地宫10多名顶尖高手同时朝着化玄池出手，霎时间呢，池水就剧烈沸腾起来。正常呢，在里面转化玄体的人突然遭逢这样的变化，那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转化玄体本就是精细活，容不得差错了。池水突然变得混乱不堪，还掺杂了许多其他的外力，会让玄体崩坏，进而反噬到自身。更何况这次还是那么多高手同时出手，以往只需要随便的搅动一下，里面的人就会当场死掉。因为这次是李俊朗他们足足朝着池水集火了1刻钟。当池水再次恢复平静之后，钟错和凌玄尘等待了一会儿，紧接着放声大笑。李俊朗，你也有今天，真是想不到竟然这么容易就解决掉了你，真是高看此人了呀。而此时呢，外面的3族高手也终于杀到这里了，抬眼一看就看到凌玄尘以及一众帝尊宫的高层，这也就罢了，关键他们上方还有一人的投影，不是钟错又是谁呀？帝尊，我的天，他怎么还在呀？他们呢？3族高手们顿时慌了，帝尊投影还在，那就说明他还活着。深入骨髓的恐惧再次袭来。与此同时，比之前多了数倍的陌生高手纷纷从帝尊宫深处涌了出来，片刻之后就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俨然就是个巨大的圈套，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呢。他们只能找唯一的那根救命稻草。李俊朗前辈呢？对呀，李前辈何在呀？没有成哥撑腰，他们怎么敢跟帝尊宫作对呢？这次之所以敢开战，胆子都是成哥接的。看到他们六神无主的样子，凌玄尘等人再次大笑。你们还指望李俊朗？真是痴心妄想！告诉你们吧，李俊朗已经死了。3族高手面色大变，他怎么能死呢？啊，他那么强，不可能啊！他们不敢相信，李俊朗要是死了，那他们接下来怎么办呢？一群蠢货！钟错冷冷喝着，他的本体依旧在隐秘地带闭关炼化2个玄力种子，投影俯视在场这些3族高手，杀气和戾气毫不掩饰地笼罩全场。李俊朗那个废物已经被我所杀，此人不过一介庸才而已，我要杀他，连本尊都不用出动。而你们这些蠢货竟然跟着他造反，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自寻死路。众人面面相觑，忽然也不大相信了。李俊朗是废物，你杀他连本尊都不用出动？金玄族为首那名帝尊9重镇定下来，迎着钟错忽然冷冷一笑。哎呀，你胡吹什么大气呢？反正事情到这步了，对方也不可能放过他们，所以说话没了顾忌。你当我们不知道你出动了2次化身？就是啊，黑玄族那名地玄9重也忍不住爆发了。而且你的化身都被人变成狗了，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贬低别人是废物啊！牛皮都吹破了，还搁这装呢！
变成了狗，什么意思？中错头影一阵晃动，再看一旁，凌玄尘面色不太自然。钟兄，你自己看吧。说完呢，他扔了个流影玄器过去，正是刚才外面2个化身被李涵玉牵着时留下的影像。本集第662集，进入地玄境。全场一片寂静，气氛变得越来越凝重了，凝重的都快要变成实质，然后拧出水来了。钟错很快就看完了流影，神态可谓是前所未有的精彩。3族众高层认识他几亿年了，表示还是第一次看到他露出那么多丰富的表情啊。钟错的一名夫人忍不住打破了沉默。双哥，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是诋毁你的吧？话音尚未落下，就被一声暴喝打断了。滚！再看到那投影剧烈颤动，整个空间都变得极其不稳定起来。杀了他们，杀光他们！这位纵横数亿年的帝尊语气变得颤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全部杀光，一个不留，一灭4族！他丢脸了呀，丢大了呀！作为位面之子，他顺风顺水多年，完全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现在只想灭掉每一个人的口。一旁的凌玄尘不禁皱眉，他有些后悔给钟错看那个流影了，一灭4族有点过火了吧？而且他发现钟错看他的眼神也闪过了一抹杀意，莫非他将来还要暗中灭自己的口吗？这个觉悟让他有点不寒而栗。钟错咆哮起来：杀！快点杀了他们，让他们去给那李俊郎陪葬！就在帝尊宫那些高手即将出手，3族高层绝望之时，一声轻笑从化玄池中传来：哥没死呢，陪什么葬啊？紧接着再次变成李俊朗的成哥闪亮登场。成哥其实早就可以出来了，毕竟呢系统直接给了他最高级别的元初玄体，哪知道正要出来呢，化玄池被人攻击了。已经拥有了至高玄体，这化玄池内的池水对他而言和普通池水没什么分别，就算是被炸开锅了，对他也没有影响。他在里面看着上面一群人白白忙活，就如同看猴戏一样，故意待在里面，等着帝尊宫那些藏着的高手全部出现，再看着钟错装叉，这才释然的出场了。李前辈，就知道李前辈没死。 3族高层大喜过望，他们现在已经被陈哥绑在了战车上，只能跟着他一条道走到黑。本方最粗的大腿没事，他们不知道多高兴啊！钟错，牛皮吹破了吧？还说什么李前辈被你亲手所杀？嘿呀，那人家明明活得好好的，活得比你都好呢，你真不要脸呐！你丢不丢人呐？骂上急了，开始，钟错又懵了，他这辈子的脸全都丢到了陈哥身上了。这怎么可能？你应该已经死了才对，化玄池被搅动，谁也不可能活下来。这堂堂帝尊都有些语无伦次了，而一旁的凌玄尘和帝尊宫其他高手也同样是一脸见鬼的表情。这明明应该必死无疑的人，怎么可能活蹦乱跳出现呢？成哥笑眯眯地看向帝尊投影，你这条狗都没死呢，我怎么可能会死呀？你不是身外化身多吗？我原本呢还打算给他们编个队呢，结果你后边怎么不派了呀？岂有此理！该死！杀了他！快点杀了他！他这一声令下，凌玄尘等帝尊高手立即出手了。霎时间，成哥周边至少围上了50多位地玄九重，这才是帝尊宫真正的底蕴。中错的好友、心腹、女人全都跟着他这个位面之子一路发达起来。这帮人本身也有气运护体，在那一次次的机缘下，他们的实力普遍也比寻常地玄九重更强一筹。可惜他们碰上了成哥，拥有了玄体的他已经顺利突破了地玄境，虽然只是地玄1重，但玄魄再次得到了质变。此时他的玄文能加持的规则之力比之前再次强了数倍，而50道玄文之力同时用出来，那效果是毁灭性的。整个帝尊宫在第一时间就被炸成了碎片，无论禁制还是灵文，无论四周原本空间多么的稳固，在那15门剑仙的摧残下，都在顷刻间摧枯拉朽，宛如无根的浮萍般脆弱。这一刻呀，整个玄界第6层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恐怖的波动，听到了那沉闷的轰响。许多人甚至以为这是神明降下灭世天罚，吓得赶紧匍匐在地祷告了。还有人看着那若隐若现、不断变换的天色尸神，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甚至就连那些藏在角落的异界邪魔和影族都被暂时的震慑住了。而身处场中的钟错则是尖叫起来：50道玄文！你竟能用出50道玄文！他虽然也能用出多道，但最多也就10道。成哥这足足超过他5倍，让他身为位面之子的骄傲受到极大的重创。他还记得之前2次化身去第3层和李俊朗交手，对方明明只能用出2、3道玄文的。也正因此呢，他才一直没怎么把李俊朗放在眼里，总觉得自己是因为闭关没空，所以才放着让他多活一段时间罢了。等自己闭关结束了，就能轻松碾死他。而现在他才发现这个想法可笑啊。当那汹涌的攻击将凌玄尘击中时，他果断收回了投影，根本就没有本体出战的打算。凌玄尘再次喷血，这次呢，他再也没有机会逃离了。临死之前，他不禁看了眼远处正在消散撤离的帝尊投影，心头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甘和愤怒。
我是为了你才战斗的，你自己在干什么呀？到了这个节骨眼，你的本体居然还在忙着闭关，不愿意亲自出动。你那闭关比我的命还要重要吗？他和中错相识了数亿年，一直觉得此人够义气，现在才发现那只是因为他能够轻松解决以前的敌人罢了。如今的敌人更强，他解决不了，那他也会卖队友藏身。成哥可没那么多感慨呀，干掉凌玄尘之后，他迅速将周边其他敌人也都清扫一空。片刻之后，整个帝尊宫剩下的就已经只有呆若木鸡的三族高层了。这帮人都吓拉了尿了呀！他们知道李俊朗很强，但着实没想到他能强到这么变态的地步。一己之力居然就毁掉了整个帝尊宫，这得多少钱呢？我估计180万是不够啊！这是何等实力啊！本期第663集，我和他决裂了。帝尊宫被灭的消息很快传开，金银黑白四族无数人得知之后，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那个统治着玄界的帝尊宫就那么消散了吗？纵横无敌的中错居然都被打跑了吗？这个李俊朗太强了吧！当消息传到第3层时，心灵、申良、白罗真等人甚至觉得这是在做梦。太不可思议了！李前辈到底多强啊？不是说上去找化玄池的吗？怎么就顺手把帝尊宫给灭掉了？原本得知成哥去第6层，他们还以为是一场在刀尖上游走，在龙潭虎穴小心翼翼的摸索，一不留神就会丧命的旅程。现在才发现，这分明就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战争啊！中错居然都被他打跑了，这也太强悍了吧！神人呐！难怪白玄之神都认定他是朋友了。这样的人要是不认他当朋友，那可就是玄族的灾难了。如今第6层的入口不再封闭，畅通自如，而金银黑三族也不敢再对白玄族动手了。尤其中错这个最大的威胁还活着，他们可不敢撒开李俊朗前辈的大腿呀！一时间呢，成哥身边围满了4族高层，大家都默契地忘了之前的仇恨过节，毕竟有共同的敌人摆在面前呢。帝尊一日不除，所有人都不安心。那个李前辈，中错可还活着呢？此贼活着，迟早酿成祸患。是啊，除恶务尽呐！这一群人一天恨不得把这话说10遍。成哥不厌其烦，怎么着？教我做事啊？不敢，那个只是中错仇恨前辈您，我们担心前辈被他暗中报复呀。是啊，我们也是为前辈您着想啊。一想到前辈被那么恐怖的敌人暗中盯着，我们就茶饭不思，车也难免。他娘的，你们上瘾了是吧？成哥斜睨了这群不要脸的老货，恨不得一人给他们一脚。明明就是自己怕死，哎，还说的好像舍己为人一样。那你们倒是把中错找出来，找出来我随时可以动手啊！玄界那么大，中错刻意隐藏，凭这些人的能力，还真的找不出来。我们找不到啊，但前辈你实力通天，你出马一定能找到的。我没空。满世界找人，成哥可没那闲心。那不成了他这个主角围着敌人转了吗？牌面何在？3天期满，变化恢复，他变回了江贤者。于是呢，外面那群人更慌了。江前辈去哪儿了？真的能随时召唤出来吗？那万一中错突然袭击了怎么办呢？如同当初心灵等人一样，3族高手的心都揪揪了呀，整天上门问个不停，让成哥更加烦不胜烦了。于是呢，为了清静，成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玩了把大的。这天呢，金银黑白4族高层都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爆炸声从贤者宫传来，引得所有人慌忙围攻。咋回事这是？难道帝尊中错偷偷打过来了？快去看看！众人尚未聚集到附近呢，就见一道久违的熟悉人影冲天而起。李俊朗前辈，李前辈还在啊！众人没来得及打招呼呢，那高空中李俊朗就怒吼了：江城，我待你不薄，你竟敢如此对我！好啊，从此你我2人恩断义绝，再也不见，我回仙界了。众人没反应过来呢，成哥就跟火箭升空似的直直飞向高空，一眨眼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往上去不是第7层吗？还能顺利的回到仙界吗？众人心头浮起了这个疑问，但很快就忽略掉了。现在重点不是他能不能回仙界，而是李俊朗前辈好像和江城决裂了，这问题可就大了呀。中错没死呢，李俊朗前辈不能走啊！一时间所有人都慌了，无论白玄族还是其他3族都坐不住了。众人纷纷赶往贤者宫时，成哥已经切换回了江贤者的身份，又飞了回来。他的想法很简单，现在呢，我和李俊朗决裂了，以后你们别找我麻烦了，我跟他没关系了。江贤者，发生什么了？李前辈怎么走了呀？贤者宫门口很快被挤了个水泄不通。成哥施施然的从里面走出来，一脸遗憾的朝众人摊手：啊，如你们所见，他走了，去哪儿了呀？没听到吗？回仙界了。他怎么回得去啊？以他的实力，回仙界不正常吗？可是，哎呀，心灵、白罗真等人都六神无主了。他和江贤者你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吗？怎么就突然要离开了？哎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俩干了一架，然后呢，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合情合理吗？这一点不合情不合理好吗？那你能不能把他再找回来啊？对呀，
李前辈是这里唯一能对抗中错的人，他要不在，那可就完了呀。成哥暗撇嘴，你们以前不是很痛恨异界邪魔吗？怎么现在一个个那么依依不舍呢？找不回来了，人都到仙界了，我怎么找啊？金玄族的新任大店主金伯灵机一动，连声说了：“俺不是有那个主仆契约吗？你召唤一下他试试呗。”银玄族新任大店主银智也是连忙附和：“对呀，现在召唤他回来，然后和他好好的谈一谈，安抚一下他吗？”黑玄族新任大店主黑月则是建议：“实在不行，服个软儿，给他道个歉，毕竟人家顶尖高手啊。”你们这一个个还真会出馊主意啊！成哥差点被他们逗乐了，让真实的自己给虚假的自己道歉，开什么玩笑啊！不好意思啊，召唤不了了。我呢跟他解除了主仆契约，从此没有关系了。啊，行了，大家该干嘛干嘛去。李俊朗不会再出现了。啥玩意儿啊？你解除契约了你还？所有人当场崩溃，无论心灵还是金箔，无论银智还是黑月，有点傻。你说你为什么要和他解除契约呀？哎呀，这下完犊子了，你彻底完犊子了，你说。本期第664集，神功大成了。异界邪魔李俊朗与江城决裂，并且离开了玄界，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没办法，当时看到的人太多，想瞒都瞒不住。对这么一位热心的异界友人离开，白玄族上下是沉痛无比啊，甚至有许多人痛哭流涕，几天几夜无法从悲伤中走出来。而金银黑三族的感受则是喜忧参半。此人实力太强悍，虽然他没有干预四族事务，但是毕竟站在白玄族那边，还是会打破四族的平衡。离开倒是一件好事，不过另一方面呢，还没挂掉的中错谁来解决呢？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一时间，玄界许多地方都弥漫着悲观绝望的气氛，就连苍罗魔帝和大眼仙帝等仙魔也得知了这个消息。李俊朗总算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不错。身为我魔界的人，他之前甘愿认白玄族人为主，简直是丢脸至极。此人总算是迷途知返了。之前李俊朗宣布自己是成哥的召唤兽时，可给他们打击坏了。不过此人竟能回仙界，这有回去的路吗？不可能吧？也不一定。以此人那超乎寻常的实力，没准真能回去呀。哎，要是把我们带上该多好啊！是啊，这鬼地方我是真不想待了呀。他们这些人呢，最适合的地方肯定还是仙界，尤其在玄界得到玄魄玄文之后，再回仙界，他们的实力全都会突飞猛进。到时候呢，没准都能改变仙界格局了。这些年他们做梦都想回去，而在玄界第6层某地，中错依旧还在闭关。忽明忽暗的2个玄力种子在他的身周一前一后缓缓的旋转，就像是围绕着太阳公转的行星一样。2道不同的光华一圈圈的洒落在他的身上，给他整个人镀上了2层神秘的光环。这时呢，远处一团黑色浓烟缓缓的浮现，慢慢的，一名头戴黑色斗篷、身着黑袍的老者从烟雾中成型。他面对着中错，微微躬了躬身：“少主，不出意外，李俊朗离开的消息应该是真的。”哦，中错并没有停下炼化的过程，或许直到成功之前，他都不会完全停下来，因为那会让他前功尽弃。那看来，我将来还要杀到仙界去报复了。李俊朗让他遭受那么多的屈辱和打击，以他的个性，不可能会就此罢休的。这个场子他肯定要找回来。那老者面容如同一团黑雾，并不能看清楚表情，不过语气呢就有些担忧。仙界那边并无玄气，并不利于少主你的发挥呀。那又如何呀？这些年我早已将仙界的修炼体系研究了许多遍，仙力和规则的玄妙，在我眼中也不存在什么秘密了。确实，老者不得不承认，中错没有夸大其词。这些年流落到玄界的仙魔，其实有一部分最终都落到他的手里了。而那些人的作用，就是为他提供仙界那边的功法武技、仙术秘技和各种风俗人情，最后再被榨干了所有价值。这些人还会被他当成实验材料。多年的研究，这个玄界的位面之子对仙界的了解，其实也已经深得不可思议了，甚至远远超越了绝大部分的准帝。那外面4大玄族和江城暂时不管了吗？中错缓缓抬头，悠悠看了眼老者。东老，你是不是越来越糊涂了？老者没吭声，只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曾是玄族历史上的一位远古高手，因为修炼出错，最终呢仅剩一缕残灵。而后在气运的安排下，遇到了幼年的中错，成了他的随身老爷爷。那时候中错对他言听计从，敬若神明。在他的指点下，中错几乎没走过弯路，能顺利成为帝尊，他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只是随着中错越来越强，他的作用也越来越小，身份也渐渐从长辈跌落到了仆役。当我炼化完那2颗玄力种子，玄界还有谁能逃出我的掌心呢？这个时候我要做的是隐忍到大功告成。
而不是破罐而出，急着寻仇。更何况，我怀疑李俊朗的离开是一个圈套，就是为了吸引我出现的。他的话呢，东老无法反驳。他很清楚，中错生性多疑，向来不会轻易涉险。时光匆匆，转眼间10几年过去了。这些年，玄界一片太平，欣欣向荣，四族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的争端。成哥这些年已经用光了玄元果，将境界提升到了地玄5重，顺便呢，就是将玄文又提升了100多个到第7重。要不是中错那边的金银黑3个玄力种子对阿玲很重要，而他又需要阿玲带自己离开玄界，他恐怕早就失去耐心了。除了升级，他剩下的心思都花在寻找蓝爷的下落上。不光白玄族，就连金银黑3族都开始到处帮忙打探孤月心机的下落。玄界虽大，但总是有个边际。然而无论怎么找，始终没个下落。不光蓝姨，白玄族第3任大店主白无起同样也人间蒸发了。除此之外呢，金玄、银玄、黑玄3族也有一些超级高手，至今未曾现身，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这些人已经离开了玄界一样。只是再上一层就是影族盘踞的第7层，在那里实力再强也无法长久的存活，这让陈哥都难得的有些焦虑了。而也就在这天，玄界风云突变，漫天乌云层层叠叠，遮蔽了视线与神念，大地不断的震颤，宛若山崩地裂之势。无数人一脸莫名的飞到外面，浑然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飞在半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环绕，自己仿佛被一尊可怕的存在给锁定了。他们甚至感觉四周玄气都有些不太受控制了。而也就在此时，一道浩浩荡荡的声音响彻整个玄界：我帝尊中错，即日起成为玄界唯一真神，执掌天理循环，万物生灭，操纵天地间所有玄气。本第665集，无所不能。从第1层到第6层，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声音。无论谁听到这句话之后，都感觉是荒唐的。什么唯一真神呢？还执掌天理循环，万物生灭，操控天地间所有玄气？世上有这些能力吗？就算实力再强的人，也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吧。每一层都有无数人在议论，此人不会是被李前辈打进了失心疯了吧？我看有可能，他真的是风言风语，真是悲哀呀！居然幻想自己成了神。然而呢，四族那些顶尖的地玄境却并没有放松下来，他们的面色全都无比凝重，因为此时外界天地的变化让他们察觉到了一些可怕的地方。那到处都存在的玄气，原本流动是没什么规律的，但此时却真的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涌去。除此之外，他们每个人的玄文玄魄也都产生了轻微的反应，仿佛得到了本源的呼唤。究竟发生什么了呀？我听说中错这些年都在闭关，他到底在做什么呢？同样的，成哥也被惊动了，才飞到外面，阿玲就主动显化出来了。糟了，中错终于成功炼化了银玄和黑玄2大玄力种子。成哥一脸无所谓，这不是早有预料的事吗？阿玲偌大的黑眼珠内闪过一抹忧色。成哥，你不明白4大玄力种子对于玄界的意义，我们是玄气的来源啊，所以呢，掌握了3个玄力种子的中错，很可能已经得到了整个玄界本源的认可，正式开始执掌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天道循环。他的话音刚落，整个玄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见一块块陆地骤然升起落下，一片片海洋湖泊沼泽凭空悬浮了起来，世间一切的规律在这里似乎都失去了意义。伴随着的还有无数玄族人的恐慌尖叫，他们就像是弱小的浮游一样，被动的被掀起，被动的跌落。世界在剧烈的变化，这一幕简直就像开天辟地般壮阔雄伟。足足7天7夜之后，所有混乱才终于渐渐的尘埃落定，整个玄界已经只剩下了一层。从前的第1层到第6层全都组合到一起，成了一个全新的玄界。从今以后，连飞升都不用了。极玄境1重将会和地玄9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新生的，而是被人为的重组了而已，到处都透着不稳定，火山地震和危险的乱流随处可见。7天时间内，因为承受不住那剧烈的天地演变过程，已经有至少1半的玄族人死去。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场浩劫呀！整个过程结束时，所有人讷讷无言，无论是谁，都被这巨大的手笔惊呆了。就连成哥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点了个赞。这要说是神的能力，还真不算吹牛哈。至少他目前没有这种改变一整个世界的手段，他能笑出来，其他人就笑不出来了呀。这可是帝尊中错干的呀！此人隐藏了几十年，现在再次出现，竟然变得比以前更加恐怖，更加可怕了。这还让人活吗？在这种非人的能力面前，地玄9重似乎都没什么意义了。金银黑白4族高层在意识到此人如今的强大程度之后，第一时间就丧失了斗志和战意，没法打了。一座更加雄伟华丽的帝尊宫出现在新玄界的上空，散发着9彩的光芒，宛若玄界的太阳一般耀目。
中错浩荡的声音再次传来，宛若神谕。江城，限你3天之内爬到帝尊宫磕头请罪，否则本神将会开启灭世，玄界所有生灵都将陨灭，为你陪葬。此言一出，整个玄界一片哗然，人人惶惶不可终日。如果这话是别人说的，大家只会当成看笑话。灭世，你当你谁呀？但现在中错把6层玄界合成1层了，这种超乎想象的手段，足以证明他有那个能力。一时间，所有人目光都渐渐对准了白玄神殿，等着江贤者的决定。我倒要看看他们会怎么做。帝尊宫内，中错盘踞在巨大的神座上，他的面容若隐若现，给人一种缥缈虚幻的怪异感。除了额头的金纹之外，双眸一黑一银，稍稍直视便会令人不可自拔地深陷其中。而他周身散发着隐隐的气势，更是令人无端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仿佛他是自己生命的源头，浩瀚无垠，苍茫久远。黑袍东老毕恭毕敬地侍立在一旁，此时他的内心也是波澜壮阔，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位面之子有朝一日能成长到如此惊人的地步，这真的已经是活在人间的神了。如果江城不从，您真的会灭世吗？你说呢？中错摩挲着指尖由玄气汇聚而成的彩珠，那珠子表面看并不大，也没有丝毫的气息外露，却给人无比心悸的感觉，仿佛随随便便一颗就能毁天灭地。我当初所受到的屈辱，必须要用所有人的鲜血来洗刷。不论江城是不是会爬过来请罪，这玄界都没有人有存在的意义了。他的位面之子是要脸的呀，不会留着那么多知道他黑历史的人存在。东老不禁吸凉气，这种人太扭曲了，就连他也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扶持此子一步步崛起是不是正确的。毕竟呢，他曾经也是个玄族人。这是不是太残忍了？到时候玄界会彻底变成死域的。他的话也没落呢，喉咙就被一双无形的手掐住了，紧接着一阵阵浓烟从他身上冒出来。你想得太远了，这样很不好。中错仅仅一个眼神，东老就重重地摔向了远处。他缓缓看向了下方远处，那里虽然被重重的云层阻隔，但却能够一眼看到白玄神殿，也能看到贤者宫。此时的他呀，真的像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可以肆意支配任何人。我现在很好奇江城会怎么做，希望他能给我带来一些乐趣，让我稍微能提起一点认真的兴致。本集第666集，这是绑架呀！江先生，李俊朗前辈真的去了仙界，再也回不来了吗？你们之间的契约真的解除了吗？成哥身边又不出意外的围了一大堆人呢。如今呢，整个玄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中错那句话说得很清楚，如果江城不爬过去请罪，他会将玄界所有人都处死。这无形中等于是绑架了玄界所有人为人质，要挟成哥屈服。你不答应，那就是不顾全大局，可谓是用心歹毒呀。金玄族的大店主金伯已经没有丝毫的信心，那实在不行的话，要不还是向中错磕头请罪得了呗。银志也说了，是呀，既系受点委屈，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中错也受到过屈辱吗？闭嘴！心灵深凉怒目而视，你们开什么玩笑？江城我族大贤者，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白玄族的脸面，岂能爬过去给人跪下磕头啊？黑月皱眉，但是那中错真的可能会灭世啊！你这跟这么多人命相比，个人荣辱我脚不算什么玩意儿啊！金伯也劝了，哎妈，可不的嘛，何况这是为了救下所有人，多伟大呀！俺们也不会把这个当成屈辱，那反而会敬重的屈膝此举啊！三族高手也都纷纷附和，一个人跪下救活所有人，何其壮烈啊！这要是换成我眉头都被他皱一下的。不错，牺牲1人能救1万人，我觉得完全不需要考虑啊。再说呢，这也不算牺牲呢。他们这话说的，心灵等人听了皱眉，白罗真不禁怒了。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这就是中错故意离间我们，把江贤者置于不义的境地。心灵点头，不错，就算是江贤者答应了他，后面也还是会有更多的附加条件，一直到玩死他为止。谁也不能保证中错不反悔，不是吗？但是江城也没答应不是吗？金伯也打断了他。银志看脸成哥淡淡的说，好歹也叫细一细呀，要不然怎么知道别人会反悔啦？就是呀，那答应了，那好歹能拖一拖。哪要是不答应的话，那灭世是肯定的了。俺都不知道有什么好犹豫的，你说你这。如今江贤者不能召唤李俊朗了，他们对他呢也就没那么尊重了，无非就是当成一个天才的地玄5重而已，平起平坐都算是高看江贤者了。江贤者呀，要不你还是考虑一下呀？
三族高手纷纷上前，仿佛陈哥不答应，那就是整个玄界的罪人了。陈哥一脸无语的看着这帮蠢货，他很想问一句：为何你们的道德绑架玩的这么溜呢？他原本是打算直接上去迅速灭掉中错，让这家伙明白究竟谁才是逼王，顺便解救整个玄界的。现在呢，他忽然觉得拯救世界这么大的事，哪里收费呀？不收费对不起他们呢。你们想让我去也可以。他说的可不是爬过去磕头，不过三族高手们却是直接理解成那样的。金帛、银芷、黑月等高层惊喜万分。哎妈，江贤者告义呀！江贤者伟大呀！那果然深明大义，俺们会记住你呀！整个玄界所有人都会记住你呀！我们代表所有玄族人感谢您的付出，反正不用他们磕头丢脸。哎，他们当然是愿意怂恿着陈哥上来。陈哥撇嘴，话没说完呢。还有什么条件呢？三族高手一愣，齐齐露出了戒备。陈哥搓了搓手指，笑眯眯的整了一份清单出来，递到他们的手里。众人围上的展开一看，差点当场跳起来呀！哎妈，这300万枚9品玄元果，不是，俺就是把俺们三族都给卖了也凑不起这么些玩意儿吧？还有这么多的顶尖玄器，你当这些批量生产的吗？密空圣沙，你9品呢？你咋不去抢呢？无论金帛还是银芷、黑月，都忍不住咆哮了，那脸红脖子粗的样，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事实上，就连心灵、白罗真等人也都觉得这份清单太荒唐了，狮子大开口都无法形容了。然而呢，陈哥态度很坚决，你们要是不答应就不去呗。金帛完全没法接受啊，他甚至忍不住指着陈哥大声咆哮：“不是，那这也太过分了吧！啊，都要去见中错的人了，你说你要这么些资源干什么玩意儿？你？”陈哥嘿嘿一笑：“这资源还能干什么呀？当然拿来修炼用的呀。”黑月飞快地说了：“你去了还能回得来吗？到时候那些资源不都便宜了中错了吗？给了你也五虎消受，白白浪费呀！”江掌门嘴角一翘，意味深长看了他们一眼：“哼，你们刚才不是说去见他根本不算什么吗？怎么，原来你们自己也觉得这是必死之旅啊？”众人面色一致，内心深处他们当然不觉得江城这群还能回得来的。以中错的手段和心性，江城的下场会比死还要惨，这是他们内心的共识。说白了，这就像是献给河神保平安的祭品，只不过呢，当着陈哥的面，他们也不能这么说呀。这个祭品还是很有实力的，完全可以开溜，不配合呀。没有，不可能啊！那我就是一时口快而已呀。戏呀，肯定不会洗的呀。黑月银芷打了个哈哈，居然强行的把那句话收回去了。行了啊，别说那些没用的，要么答应我的条件，要么一拍两散。你，金帛等人气得手指直哆嗦，怎么能这么自私呢？啊！三族高手纷纷指责陈哥不顾大局。哎呀，就是让你上去一趟，你就能解救所有的人，也不用你出多大力。你这么神圣伟大的事情，你居然还要提这么庸俗的条件，对不对？你为了玄界所有人的命运，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陈哥完全不反驳，他甚至挑起了大拇指，赞同他们。哎呦，你们的情怀好伟大呀！那既然如此，只是让你们付出点修炼资源，就能让我动身，然后就能拯救玄族所有人，你们怎么就不答应呢？他咂嘴，一脸失望地看向在场的每个人。难道在你们心中，那么多人的命还比不上一点冷冰冰的修炼资源重要吗？本集第667集，你的对手是我。成哥何许人也？出道至今就没有吃过亏，想道德绑架他，这帮人还嫩了点。黑月一脸恼火，但是你明明可以不提条件呢。成哥直接打断了，中错也可以不提条件就放过玄族人，但他还提了呀。他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成哥双手抱胸，笑眯眯地看向面前的三族高手。只要你们愿意付出点资源，就能解救亿万玄族人，这是多么崇高的事业呀！难道有人这么自私，不愿为大家付出吗？心灵、白罗真等人都不忍目睹现场了。无论金帛还是银芷、黑月，又或者三族其他地玄境、天玄境，所有人表情都憋得慌。难够狠啊！俺们记住了啊！给俺们等着吧！三族高手们最终只能悻悻地回去凑资源了。没办法，目前成哥太重要了，中错点名要的人有价值。处在地尊宫的中错也看到这一幕了，此人现在就是玄界的半个神，居高临下的，什么都瞒不过他们。东老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想干什么呀？难道他还指望着短短3天提升实力，突飞猛进与您一战吗？中错不屑的冷哼，无论他有什么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那都是笑话。他之所以故意留3天时间没有立即动手，就是想看到成哥恐惧焦躁不安，
从心理上慢慢折磨的过程，往往比一刀解决要痛苦很多。只可惜呢，他看到了陈哥一直像没事人一样，整个玄界现在就属陈哥这最放松了，完全事不关己、没心没肺的样子，这让钟错完全得不到报复的爽快感和满足感了。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收集的那些资源都是在给我做嫁衣。他也只能这样说服自己了，当初的屈辱太深了，几十年来一直刻在他的心头，始终无法磨灭。如果不能洗刷，那他这辈子都无法念头通达，将来也不会再有什么进京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玄界所有人都在焦灼的等待着决定所有人命运的那一刻。第3天，三族大店主和其他高层终于凑齐了陈哥所需的资源。来，拿着吧。出了这么大的血呢，三族高手的心情不美丽呀。拿了我们的东西，就别想着再耍花样了啊！希望你的使能让钟错改变主意呀。到了这一步呢，他们也懒得粉饰了，反正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次江城上去了就不会有活路了。人家都差点当裤子了，还不许他们发泄几句吗？陈哥很好说话，笑纳了他们的重礼，也懒得再刺激他们了啊！放心吧，啊，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众人暗暗撇嘴，心说你现在就是一个祭品，能让我们失望什么呀？重要的还是看钟错的意思，只希望他收了你这个祭品之后，能够心满意足，放过我们所有人。这时啊，从帝尊宫之上也延伸出了一条金光大道，那条大道横亘天际，如同一条金色长河，将整个天幕都切了开来。几乎所有人抬起头，第一眼都能看到那条宽的不可思议的大道，壮丽而又奇诡。如此手段，不用说呀，钟错所为了。这种敌人怎么打呀？三族高层暗暗倒吸凉气的同时，也不禁朝着陈哥伸了伸手。行了，降贤者呀，你该上路了，我们会记得你的呀，你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临到即将踏上的金路时，白罗真和心灵等人全都簇拥过来。江贤者，三思呀！您此举凶多吉少。他们对陈哥还是非常不舍的，这是白玄族将来崛起的希望，难道真的要毁于一旦吗？尤其白罗真当初可是把他当亲儿子爱护呀，真的是有了感情，根本舍不得他去送死。只是无论钟错还是三族的压力，都远非他这个天选九重能改变的。小仇，你还是逃亡吧。他的话没说完呢，就被黑月打断了。逃什么逃啊？整个玄界都是钟错的地盘，他能逃哪儿去呀？陈哥朝着白罗真笑了笑，而后转身朝着众人振臂高呼：为了整个玄界的安危，我岂能贪生怕死选择逃避？那不是我的作风。陈哥又开始习惯性卖好了，金帛第一个叫好。好，壮哉，不愧为白玄族大贤者。三族高手们纷纷鼓噪，那叫一个热烈。在这种气氛下，陈哥总算是踏上了那条金光大道，根本不用他飞行，那条天路直接带着他飘升而起，向着远处的帝尊宫传送过去。矗立在那宽阔的大道上，陈哥双手负后，45度角仰望天空，一副睥睨天下的感觉。这可急坏下方三族高手了。哎，俺不能站着呀，帝尊是让你爬上去的呀，你，我的天哪，这样肯定会激怒帝君呐，完犊子了，你快爬呀，你说你呀！金帛、银质、黑月等人跳着脚，急的是手舞足蹈，就不敢进入那大道内干预陈哥。就这样了，金光最终消失，江贤者出现在大殿里，钟错高居在巨大的王座上，正好整以暇的看着大殿另一端的江贤者呢。你就这样来的呀？江贤者摸了摸下巴，又捋了捋秀发，这才反问一句：不然呢？这淡定的姿势让钟错更加不爽了，他沉下脸：你好像没弄清楚我们的差距，也没搞清楚现实。还不等陈哥回应呢，他忽然想到什么：你的底牌不就是李俊朗吗？你瞒得过别人，但瞒不过我。将他照出来吧，继续隐藏没有意义了。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江贤者，尽管没动，但整个大殿以及帝尊宫所有地狱全都处在了他的审视范围内。之前2次化身出动失败，他至今耿耿于怀。这一次他倒好好看一看这个异界邪魔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看着他这自信满满的样子呢，陈哥都同情了。瞧瞧这位面之子被打击成什么样了呀？你想多了，杀你还用不着2个人，有我就足够了。说完，他亮出了一柄玄气长剑。本第668集，江贤者居然这么强。上次公开宣布和李俊朗决裂之后，江城就已经决定了，今后不会再用那个异界邪魔的身份，因为用不着了。他如今已经是地玄5重，天阶上品的玄魄所蕴含的玄力本就远超其他同阶修士，何况还有1000个玄文的加持呢。论其体内玄力的储备，他不虚于任何人。现在的他完全可以用玄力去战斗。与此同时，他早就掌握了剑心，也还是能发挥出来。看到他拔剑，钟错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你居然打算和我战斗？他上下打量了陈哥一眼，眼内的轻蔑和鄙夷完全不加掩饰。
如果是李俊朗也就算了，还能让我认真一下，换成你，我真不知道你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天赋很出众？也是啊，这么快突破到地玄5重，确实很出色，都超过我当年的提升速度了。但很可惜，你处在我同一个时代，你注定活在我的阴影下。他的话音还没落下呢，手指忽然朝着前方微微一弹，霎时间，足足15道玄文加持的力量，以至尊级玄术的方式，迅速在大殿内绽放开来，将陈哥彻底笼罩在里面。作为位面之子，中错就算再轻视敌人，也还是会选择最有效的战斗方式，哪怕觉得对方实力远不如自己，能用偷袭的时候，他还是会偷袭，根本不在乎好不好看。15道第7重的玄文争奇斗艳，被控制在狭窄的空间内同时爆发，这威能足以毁天灭地，但毁不掉陈哥。陈哥看都不看，直接一剑劈出，5行剑心带着50道玄文呼啸而出，霎时间呢，就将那15道玄文冲得七零八落。长剑横扫，无数的5行小世界在天空中同时崩毁。这一刻呀，玄界所有人都再次被惊动，他们看不到帝尊宫了，但富丽堂皇的巨大宫殿已经被这一剑直接炸成了碎片。你就说吧，砸个承重墙都得上亿了，他这得多少钱？与此同时呢，原本还坐着的中错再也坐不住了，他不得不拔起剑抵挡5行剑心的侵袭。你怎么可能？话音未落，4行剑心和日月星尽数的笼罩他，他不得不挥剑抗击。更加剧烈的爆炸将玄界的天映照到忽明忽暗，长明永翳再次将世界变成了黑白双色。无数人仰头观看了奇诡的一幕，只觉目眩神迷，同时又本能的心生畏惧。对他们来说呀，这已经是一场不属于这个层面的战斗了，就像是一群凡人仰头看着2个神之间的对决。咱们打起来了，谁在和帝尊大战呢？那是江城。隐隐间，他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他，是江贤者。白玄族众位殿主齐齐惊叫起来，呼喊声带着浓浓的震惊和惊喜啊！真的是江贤者！天哪，他怎么会那么强？原来他也能用出李俊朗前辈的那些绝招吗？剑心他们是不懂，但光从日月星以及长明永翳的外在表象，也能看出那是同一种可怕的手段，只不过呢，散发出的是玄力的气息，而不是李俊朗那种陌生的仙力。金伯和银志等人一脸呆滞，喃喃自语：哎妈，原来他竟然这么强啊！难怪他敢不跪呀！他能赢吗？这个问题回荡在玄界无数人的心头，他们当然希望江贤者能赢，毕竟他还是正常人，不会动不动想着灭世。遥远的某个角落，许多异界邪魔也在死死地看着上空。大眼仙帝长叹：中错已经取得了这个世界的认可，他的力量早就不再局限于玄文和玄力方面了。是啊，如果还是从前那种战斗方式，江城有胜算。苍罗魔帝眯着眼睛，掩藏着内心的震撼，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说出这句话。在此之前，他看中的人一直是李俊朗，而不是江城。真想不到此人竟也如此强，我有点理解李俊朗为什么追随他了。哎，但是可惜呀，他在别人主宰的世界里面战斗，想获胜那是不可能的。当大眼仙帝做出这个结论时，中错仗剑左冲右突，已经杀出了光暗2大剑心的杀伤范围，而此时的他竟然还是毫发无伤。你以为这样就能战胜我吗？他的本体实力原本就凌驾于其他地玄9重之上，而炼化了黑玄和银玄2大玄力种子之后，他掌握的玄文也达到30重，再加上境界在江城之上，他此时还是游刃有余的。直到他被生灭剑心笼罩，2人之间的天平终于倾斜了。在这门不断为自己寻找生机，同时又不断泯灭对方生机的强横剑心支配下，中错开始渐渐不支。哪怕有着玄力方面的优势，但玄文少了20个的劣势也终于暴露了。中错的身影重重的砸向地面，大地剧烈震颤，一道道裂缝从高空到地面疯狂的蔓延开来。江城一剑劈下，被砸落在地的中错在空间玄文的加持下变换了无数次位置，却是无论如何也避不开这一剑。鲜血飞溅，金色鲜血熠熠生辉，洒落在虚空中，就化作无数宛若活物般的雨滴，最终重新落入大地。紧接着那片大地又出现了一片又一片的湖泊海洋。然而中错本人呢，却是再次被挑上高空，这一次他受到更大的创伤。趁他病要他命，江掌门一旦开战就是这种心态。不过这一次呢，他的剑挥空了，原本被他牢牢锁定的中错突然消失不见，仿佛在这世间蒸发了一样。他停下攻击，开始洞察四处打探。很快他就发现端倪了，而此时中错又再次从虚空中缓缓浮下了身影。他的样子显得有些狼狈憔悴，但是眼神表情还是之前的支配一切的主宰姿态。你竟然能将我逼到这一步，看来不能再和你玩下去了。本集第669集，与神战斗。
程哥也是很服气了，你的心态真好啊，都被打成这样还要强行装叉，佩服佩服呀！中错那左黑右银的眼头中浮起了愤怒之色，想想也是，他闭关出来基本就是神那个级别的手笔和牌面，逼格都拉满了，结果呢，跳得最高最得意的时候，被人狠狠的一巴掌抽下来，这让他情何以堪呢？我承认你让我再次意外了，但你以为这就赢了吗？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当他说完这句话，程哥忽然发现对面的敌人状态有些诡异，他一身伤势迅速痊愈，气色恢复如初也就算了，关键是中错明明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但自己的神念却感知到了数个中错啊，不是，是无数个中错。无论天上地下，无论四海八荒，这个人简直无处不在，他似乎已经与这个世界融为了一体。当江掌门再次一剑挥向前方时，明明打在了中错的身上，却直接穿透过去了。中错甚至都没有动弹，只是一脸轻蔑地看着，就像看小孩子的把戏。50道玄文浩浩荡荡，在远处爆发出了可怖的威能，但对中错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无知的人永远不会明白另一个层面意味着什么。他缓缓抬手，这一刻玄气许多地方的玄气浓度急剧的提升，而江城所在这片空间却是突然间没有了一丝一毫的玄气。程哥并不担心什么，他再次挥剑了。尽管外界没有玄气，但这并不能影响到他体内的玄力，他随手一剑依旧还能造成极大的杀力。你以为只是这样而已吗？中错漂浮在半空的身影依旧毫发无损，他再次弹指，霎时间的程哥周边所有天地循环的规则全部紊乱。这一刻，生之力可能会带来死亡，而死之力可能会带来生机。这一刻，光明之力可能会带来长夜，而黑暗之力可能带来无尽的光明。世界并没有变，变的只是江城身边的一切。无论他飞到哪里，只要他还在玄界，那他始终摆脱不了的错乱。他的剑心依旧还在，玄力也在，但所有剑招和玄术都无法再像之前那样加持玄门之力，因为所有的玄门力量在用出来之后都会迅速的紊乱，非但产生不了效果，甚至可能会反射自己。那这太他妈离谱了呀！啊，这打毛啊！成为一个世界的代言人就这么牛吗？啊，没有玄门加持，他的招式等了没有了规则 buff 呀，威力自然是大减，就像是被褪去了光环一样。玄界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世界的些许变化，但大部分人都不明白究竟意味着什么，唯有那些顶尖的地玄境以及异界邪魔们才知道各种凶险。大眼先帝深吸一口气，藏不住的震撼。江城已经足够强大了，他的实力或许已经达到了人力所能企及的极限，但可惜他的对手是世界化身呐，这等于是以凡人之躯与神作战。苍罗魔帝悠悠一叹，他甚至一度将神击伤，但终归存在着层次的差距，他完了呀。而在白玄神殿这边，无论金玄还是银玄、黑玄等族的高层也全都呆呆地望着远处，久久无法平静。这一战已经是神战了呀！俺们所在的玄界都在帮中错，这不公平啊！不错呀，那如果不是玄界在偏袒他，他已经被江贤者干死了呀！没办法呀，战斗向来就没有公平可言，江贤者怎么可能抗衡得了一个细界？白罗真和心灵等再也看不下去了，他们不约而同垂下脑袋，只觉得内心无比的愤懑，却无可奈何。这个层次的战斗根本不是他们能插手的。而另一边呢，程哥也确实抗衡不了整个玄界，此时他岌岌可危。事实上，他已经让中错非常震惊了。原本以为操纵这世界的玄气和天道循环就足以把江城逼死，没想到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能够发挥出强悍的战斗力。明明封锁了玄气，他愣是用出了另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中错轻易的就感知出来，他感到无比的不可思议。仙力，原来你也是异界邪魔，不对，你就是李俊郎。他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俩人是同一个人呢。难怪自己2次出动化身对付江城都以失败告终，什么主仆契约，什么召唤，全都是编出来骗鬼的，偏偏自己还信了，上了2次当，变了2次狗。你简直罪该万死！中错肺都快气炸了。想想那会儿他还自作聪明，觉得自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结果呢，在人家眼里他就是个傻狍子。一股强烈被耍的感觉袭上心头，他如今更加恼羞成怒。去死！当整个玄界的本源都开始镇压程哥时，他终于撑不住了。某一刻，他最后一丝意念消失，而后很干脆地消散在虚空中，形神俱灭，一丝一毫都不剩。当他死掉之后，脖子上那颗白石也缓缓地飘了起来，白玄之神阿灵的身影浮现出来。程哥，你怎么了？他有些茫然无措，又有些恐惧。中错一眼就看到他，顿时惊喜万分地将他拦截下来。原来你就在他的身上，还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阿灵连忙向前奔跑。但是下一刻呢，中错只是伸了伸手，他就再次变回了那颗灵石。白玄种子在手，我的实力将会再次提升。在此之前，中错其实也无法触碰白玄种子，但现在他已经融合了金银黑3颗种子，白玄之灵再也抵挡不了他了。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最坏的方向演变。
望着面前漂浮着的剧烈震颤的白石，中错是志得意满，仰面长啸。而另一边呢，系统已经给了陈哥提示了。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3次神之剥夺的机会，请谨慎使用。宿主成功复活。本集第670集，给你降降温。什么神之剥夺呀？陈哥也不懂啊。不过复活过来之后，他就看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面板，面板上的3个按钮分别是红、黄、绿3色，应该代表着3次剥夺的机会。3个按钮下方还有着技能说明的，红色外物剥夺持续10分钟，黄色内在剥夺持续5分钟，绿色关系剥夺持续3分钟。这技能说明就跟没有似的。陈哥表示自己压根看不懂啊，而且居然有时效性。不过系统出品的方案向来没有出过错，陈哥决定原谅系统一回。看到他突然又出现在面前，而且毫发无伤，原本志得意满的中错措手不及。你怎么还活着？他瞪大眼睛，而原本已经被他控制住的阿玲突然就化作一道流光，重新回到陈哥的脖颈上，最终呢又变回那串项链。他俩之间的关系也是系统认证过的，只要江城还活着，那2人就是绑定的。中错除非彻底干掉江城，要不然呢这辈子他也不可能真正拥有白玄之灵。他不愧是见惯了风浪的位面之子，居然快速平静下来。好啊，复活是吗？你能复活多少次，我就能杀你多少次。他话音刚落，一身衣物突然就凭空消失了，无论外袍、玄甲、玄器、上衣，还是内衬、内裤，统统出现在江掌门的身旁。望着突然清洁溜溜的中错，陈哥也很错愕呀。他刚刚就是锁定中错这个目标，悄悄按了一下红色按钮，给他来了套外物剥夺。结果呢，按钮按下之后，中错的随身戒指、玄器以及玄元果、灭空圣沙等所有天才地宝也全都被扒下来了，甚至就连他5亿年来得到一些稀奇的神秘宝物，也都陈列在2人中间的虚空。至于他随身的衣物，那也当然包括在里面呢。你干了什么？原本还要催动世界本源之力的中错，当然不能出这种丑啊！他连忙停下，挥手给自己变了一套衣物。然而呢，衣物刚穿上，他再次被扒了个精光。刚刚变出的衣物同样被剥夺下来，他又变了精光了。我靠，这么霸道！就连陈哥都差点一口水喷出来。这不光是给对方脱光了，甚至都不让你重新穿上。原本他还觉得这剥夺外物不痛不痒的感觉没啥用，现在感觉吧，这也太下三滥了，这个手段呢，太过分了。他一边义愤填膺的谴责系统无耻，一边掏出了流影玄器，开始给中错录像。看到他在录像，对面的中错前所未有的慌乱呐。他这辈子遭遇了那么多次危机，愤怒过，痛恨过，唯独没有窘迫过。他不断弄出新的衣服给自己套上，但每次都是刚穿上，哗嚓又被扒了。而且那些扒下的衣物，他明明能看到，却根本触碰不到，仿佛不在这个世间。10几次之后，他认命了。最终呢，施展一套幻术和特效，将自己光溜溜的身子遮掩了起来。你好歹是一界顶尖强者，用这种手段不觉得有失身份吗？他咬牙切齿的控诉，恨不得吃了江贤者。陈哥笑眯眯的收起了流影玄器，我是一番好意呀，这不是看你太上火了吗？给你降降温呢。这个技能真霸道啊！但另一方面呢，它有局限性，被剥夺下的东西并不属于江城，而是会暂时处在一个隔绝的空间内。10分钟后，他们就会全都回到中错的身上。只不过呢，中错自己并不知道，他都慌了呀！这完全超出他理解范围的神奇手段，尽管没什么杀伤力，却让他感觉到了危险。你的花招到此为止。他决定不再墨迹，速战速决。然而正当他打算催动世界之力时，他的身上突然飞出2枚石子，一为银色，一为黑色，正是那银玄黑玄2枚玄力种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珠子和秘宝，那都是以前中错一路崛起时炼化和吸收进身体内的。有的呢是用来改造血脉的，有的是用来提升骨骼的，有的是用来提升神魂的，几乎是应有尽有，简直就像个大杂烩。当这些内在炼化过的物品出现在外，中错整个人的气色突然变得颓靡了许多。他依旧还是地玄九重，依旧散发着远超其他人的信息，但是呢，比全盛时期要弱了不少。尤其银玄黑玄2枚种子被剥夺，他已经失去了对世界本源的操控能力。这个能力5分钟之后就会恢复，但中错并不知情，他彻底慌了呀！你干了什么？这不可能啊！不存在这么荒唐的事情啊！他苦苦寻找炼化了这么多年啊，那人家挥手就剥夺了，有这事吗？他不信呢。这个打击差点把他逼疯了，偏偏陈哥还故意在一旁骗他呢。你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只是一场泡影而已，现在到了梦醒来的时候了，一切虚妄都将成空，要认清现实呀，小老弟儿。中错彻底崩溃了，这说的好像他这些年的成就全都是南柯一梦，他怎么可能接受呢？我不信，我不信，杀！癫狂之下，他再次朝着江城催动至尊级的玄术，而这次因为银玄黑玄2颗种子暂时包离，他能用出来的也仅仅是10道玄文。最关键的是，没有了世界本源的加持影响，陈哥一剑迎过去，2人之间再次爆发出剧烈的爆炸。
没了世界本源的约束，50道玄门和15门剑心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重重地打在中错的身上，将他打得仰面吐血，倒飞不知多远。而这次他吐血已经不是金血了。事实上呢，成哥心里也挺庆幸的。如果中错转身就跑，专心躲藏，那自己还不一定能在5分钟内干掉他呢。干不掉，5分钟后他的一切能力就恢复了。位面之子可没那么好杀呀。本集第671集，失望的世界。此时的中错再次被重创，逃都没有机会了。面对着成哥的追杀，这位位面之子终于第一次感受到了丧命的危机，之前的淡定早已不复存在。不，你不能杀我，杀我你会后悔的。成哥一脸好笑，你扯什么淡呢？他决定要杀的人还从来没有留下过呢。又是一剑劈落，中错疲于奔命间，神情仓皇，披头散发，狼狈不堪。我和玄界本源互为一体，荣辱与共，休戚相宽。你杀了我，就是杀死玄界的世界本源。这句话倒让陈哥稍稍缓了下来。啥意思啊？什么世界本源的，他根本就没见过呀，更多的只是存在于想象中。没想到这东西还能被杀死呀！中错急促的喘着粗气。世界本源连接了我被杀死的话，那这个玄界就会彻底毁灭，到时候这界所有生灵都会死。啊，还有这事呢？陈哥表示逼了狗了。合着这人还真的不能杀，一旦杀了他，那无论心灵白罗真还是李寒玉钟李巧，所有玄族人都会跟着陪葬。玄界本源是不是傻呀？你说你啊，你居然跟这种人深度绑定了？当然，你大可以试试。中错眼见他停手，自以为得逞了，不禁得意大笑。为了玄界，你不但不能杀我，你还要保护好我。否则将来那一天我一个心情不好，没准我就自杀了，到时候让所有人给我陪葬。现在把一切还给我，我命令你还给我，否则我立即自杀。陈哥像看个傻嘚儿一样看着他，这家伙居然用整个玄界来要挟自己，搞错没有啊？你真觉得自己会怕这个吗？他不假思索地点开面板，点了第3个剥夺按钮，关系剥夺。于是下一瞬，中错与所有目标的联系都暂时的切断了，无论是他那个随身老爷爷的关系啊，还是和玄界本源的关系，统统变成了没有关系。关系剥夺的效果只有3分钟，就连整个玄界所有人在这3分钟内都会暂时的遗忘他，他们会不知道这世上有中错这个人出现过，他的存在会被暂时抹去3分钟。3分钟之后，一切才会重新恢复过来。中错立即就意识到变化了，他和玄界本源再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你做了什么？这不可能！我和玄界本源早在5亿年前就结下了约定了，这绝对不可能被破坏的。他这句话倒让陈哥有些意外了，原本还以为中错是最近得到2颗玄力种子才和玄界本源产生联系，没想到5亿年前就开始了。5亿年前他只是刚出道啊，那个时候就得到世界本源的青睐吗？也不管了，反正陈哥对他的故事也没兴趣。你不是想死吗？你自杀呀，快呀！中错面色又崩溃又尴尬，他怎么可能会真的想死呢？发现要挟不了江城，只能一步步后撤。怎么的？又舍不得死了？怕疼啊？那看来还是要我帮你啊，对不对？中错气急却无言反驳，他忽然抽身向着高空逃去。逃得掉吗？陈哥冷冷一笑，闪身就拦住他。中错再逃，陈哥直接一剑刺出，血流如注的中错嘶声厉吼：“是你逼我的！”下一瞬，他忽然一指点向空处，那片空间突然出现一个窟窿，就像是被点破的冰面似的。紧接着，大片的裂纹弥漫开来，一条巨大而又狰狞的裂缝凭空出现在第6层的虚空中，而在裂缝对面，还能看到数不清的影族嘶嚎着飞向这边。中错厉声大笑，状若疯狂：“你想杀我，那你自己去死吧！”这裂缝正对着影族核心老巢，里面是最精锐、最顶尖的那批，数量太多，就连他也无法消灭。以前都是想办法将他们驱赶回第7层，而这次呢，他主动打破第6层封印，将他们全都引了回来。对于玄界来说，这就是一场铺天盖地的灭世灾难。所有人在这刻都听到一声低叹，那声叹息仿佛是他们自己发出来的，然而他们又深切的明白自己没有出声，那是玄界本源的叹息。自从影族入侵之后，整个玄界就面临着毁灭的危机。影族以天地规则为食，凭空造出一个个空白地带，令得天道循环都渐渐无法维系。这对于一个世界来说是极端危险的事情。然而玄界本源并不具备直接的攻击手段，甚至都没有实体，他只能假手于人。5亿年前，他选中了一个少年，那少年不光气运滔天，还曾发下宏愿，要将影族彻底剿灭。从那天起，玄界本源就和他形成了一丝联系，让他的气运变得更加炽盛。那少年也没让他失望，多年后他成长起来，在世界本源的诱惑之下，他拥有着其他玄族人不具备的特殊防护能力，就连影族都无法直接侵袭他。凭借着超强的战斗力，他真的一举肃清了上面5层的影族。尽管他还没能彻底剿灭影族，只是将他们驱赶回去，但已经极大缓解了玄界的危机。而当他一举融合3颗玄力种子后，世界本源终于正式认可了他，让他作为行走在外的化身。他和江城间的战斗，玄界本源毫不犹豫地继续支持他。
哪怕江城看起来更妖孽，哪怕江城的战斗力更强，玄界本源也没有改变立场，因为江城本质上是异界邪魔，对这个世界来说呀，他同样也是外来的入侵者。被系统强行切断两者关系之后，他还在等着重新与中错联系上，然后助他击败这个入侵者。然而这一刻呢，当中错打破第6层的防线封印，将最强的那批影族主动放进来后，他终于感受到了失望。那个人背弃了曾经的宏愿，为了活下去，他能抛弃任何人，包括整个玄界。他终于发现自己选错人了，只可惜一切似乎都晚了。影族大军已经杀了进来，那铺天盖地的黑影是那般的迅疾而又鬼魅，明明没有散发出什么强大的气息，却令人不寒而栗。本期第672集，给你加个 buff。当影族杀来，中错朝着陈哥狠狠挥出了目前最强的一击，并不指望能杀死陈哥，而是希望能将影族注意力全都吸引到他的身上。随后他收敛浑身气机，一个闪身绕了开来，打算趁着影族袭击江城时偷偷逃离现场。这个计划呢还是挺完美的。当他的攻击在陈哥身边炸开时，汹涌的旋力爆发和旋纹波动迅速吸引了所有影族的注意。这就是他们最喜欢吞噬的东西。对这个可怕的族群来说，这些蕴藏着规则的攻击都可以成为他们的食物。他们如同饥饿了无数年的群狼，嚎叫着就杀了上来，完全忽略掉了中错的存在。中错的计划看起来是真的成功了，只要江城被拖住，他就能逃离。影族也是有等阶之分，第6阶的影族足以和玄界的地玄9重抗衡了，而现在这些脱笼而出的影族大军中，竟然有好几尊第7阶的存在。这种第7阶的影族，就连中错本人从前在玄界本源护佑下都要特别小心，一不留神可能都会被他们附身，何况突然一次出现这么多呢？慢慢享受吧。江城一死，这玄界还是没人能敌得过中错，到时候呢，他还是这一届的主宰。他的想法很美好，只可惜啊，陈哥不配合呀。就在中错刚刚绕开打算逃离时，一道人影突然杀到他的面前。往哪逃呢？你！中错大惊失色，他完全无法理解，因为已经亲眼看到至少4尊7阶影族扑到江城的身上。任何正常人此时要做的都是和影族周旋战斗或者挣扎逃脱，否则自己就是万劫不复呀。这个疯子居然不管自己身上挂着的影族，还跑来找自己的麻烦。你疯了吧！他破口大骂，想要避开却来不及了。此时的他也已经被影族团团围了起来。被切断和玄界本源的联系后，他已经不受本源的保护，没了从前的特殊防御能力了。一个眨眼，他就被无数影族包围起来，陷入了漆黑的海洋中，不断的沉沦。中错奋力抵抗，疯狂挥洒着自己的至尊级玄术，他的实力极强，10个金玄一系的玄纹在玄魄的照耀下大放光芒。一些低阶影族才刚接触到他就化作了飞灰，但是呢，包围他的影族实在太多了。而这次他不光没有本源保护，也没有从前那批伙伴战友和身后的大军协助，他很快就沦陷了。一头7阶影族最终侵蚀进了他的体内，这个位面之子还在奋力抵挡，即将泯灭神智被取而代之的那一刻，他忽然又一次看到了江城。爽吗？陈哥抬手还朝他打招呼呢，这个人居然还活得好好的，没有被影族取代吗？这怎么可能呢？中错难以置信地看着江城，就发现所有触碰到他的影族不是灰飞烟灭，就是在灰飞烟灭的路上。7阶的影族能多撑10几秒，6阶以下触之即死，而4阶以下甚至在接近他方圆1丈之外就已经化作了飞灰了。这是何等能力，他无法理解，他更不愿相信。感情他费尽心机撕开的封印，又成了一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笑话呀。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看到无数影族又惊恐地向着裂缝深处席卷而逃，他们以更快的速度逃回了第7层的老巢，再也不敢冲进第6层，因为江城就在第6层的裂缝外站着，他们本能的要避开这个天敌。仅仅片刻之后，刚才还遮蔽了天幕的无数黑影就消失一空了，那片天空再次变得一碧如洗。只不过刚才被中错打碎的裂缝依旧还存在，狰狞的裂缝边缘弥漫着黑雾，横亘天际，宛若一道巨大的疤痕，显得触目惊心。站在裂缝外，还能看到对面第7层那边瑟瑟发抖的影族在继续奔逃，没有一直再赶过来的。陈哥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威慑力有多么的不可思议，他忙着在收捡战利品呢。中错已经死了，之前被剥夺的外物全都变成了无主之物。10分钟一过，就自动暴露在了这个时间。陈哥说的是眉开眼笑，这家伙作为位面之子，个人资产实在太丰富了，自己升到地玄9重的玄元果都够了，玄纹也能再提升几百个到第7重了。除此之外呢，原本化作中错玄魄的金玄种子也被爆了出来，金银黑3颗玄力种子在前，陈哥没想贪墨下来。这种子对任何玄族人而言都是无与伦比的至宝，但对他来说呢，却没什么用。每颗种子能增加10个玄纹，问题是他都已经有1000个玄纹了，而获得玄界本源认可这事，也只有玄族本地土生土长的生灵才有机会。快来融合吧！他将3颗种子收摄起来，这才朝着阿玲挥手。阿玲兴高采烈扑上来，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去融合那些种子，反而如同树袋熊一般挂在他的身上，吧唧的在他脸上留下一滩口水。呸！不是啊。我果然没看错人，整个
这白玄之灵激动的快要原地转圈了呀！3颗玄力种子换成其他人，没个几十亿年，怕是融合不了。毕竟就连中错那样的绝世天才都耗费了数亿年，但对阿玲来说呀，这个过程就简单了一点点了。他直接如同吃糖豆一样，将3颗种子吃了下去。成哥看的是暗扯嘴角，这还真的是和阿黄一个品种的怪胎。仅仅几十秒后，他就散发出了比之前中错更加完美的浩瀚气息。显然，他的融合过程就这么结束了。成功了。阿玲兴奋的点头，又爬到陈哥的身上，对着他的脸颊又输出一通口水，呸呸呸，不是。而后呢，才笑嘻嘻的说着：“哥，我给你加个 buff。”啥玩意儿？陈哥差点没反应过来，向来都是他给别人加 buff， 这次居然能被加 buff 了。就见阿玲手指一点他的眉心，当初在巨破池得到的那属于白玄族特征的花纹印记就渐渐亮了起来。第685集，冲关一路为红颜。啥意思？什么叫做力量层次更高？成哥没听懂他们的意思。他们不就是火之规则吗？有什么稀奇的呀？白无起长叹，我们一开始也和你是一样的想法，区区火之玄文在玄界很普通，并不足为奇，但真正交手就发现大错特错，那完全就是另一个层面的火之力量。苍玄大帝继续解释，那7人论级5级，无论精妙程度还是意蕴意境，其实还比不上老夫的，但他们的火之规则却能碾压其他所有规则。如果硬要形容，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他们的火之规则成了比规则之王还要高的规则。比规则之王还要高？成哥不禁提起了兴趣。当初在仙界规则之门试炼中，他曾将速度规则推上了规则之王的宝座。从此之后，仙界那边速度规则为王，所有修炼速度规则的仙人速度都将得到一定的提升，同时面对其他规则时能形成一定的压制效果。因为他那么一搞，苍龙谷整体实力突飞猛进。而魔界那边的速度主宰裂空魔帝也从一个实力中上的魔帝一跃成为了仙界实力排名前10的顶尖大佬，这个效果会持续到下次规则之门开启。而刚刚苍玄大帝说的是比规则之王还要高级，那得多逆天呢？舒白薇点头，没错，是这种感觉。碰到他们的火之力量，我们的任何规则力量都会一触即溃。金豪补充，我们任何的玄门攻击，他们都能轻松的用火来解决，而他们的火我们根本挡不住。还有这种事呢？成哥还真好奇了，这起码要比规则之王效果强出2-3个档次。如果规则之王能有这么神奇，那现在裂空魔帝早就打遍仙界无敌手了呀。那他们的火为什么那么强呢？白无喜说了，据说是因为他们所在的世界比我们的玄界更加高阶。有次我听他们提到了真言世界，说了一句距离升到高等世界也不远了。高等世界吗？难道类似仙界、玄界这样的世界不止一个，还有等阶之分吗？等阶更高的世界，规则本身强度就越高，所以能对其他世界的修士形成碾压吗？将道有所言即是，老夫也是这样猜的。那这世界等级怎么来的呢？这老夫就不清楚了。那既然他们实力那么强，为何故意留你们的分魂，不杀你们呢？众人也迷惑了，宁之林疑惑，他们控制了我们的分魂，就是为了强迫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朝着那黑色珠子注入一次玄力，但究竟有什么用我们也不清楚。就为这吗？舒白薇点头了，就为了这。每次注完令之后，他们就会将我们赶回这空白地带，也不管我们平时干些什么，更不会让我们在那4方火焰山内逗留。不出意外，应该是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这样啊？哎呀，瞎猜也猜不出来什么，我还是先进去帮你们把分魂取出来再说吧。想到蓝姨的分魂被人控制，他可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了。眼见他就这么直接闯进那火焰山峰，众人连忙阻拦了。江贤者且慢，不要冲动啊！舒白薇也急声了，你现在还算是安全，这样闯进去不是自找苦吃吗？对呀，江大友，你现在在空白地带，他们虽然知道你来了，但拿你也没太大办法。在这没有任何天道循环的空白地带，他们也发挥不出太强的实力。白无喜说了，你一直藏在这里不出去，他们没法动你的。一旦你主动去到了火焰山峰，那就自投罗网了。分魂被他们控制的话，到时你就没有反抗的余地，命都捏在他们手里，只能听他们支配。他们是希望成哥能一直藏在这里，这样没准将来呢还能大有所为，比如设计将对方骗进空白地带，再由江城将对方制住，逼迫对方交还分魂什么的。这个新来的大杀器要用在刀刃上，傻乎乎跑到对方大本营内自投罗网，那多浪费。只可惜啊，这完全不符合成哥的作风啊！开玩笑，成哥是蛰伏躲藏的人吗？他允许，他的逼格不允许。他又一次深情地看向舒白薇，含情脉脉。你的分魂落入敌手，我怎么能坐得住呢？1分1秒都等不下去。说完，他直接冲出空白地带，一头扎进火焰山峰，留下一脸懵逼的舒白薇。又是感人而肉麻的情话，他混乱了呀。等他反应过来时呢，人影早都不见了。苍虚大帝扼腕叹息：“哎，汗颜的不是，可惜了呀。
这么一尊尚未被控制分魂的强者就这么进去了。白无极等人也叹息呀，这太冲动了，冲冠一怒为红颜呐，何必呀？他还没弄明白炎族人的强大之处，太自大了。别说帮你取回分魂，就怕激怒了炎族人，他自己连活着回来都办不到啊！他们完全不看好陈哥。舒百威同样觉得江城这送死，但此时他的心情更复杂了。原本觉得江城是在消遣自己，说的那些话都是故意逗乐呢，对自己示好也在耍人。毕竟一个连认都不认识自己的人，突然口口声声说什么道理，太假了吧？但现在他发现，这人根本不是嘴上说说，他真的付诸行动了。冲进火焰山峰的行动看起来是飞蛾扑火，但那份帮他的心意却真的不能再真了。纵使真正道侣，也极少有人能为对方做到这一步。明明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呢？他想了很久，没想明白。本集第686集也没那么高端呢。江城冲进火焰山峰后，直接被传送进了第1层的红色火焰中。这里入目所及，全都是火的海洋，里面的桌椅板凳一应陈设也都是由火构成的。但令人意外的是，不灼热，很温和。想不到你竟然自己进来的。一道人影缓缓浮现，或许用缓缓堆聚更为适合，因为它同样也是由火焰组成，不过面目清晰，甚至还有皮肤和衣物这些特征。火焰的力量玩到这一步，确实有些刷新陈哥的眼界了。点开读心术，他直接开门见山问了一句：“古月心界的分魂在哪儿？”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这一下读心术150亿功德没了，陈哥差点心疼死，太他妈贵了。不过好在呢，他得到答案了。哪怕火焰构成的人，只要他有思想和意念，那就逃不过读心术的窥探。当他问出那问题时，对方嘴上没回答，但念头里出现了孤月心界的分魂。他的分魂被藏在了第1层的一个神秘空间，对方念头里也暴露了具体位置。那么接下来就简单了。收起读心术，他朝那炎族人笑了笑：“你其他同伴呢？他们自有他们的事情，你问他们干什么？一次全部解决，省事嘛。”出乎意料，炎族人并未动怒，他坐下来饶有兴趣：“你底气很足，刚才外面那仗我看到了，你实力确实远超他人，这就是你底气的来源吗？”“对啊，你想试试吗？”“何必呢？你现在有多自信，等会儿就有多丢脸。我们的层次超出你的认知，在我们眼里你太低端了。”他缓缓掏出一个黑色的圆球，球体上弥漫了一阵阵黑色雾气，给人一种看了就会深陷其中的怪异错觉。主动交出分魂，免受痛苦，其实更加明智。这胜券在握的悠闲姿态把陈哥看乐了，主动交出来多没有面子呀。对面的炎族人摇头，语气略带嘲弄：“无知有时也是一种幸福，你们世界等级限制了你们的眼界。”“是吗？那你就让我开开眼界，见识见识更高层次的力量。”“这是你主动要求的。”那炎族人并未起身，他依旧坐在原地，朝陈哥屈指一弹，随后一朵鲜红的小火苗晃晃悠悠地飘向对面。江掌门一开始还以为这只是小把戏呢，但紧接着他就发现这玩意儿不寻常啊！火苗虽慢，但无论他如何应对，都给一种注定会击中他眉心的直觉。哪怕他闪避速度再快，这火焰力量层次已经远远凌驾于他的速度之上；哪怕他变换空间，这火焰力量也早就无视了空间的阻隔，闪不过去，只能应接。当江城心头浮起这股明雾时，他总算知道之前白无极和苍虚大帝等人是怎么败的了。这力量层次确实高啊，足以碾压他们当前掌握的一切玄文规则。但很可惜，并不包括他能同时用出50道玄文。有时候呢，数量多到一定程度也是能引起质变的。他不闪不避，主动迎上，水之玄文突前，剩下的5行玄文首当其冲，组成了第1道防线。按照常理，水能克火，但对面看似渺小的火苗却蕴藏着磅礴了不知多少倍的威能。仅仅第1个接触，水之玄文力量溃散，紧接着5行防线尽数告破，虚空中炸开一朵朵虚幻的花纹，转瞬即逝，灿若烟火。而那火苗则仅仅只是微弱了1分而已。而后冰之玄文、死之玄文组成的10道玄文，第2道防线，正面迎上那朵火苗，如同强劲的箭矢穿透一层层脆弱的纸张。如果这些纸张分得太散，恐怕就算几百张也会被尽数打穿。但当这些纸张叠在一起时，那箭矢遇到的阻力就不一样了。当火苗穿透着一层10道玄文的防线后，明显威能弱了近1半了。而下一瞬，以玉之玄文领衔，禁锢、腐蚀、虚弱等14道玄文组成的第3道防线悍然迎上，那火苗的前进步伐变得更加艰难。在那15道玄文的合力围剿之下，火苗越来越微弱。整个过程听起来有些复杂，但实际上就是短短的一瞬。当15道玄文烧穿之时，他也终于熄灭了，没能对江城造成一丝一毫的杀伤。对面的炎族人终于变了神态了，他显然没想到，对面这个成长自初级世界的修士，竟然能挡住他这个中级世界的降维打击。势在必得的一击竟然失手了，不可能啊！就在他想重新组织攻击时，漫天剑光笼罩他，以剑之玄文领衔，毁灭分裂等剩余的19道玄文为辅助的第4波力量，直接化作攻势，杀到炎族人面前。
还没等他用出真言世界的武技，15道剑心就将他的一切抵抗全部瓦解。紧接着，玄文和剑心的力量长驱直入，仙力、玄力齐发，一并轰入他的体内。但见那鲜艳的火光瞬间沸腾，然在江城的粗暴蛮横的组合攻击之下，仅仅张扬了一刹那，就再次震了下来。炎族人直接被红绝剑压倒了，大片的流火向着四周荡漾，宛如他体内溅出去的血液。他一开始是坐着的，因为根本不觉得低端生灵配让他站起来，而现在他想站都站不起来了。江掌门的剑如同巨枪一般，将他死死地钉在地上，没有给他丝毫翻身的机会。你好像没有多高端呐，不是要让我开眼吗？你这个程度完全不够啊！炎族人奋力挣扎，还想再说些什么，但江城没给他这个机会，所有力量同时在他体内爆发，将他的生机彻底摧毁。本期第687集，干掉不就行了吗？干掉这个炎族人之后，陈哥顺利接管了他身上的一堆物件，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一颗颗红色的小珠子，看着有些像珍珠，但每颗珠子都像是有一团跃动的火焰在燃烧。火灵珠还是火焰珠呢？类似的火系宝物，仙界也不是没有，不过这些珠子似乎有些不一样。陈哥瞧了半天没看明白，最后呢，干脆直接扔了一颗进嘴里。你干什么？玄文中的苍龙女帝尖叫了一声，想阻止他。这家伙真疯了呀！啊，来历不明的东西你敢随便吃吗？何况这还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对这个世界的生灵没准就是剧毒呀。只可惜呢，晚了。陈哥感觉自己体内像是一座火山爆发一样，就呼隆隆隆、咔嚓啪嚓哐贼，整个人差点被那从每一条血管经脉、每一个毛孔散发出的高温灼烧而亡。足足过了1刻钟，他才缓过了一口气儿，浑身还依旧冒着烟呢。稍微感知了一下，他发现自己的火系玄文竟然有了一丝丝的长进。他的火系玄文原本第7重，在玄界这算是封顶了，后面已经没有更高的境界了。但现在呢，好像又有了继续精进的迹象了。而除此之外，玄魄深处那颗被阿灵赋予的玄力种子也微微的动了动。原来是用来修炼的丹药啊！刚刚那一颗差点要了他的老命，陈哥可不想继续受罪了，直接把剩下的几10颗珠子全都收了起来。他并不知道这珠子并不是丹药，此珠名为烈元珠，本就是以力量霸道著称的。即便炎族人吸收其中力量时，也多半是慢慢炼化的，直接服用了。这种企业级的粗暴操作，他们都不敢轻易尝试。更何况陈哥还是压根没有涉足过真言世界修炼体系的外行人。他刚刚没死，只是因为他那能够穿越混沌的身体太强了，再加上天荒不灭体的转化效率太高，硬生生化解了烈元珠那足以摧毁肉身的恐怖力量。剩下其他一些物件中，最醒目的是一把4刀飞刀的兵器。他点开洞察，结果呢，出现了一个问号。啥情况这是？宿主尚未涉足新的修炼体系，系统尚未开启未知领域，无法识别该物品。这意思就是真言世界的宝物系统识别不出来，超纲了。除非他像修炼玄力一样，将真言世界的力量也修炼一下，不求精进，至少得入个门啊。陈哥摇了摇头，只能自己研究了。这把刀的材质虽然他认不出，但仔细感知了一下，品质并不算太离谱，与仙界那边的8阶仙器类似。只不过内中蕴含的火系力量却是极为恐怖的，远超仙界那边9阶仙器附带的火系规则之力数倍。他朝这把刀里面灌注火系玄文的玄力，发现也能催动这把刀，一刀劈出，火系的威能要比之前的红绝仙剑强了至少3倍之多。哎呀，可惜只能增幅火系啊，更可惜啊，这是一把刀啊。他摇了摇头，将这把刀收起，暗暗希望剩下的6个敌人中有人是用剑的，想施展剑心，终归还是用剑更为顺畅。到了这时呢，陈哥才想起来还有其他敌人呢，也是心大无比啊！都这么久了，怎么剩下的敌人没出来呢？他在这山体内四处飞行搜寻了一阵，但始终也没能找到通往上层的路，最终呢，只能放弃了。按照之前读心术得到位置，他顺利找到了孤月心机的分魂寄存之处，那里同样也有一个黑色的圆球，而在圆球的下方还有一堆不断飘动的触须与之紧紧相连。程给懒得多想，一剑劈下，将所有触须通通斩断了。随着触须断裂，他隐约间听到了一声凄厉的嚎叫，从那火焰山峰的上方传来，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也感知不到。而在另一边呢，舒白薇和白无极等人还在焦急的等待呢。在他们看来，江城的结局应该就是和他们一样，被抢走一缕分魂，从此沦为炎族人的工具，被迫听命于对方。也不知道里面怎么样了。是啊，都过去这么久了，这是时间有点长，难道他们还要折磨江城？希望他能活下来吧。听着他们的议论，舒白薇越发的担忧。他有心冲出去和江城并肩作战，但那令人绝望的位面差距提醒他，上去是白送，根本毫无意义。而也就在这时，前方一道人影缓缓浮现了。江城，你回来了！白无喜和苍须大帝等人连忙迎了上去。无论如何，此人的战斗力远超他们，这样一个队友，就算也着了道，也还是非常重要的。你没事吧？放宽心，只是取走一缕分魂，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啊，还没有绝望的时候呢。陈可辛说：“你们对我信心也太低了吗？我神魂好好的，没被抢。”哎呀，那就好啊。那随口附和着的金浩突然愣住了。你说什么？他身边的宁之林和穆威也都一脸错愕。
你的神魂没被取走，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会放过你？放过？我用得着他们放过吗？那你干掉不就完了吗？干掉？苍须大帝下巴都惊掉了呀！紧接着呢，摇头失笑，哎呀，江大友还真爱开玩笑。真言世界比我们所在的世界层次更高，我们不可能敌得过他们的。其他几人也是同样的看法。是啊，那已经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生灵了。除非我们也能升到这个层面，否则无论如何也抗衡不了他们。这个世纪的限制，人类根本不可能突破得了那层极限。他们的话也没落呢，成哥已经掏出了传承着一缕分魂的黑球，直接递给了舒白薇。啊，你的分魂我已经成功拿回来了，从现在起你不会再被炎族人要挟了。原本以为他在开玩笑的舒白薇也愣了，他本能的伸手接过黑球，整个人陷入呆滞。本期第688集，肠子都悔青了。双手触摸到那黑球的一瞬，他立即感知到了自己的分魂水乳交融，浑然天成。轻松一个召唤，那分魂就回到体内了，缺失的部分被补齐了，他能清晰感觉到自己又重新变得完整了。然而此时的他却根本来不及狂喜和感动，更多的还是震惊和迷茫。竟然是真的，他真的将自己的分魂带回来了。之前成哥说要帮他取回来，他只当这是飞蛾扑火，不自量力之举，哪能想到真的成功了呀？这真是分魂呐！他没说话了，一旁其他人都尖叫了。没有谁愿意被人控制一缕分魂，尤其他们这些一界的顶尖强者。分魂被抢一直是他们心头最大的隐患。可现在看到舒白薇解除了隐患了，可想而知他们会有多大的反应。这怎么做到的呢？啊，这简直是奇迹呀！大伙都问了，说江道友啊，你怎么做到的呀？他怎么可能教会分魂呢？啊，等等等等，啊，又是吹捧啊，然后又是有疑问。成哥摊了摊手，理所当然。我说过了，我干掉了一个炎族人，那把人杀了不就抢回来了吗？这听上去很有道理。众人面面相觑，紧接着就炸了呀！你这不更不可思议吗？真的杀了？你真的杀了那个炎族人呢？我的天哪，这怎么可能啊？他们的世界城市比我们高啊！陈哥也懒得解释，直接将缴获来的那把刀摆了出来，这可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呀！众人一看这随身兵器都被拿到手了，那也不信不行了呀！哎呦，我的天哪，这竟然是真的！这怎么做到的呢？无论苍须大帝还是白无启，当初都和炎族人交过手，他们深知对方的实力，也对当时那种透着不甘和无奈的绝望感记忆犹新。明明自己的武技比对方还强，但就因为对方力量层次更高，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成了徒劳了。对方轻描淡写的一次攻击，对自己呢就是灭顶之灾，而自己拼死攻击，对方挥手，轻而易举的就瓦解了，给人的感觉那就像是降维打击。你在自己的层次内再强，也撼动不了更高层次的存在。这种战斗真的让人想不出任何的取胜办法，也生不出什么希望。而在这种情况下，江城竟然赢了，不可思议啊！一个低端世界的生灵竟然独自干掉了一个更高端世界的敌人，用奇迹都已经无法形容了。你怎么可能做到这种事？就连舒白薇都忍不住发出疑问了，太神奇了。成哥理所当然的回答了：我更强呗，我早说了要相信我，你就不听呢。舒白薇现在是真的信他了，至少相信了他的实力。这个莫名其妙出现在自己面前，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的道侣，还占了自己好几次便宜的男人，其实是个超级强者。他很快就被白无启和金浩等人挤到一边了。邱先生，你看看我呀！那个，您能不能帮我们也把分魂给抢回来呀？是，求江贤者呀！您不是我们银玄族的大贤者吗？咱们一家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如果说先前他们还只是抱着拉一个强烈盟友的心态，那现在真的是为了搭上成哥这趟救命船了。这些年呢，他们都已经认命了，压根儿不觉得还有拿回分魂进而脱险的希望，更不觉得有谁能拯救他们。而现在那个救星真的来了，此人竟连炎族人都能干掉，还能将分魂抢回来，这种人不巴结谁呀？然而呢，成哥撇嘴，对他们兴致缺缺。都说了，我不是你们大贤者，边去！他又神奇地搂住了舒白薇的细腰，深情款款地望着她，肉麻的情话是不要钱的往外冒。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救我的自己人，跟你们没有关系。这次呢，舒白薇没有再推开他，光是帮忙抢回分魂这份恩情，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了。他依然不明白江城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好呢？但他不得不承认，有人宠着，感觉真好，哪怕想不明白原因，却不妨碍内心的喜悦。江先生，别这样了，你带我们，之前都是我们的错，真的错了，我们有眼无珠，你就照一照我们吧，真的求了。如果心灵、金伯等人看到这一幕，不知会作何感想？好歹白无启、金浩等人也是他们各自族群的祖师爷，地位挺崇高的。只是成哥正忙着在妹子面前装叉呢，没空搭理他们。照什么照？啊，老子是男人，没照他，滚边去！白无启等人真的肠子都悔青了，何苦呀？一开始人家主动找自己，要求照着自己，结果呢，你没瞧起人家，你现在好了，你装吧，臭不要脸的。
最终呢，一番苦苦哀求，成哥才勉强的点头答应了。行了，后面要是有机会看到你们的分魂，我会带回来的。要是看不到啊，那就算了。他可不想再耗费150万功德去一个个的读心寻找这几个人的分魂呢。能顺便拉一把，那都算不错的。几人连忙千恩万谢，如同找到救命船票一样，欢天喜地。而这边呢，苍虚大帝也不禁凑上来，他舔着老脸，媚笑搓搓手。江道友啊，这个好人做到底，那个你可否也帮老夫一把？你和郭月心机没深仇大恨吧？没有啊！哎呀，绝对没有！这苍虚大帝立即赌咒发誓，老夫对舒道友绝无加害之心啊！这个也从未针对过他，他与仙魔两界的恩怨与我灵界本就不相干。何况老夫早就看不下去了，多次想站出来为舒道友主持公道，这个一直没有机会。他这卖好的话也就听听，但成哥却是微微一愣。舒道友？什么舒道友？啊？郭月心机不是蓝姨吗？不应该是蓝道友吗？本期第689集，蓝雾店主。舒白薇如今一点不排斥江城的，闻言嘻嘻一笑，揭开了伪装。你看我是谁？看到他的真容，成哥懵逼了。我操，怎么是你啊？这不就是刚进秘境时第一个碰到那个小妞舒白薇吗？当然是我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成哥表示惊喜是没有，意外确实是一大把。你冒充郭月心机干什么呀？你耍我？真是郭月心机了？他懵了呀。谁冒充了？舒白薇白了他一眼，又主动挽起他的手，笑盈盈的。我就是真正的孤月心机啊！你是孤月心机？成哥感觉五雷轰顶啊，就感觉脑子里响起了一首喊麦：炸雷呀，炸雷！他看向一旁的苍雪大帝和白无忌等人，大家都朝他点点头，表示确认无误呀。显然呢，他们早就知道孤月心机的真容和真名了。舒白薇还在那笑话他呢。你压根都不认识我，还说什么是我的道侣，也不怕羞。不过现在嘛，我觉得你其实挺不错的，真的有点被你打动了，怎么办？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呢？成哥都快崩溃了呀，都快哭了呀！感情自己忙活大半天，最后忙错人了。舒白薇还挺感慨呢。你说你要找孤月心机，结果你来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还真的就是我。现在想来，或许这就是天意吧。白无忌和苍虚大帝等人虽然听不太明白，但还是迫不及待地表示赞同。没错，这就是天意，你们命中注定的缘分呐！原来你们这道理是这么来的呀！哎呀，这还真是一段佳话了呀！众人祝福的好话不断往外冒，成哥呢欲哭无泪，他很想说，其实我是找错人了，但那样显得自己有些蠢，有损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英明神武的形象。而且呢，颜值爆表的舒白薇在阴差阳错之下已经被他打动了。现在他面临两个选择：说出真相，然后推开他；隐瞒真相，将错就错。胸怀世界的成哥不用思考都知道自己该选哪个项目啊！对，那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你是孤月心机。他悄悄擦去眼角一滴泪花，怀着复杂的心情搂起了舒白薇的腰，强行的给自己挽尊。这是我故意假装不知道，怎么样，被我骗过去了吧？什么？舒白薇惊呼。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呀？当然，我要是连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会开玩笑说是你的道侣呢？舒白薇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他其实早就认识自己了呀。他最后一丝疑惑也打消了。所以你早就注意到我了吗？成哥深吸了一口气，一脸严肃的点头。是的，虽未谋面，却神交已久。那你也是真的是特意下来救我的？啊，没错，就是为了你。舒白薇的心都快化了呀。他最后又问了一句：我到底哪里吸引你啊？以前都没有接触过，你就对我这么好？你的全部。成哥给了他一个标准答案。哇塞呀！哎呀，感动地，感动天，感天动地的感情啊！江贤者真是太爱说姑娘了，羡慕呀！一旁其他人都起哄下秧子了。忙着卖好的成哥并没有失去理智，他问出了那个关键的问题：那你们见过蓝姨吗？他不会忘记自己这次来玄界的最初目的。蓝姨？白无忌、苍虚大帝等人都一脸迷茫，完全想不起这个人呢。成哥觉得不能再这样了，他闭上双眼，努力回忆着蓝姨的样貌，而后催动画之玄文。但见了半空，明明没有画笔在动，却有一副人像在缓缓的成型。片刻之后，一张与蓝姨相似度有90%的画像终于出现在众人面前了。看到这画像，苍虚大帝和舒白薇等人依旧迷茫，但白无忌却忍不住惊呼了：这不是蓝雾店主吗？你认识啊？成哥喜出望外。认识啊，这是数千万年前飞升的一位白玄族的绝世天才，天阶上品的玄魄，提升速度极快，我印象很深的。他修炼的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巫之玄文。哎，对，就是他。
当陈哥听到巫之玄文，他立即确定身份了，这回不会错了。蓝妹子修炼的就是巫术呀，想不到她竟然和自己一样，选择了伪装身份混入玄族。哎呀，不愧是一家人呐！他忽然诧异了，既然他在白玄族，那我怎么没见过呢？江贤者在玄界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尤其是贤者宫还坐落在白玄族神殿那边。蓝姨很荣幸能听到自己的名字。白无忌略带遗憾的摇头，他在4000万年前失踪了。失踪？没错，我对他印象颇深。蓝雾店主平时好像一直在寻找什么，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神殿内待着修炼，而是到处探险。玄界2到6层所有的秘境险地，几乎全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最后一次历险时，他再没有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那他最后一次历险去哪儿了？第5层西南方向。除此之外，我也不清楚。他毕竟是个地玄境的店主，个人行动并不需要向我们汇报。这蓝雾店主也是异界人吗？啊，对，他以前是我好朋友。看来后面还是要回到玄界继续寻找。至于眼前呢，既然蓝姨不在，那就早点打完，早点结束吧。你们想取回分魂，对不对啊？几人迫不及待点头。哎，先不用谢我啊。我呢也不知道你们的分魂在哪儿，不过按照规律，应该都是在那四方山的第1层的某个神秘空间里。想要找回分魂，主要还是得靠你们自己啊！现在呢，我带你们进四方山，直接搜山。搜山！众人面色狂变，露出了惊惧之色。本第690集，元气满满的敌人。这是不是太危险了？是啊，还要进入敌人大本营吗？稍微打探一下还行，这敌人大本营翻箱倒柜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啊？还有6个炎族人在那边虎视眈眈呢。能干掉一个，不代表剩下6个都能干掉。他们的命一直被对方捏着呢，以前没被杀死已经算是奇迹了，还跑到对方那边大搜特搜，这哪里是莽啊？这完全就是豪迈奔放啊！你们要是不想进去就算了，反正也不是我的分魂，我还懒得出力呢。这里没有蓝姨，陈哥现在动力严重的不足了。一看他居然坐下来，几人又慌了。不得已之下，最后一行10余人还真的在他的带领下主动闯进了火焰山峰内。一进到里面，苍须大帝和白无忌等人就将警惕程度提升到了最高，东张西望，神魂四处探索，生怕突然从暗处跳出几个大汉。放心吧，没人的。陈哥老神在在的坐到了中央的那张火焰桌子上，又摆弄起了那把缴获来的刀。我还巴不得他们都出来送死呢，你们快找吧，有人来我自会解决，再让数百位跟你们望风就是了。几人提心吊胆，但想想这已经是找回分魂最好的方式了。于是呢，一番千恩万谢之后，只能分散开来，在第1层4周的夹缝中仔细的寻找。一开始众人还小心翼翼，但翻找了足足1-2个时辰之后，也没见炎族人出现，渐渐的呢就放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于开始有了发现了。我找到了！宁志林第一个看到了一个黑圆球，和陈哥一样，他毫不犹豫地斩断周围的储蓄，将那圆球拿了出来。仔细一看呢，里面并不是他本人的分魂。真晦气！白无喜，你领你的分魂吧。不远处正忙碌的白无喜一听是自己的，那兴奋的是一蹦3丈高啊！哼，居然是我的！多谢宁兄啊！谢你个头！你帮我找找。没说包在我身上。神魂重新变得圆满的白无忌，那心情咔咔好，拍着胸脯打包票。其他人艳羡之余，干劲也满了呀。看来这样寻找还真的有效。接下来时间呢，一个接一个的分魂被找出来。几个时辰后，进入其中的10余人都成功取回了自己那缕分魂。殿内人人喜气洋洋。多谢江道友啊，有你真好。是啊，你幸亏你消灭了这一层的看守啊，这一下我们就彻底无忧了。对他们来说，收回分魂等于是脖子上套着的枷锁不见了。他们也决定了，以后就藏在空白地带不出来了。在那里，炎族人的规则优势也发挥不出多少。这样，炎族人就算想找他们也没辙呀。然而就在他们打算离开时，大殿4周却传来几声冷笑。你们逃出升天的样子，还真是有趣呢。殊不知，你们的希望是我们故意给的。话音一落，前后左右4个方向一共出现了6名炎族人，4男2女，全都是火焰形态的身体，面目棱角分明，衣衫如同一点点燃烧的火焰，轻轻跃动，显得极为神奇。他们除了容貌分别之外，也就是火焰的颜色不太一样了，有的是赤火，有的是青火，有的蓝火。而为首冷笑的那人则是紫火，但见他跃众而出，缓缓向众人行来，每一步都像是踏在自己宫殿内的帝王一般，用巡视的眼光俯视面前的江城等人。白无忌和苍须大帝面色大变，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没想到对方还是发现了。你们早就看到我们了。紫炎人摇了摇手指，一缕缕火花在空中划出了道道美妙的痕迹。不是早就看到，而是在你们进来之前就已经在盯着你们了。想到刚才其实一直被窥视，众人都冒出冷汗。宁之林大声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出来阻止？一旁的青炎人嗤笑：阻止？为什么要阻止？没那个必要吧。另外几名炎族人也都嬉笑不已。
被派到这里一直闷得很，难得有场乐子。对呀，给你们逃出升天的希望，再亲手碾碎，让你们变得更加绝望，这个过程更有趣儿，不是吗？尤其你们中还出现了一个异常者，居然干掉了我们中最废的一个，难得呀！为首的紫炎人满是赞许的看了眼陈哥。我知道你杀死了赤红，虽然当时我不在，不知你用了什么诡计，但你好歹成功了，成功让我都眼前一亮。乏味的日子总算有了点调剂，希望你等别那么快的垮掉。这猫捉老鼠的姿态确实让苍虚大帝等人绝望了。之前被杀那个居然只是他们中最弱的一个，明知道江城杀了他们中的一个，却还是毫不在意，说明他们有绝对把握轻松干掉江城啊！店内响起了热情洋溢的掌声。好啊，好啊啊！你们这个叉装的很清新脱俗呀，我得给你们点个赞呢啊！有点哥的风范了啊，可以呀！从对方现身到现在，他一直在看着他们的表演。从头到尾，这6人都是元气满满，装叉界又有了新的栋梁之才，他这个叉王很欣慰呀。他身后苍虚大帝、白无启、舒白薇等人都已经无力吐槽了。哥呀，你的喜悦的尽头似乎是发自内心呐，可咱们是不是高兴错场合了呀？这6名炎族人也懵了，彼此互望一眼，而后不约而同露出了戏谑之色。你这么嚣张，会死得很惨的。那你可得要加油了。陈哥弹了弹手中的红血剑。哎，开战之前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啊？哦，什么问题？你们听过蓝姨吗？对面6人一愣，那名蓝艳青年冷冷地说了：“没有。”陈哥立刻收起了笑容。那我留你们何用？说完这话，他就杀了出去。本集第691集，低端世界集大成者。江城选择抢攻，那是有原因的。他不想像上次那样浪费一大堆玄文去抵挡对方的攻击，那多没有意思呀！身为主角，怎么能那么被动呢？当然要让对方来防御了。为了剑心的施展，他用的还是红血剑，一剑挥出，他直接杀向了距离最近的紫炎首领，浑然不顾这可能是对面最强的一人。在此之前，众人其实都不明白江城是怎么干掉之前那个炎族人的，他们想不通。而当他们看到15门剑心同时闪耀全场时，苍虚大帝终于知道他有多强了。而在看到了加持在剑心上50道玄文，白无启、金蒿等人也终于知道他强在何处了。这就是一个低端世界的集大成者。除了先帝的法则空间之外，他已经将仙界和玄界的战力体系发挥到了极致，而在这里也不存在仙界的规则之心，所以呢，这应该就是当前仙玄2界战力的巅峰杰作。红绝剑毫无悬念地杀到了紫炎首领面前，一层层的紫色火焰在对方体表形成了一层层的防御，而在那防御的外圈，15道剑心以生灭为首，第一时间开始了突破的进程。5行小世界璀璨陨灭，在瞬间惊艳全场，也照亮了那名紫炎首领惊愕的脸。他并没有亲眼看到江城击杀之前那名赤炎人的场面，但低端世界的上限他是一清二楚的。只当江城用了什么阴谋诡计，比如骗着赤炎人卸下防备，再突施冷箭，他的实力比那赤炎人强了数倍，所以呢没当回事，只觉得换成自己肯定能轻松挡下来。而现在他终于知道当时的赤炎人遭遇到什么了，这根本就不应该是低端世界的人能做到的事啊！此人竟然突破了所在位面的极限，这怎么可能呢？在50道7重玄文的加持下，5行小世界陨灭时产生的杀伤力已经不逊于真实的小世界毁灭了。纵然他的火之力量层次更高，却还是溅起了大片的涟漪。剑心并非规则之力，而是一种意蕴，并不受规则层次的压制。只不过剑心附带的力量终归还是要靠着规则之力来加持的，否则江城有把握随手一击就秒掉对方。他看出来对面这人的武技水平其实差了自己好几条街了，他倚仗的也就是更高级世界的更高层次规则。当剩下其他剑心全部杀出去之后，所有人都看不清发生什么了，只能看到场中飞快出现了日升月落、光暗交织的壮丽景象，死气弥漫全场，令人情不自禁的想要避开。对面紫炎首领的防御圈终于告破，整个过程看似复杂，但也就是短短的一瞬间，在那个刹那，一层层的紫色火焰圈如同气泡般破灭。50道玄文最终只剩下最后5道，但终归还是杀到了紫炎统领的身上。哇！紫炎统领瞳孔急剧放大，他死也没想到，这个低端世界的人竟然真的靠着那些粗浅的规则之力，强行击穿他那更高层次的防御规则。他们真言世界征服其他位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遇到过的抵抗也不止一回了。在那之前，他见识过其他一些位面的巅峰高手，那些人的手段五花八门，玄妙奇诡，但最终都倒在了更高层次的规则面前。他们的火之力就像是一堵叹息之墙，墙下流着无数人杰绝望的鲜血。玄界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世界，甚至还不如某些被他们征服过的位面。然而这里呢，却神奇的出现了一个能对他们产生致命威胁的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呀！红绝剑毫无悬念地穿透了这名紫炎首领的身躯，
除了更高层次的规则，其他方面他并不比准帝强多少。被扎穿身体之后，他也会死。大捧大捧的紫火肆意的飞溅开来，在半空就烧焦了一片片空间，形成了一个个可怖的孔洞。他的眼神迅速暗淡，临死那一刻，他眼内充斥着强烈的难以置信，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就这么死了，死在了一个低端世界的修士手里。剩下那5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之前江城突袭紫炎首领，他们并没有出手，因为觉得这是自寻死路，紫炎首领会轻而易举地解决掉此人，这是属于他的猎物，贸然出手会引起他的不快。他们是抱着随便玩玩的心态来的，而等到他们发现形势不对，一切都来不及了。就那么一个碰撞，他们中最强的那个人嘎了，快得猝不及防。陈哥抽回长剑，回身咧嘴一笑：“这个乐子怎么样啊？你们还满意吗？现在是不是觉得日子还挺刺激的，没那么乏味了呀？”整个大殿里所有人安静如鸡，对面5人的面色尴尬无比。刚才的插装的有多狠，现在的脸被打的就多肿。哪怕是苍须大帝和白无忌这些队友都傻了呀。舒白薇眼内更是难以抑制地浮现出了崇拜仰慕之色，这样的战斗力令他目眩神迷呀。宁之林和穆威等人狂喜之余，又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些多余了，不禁问了：“高手需要我们帮忙吗？那个，我们该出点啥玩意儿啊？你说。”事实上，这战斗他们根本插不上手啊，层次的界限打不破，他们无论怎么出手都是白搭。成哥嘴角微翘：“不用了，你们在旁助威就行了。”好嘞。包括苍须大帝在内几人全都乖巧地站在后面，一副给大佬加油的架势。场中那名蓝颜人听到这话，脸就像是被狠狠地抽了一耳光。一个低端世界的生灵居然将他们彻底看扁了，然而偏偏呢，他们还无话可说。他的面色变了变，狠狠地吼了一声：“联手！”其4名炎族人立即从4面同时向陈哥包抄，他们再也不敢拖他了。到了这一步，哪里还有什么高端世界的优越感呢？面对一个原本看不起的低端生灵，他们都需要用武打一了，这对他们而言是极端屈辱的事情。本期第692集，这个方案有点不靠谱呀。同时遭遇5名炎族人的攻击，陈哥终于体会到压力了。无论对付之前那名赤炎人还是刚才的紫炎人，他都是利用50道玄文，50对1的悬殊数量比产生了质变，也造成了碾压效果。而本质上，他所有玄文力量层次其实还是远远不如对方的火之力的。当对方的人数达到5个，他数量上的优势当然无存了。让他挡1个他能行，让他挡5个那他就不行了。但是呢，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看来终归还是要死一次呀。冒出这个念头时，他淡定了一批，毕竟早就轻车熟路了，反正不能自杀，那死之前必须要全力战斗。在5人的联手绞杀之下，他的50道玄文很快被打散了。这一幕看得后方苍须大帝和舒白薇等人心惊肉跳，担忧无比。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5人之间左冲右突的江掌门心态是轻松无比，但求一死。反正呢，他的玄文已经组织不起来了，就算击中了，也无法伤到对方。继续打下去对他也没有意义，只是白白浪费力气。他只能寄希望于对方早点杀死自己，早点开复活卦。然而呢，这个过程不顺利呀。对面那5人的火之力已经冲击他了几次了，居然没能杀死他，只是给他造成一些轻伤。没办法，他那混沌魔体、仙体、玄体什么的太强了，加上始元龙骨，抗性都溢出来，哪怕面对规则层面的打击，他都能硬生生的扛一会儿。成哥这个心烦呐，随着实力不断提升，想死越来越难。想不到现在就连异世界的人想杀死自己都那么费劲呢，这还玩个毛啊！无奈之下呢，他只能把气撒向敌人了。那你们能不能快点加把劲啊？我干什么吃呢？他一边战斗还一边嘲讽呢。对面5人差点被他气炸飞了呀！这家伙太可恨了呀！明明自己占据了上风，为什么一点没有成就感呢？不是说好了更高层次力量吗？不是更高端的生灵吗？你杀我这么费劲呢？陈哥对他们的服务非常不满意。就这？哎，你们是不是保存实力了？你能不能给我点尊重啊？5人表示自己其实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虽然吃奶用不了多大劲儿，反正呢是一丁点保留都没有。问题是这个低端圣灵太他娘的难杀了呀！以往那些低端位面的修士呢，只要沾上他们的火之力，那就是降维打击，绝对能将对方整得死去活来的，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但现在呢，成哥被击中那么多次了，居然还活蹦乱跳了。即便换成他们自己，那现在也该阵亡了吧？这简直是一个奇葩呀！完全刷新了他们对低端位面的认知。甚至让他冒出了一个古怪的念头，难道他才是更高级别的生灵，自己低端了吗？苍须大帝、白无极等人也都看懵了，什么情况这是啊？为什么江贤者明明在受伤，却好像对面几个人才是输的一方呢？这场战斗哼哧哼哧打了1刻钟啊！好吧，这个时间对于高阶修士而言其实非常短，一场战斗打几天几夜都很正常，只不过对向来速战速决、经常一招决胜负的成哥来说不正常。1刻钟之后，在5人众志成城的努力之下，成哥终于成功的挂了。打完这仗，5名炎族人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感受到浓浓的疲惫感。哎呀，操，那可真死了！这边呢，
我宁愿碰其他高级位面强敌，我不想碰这种边玩意儿，真他妈他简直他妈煎熬啊！只可惜呢，他们并不知道系统提示音已经响了。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高级水枪1把。宿主复活。水枪？还他娘的高级水枪？系统这个方案能不能更无厘头一点呢？复活过来的陈哥内心疯狂吐槽，他的手里凭空出现了一把也就巴掌那么大的水枪，从外形看呢，和迷你玩具没什么分别。拿着这玩意儿就能干掉更高位面的强敌了，离谱吧？他本能扣动扳机，水枪朝着地面来了一发，这一股比尿尿也强不了多少的水流飙了出去，在地上留下了一小滩水渍，让他想起了一首诗：我尿出了一条线，你尿出一个坑啊，反正就这个意思吧。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并没有什么毁天灭地的波动，也没有什么绚丽壮阔的效果，更没有造成什么恐怖的杀伤力。那滩水渍和寻常水枪的效果相比，好像没什么两样。成哥有些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甚至点开洞察，用系统照照手中的水枪。结果呢，系统给出的描述也很简单，水枪无价值。系统甚至连0.000000000001个功德都懒得给。靠，还真是普通玩意儿啊！成哥差点崩溃了。不是系统，你是不是发错装备了呀？哥现在打高端局呢，2个世界的碰撞有没有啊？你给我这么玩，你啥意思呀？你让我称霸幼儿园吗？再就现在就这玩意儿称霸幼儿园吗？隔壁家还把他们洗牙器拿去了，比我都猛啊！而他对面那5名炎族人也差点昏了过去。对，他居然还活着！你这不可能啊！明明已经杀了呀！成哥心里虽然把系统骂了100遍，但鉴于系统以往的信誉，还是只能相信他的方案和以前一样强劲了。晃了晃手中的水枪，他硬着头皮强行给自己增加牌面。哼，就凭你们也能杀死我？我是看你们打得太费劲，假装死一次，提升一下你们的信心。要不然，你们丧失了斗志可怎么办呢？不愧为叉王啊，哪怕心里没底，叉王还是能装得顺畅。刚才我故意放映了一半实力，陪你们玩玩，顺便看看你们这所谓的高级位面到底有什么能力。结果让我大失所望，你们呢，也不过如此呀。成哥晃了晃手里的水枪，发出了哗哗的水声，听见没？配上他的宣言，显得毫无说服力。白无忌和苍虚大帝等人倒是信了他的邪了，看他毫发无伤，真以为之前是隐藏实力随便玩玩，顿时精神大振，鼓掌喝彩。好，不愧是江贤者，一半实力都这么强嘞，那权力还了得呀！江道有权力出权力，那可期待呀！本集第693集水之神器。不管了，我就不信杀不死他！上！为首那名蓝颜人咬了咬牙，再次杀了上来。面对那层层叠叠的蓝色火焰，成哥举起了手中的水枪。没办法，这火之力他用玄文也挡不住呀，只能选择相信系统方案，死马当活马医来。滋溜一下，一股小水柱飙出。这个层次的战斗可以说每一式都快如闪电，一瞬间也许就有了无数次的变化。尤其是加持了规则和玄文之后，空间转换都频繁无比。相比起来，水柱的速度用蜗牛来形容那都是抬举了。然而呢，面对那变幻莫测的蓝火，水柱却精准的击中目标。就听“滋啦”一声，虚空中响起了撕裂的声响。张牙舞爪的蓝火冰消瓦解，更高层次的火之力就像碰到了能克制它的天敌。水柱并没有停下来，瓦解了袭来的蓝火之后，继续向前。紧接着突破那名蓝颜人一层层火之力屏障，轻而易举地瓦解他的防御，最后毫无悬念打在他的脸上了。他的脸被水花湿了个透，不过并没有给他本人造成任何的伤害。整个过程看上去就像是一股水柱穿透了一堆无用的幻影，最后呢呲了对方一脸的水。原本也朝着陈哥杀来的另外4人齐齐停了。后方加油助威的苍虚大帝、白无忌等人张了张嘴，一时间也不清楚这什么路数呀。刚发生什么了？那名蓝颜人摸了摸脸，湿了。他愣愣地望着对面的迷你水枪，表情有些呆。这成哥也措手不及，不过紧接着他就狂喜，我靠，真的有用啊！这水枪居然能够击穿对方的火之力，虽然无法直接对敌人造成杀伤，但只要能压着对方的火之力，那还怕个毛啊！这帮人厉害，不就是因为有更高层次的火之力吗？自己防又防不住，沾到就受伤，而自己的攻击又打不穿他们的火焰屏障。现在呢，水枪直接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至于这水枪不能直接伤害对方本体，那不叫事儿。单论武技，他能碾压对方一个师好吗？没了火之力的优势，对方在他眼里那就是一群渣渣呀！哼，说了之前只用了一半实力，你们还不信？老子今天就给你们表演一下，什么叫做水能载舟，也能克火。眼见着水枪如此强势，成哥也终于从虚势装叉顺势切换到了有底气的装叉。但见他左手红绝剑，右手高级水枪，如同虎入狼群一般，开启了碾压模式。对面这5人也都不是木头啊，眼见他杀来，连忙各自催动火之力，匆忙抵挡。这一次结果就不同了呀。面对火之力，成哥直接还之以水枪攻击，滋溜滋溜滋
一溜溜的水柱飙出，系统出品肯定有效啊！哪怕水柱速度慢，也还是能成功打在对方的火之力上；哪怕水流小微弱，还赶不上尿尿呢，也能无视周边所有攻击，完全不会被打断。就是这么的霸道，不讲道理。一道道火之力攻击被击溃了，一道道火之屏障被打穿了，5个人很快都被水呲了一脸。打穿对面的防御之后，陈哥左手挥剑，剑心和玄文再出，轻而易举杀到对方面前，手起剑落，火花飞溅。第1名蓝颜人倒下，那过程叫一个轻松啊！到了这一幕，江长们也看出眉目了，这水枪确实只是个玩具，但里面的水不正常啊！或许是某种比对面火之力还要高端的水之力吧，所以才能够碾压对面的火之力，要不然不可能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呀。只不过系统恶趣味也很重，故意将这种更高端力量用水枪这种如同儿戏的方式给表达出来。反正成哥不挑食，好用就行了。他唯一有些不满意的是，这个战斗看起来有点，不太威猛，甚至呢有些不忍直视的。毕竟一手挥舞着呲水枪，好像还是塑料的；一手挥舞着剑的姿势，那实在太奇葩了。而这种水枪开路、用剑斩杀的打法，那也是开创先河了，历史上恐怕都没出现过。成哥反正是杀嗨了呀，整个人在战场中纵横驰骋，大杀四方。一手水枪原本还用的有些生疏，但现在得心应手了，甚至无师自通，用出了背后射击、胯下射击、空中3连射的高难度的花式。一旁苍须大帝、白无忌等都看呆了呀，原来真正大神都是这样战斗的吗？他们也不知道那水枪什么来路，还以为这是江贤者本来的实力，越发的对他高山仰止了。高人就是这么特立独行啊！明明实力超强，但战斗时却仿佛孩童玩闹一般，看起来毫无章法。而那些对他们而言强得无法逾越的炎族人，却又偏偏在这种诡异的攻击下溃不成军。苍须大帝看了许久，表示心悦诚服。不愧是江道友，到了江贤者这个层次，早已不需要拘泥于任何战斗形式。他的一言一行，哪怕看起来儿戏，却也蕴藏着大道深意呀。白无忌点头，深以为然。唯有领悟了大道的本质，才能如此写意吧。金豪紧紧盯着场中陈哥挥舞水枪的英姿，只觉动作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那般的深奥，自己耗尽心力，却还是无法参悟到其中大道深意。或许身高境界太低了，完全看不穿了，太高深了。这每滴水都代表着他在水之一道登峰造极的造诣。在他们这般迷弟般的膜拜眼神注视下，陈哥顺利斩杀了最后一名炎族人，整个战斗毫无难度。火之力无用的情况下，5名炎族人在他面前弱的一批。晃了晃水枪，没水了，可惜呀，这水枪并不是无限弹药。他随手将水枪扔到一边，随后忙着收战利品。炎族人的东西目前他用不上，但将来没准能用上呢。而看到他将水枪随手扔在地上，苍须大帝和白无忌、金豪、宁之林等人的眼睛都亮了。那个江先生，那柄水之神器您怎么扔了呀？本期第694集，影族诞生之地。水之神器？陈哥一愣，你们指的是那只水枪吗？望着几人那无法淡定的眼神，他有些无语了。这不是神器啊，这破烂没什么用了，没了之前系统装填的弹药，水枪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玩具罢了。破烂？刚才那几个强大炎族人就死在这把水之神器下呀！所有的攻击都是从那孔洞内发出去的，这一切是我们亲眼所见的。9阶仙器和至尊级的玄器都干不掉的敌人，就被那把水枪干死了，那不是神器是什么呀？别以为我们不识货啊！也对，对江贤者来说，那可能就真的只能算破烂吧，毕竟他实力太强了，已经不需要依赖神器的加成了。众人想到这里，心都砰砰狂跳。宁之林几乎颤抖的声音问：“那这水之神器破烂您还要吗？”陈哥看到几人的如同饿狼一样的眼神，心头一阵无语。这玩意儿真没什么用，对你们用，对我们有用啊！想想仙界那边，一柄无主9阶仙器足以引起一场腥风血雨，甚至有些新晋的仙帝都还弄不到呢。而与这能够斩杀更高位面强敌的水之神器相比，那9阶仙器算个毛啊！只要能得到它，陈哥的好心提醒他们听不进去。所以您真的不要了是吧？不要了。苍须大帝最后还确认一下，江道友将来不会后悔所回吧？我是那种人吗？那我们就放心了。一瞬间，数道身影唰的一下消失在原地，紧接着地上水枪唰的一下不见了。虚空中虽看不到人，但不时传出劲气撞击后的爆裂之声。水枪只有一把，而人却不止一个，所以呢，注定会强起来。为了抢夺那把水枪，来自玄界的几尊祖师爷和来自仙界的苍须大帝等人几乎是绝招尽出，手段尽产。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得到这把水之神器，回去之后无敌了，哪怕中错复活，轻松干他。陈哥没空搭理他们，反正只要舒白薇没掺和进去，没有生命危险，其他人随便吧。这孤独了上1年的妹子，现在满心都是他，哪怕神器在前，居然都无动于衷，一双妙目自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他。一直忙着捡战利品的陈哥被他盯得都不自在了。
看啥呢？看你呀。难道你深陷在哥的魅力中无法自拔了吗？我跟你说，那你是没看到海洋，你要看到海洋的话，哎，不敢想象啊。对啊。舒白薇已经蹲到了他旁边，还凑近他的脸，成哥甚至能感受到他的鼻息了。认真做事的男人果然最有魅力。成哥无力吐槽，任何人捡战利品的样子恐怕都谈不上帅气吧？这还真的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这妹子之前那么嫌弃自己，碰一下都会连忙推开，现在居然这么大胆主动。你挺有眼光啊！舒白薇双手抱膝，眼不如水。如果玄界其他人看到她，恐怕再也没法将她和孤月心机这个形象联系在一起了。你怎么不看我了？怎么会？成哥扭头，猝不及防的双唇突然碰到一起了。啊！舒白薇惊叫一声，向后一仰，随后呢，轻轻打了他一下，没好气的埋怨：“你又占我便宜！”成哥非常无辜的看着他，妹子，分明是你故意的呀，要不然哪会那么碰巧出现食物接吻这种经典画面呢？不过呢，这妹子美得不可方物，完全不逊于李寒玉，她一点不吃亏，甚至心脏还扑通扑通，哎，就建议她再来一次。两人温存了一会儿，成哥这才开始检查起了战利品。许多东西系统目前还识别不了，不过呢，那些炎族人的兵器总归还是能用的，其中呢还真有2把剑，都是火属性的，材质的品质和仙界那边的8阶仙器差不多。真言世界是一个比仙界、玄界更高端的世界，按道理呢，那边应该会有品质更高的材料才对。看来呀，这几人在炎界世界那边也不算是最顶尖的高手，要不然他们应该能用更好的兵器。反正自己也不是双线流，成哥很大方的送了一把给舒白薇，后者拿在手里就像拿着定情信物，那眼神甜的呀都快化了呀。整理完了之后呢，他又开始了探索。7名炎族人都被杀了，如今火焰山峰内部畅通无阻。两人很快去到山峰的上层。舒白薇说了，来到这里之后，我还从来没来过上面呢。这些炎族人一直神神秘秘的，我也很好奇他们究竟在忙些什么。他的话突然停了，紧接着情不自禁的掩住了小嘴，是掩住了他自己的小嘴，美眸中透出了毫不掩饰的嫌恶与惧意，因为他终于知道那几个炎族人这些年在忙什么了。他的眼前一条条触须连接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圆球，相比之前那些黑球，这个起码要庞大了上千倍。在那圆球表面同样还有一条条触须连接了更上层。两人抬头向上看去，有一层宛若透明玻璃一般的火之力屏障，给人的感觉就像上面是波光粼粼的大海，而下面则是被隔绝出来的无水之地。在那上方大海中，触须缓缓摇摆，宛若海藻，时不时从尾端吞吐出一个个黑色的气泡。那些黑色气泡很快就相互融合，变得更大，最后一阵蠕动，化成了一道道黑影。舒白薇简直不敢相信呢，居然会在这里看到影族。影族？影族怎么可能会从炎族人的这个黑球中诞生？他喃喃自语，虽然有了些猜测，但终归不太敢相信。而成哥呢，却帮他确认了。不出意外，这些影族就是炎族人可以制造出来的。你们之前被迫除灵，应该是给影族的诞生提供养分，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才一直没有杀你们，反而可以留着你们的命。本集第695集，100万年后。舒白薇有些不解了。可是我们这些人有的是几亿年前逃来的，有的是几千万年前才误入这里的，而影族上百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他内心有些不想承认，自己竟然成了制造影族的帮凶。成哥略微思索了一下，这才说了，影族是被这个黑球制造出来的，不过据说以前最强的也只有6阶影族，而最近这些年已经出现了7阶了。不出意外的话，你们的助灵对此起到了关键作用。炎族人每次要他们朝着小黑球灌入全部的玄力，无论白无起、金蒿还是苍须大帝舒白薇，全都是玄界位面顶端的人物。他们的力量中应该蕴藏着很多关键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很可能成了影族变强的催化剂。炎族人为什么要制造影族？这个问题呢，成哥也无法回答，反正肯定没安好心就是了。没看玄界本源都被逼成那样了吗？幸亏哥到这里来了呀，要不然将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新生的影族继续诞生。这一次可算是找到影族的源头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扬起了手中剑，狠狠朝着大黑球劈下。一剑落下，大黑球毫无悬念的被劈成2半。紧接着凄厉尖锐的嘶嚎声从黑球中传出，数之不清的黑色气泡飞向半空，旋即破灭。霎时间天地色变，轰鸣声不断。不光是江城和舒白薇这边呢，外面那些正在抢夺水箱的高手们同样也是立足不稳，整个秘境天地崩裂，迅速垮塌。紧接着上方那层火之力的隔膜也跟着破裂了，大片大片影族如同掉下的乌云团一般纷纷砸落下去。随着秘境的破裂和消失，外面又出现了混沌虚空，暴露在其中的影族如同被点燃的柳絮，以极快的速度化作灰烬。与此同时，上方影族原本待着的第7层也仿佛失去了支撑，同样开始飞速的垮塌。所有待在第7层的影族通通被卷入了混沌虚空，随后快速的湮灭，渣都不剩。成哥若有所悟，看来第7层同样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切
并没有结束。就像那被劈开的大球上方，一道巨大的火焰人形虚影铺天盖地，张牙舞爪。谁敢坏我法器，该死！他如同真正的神明一般，威严震慑寰宇。舒百威以及远处惊魂未定的苍须大帝等人全都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惊惧。与之相比呢，之前的7名炎族人简直不值一提。这位仅仅只是一道类似意念体的存在，根本就没有蕴含任何的火之力，就已经给人无法抗衡的可怕威压了。成哥抬头，毅然无惧，与那虚影对视。是我，死！伴随这声怒喝，虚影一掌挥落，霎时间星河倒转，无数空间裂缝阻断，混沌乱流竟如被狂风吹拂一般，向着两边退避，闪出一条通路。而那吹不进罡风更是被迫掉头，向着来路吹了回去。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在这一刻同时错乱，哪怕利用神魂感知，江城也再看不到其他的任何一个人。他仿佛被凭空隔绝了出来，这样的实力简直超出了他的认知。对方做到这一步，甚至连规则之力都没有使用，仅仅只是一道意念罢了。成哥被迎面吹中，最先破灭的就是他的仙魂，而在那之前，他的玄文早已尽数破灭，完全无法抵挡。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敌人太强了，复活不了。开玩笑啊！说实话呢，江掌门这次真的很好奇，系统这次会怎么干掉这个敌人。对方的强大程度已经爆表了，就连他都觉得想杀死对方有些不太实际。宿主复活，什么情况啊？没有解决方案？不是，怎么回事？系统老兄，难道你已经不给力了吗？目标已经消失，无需解决方案，宿主复活即战胜目标。系统声音一如既往的冰冷，不带任何的感情。成哥茫然四顾，但见四周全是混沌乱流，噼啪打在他的身上，让他连方向都很难辨认清楚了。舒百威呢？苍须大帝、白无忌等人呢？玄界呢？仙界呢？而在另一边，舒百威失魂落魄地望着渐渐平复的混沌虚空，久久无言。不远处，苍须大帝、白无忌等人纷纷赶来。江道友哪去了呀？对呀，江先生呢？刚才发生啥玩意儿呢？舒百威无法回答，因为就连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他们很快顺利回到了玄界，受到了四族热烈的欢迎。之后短短1年之内，玄界就发生了极大变化，原本的裂缝渐渐消失，再加上第7层的崩塌，驱动也不见了，玄界最终和仙界完全接触在了一起。这个巨变彻底改变了两界的现状。苍罗魔帝、大眼仙帝等滞留在玄界的仙人纷纷回到了仙界，他们回去后看到的是一个已经被影族肆虐的满目疮痍的仙界，而仙界那边许多人也发现了玄界这个新世界。两界之间的交流开始变得频繁而又密切，从一开始的相互冲突到后面渐渐出现了合作，因为仙界这边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影族。对付这个族群，拥有迷你规则之心的玄族人显然要比仙人们得心应手。时间不断推移，1万年、10万年、20万年，当时间来到100万年后，影族的威胁已不像当初那般严峻，许多影族甚至不敢再公然出没。传说中的大劫似乎真就那么过去了，仙界的格局在这段时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影族毁掉了许多势力，而从玄界归来那批人，再加上玄族人和仙界一些势力的交融，渐渐改变了很多原有的格局。而也就在这一天，灵界上空一条空间裂缝被一双手缓缓地撕开，一道人影从天而降，落在了下方群山里。在混沌虚空中寻找了多年，成哥总算是找到回家的路了，他再次回到了仙界。本期第696集无妄之灾。一落到地面，成哥就打算展开仙魂感知一下四周。当初在玄界，仙魂被严重限制，他都憋坏了。如今他的实力何等之强，仙魂一出，浩浩荡荡，瞬间覆盖了半个灵界。无数仙人在这一刻察觉到了超级强者的窥探，因为成哥压根不像其他人那般低调谨慎，他就没任何遮掩的打算。那些仙尊和仙王神魂震颤，瑟瑟发抖，他们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恐惧。准帝们更是面色大变，不知发生什么。仙帝们惊疑不定地望着上空，同样也是神态凝重。这是何人？神魂怎会如此之强，竟让本地都有了足以致命的威胁？这怎么可能？莫非是异世界入侵吗？时至今日，仙界、玄界的顶尖强者也都听说了外面还有其他世界，那些世界有的甚至比仙界还要强大。他们的反应，成哥尽收眼底，心头暗笑，哥们儿可是仙界原装的仙人呐。他探出仙魂倒也不是为了显摆，而是为了早点和自己人会合，比如自己那些飞仙门的弟子。多年没见，不会又和上次那样混得凄惨无比，等着自己去拯救吧？然而呢，还不等他的仙魂彻底延伸开来，迎面突然就掀起了更加汹涌的风暴。成哥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像是被工程锤砸到一样，脑瓜子嗡嗡的呀，识海掀起了汹涌的波涛。他的意识在这一刻差点被完全粉碎了，仙魂更是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那攻击来自四面八方，天上地下无所不包。残留着最后一丝理智的他，内心浮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什么情况？难道自己被一大群的仙帝魔帝给围攻伏击了？不应该呀！自己的回归又没有什么预兆。这些年他一直在混沌乱流中穿行，也算是历经了坎坷了。
虽然混沌乱流中的时间流速和仙界完全不同，成哥并没有经历上百万年，但对他来说也算是难得的吃了一次苦。也幸亏当初流落的地方和仙界距离不远，要不然恐怕都回不来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无数闪耀着灭世级威能的晶体凭空出现在他的四周，紧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他一通射来。仙魂都快要被撕成碎片的成哥压根组织不起任何的反击。在他骂娘的时候，无数的晶体围绕着他来了一次覆盖性的轰炸，这爆炸的威能恐怖无比，每次都足以毁灭掉无数个小世界，仅凭魔体、仙体和始元龙骨根本就挡不住。但在混沌乱流中穿行了那么多年，成哥也算是被迫淬体了，竟然硬撑着没挂。与此同时呢，他仙魂中那只透明的手也随之拂过，将识海中滔天巨浪缓缓地抚平下来。但这还不算完，下一刻无数九彩天晶在他的体表飞快地凝结，片刻之后就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座星光熠熠的高山。他整个人等于是被封印在了山里了。许久之后，成哥终于缓过一口气了。随后呢，立即展开了反击，打算炸开这九彩天晶山而出。然而紧接着他就发现这事不好办呢，刚才还能感知到的规则之心居然再次被隔绝了，而他体内仙力玄力也在刚刚那轮毁灭攻击下统统耗尽，目前玄文都调不出来了。除此之外呢，他发现这九彩天晶有些过于硬朗了，不光能隔绝仙力规则，还能够抵挡他在里面的冲击。忙活了大半天，他连体表一点点碎屑都没能打下来。造孽，他妈谁干的呀？有没有这么绝呀？你有本事你直接杀我算了吧你啊！苍灵的声音从速度玄文深处响起。不出意外，应该是仙界天道干的。这些年无论成哥碰到什么，这姐都是全程陪伴的。江掌门在混沌乱流中穿梭的英姿，以及旅程中发生那些凶险，他算是唯一一个见证者了。成哥完全无法理解，他显得很气愤。仙界天道？不是他有病吧？我又没得罪他。况且你在这仙界，这又不在玄界，我也算本地人呐，我也不是入侵者，他凭什么呀？也是，如果是被仙盟和圣殿那群地境伏击，他还能理解一点。天道，成哥自问自己也不是那种看天都不顺眼的中二少年，从没想过要逆天是天什么的。我向来遵纪守法，和天道井水不犯河水，他为啥这么干呢？如果我猜的没错，天道察觉到你身上混乱乱流气息。苍灵倒是很冷静，他虽然没成哥那么变态的实力，但毕竟见多识广。你仔细想想，混沌乱流一直都在仙界之外，你可曾在仙界内见过一丝？这倒是确实没有。那就是了。不出意外，混沌乱流让天道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所以他才会全力剿灭。至于你，只是被牵连误伤到了。天道不是没有直接进攻的手段吗？你没有发现我们这仙界和其他世界有点不同吗？啊，有什么不同啊？类似真言世界那样的位面，虽然他们的活之力层次更高，但那个世界也只有炎族人，类似炎界也只有玄族人。而仙界的规则之心层次虽然不高，却是包罗万象，光是灵族就有成千上万个类别了。苍灵最后说了，不怀疑我们所在的仙界是个很特殊的世界。那必须的呀，毕竟能诞生我这个主角的地方，对不对？苍灵也是服了，都到这个田地了，还不忘给自己贴金呢。他不禁揶揄，那你这个主角能带我马上脱困吗？他也挺急的，回来后原本是打算立即夺回速度主宰之位，恢复苍龙真身，没想到变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就连他也被一起困住了。这恐怕得等一段时间呢。成哥有些憋闷，原本回归后打算大杀四方，结果呢，一回来被封印了，有劲使不出呀。再过段时间，我就能够攒够力量，打穿这些晶体的封锁了。他俩在这聊着，外面呢也渐渐的飞来了一些仙人。第697集，搬回去。刚刚那些冲天宝光就是从这个方向爆发出来的吧？不错，那么大的波动，我活了上千万年，闻所未闻。刚刚差点都以为这是下次大劫到来，要灭世了呢，他妈太可怕了！哎呀，如此大的动静，一定是有异宝出世，赶紧好好找找。哎，不用找了，在这儿呢。之前还三三两两的议论，忽然全都停了下来，剩下的只有大喘气儿了。许久之后，才终于有人打破平静了。这是九彩天晶吗？好像是吧？有人咽了一口口水，结结巴巴的。一座九彩天晶组成的山，这会不会认错了呀？也不怪他们这么大反应。天晶以稳定、坚韧、隔绝效果强而著称，这些特点几乎是为了抵挡攻击量身定做的。五彩天晶就已经能够用来打造7阶仙甲了，可谓是价值连城。而九彩天晶更是打造9阶仙甲、进阶至尊级仙宝石必不可少的一样材料，用顶尖奇珍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一件9阶仙甲通常只需要用上鸽蛋那么小的一块，但就是这一小块九彩天晶却难倒了无数准帝，原因无他，太稀少了。据说这玩意儿是仙界初开时遗留下来的天地至宝，用一块少一块。每当新的九彩天晶现世，都会引起无尽的争抢和腥风血雨。而现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九彩天晶组成的山，
这山虽然不算辽阔，但也有10余里方圆了。这么多九彩天精，要是全都投放出去，仙界的格局就要再次被改变了。无论是因他而起的滔天大战，还是他被打造成大量九阶仙甲后造成的影响，都令人心头狂跳。第一个发现这里的是灵界西部边陲长寒岛上的一个小宗门血灵宗。灵界几乎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生灵的聚集地，比如当年下界的古族、气族、水灵族等等。他们并非人类，有的甚至连人的身躯外形都没有，但修炼的也都是仙力和仙界规则。血灵宗内的门人都是血灵之体，远远一看就像一个个精雕细琢过的血人，即便粉碎了也看不到一丁点血液和骨骼。血灵宗的宗主仙王九重的韩荣此时正在呆呆地望着面前的九彩天精山，他现在没什么狂喜，更多的是怀疑和惊吓。这么大一堆九彩天精，怎么想都不对劲。一定是看错了。他忽然扬起手中的7阶仙刃，一身仙力散发而出，原本雪白的身躯竟然迅速转变成了鲜红色。与此同时，他手中仙刃重重劈在了面前的仙精山上，大片6边形的雪花蔓延开来。在雪之规则的加持下，这一击杀伤力是极强的。然而呢，还不等他查看战果，整个人就被震得倒飞出去。还在半空，他手中7阶仙刃就荡空碎裂了。与此同时呢，他的双臂也软塌塌的耷拉下来，他被震伤了。不光如此，他的仙气也在那一击之下被震毁了。全场都安静了。所有弟子门人呆呆看着掌门在地上接连的数10个翻滚，狼狈不堪的样子，完全不符合他以前强大威严的形象。然而呢，韩荣已经顾不得这个了，好不容易稳住了身形，他已经变了调的嚎叫声就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急促的完全难以控制情绪啊！是真的，真是九彩天精啊！作为一派之主，他用自己残存的业务本能下了一系列命令：快点将这天精搬回去，封锁消息，即日起血灵宗任何人不得外出。到场的10几位血灵宗长老根本都不用他提醒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此至宝，一旦走漏风声，血灵宗绝无可能占有。于是下一刻他们就快速行动起来。九彩天精山自然很重要，但作为仙王，哪怕改变地貌也只是轻而易举，对他们来说呀，运回去并不难。很快呢，这座封印了江掌门的宝山就被他们从外面给抬到了里边来，而后哼哧一路搬回了血灵宗内。在一座白雪皑皑的冰封大阵外围，他们又布置了一连串的幻阵掩人耳目，最终将这九彩天精山顺利隐藏在了血灵宗的后山位置。到了这步，全城忙碌着的掌门和一众长老们才渐渐的平静了下来，遥望着那被大阵遮掩的方位，众人内心依旧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真的得到了一座九彩天精组成的山。大长老韩卓深吸了一口气，却是难掩激动的颤抖着语调。是的，我们得到了。长老们一个个喜悦无比，就像中了大奖一样，议论纷纷。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大一座九彩天精山呢？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上天赐给我们血灵宗的馈赠吧？如果不是出现在这长寒岛上，根本轮不到我们得手。掌门韩荣点头，沉声说：没错，但凡是落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与我们血灵宗无关了。他很有自知之明的，仙王在仙界确实算是一方强者，但上面还有准帝和仙帝，与那些更强大的势力相比，血灵宗根本不够看。继续封锁消息，千万不要走漏了风声。这要是走漏了风声，被那些更强宗门得知，那时候血灵宗迎来的就不是丰厚的回报，而是灭派惨祸了。有长老不禁问：那接下来这天精至宝我们怎么处理？打造9阶仙甲吗？一想到自己区区仙尊仙王都能拥有9阶仙甲，在场许多长老激动的眼珠子都绿了呀。要是拥有了9阶仙甲，那我们的实力能暴涨好几倍呀！然而下一刻，韩荣就冷笑了一声：打造9阶仙甲，你们做梦啊！九彩天精即便是准帝后期，想要成功切割一小块，都需要经年累月的功夫，我们撼动不了他一丝一毫的。更何况在座的你我诸位，有谁的炼气水准达到这个层次了呀？本期第698集，我是山神。他这话说的，殿内长老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事实啊！血灵宗根本没能力消化这座宝山，那我们怎么办呢？就这么放着观赏啊？大长老韩卓微微一笑：当然不，难得天赐至宝，既然我们用不了，那就和别人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怎么用它来换足够多的修炼资源。就在血灵宗探讨着怎么卖掉这座宝山时，距离长寒岛100万里之遥的定波岛上，另一个名为极圣宗的宗门内也在讨论着九彩天精。究竟是什么一爆出事了呀？他们身在100万里之外，同样刚才察觉到了动静了。九彩天精组成的山，莫不是开玩笑吧？千真万确，
我们的人连画面都传回来了。殿内众人很快就从传影仙器上看到了那座流光溢彩的神奇宝山，顿时呢，殿内枝摇叶动，宛如群魔乱舞。极圣宗内的门人修炼的都是木灵之体，展现在外面的形态就是一棵棵人形大树，简称植物人。他们的修炼进程呢，就是一点点从小树苗修炼成参天大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实力也是节节攀升。许多木灵族人扎根一地后，会让周边变得枝繁叶茂，甚至木气过于充盈，以至于人不能靠近。而极圣宗的修炼方式则是反其道而行。一个真仙级的极圣宗弟子扎根下来，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将方圆百里的群山变成不毛之地。由于这两岛相隔不太远，极圣宗和雪灵宗算是老对头了，两个宗门斗了那么多年，相互自然都是派有间谍的。因此呢，雪灵宗有点什么大动静，极圣宗往往都是第一个知晓的。极圣宗主朴风努力地压制着内心的激动。雪灵宗真是异想天开，那种至宝他们竟然敢独吞。他也没法平静下来了，那么大一座九彩天惊山，价值早已无法估量。别说是他们这种只有仙王坐镇的宗门呢，即便先帝看到这么一座山，也得疯了吧？也不看看自己的斤两，这是他们配占有的吗？这座山必须属于我们极圣宗。我们该怎么做呀？那群雪人实力不逊于我们呢。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消息已经走了，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提防。今夜就行动，咱们悄悄地将那座山搬过来。木灵族人很擅长潜入，只要有草木的地方，都逃不过他们的渗透。绝不能坐视雪灵宗壮大。就在他们秘密商议的时候，成哥的仙魂总算恢复了一部分了。九彩天经原本是能隔绝一部分仙魂的，尤其这么大的一座山，可以说没有谁的仙魂能穿透过去。但成哥的仙魂变异过，那透明的手几乎是百无禁忌，很快呢就带着他的一缕神念来到了外面了。稍微查探了一下周边情况，他不由啼笑皆非，自己竟然被当成宝物，被人给运回宗门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爽，哥什么牌面啊？你们竟敢把我当成货物！但下一刻呢，他又改变了想法了，因为他的神念在外感知到了浓郁的仙缘之气。大部分宗门都会坐落在仙缘之气浓郁的福地，雪灵宗也不例外。这一宗门下方还有一条仙经矿脉，虽然品级不高，但对他来说呀，算是久旱逢甘霖了。九彩天经连规则之力都能隔绝，他被封印在里面，连储物空间都用不了，空有大把的仙丹没法服用。这换成其他人呢，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唯有在里面等死了。但成哥的仙魂特殊，能从周围100丈范围内裹挟一部分仙缘之气恢复状态。只要仙魂恢复大半，他就能以魂元逆转的顶尖仙术反哺自身仙力。一旦他恢复了部分仙力，这九彩天经根本困不住他。但之前他被天道攻击的群山地带也早就被清空了仙缘之气了。原本一筹莫展，慢慢修炼没有几万年，他也恢复不了元气了。现在呢，被雪灵宗搬这儿了，反倒算是帮了他的忙了。估摸着只要1年就可以脱困了。而如果能将这仙宗的仙经矿脉连接过来，那恢复速度就会变得更快了。也许用不了1个月就可以破山而出了。想到这儿呢，他不禁将仙魂探向了外面。在那边有一群弟子正襟危坐，算是看守。他们看守的不是成哥，毕竟在他们眼中，这九彩天经山是死物，主要防的还是外面的探子。这一个个雪人粉雕玉琢般，精美无比，配上那严肃紧绷的表情，还挺可爱的。他的仙魂目前也只能延伸100丈，很快就选定了其中一个看起来是头领的雪人弟子。看他的境界到了仙尊9重，不出意外呢，应该是一名重要的真传弟子。喂，小妹妹你好啊！那雪人悚然而惊，连忙四处张望。谁在说话？其他雪人也被惊动，纷纷看过来。韩灵，发生什么了？刚刚有人说话，你们听到了吗？没有啊。名为韩灵的雪人皱着秀气的眉，再次四下查探了一番，依旧一无所获。就在他以为刚刚是幻觉时，成哥声音再次在他的识海深处直接响起：“小妹妹，别找了，我就在这里呀！”你是谁？韩灵大惊失色，他知道这是神念入侵，比正常的传音要高端太多了。而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他的识海，说明对方的实力起码是他的10倍以上。成哥心念一转，笑吟吟地说了：“我呀，我是这九彩天经山的山神呐。”山神？那是什么呀？他惊疑不定地望着面前的巨大宝山，整个人都被刷新了认知了。你是这座山？这座山居然是活的？虽然他听不懂山神这个词，但成哥要表达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没错，我就是这座山呐！得到他的确认呢，韩灵差点当场跳起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报告掌门长老们，有鬼呀！不过呢，成哥及时喊住了他：“小妹妹先别逃，我真要杀你，你也逃不掉啊！”韩灵一想，也是镇定了。本期第699集，送你一桩机缘。那你想干什么？面对依旧警惕的韩灵，成哥不答反问：“现在不是我想干什么，而是你们把这九彩天经山搬回来，是想要干什么呀？”
那个，韩玲的面色变得不自然，他嗫嚅着说了：“我不能说。”成哥和雪人也一看他这表情，也大概猜到了。看这群小雪人的境界，也能看出这个宗门的水准了。如此重宝，看守的人中连个带队的仙王都没有，他们显然不具备打破九彩天青山的能力。那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卖了。按理说呀，将这座山卖到拥有准地仙帝的势力，由对方帮忙从外面切开，有助于他脱困。但问题是，九彩天青山太硬了，即便仙帝出手，也需要经年累月的时间。如果再斟酌转手，那就麻烦了，没准呢就得处理个几万年。而如果再遇点意外，把这山搬到什么与世隔绝的地方藏起来，那就更完犊子了，还不如他自己来得快呢。好了，我知道了，你们想杀死我。成哥故意调笑，韩玲一愣，连忙否认：“我们没有。”没有吗？这座山就是我的化身，你们将我搬开原地，就是断绝了我的生机。韩玲面色巨变，他想反驳，但反驳不了。仔细想，可不是吗？就像是将一棵树蛮横的斩断根须，强行挪到地方，那也会害死那棵树呀。于是呢，他眼内出现了惭愧和浓重的歉意。那我该怎么办呀？我不想害你的，我们也不知道你是活的呀。我这就去找掌门，让他们将你搬回原地。别呀，哥要的可不是这效果呀。他这反应其实大出成哥的意料，修炼界居然还有这么仁慈好心的人吗？不必了，根须一断，搬回去也晚了。何况你掌门肯定不会听你的。那我也不能就这样看着你死掉呀！我该怎么做才能救你啊？救我？成哥自己都懵逼了呀！原本他还准备许多用来说服这个妹子的台词呢，结果现在呢省了。这妹子的心是出奇的好啊，还都不熟悉自己呢，就开始为自己着想了。成哥甚至怀疑，他就算见到落难受伤的敌人，都会带回去悉心的照料救治。这个嘛，其实要给我续命也很简单，在这附近布置一个聚元阵就行了，这样我就能恢复一点生机。他需要的是更多的仙元之力，那样能大大的缩短脱困的时间。可是太高阶的阵法我不会布置啊。不需要太高阶，1阶就可以。只要有一个1阶聚元阵，成哥就能和这里的仙境矿脉产生联系。到那时呢，那条矿脉他就能够予取予求了。1阶就行了吗？韩玲哪知道他的打算，他还有些诧异呢。1阶聚元阵粗浅无比，能聚集到的仙元之血很少，真仙都不稀得用。这么小的一个聚元阵法，山神就能恢复吗？没错，1阶就行。我怎么好为了自己而吸收你们宗门太多的仙元之气呢？韩玲都差点被他感动了。他揉了揉泛红的眼眶，略带同情。你都落到这步田地了，还为我们着想，看来你真的是个好人。成哥这瀑布汗呢，你这是夸我还是贬低我呢？我这么骗一个小姑娘，有点过意不去了呀。盘算了一下，他决定将来还是要好好补偿一下这个妹子，至少被自己抽干的仙境矿脉，将来得还给人家。接下来呢，韩玲还真的开始在这附近布置起了聚元阵了。其他雪灵族弟子惊讶的看了过来。韩玲，你干什么呀？对啊，你在这里布置聚元阵做什么呀？韩玲面色微变，许久之后才想了一个理由。在这里守卫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呀，我打算顺便修炼一下。啊，原来这样啊！其他雪人恍然大悟，旋即呢便不再深究了。主要这聚元阵等级太低了，而且还是增益型的阵法，任谁也不会想到它能带来什么巨大的改变。聚元阵一成，成哥仙魂探入，眨眼间就找到了下方远处矿脉的位置。借着这个低阶的阵法为桥梁，他迅速得到了矿脉的控制权，随后呢便开始了鲸吞的过程。他的仙魂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恢复，成哥大喜，有效啊！他连忙来了一记魂元逆转的顶尖仙术，用仙魂反哺自己的仙体。这个过程就没那么顺利了。在九彩天经的格局之下，大量的仙元之力都被排斥出去，仅有少量进入他的体内。以成哥的实力，没有1个月还真的恢复不了足够的元气。山人前辈，你怎么样了？好点没？韩玲朝着九彩天青山暗暗传音，他还挺担心救不了这山神的呢。我好多了，那可太好了。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以至于成哥都有些感动了。小妹妹，多谢你的帮助。这样吧，看在你这么好心的份上，我将来可以送你一桩机缘。你还送我机缘？韩玲直接笑出声，其他雪人都诧异的看了过来。什么机缘呢？他连忙又传声了。算了吧，你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是想想啊，怎么照顾好你自己吧，老山神。成哥很无奈，居然被这个小雪人看扁了，而且自己年轻帅气，山神就山神，你为什么加个老呢？逼格何在呀？小妹妹，你以后别后悔，到时候抓着我的大腿求我可就晚了呀。你就吹吧你。韩玲只当他在吹牛了。我才不信你呢！而且啊，你别喊我小妹妹了，我又不是女人。不是女的吗？成哥都惊了个讶了呀！你的外形和声音和女的没什么分别呀。好吧，小弟弟。我也不是小弟弟啊，我们雪灵族没有人族的性别之分。啥玩意儿？阴阳人呐、原来你是阴阳人。
你知道就好了。韩林高傲的抬抬下巴，好像阴阳人很光荣一样，这让陈哥一时间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吐槽了。而也就在这时，他忽然察觉到外面有了一丝不寻常的动静，而那雪地下方呢，一点点心率正在缓缓地朝这边蔓延。本集第700集，他马上会死。悄无声息，甚至都没有什么先例波动。无论外面那些雪灵宗的长老，还是这里的守卫弟子，都没有任何的反应，显然是没有察觉到。虽然并不认识极圣宗的木灵族人，但江掌门不用猜知道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在这待得好好的，都已经连接上了仙境矿脉了，他可不想多了。眼见这些人都已经接近到了100丈杀伤范围内了，他原本打算直接一个仙魂横扫干掉这帮人，但转念一想呢，他又改变想法了。这韩灵都把自己看扁了，逼格必须拿回来呀！你信不信？用不了一会儿，你就会主动喊我仙界第一帅哥。韩灵嗤之以鼻。哎我去，你还年轻帅气呢，老山神啊，您都一把年纪了，还是少做梦了吧？他虽然心地很好，但说话也直接，甚至呢还有些毒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这个老山神是个喜欢听人拍马屁的逼王。哼，这可是你说的。陈哥故意没有提醒他，看着那帮木灵族的高手一点点的朝着里面渗透。这次极圣宗那边，掌门朴峰和7位仙王级的长老以及30多位9品仙尊长老一起出动，可谓是顶尖阵容，势在必得。这里毕竟是雪灵宗的后山，对方大本营，他们没打算高调行事，只打算悄悄地将这座山给偷出去。目前呢，这潜入渗透的一步还是非常顺利的。片刻之后，这帮人渗透到了10丈范围内，这才突然暴起。就见那雪地下方，突然神乎其神的冒出了40多名木灵族的高手，负责守卫这里的10几名雪灵弟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全都被控制了。极圣宗一看到这些人，韩灵等人就认了出来，顿时是又惊又怒。糟了，还有那朴峰，你们要干什么？朴峰等人轻车熟路地将他们的仙力和仙魂全都封印起来，随后又毁掉了所有人的传讯仙器，暂时封锁了他们通知宗门高层的途径，这才冷冷一笑。你问我们要干什么？当然是拿走这不属于你们雪灵宗的九彩天睛山。此言一出呢，被控制住的雪灵宗弟子们个个愤怒无比。一名弟子大声说了：“这九彩天睛山是我们雪灵宗先发现的，按照修炼界的规矩，我主的宝物归属最先发现宝物的那个人。”啪的一下，一名极圣宗长老不耐烦的一耳光甩去，将那弟子打的是血花纷飞，气色都弱了不少。谁跟你玩这套规矩？宝物都是强者得之，你们守不住，是你们无能。其他极圣宗长老也是大笑。行了行了，朴峰一边紧紧注视着宝山，一边挥手：“别把人打死了。”他可不是仁慈呀，而是打死这些弟子，雪灵宗那边命牌破裂，会立即发现异常的。那这些人该怎么处置啊？简单，将他们一并掳回极圣宗，将来还可以逼着雪灵宗这边出点血赎人。无论韩灵还是其他门人，能被派来守卫这么重要的宝山，显然是在宗内都属于天才弟子那批了。朴峰显然不打算那么轻易的放过他们。掌门英明啊！这么一整，雪灵宗完全被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呐！雪灵宗弟子们绝望了，纷纷破口大骂：“你们卑鄙无耻！你们会遭报应的！”就连韩灵也加入了，没办法，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可惜没什么卵用，只能眼睁睁看着宗门仇敌走进了九彩天青山。结局似乎已经无法更改了。突然，成哥的笑声再次传入他的魂海：“怎么样？需要我救你们吗？”他这话让韩灵错愕无比。他并不相信成哥能救下他们。要知道，极圣宗可是雪灵宗的1年大敌呀。这一次出动，足足有8位仙王级高手，这样的阵容，除非他们雪灵宗全体高层出动，借了长寒岛的宗门主场优势，要不然都没法保证获胜的。这区区一个自身难保的九彩天青山神，怎么能挡得住呢？他要是能挡住，那当初就不会被雪灵宗搬过来了吧？成哥瞧他没动静，也猜到他在想什么了。看样子你对哥毫无信心呢。看到那棵离天青山最近的树精了没有？韩灵当然看到了，不但看到了，还认识呢。此人是极圣宗那边的一位天才长老，上一届真传弟子排名第1，如今实力达到了仙王1宠了，加上际遇非凡，战斗力比寻常仙王1宠还要强得多。他马上会死，你信吗？我信你个大头鬼呀！这样一个天才仙王，即便雪灵宗的掌门亲至，也只能保证击败，无法保证杀死。韩灵当然不信，只可惜他现在的神魂和仙力被封，连暗中传音都办不到，没法说什么。也就在下一瞬，那名状态完满的仙王1宠忽然就倒了，毫无征兆，别说战斗，一丝一毫仙力波动都没有。怎么回事？六七！原本还志得意满准备搬山的极圣宗众高手连忙上前查探，紧接着就面色大变。他死了，六七被人杀了！朴峰连忙冲了过来，仔细的再次查探了一番，结果没有丝毫改变。他们极圣宗第1天才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挂了，而且他居然看不出是怎么死的。
除了仙魂莫名其妙的陨灭之外，柳溪的体表没有任何的伤痕。这个变故让他们是又震惊又惊恐，难道这是个圈套吗？韩荣，你出来吧！他们还以为是雪灵宗掌门暗中干的呢，连忙纷纷借出了仙气，警惕地结成了阵法，用仙魂四处搜寻着敌踪。韩庄，我知道你们就在附近埋伏着，滚出来！怎么的？敢做不敢当吗？我们都已经看到你们了，藏着还有什么意义？他们忙了大半天，四周没有动静，压根儿就没有人藏在附近，也不存在埋伏呀。本集第701集，这一嗓子喊得直呀！极圣宗的宗主朴风甚至还悄悄地探出了仙魂，到外面打探了一下，最后愕然发现外面的雪灵宗一切正常，压根儿没有任何的埋伏。雪灵宗的长老们并没有出现在这附近，这就尴尬了呀。感情他们刚才只是在和空气斗智斗勇吗？可问题是柳溪真的死了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应该呀，应该也不是韩荣和韩卓，他们没这么强啊。身边长老的提醒让朴风清醒了过来，没错呀，韩荣实力和自己差不多，不可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轻松干掉一个仙王一宠，别说是他们了，就算是准帝亲至也办不到。仙王何等之强，想杀死一个仙王不可能不经历战斗。难道是这天经本身太邪门？等我小心点，众宝在前呢，即便宗门重要人物离奇身亡，也只能往后排一排了。随着他们再次慢慢的摸到九彩天境附近，被控制着的韩灵都差点叫了出来，死了，那个柳树星真的死了，就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如果不是成哥提前通知，他绝不相信这是他干的。而现在事实就在眼前，一个仙王嘎了，也就是现在仙魂被封无法传音，要不然他一定会有无数的问题想问成哥，他怎么可能那么强？既然这么强，怎么可能被搬到这里来呢？他是怎么干掉柳溪的呢？他能干掉其他人吗？只可惜他现在能做的只有拼命的眨眼睛，表示自己想和那老山神通话。成哥充满调侃意味的笑声很快再次回荡在他的魂海中。怎么样，现在信我了吗？韩灵疯狂眨眼睛，他信了，就算不信，现在也只能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试试。想要我救你也行，你求我呀。为了挽回逼格，成哥也算是不要脸了，哪怕这样一个小雪人，他也必须要让对方五体投地。你就大声喊仙界第一帅哥，求求你救救渺小的我吧。这当众对空气大喊这些肉麻的台词好像有些丢脸呢。韩灵纠结呀，看到他纠结呢，成哥也不急也不催，就等着。韩灵的心头经过了一番天人交战，最终还是求生的欲望盖过了脸面。他可不想被掳到极圣宗那边，可以预见一旦被抓走，气海经脉被废是一定的，甚至可能会遭到更可怕的折磨，那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呀。于是下一刻他突然就喊了一声，帅哥救救我吧。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并不大，但在场所有人，无论雪灵族弟子还是极圣宗的高手，全都被吓了一跳。随后呢，所有人一脸错愕地看着他。雪灵宗弟子嘴角直抽，韩灵，你这怎么的了呀？什么帅哥救救你呀？你都这样了，你还发花痴呢？何况这里被对方隔绝，你就算喊破喉咙，外面也听不见呢。而极圣宗长老则是撇了撇嘴，被吓傻了吧？救你？你指望谁救你？喊完那嗓子之后，韩灵臆想中的老山神大杀四方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因为成哥不满意。你这没按照我的台词喊呢，没成，看来你的求生欲望不是很强，也不够心诚。喊帅哥时，你要发自内心带上感情。另外，你的声音太小了，我听不见，没有精神。韩灵差点被他气死呀！他现在都后悔之前对这个家伙那么好了，还帮他布阵呢。结果呢，他这么恶劣啊！咬咬牙呢，他最终豁出去了，用出生平最大的音量尖叫了起来：仙界第一帅哥，求求你救救渺小的我吧！一旁其他被抓的雪灵宗弟子简直不忍直视这场面。这种中二度爆表的台词，韩灵看样子是真的疯了。不过他疯了也就算了，他是想把大家一起尬死吗？而那些已经摸到九彩天境的极圣宗高手们，则是一脸不耐烦的回过头：吵死了，让他闭嘴！朴风这话才刚出口，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他的脑袋瓜子嗡的一下，紧接着仙魂意识就像被飓风刮过似的，变成了漫天飘飞的碎纸屑，随后迅速的消亡熄灭。到死的那刻，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没办法，成哥的变异仙魂可是连仙帝都能压制的，哪怕现在他的仙魂状态没有恢复，对付仙王也还是绰绰有余，完全就是杀鸡又牛刀。而在他倒下之前，齐圣宗的其他长老也全都悄无声息地倒了下去，全场一片死寂，场面诡异的就像见到了真的鬼一样。雪灵宗弟子们还被封着神魂和仙力呢，众人大眼瞪小眼，一时间有些无法消化眼前发生的一幕。就在片刻前，他们还处在绝望和愤怒中，而现在怎么了？谁能告诉他们呢？得救了吗？许久之后呢，才有一名弟子小心地开口了：他们死了吗？不可能吧？这可是极圣宗啊！8位仙王，30多位仙尊，悄无声息团灭了，谁敢信呢？
他会不会是演戏骗我们呢？应该不会吧？对啊，他们也没必要吧？其他人议论纷纷，韩玲的内心犹如万马奔腾，乱成了一团，竟然是真的。他刚才更多的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着实没想到这个落难山神真能干掉极圣宗所有高手。这也就罢了，关键是战斗的过程都没有，1秒不到全灭，这是何等手段，简直骇人听闻呐！这个人如果对着雪灵宗来一下，那雪灵宗会不会被灭得一干二净呢？他吓到了，以至于久久不敢吭声。直到成哥的笑声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怎么样？现在是不是觉得这声帅哥喊得很值嘞？值啊！喊一声不光救了命，还干掉雪灵宗最大的敌对宗门一众高层，这已经不是用值不值来形容的呀。韩玲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了，深吸一口气，努力压制内心的震撼，他压低声音悄悄问了：“你是准帝吗？”韩玲没见过崇高的准帝高手，在他看来，能做到这种事的应该只有准帝了吧。本集第702集，究竟怎么死的？勉强算是吧。成哥尽管如今的实力干先帝完全不在话下，但他还真的不算是先帝，毕竟他还没有来得及获得任何一套规则之间的认可，也没有成为哪个规则的主宰，勉强算。韩玲理解成了距离准帝还有一丝差距，在他看来呀，这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足以让雪灵宗所有人仰望了。片刻之后，韩荣、韩卓等雪灵宗的高手纷纷赶了过来，在看到现场的情况后，所有人表情可谓是精彩至极呀。飘风、柳溪，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极圣宗大军入侵了，谁走漏了消息？自家后山种地被人渗透成了筛子，可想而知是什么心情啊！韩荣是又惊又怒，这可不是小事，意味着敌对宗门其实随时可以打进雪灵宗内部，足以让他心头狂跳了。尤其现在的九彩天青山更是敏感重要到了极点，这消息走漏，后果不堪设想。仔细检查验明正身之后，这一帮人又陷入到茫然中了。死了？谁干的？谁做的这事？谁能做到啊？敌对宗门高层全灭，对于雪灵宗本该是天大的好事，但现在呢，他们高兴不起来呀。这手段太恐怖了呀！哎呀，让他们如芒刺在背，浑身都不自觉的激灵。难道暗中有超级高手盯上这座宝山？一定是我们完了呀！众长老惊恐万分，只觉得立足之地都不安全了。但大长老韩卓却有不同的看法。既然他这么强，那为什么不干脆把这宝山搬走呢？众人一想，还真是啊，这座宝山即便是先帝也会为之疯狂，没道理还留在这儿啊！而且呢，在场所有雪灵宗弟子没有一个被杀的，一众被控制的弟子全都被解开束缚，而后遭到盘问。很快，长老们就得知了刚刚发生的经过。前面的过程跟他们猜测的差不多，极圣宗成功潜入这里，打算将这座山偷走。但后面就些让人无法理解了。柳溪莫名其妙倒下，然后所有敌人也全都莫名其妙的倒了。就这么简单？韩荣觉得自己的智商被这群弟子侮辱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好骗呢？那是先王啊，战斗都没有就死了，可能吗？就算先帝想要杀先王，那好歹得出一招吧。在他的不断逼问之下，众弟子最终把目光对准了韩玲，因为他当时莫名其妙的喊了2嗓子，这也算是唯一的异常情况了。面对掌门和所有长老聚集过来的锐利目光，韩玲缩缩脑袋，有些畏惧。他还不忘暗暗传音问成哥呢：“我能把你说出来吗？”随便。现在巨源阵已成了，方圆100丈，又是绝对控制的领域，这种情况没有人能够打断他的恢复过程。成哥根本无所谓暴不暴露了，得到他的允许，韩玲才放心大胆地说了：“是因为老山神。”山神？什么鬼？韩荣等高手一头雾水，韩玲只能耐心地解释：“这九彩天青山内有个山神，他实力很强的，刚才那些敌人都是被他杀死的。”此言一出，所有人全都吓得连忙飞向了远处，离远了一点，这才小心翼翼地看向依旧站在附近的韩玲。你说的是真的？那山神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啊。你没见过，那你怎么知道有山神呢？我听到他的声音了呀。韩荣深吸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望着那座山。那你能不能请他现身一见呢？老山神，你能不能出来见见我们掌门呐？成哥的本体在里面封印，何况他也没兴趣和其他人见面，只和这小雪人打交道，那将来脱困就只需要还他一个人的人情就行了。和所有人打交道，后续会有很多事情，没准还会节外生枝。于是直接傲娇地表示了拒绝。仙界第一帅哥是谁都能见的吗？不见。别呀，你就见一见他们嘛。成哥直接闭麦了，来了个充耳不闻，这可把这韩玲急坏了。你说你不证明一下，那他们都会认为我在说谎。面对掌门和长老们怀疑审视的目光，他都忍不住直接开口了：“出来呀，老山神，你好意思吗？我待你不薄，你怎么能这样？我错了，仙界第一帅哥，求求你出来证明一下吧。就算是你不出来，哼一声也行啊。”他喊了很多声，成哥压根没反应。韩荣和韩卓等长老面面相觑，
这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啊。如果这九彩天青山真的存在那么一位强大的山神，那他怎么可能会任由韩灵用这种口吻和他说话呢？而且呢，世间本就不存在那么强大的存在吧？仔细想想，真要有个山神，这山能被自己等人顺利搬回来吗？看来呀，吉圣宗一行人的死一定另有隐情，比如中邪了、毒发了、灵异事件什么的。看到韩灵还在那喊呢，韩荣不耐烦打断他：“好了，我看你是出现幻觉，什么山神莫名其妙的，就是压根没听说过山还有神，真是吓我们一跳。你下次不能这样了啊！”一众长老围着这九彩天青山又仔细的检查了好几遍，最终什么也没发现。他们离去之后，其他守卫的弟子也纷纷围了过来。韩灵，你不会真的疯了吧？还山人呢？你太能编了！掌门都被你气坏了。被同伴这样笑话，韩灵是又气又臊。偏偏这时呢，闭麦许久的成哥开麦了，那戏谑的笑声再次回荡在他的魂海深处。他们这就走了啊？怎么不多坐一会儿？你这个家伙居然还敢出来！你刚才为什么不吭声？他完全忘了这是一位超级强者。成哥对这个帮过自己的小雪人非常宽容，故意调笑。他们配不上高贵的我亲自来接见。你气死我了你！韩灵拿他没办法呀，最终能做的只有冲到那天青山旁狠狠地踹两脚，结果呢，踹疼了自己的脚。一旁其他弟子见状，不由露出了同情之色。完了，韩灵这样子是疯了。本期第703集，海族来袭。吉圣宗这边剩下的长老们还在等着好消息呢，等着等着，最后等到了40多个命牌全部碎裂的噩耗。这留下来看家的几位长老当场崩溃呀！这怎么可能？该死的雪灵宗，这是个圈套，一定是被埋伏了。就算是埋伏，雪灵宗也不可能杀死我们所有人呐！掌门和顶尖长老们被杀，剩下的人六神无主。狡猾的雪灵宗一定是请了准帝帮忙，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们也请准帝，反正我们也无望得到那九彩天青山，不如将这个消息卖给别人。没错，不能放过雪灵宗，掌门的仇必须要报。远在100万里之外的雪灵宗表示，真的是逼了狗了呀！你们偷偷跑来入侵我们，现在呢还怪我们狡诈，还要拉更多的高手来干我们，你上哪说理去？吉圣宗原本肯定是请不动准帝出手的，但这次不一样。你说什么？九彩天青组成的山？你开什么玩笑啊！水晶殿内，一串串气泡缓缓浮起，发出笑声的是里面的一众海族高手。他们属于海族的一个分支，就生活在长寒岛等岛屿周围的海里。论实力呢，他们要比吉圣宗和雪灵宗强多了。这支海族光是准帝就有5位。平日里他们生活在深海区，对陆地上的那些小宗门也没兴趣，只要定期给他们上供就行了。海族族长管敖不耐烦地挥了挥金色的袖袍：“滚吧！竟敢跑来欺骗我们，想让我们帮你们对付雪灵宗，真是不知死活呀！”吉圣宗和雪灵宗有仇，他也是有所耳闻的。只不过这两边的斗争对他来说很低端，而且不关他的事，懒得理会。其他海族高手也是纷纷的呵斥：“滚！竟敢将我们当刀子使，小心活剥了你们吉圣宗！还九彩天青山，你编理由吧不编像点的，你编得像个象拔蚌似的。”他们压根不相信世界上有九彩天青山，那种至宝哪怕拳头大一颗都足以引起灵界的震动了，何况那么大的山呢？当他们傻呀！前来报信的3名吉圣宗长老咬了咬牙，随后祭出了流影仙气。当那座九彩天青山的影像出现在海族高手面前时，包括管敖在内，所有人都差点上不来气儿了。殿内经过一段漫长的沉默，很快就沸腾了。我的天哪，真妙！一座由九彩天青组成的山，这怎么可能啊？哎呦我操，这山价值无法估量，这得打造多少9级仙甲？能打造多少我不知道，但我们海族目前是一个没有。干，这种宝山必须属于我们。没错，雪灵宗不配拥有。遥远的雪灵宗那真的是欲哭无泪。每个人得知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他们不配拥有。管敖做事雷厉风行，接下来他的第一步就是向那3名吉圣宗的长老确认知情者的人数。得知目前吉圣宗还没有通知其他大势力，他很欣慰。你们很有眼光，放心，我们会为你们报仇的。然后他的第二步就是干掉了这3名前来报信的吉圣宗的长老。这种至宝的消息知道的人越多越少越好，要不然就算我们夺回来了，将来也得走漏风声啊。其他海族高手纷纷表示理解，并且建议他做得干净一点。于是呢，5位准帝和70多位仙王一起出动，飞到了海面上空的定波岛，给吉圣宗来了一个灭派一条龙的套餐。将吉圣宗夷为平地之后，管敖一脸悲愤地看向远方的长寒岛。血灵宗太过分了，竟然无端杀掉了飘风掌门，这个仇我肯定得为你们报，这个公道由我们海族来主持。说完呢，一众海族高手杀气腾腾奔向了雪灵宗。
这一套流程操作下来，恐怕就连成哥这个灭派达人都直呼内行啊。雪灵宗这边呢，掌门韩荣和大长老韩卓等人还正在商议昨天的离奇事件呢。极圣宗那帮高手究竟怎么死的？另外，接下来他们该把这座山卖给谁？这都是问题。而就在这时，传来了敌袭的警报。没等他们冲出应战，雪灵宗护宗大阵就被5名海族准帝联手强行轰开。看到高空中的管敖以及其他海族高手，韩荣差点昏过去了。他哆哆嗦嗦地收起了兵器，完全没有任何战斗的欲望。没办法，打是不可能打得过的，只能求饶了。未知前辈到来，没能提前迎接，还望恕罪。不知前辈来，小派有何贵干？今年供奉我们焦嘞。小门派就是这么悲哀呀！明明被人毁了护宗大阵，还得赔笑道歉。韩荣只希望这群海族还不知道九彩天青山的消息。只可惜啊，管敖下一句话就打碎了他的幻想。听说你们杀了极圣宗掌门和40多位长老，有这回事没？他们怎么知道的？韩荣心头一紧，连忙小心的解释：“那是一场意外，其实不是我们出的手，而是极圣宗偷偷入侵我们雪灵宗。本就……我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就问你，极圣宗的人是不是死在雪灵宗啊？是，那就行了吗？你们无端残害极圣宗，手段太过残忍，此等行径人神共愤。就算天看得下去，我们海族也看不下去了，必须要为极圣宗的死难者要一个说法。”眼见他和另外几位准帝大有当场出手的意思，韩荣、韩卓等人吓得都魂不附体了呀。虽然不知道消息怎么泄露的，但他们不傻，哪里看不出这帮人就是冲着九彩天青山来的呀？只不过一边抢夺，一边还要编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就算极圣宗的人没死，海族这帮强盗一样会灭掉雪灵宗，反正九彩天青山被他们盯上了，保不住了。为了活命，掌门韩荣大脑高速运转。就在管敖即将出手之际，他忽然大叫了一声：“我们有一件至宝，早就想要献给海族了！”本期第704集，道个歉就干掉他们。韩荣是看出来了，就算自己反抗隐瞒，也保不住九彩天青山，而且雪灵宗上下也一定会被海族灭光的。与其如此，不如主动上交卖个好的，那样没准啊还有一线活下来的希望。至宝啊，是啊，我们近日得到了一座九彩天青山，正打算献给您，没想到您就来了。哎呀，这不赶巧了吗？哪知道那极圣宗也得到消息，他竟然阻止我们，所以我们才无奈之下将他们斩杀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献给海族呀。他这一套一套的说的管敖眉头大皱，他确实是要给雪灵宗也来一套灭门套餐的。雪灵宗在他们面前就是鱼肉，那九彩天青山他想怎么抢就怎么抢，也不需要别人送。编个为极圣宗主持公道的理由，只是习惯性的立个牌坊而已。哪知道现在韩荣给他来这么一手，提前堵住他了。别人给你送礼，你还干掉人家，这下想灭口也不好灭了呀。他只能耐着性子假装不知情。九彩天青山，世上竟有如此至宝啊！对，我这就带诸位前辈前去一观。这韩荣屁颠的在前面领路，内心当然是极度的愤懑和不情愿，毕竟这宝山是他们最先发现的，但没办法，为了活命只能这样。海族本就是要抢那宝山的，看一眼也是必要的。于是呢，先将灭口的步骤缓了缓。一行人朝着后山这边来时，无聊的乘客正在和韩灵传音聊天呢。你真的认识降寒先帝？啊，那必须的啊！韩灵激动起来，如同小迷妹一样大呼小叫。哇，你竟然认识他嘞！他可是血之规则的主宰啊！我们这些修炼血之规则的，都是以他为榜样的。切，区降寒算什么呀？我不许你贬低降寒先帝。这算贬低吗？我说的是实情啊。降寒先帝不就是天书阁那3位先帝之一吗？陈哥确实认识。当时他帮忙天书阁练了一堆9品仙丹，那降寒先帝在他面前就跟马屁精似的，那叫一个热情啊！你不准这么说他。韩灵对偶像还是很维护的，因为陈哥诋毁他的偶像，他都反过来怀疑起他了。你是在说谎吹嘘吧？降寒先帝可是堂堂帝境，你连准帝都勉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见到他。何况你不就是个不会动的山神吗？我哪有机会碰到他呀？分明就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这他娘的，哥干掉的仙帝都能组成一个牌了，见个降寒这种战斗力中下等的仙帝，居然也要给自己贴金，什么世道？我不光见过降寒，还见过龙鳞和轮回仙帝，我得意了吗？嗨，我去，老山神你可是真能吹呀！轮回仙帝啊，那是何等崇高，也是你能见得到的。哎呀，现在不喊帅哥了吗？真是世风日下呀！这时呢，韩荣、韩卓等人也带了一众海族的高手来到这里了。韩灵连忙行礼，韩荣现在哪有闲心管他呀？一门心思都想着怎么活呢。点头哈腰的领着管敖等人参观了九彩天青山，也不用他介绍了，管敖等人进来之后就已经被惊得亚麻呆住了。哪怕早就有了心理准备，真正来到这座方圆10余里的宝山面前，震撼的感受还是直袭心头。天哪，竟然是真的！
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九彩天晶？这不合理呀！这是至宝啊！一众海族高手都要癫狂了，他们兴奋地摸着九彩天青山，表情狂热而又痴迷。实力到了准帝这个层次，对九品仙甲的向往程度更高更迫切，这东西对他们的吸引力太大了。看样子这座山又有人来抢了呀！陈哥传了个音，韩灵没吭声，但面色很难看。其他弟子也同样是一脸屈辱不甘的表情。这山是他们发现的，现在就要白送给海族，谁也不能甘心呢。但他们也不傻，知道为什么要送，因为不送就会被杀。可惜啊，就算你们白送出去，也是保不住命的。为什么？韩灵无法理解，这至宝我们不要了还不行吗？陈哥毕竟见多识广，见惯这些套路了。很明显，这种至宝没有谁能独吞，消息泄露后果很严重，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们怎么可能会这么残暴？但接下来管敖就证实了陈哥的猜测。就见这位海族族长缓缓转过身，朝着韩荣露出一抹阴森的狞笑。这至宝真是送给我们的？韩荣看他面色不对，连连作揖：“是的，您还不满意吗？”“满意，很满意。只不过如此至宝，你就没有第一时间送到我们海族那边，该当何罪？”“我们还没来得及。”“没来得及？我看你是不想送吧。”他话音一落，海族一众高手就封死了韩荣等人的退路。但见那刀剑齐出，杀气凛凛，一场屠戮在所难免。韩荣惨然一笑，想不到最后还是躲不过呀。在场雪灵族人无不悲愤绝望。韩灵紧紧握着兵器想反抗，但望着天上那些威压惊人的准帝，他呼吸都困难了，仙力完全提不上来。你想灭掉他们吗？陈哥的声音又一次传来了。韩灵不假思索，当然想。那你为刚才质疑我道个歉，我就帮你灭掉他们，怎么样呢？陈哥虽然实力通天，但就是在乎这点门面，哪怕对方只是个小雪人，这场子也得找回来。韩灵惊愕，你能灭掉他们？那可是5位准帝，71位仙王啊！尽管陈哥上次的战绩很惊人，但那也只是勉强准帝呀。这一次可是来了5位正牌准帝，任何一位都能灭掉这个老山神吧？你别管我能不能做到，现在你试一试也不亏，不是吗？本集第705集，一击群灭。只要道个歉就能灭掉眼前那群可怕的敌人，如果真能办到，那韩灵愿意道1万个歉。可问题是能办到吗？他对陈哥的实力一点把握都没有，只能再次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好，那我道歉。韩灵捏着鼻子说了，我不该质疑你，我相信你和绛寒仙帝是认识的了。一旁其他人纷纷转过头来，一脸错愕地望着他，哪怕管敖等海族人也不例外。这小雪人发什么疯呢？怎么突然蹦出这么一句呢？绛寒仙帝。管敖连忙四圈打量了一圈，如果真是绛寒仙帝来了，那他今天只能退走了。在仙帝面前，他们这些准帝还不够看的。不过查探了一番，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而另一边呢，陈哥则是老神在在地传达着不满意。你跟谁道歉？你说清楚呀！韩灵咬咬牙，强忍着暴揍他的冲动，把台词改了一改。好，仙界第一帅哥，我错了，我不该质疑你。我相信你和绛寒仙帝是认识的了，这样行了吧？我和绛寒仙帝谁更牛啊？绛寒仙帝是自己的偶像，神圣不可侵犯那种，居然要自己亲口承认他不如这个性格恶劣又自恋的老山神，打死他都不想说。但是想到灭派危机，还想到这么多同门，偶像也只能先委屈一下了。韩灵一边心头滴血，一边闭着眼睛违心的喊了：“你比绛寒仙帝更牛逼，更厉害！”哎，这还差不多嘛。陈哥心满意足，还不信压服不了你这么个小雪人了。但其他雪灵族人就不满意了呀。作为雪之规则的主宰，绛寒仙帝在雪灵族许多人心目中地位很高，和韩灵一样，他们平时也把这位仙帝当成了偶像。要不是强敌在侧，他们恐怕都忍不住指责韩灵胡说八道，对主宰不敬了。管敖倒是没什么感觉，死到临头还在做梦，怎么着？你们指望绛寒仙帝突然出现救救你们呢？失心疯！他不耐烦地挥手，干掉他们！话音一落，所有海族高手同时扬起了兵器。而另一边，雪灵族人或悲愤或不甘地想反抗，又或者痛苦地闭上双眼等待死期。一场毫无悬念的屠戮眼见就要发生了。突然间，在场所有仙王层次的海族高手齐齐从高空跌落下来，没有抵抗，没有战斗，就那样莫名其妙地失去了性命，没有半点声息。高空中5名准帝大惊了。来这里之前，听说极盛宗40多人死在了雪灵宗，管敖是有过一丝疑惑的，好歹几个仙王怎么就全军覆没了呢？但这些疑惑很快就被九彩天青山的诱惑给掩盖了。他不认为堂堂准帝进入一个小宗门能遇到什么抵抗，更不存在什么危险。而现在他终于见识到了，谁？
他才刚刚暴怒大吼了一声，喉咙就像突然被人掐住了一样，再也发不出声音了。透明的仙魂右手轻松突破他的仙魂和仙宝防御，入侵他的魂海，几乎没遇到任何的抵抗。那手随意一挥，就将他的仙魂搅得七零八落。管敖一身准地级的实力根本来不及发挥，只觉得眼前一黑，脑袋剧痛。与此同时，他和龟子烙印之间的联系仿佛被掐断了，压根儿没有逃离的机会。成哥甚至没有给他产生后悔念头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摧毁了他整个人。管敖最后的意识也被泯灭了，陷入到了永恒的黑暗中。他倒下时，其他4名海族准地也都同时倒下，没有任何的悬念。对成哥来说呀，这个战绩微不足道。去玄界之前，他杀准地就已经只需要仙魂冲击就能搞定了。这个层次在其他人面前崇高而又强大，但在他面前和仙王仙尊分别不大，都是能够秒杀的炮灰。其他人可就不淡定了。当看到包括5位准地和70位仙王在内的所有海族全都在短短1秒内阵亡，韩灵忍不住当场尖叫：死了！真的全都死了！尽管之前稍稍有了期待，但真发生这一幕，他还是难掩自己的震撼和狂喜。这也太强了吧！他连忙传音给成哥，以表达内心的激动和难以理解。我的天啊，你怎么做到的？那可是5位准地啊，就那么死了？这反应让成哥很满意，小样的，哥还征服不了你个小雪人了啊？要不然呢？妈呀，天哪，你究竟是有多强啊？不是说勉强算是准地吗？韩灵叽叽喳喳传音，都快语无伦次了。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是真的？装叉之心得到充分满足的成哥故一副轻描淡写的语气，只是干掉区几个小准地而已，微不足道。就这点小事你都激动成这样，没见过世面真是。韩灵明知道他在继续装叉，但此时的他已经无力反驳了。雪灵宗都还没有准地呢，5位准地就这么死在他的面前，对他造成的冲击力那是颠覆性的。而此时其他人才如梦方醒，刚刚发生什么了？海族高手全灭了吗？我们得救了吗？一脸茫然呢。再仔细检查，确认管敖等人真的死了透透了。韩荣、韩卓等高手不约而同的欢呼起来。刚刚海族想要干什么，他们一清二楚。虽然抵抗不了，但内心的愤怒和痛恨到了极致。现在看到这帮人恶有恶报，当然是喜悦无比。整个韩灵宗上下都泛起了劫后余生的欢快气氛，到处都在欢呼。然后很快，所有人再次陷入了那深层的思考：刚刚是谁杀死海族那么多强敌的？这个问题要是搞不清楚，他们着实难以心安呢。没有任何致命伤，仙魂全灭，没有任何战斗，能做到这种事情应该只有先帝了吧？不可能啊！如果先帝降临，那早就应该现身了呀。本集第706集，万灵殿。这一次敌人全灭就发生在韩荣等人的眼皮底下，但他们还是一点看不懂，这让他们很容易联想到了上次极圣宗的全灭，同样是没经历战斗，没有任何的伤痕。老实说呀，韩荣、韩卓等高层也没和先帝打过交道，更没见过先帝出手，他们也不知道先帝能不能一击干掉那么多准帝和仙王啊！究竟是哪位前辈救了我们呢？所有人终于再次把目光对准了韩灵。当时他喊了2嗓子，大家都听到了，是山神。面对掌门和长老们的询问，韩灵也挺委屈的。你上次我就说了，问题是你们也不信呢，反而把我当成了疯子。真的有个山神，你们要相信我。这次呢，韩荣和韩卓等人不信也得信，他们连忙将韩灵带回大殿，仔细的询问。成哥对此也表示无所谓。于是韩灵在诸位长老的询问下，一五一十将自己和老山神结识的过程说了一遍。得知这一切之后，韩荣、韩卓等人全都懵逼了啊！感情这段时间自己的宗门里一直有一个这么可怕的强者存在，而自己居然毫不知情。这么大的事，你咋不早说呢？韩荣得知情况之后，整个人坐立不安了，想想都可怕呀！一尊能秒杀准地的恐怖强者就在身边，这感觉就像是一窝兔子和猛虎住在了一起，瑟瑟发抖，有木有啊？对他的指责呢，韩灵欲哭无泪。众长老一时间面面相觑，这要不是发生在眼前，真的没有人会信的好吗？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是啊，我们贸然将他搬来雪灵宗，会不会招来他的怒火呀？完犊子了，要不我们逃吧？对，逃离长寒岛，避避风头啊！虽然这宗门驻地是祖宗的基业，但相比于活命，其他都是虚的。看到慌成一团的长老们，韩灵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个老山神有那么可怕吗？倒是掌门韩荣稍稍镇定了些许。都先别慌，慌鸡毛，还没到那一步呢。如果他对我们有敌意，那今天在座诸位早都是了，何必要等到将来？众人一想也是啊，没错，这位山神前辈杀了海族所有人，但一个雪灵宗门人都没杀，这足以说明他对我们并没有杀心呢。稍稍放下心来的同时，新的问题摆在了面前。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千万不能得罪他，那是肯定的呀。可问题是我们已经通知了万灵殿那边呀。万灵殿类似于仙界的仙盟和魔界的圣殿，
算是灵界一些顶尖部分和势力共同组成的联盟，有数位大帝坐镇。雪灵山通知那边是为了将这九彩天青山卖给万灵殿。最初呢，他们的首选目标其实是天书阁。天书阁价格公道，而且没干过巧取豪夺的事。但雪灵宗地处灵界，将这么一座至宝卖出去，万一传开了，将来他们在灵界还怎么存活呀？卖给万灵殿，虽然价格肯定会压得极低，但安全呢，没准将来还能被万灵殿罩着。而现在得知这座山是活着的，他们感觉自己可能做错了什么了。山神前辈，我们真是不知情啊！如果早知道这座山有您坐镇，那我们绝不敢动任何心思。你原谅我们呐！后山那边，韩荣、韩卓等人跪了一地，不停地对着九彩天青山磕头请罪，生怕山神大爷会发怒。万灵殿已经知道消息了，可能最近就会派人过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陈哥差点被这群活宝都乐了呀！你们还真会操作呀！不过呢，他也无所谓，万灵殿就万灵殿吧。正好自己当初被骗进虚洞，背后就有灵界几尊大佬的影子，这笔账也该算了。行了行了，这事啊，你们就别管了，等他们到来，再由我亲自处理。听他这么一说，众长老如蒙大赦，连连告谢。之后呢，陈哥又下令将之前的2站的战利品都收好，他将来脱困了，可能是用得上的。雪灵宗长老们自然不敢违抗。由于陈哥平时只和韩灵交流，他们还立即将韩灵破格提拔到了内门长老的身份。这小雪人呢，也算是一步登天了。而在另一边，万灵殿确实得到了雪灵族的消息，不过呢，没人当回事。九彩天青山，这雪灵宗疯了吧？编这瞎话，戏耍到万灵殿头上了。接到消息的那名万灵殿的准帝执事，原本还想教训一下雪灵宗的，但那么小的一个宗门，他有点提不起劲头来劳师动众，压根不配让万灵殿出动人手啊。于是呢，他转眼就把这事抛在脑后了。但可惜万灵殿这边没在意，另一边的海族却炸开锅了。与之前被灭的极圣宗一样，留守海族的族人在发现前去的高手被团灭之后，也陷入了恐慌。虽然不知道雪灵宗怎么办到的，但5位准帝呢是真的死了，生怕被报复的他们，最终选择了和极圣宗相似的解决方式，找更强的帮手。海族找到的是云波宫，这是一个拥有30多位准帝的大型宗门，关键呢，他们还有一位先帝坐镇。放在仙界，这种宗门其实不够看的，还比不上无极洞天呢，更别提天剑宫和碧落星宫这种层次了。但在灵界，这已经是数得着的庞然大物了。海族算是水灵族的一个分支，而云波宫内有30%高手都是水灵族的，勉强也算亲戚了。当海族来人透露九彩天青山的消息之后，云波宫这边的反应和上次管敖等人没什么分别，都是不相信。最后在看到刘影仙气上的影像之后，也同样陷入到了震惊和疯狂中。只不过呢，他们没有灭海族的口，毕竟海族人太多，也灭不完呢。雪灵族竟然能找到那么多九彩天晶，这也太神奇了！这山怎么冒出来的呢？不管怎么冒出来的，反正必须属于我们云波宫。他们也理所当然的把雪灵宗给看扁了。本期第707集，争先恐后的大帝们。当看到32位准帝齐齐出现在雪灵宗，韩荣的心情是崩溃的。灭了极圣宗来了海族，灭了海族来了云波宫啊！你们这套娃的搁这啊！我们这小庙真的承受不起这么多大佬的光临呢。他看了一眼不远处刚刚被修复起来的护宗大阵，现在呢，大阵又被人强行轰破了，透着满满的无奈和绝望，仿佛无论谁来这里都能在他身上宣泄一下。拜托呀，给我们大阵一点尊重吧，好歹是一个宗门最顶尖的战略级的设施啊！啊，你以为你们光摇的呢？不是啊，这对呀。未知各位前辈到来，有失远迎，还望恕罪。为首那名云波宫的准帝后期掌门开场很标准化，上来就是兴师问罪。你们雪灵宗好大胆子，竟敢谋害海族精英，如此行径，人神共愤，天人共怒。韩荣听这些台词，发现自己居然没什么愤怒了啊，反正都是当强盗，还要立个牌坊，找点冠冕堂皇的理由嘛。而自己呢，也抵抗不了。等到那名准帝后期开场那套问罪流程结束了，他很乖巧的主动献宝啊，是啊，我们有罪，为了赎罪，我们想将最近得到的一座九彩天青山献给云波宫。这话呢，其实是成哥让他这么说的。他最近靠着雪灵宗的仙境矿脉恢复的挺快的，但仙魂恢复后要反哺仙体，所以呢，仙魂的杀伤范围并没有扩大太多，只是保持在1000丈的范围。唯有在那个范围内，他才能干掉来犯的敌人。韩荣这句话显然是极大出乎了云波宫一众长老的意料。他们杀到这里还准备了很多后续台词呢，比如要站到道德的制高点，将雪灵宗打成反派，将覆灭雪灵宗变成一件主持正义的事情，最后主持完了正义，顺便带走一点战利品，理所当然，对吧？哪知道呢，这韩荣直接跳过这些流程，主动提出献宝来，这让他们差点卡壳了。是吗？这云波宫掌门轻咳了一声，带路吧。雪荣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上次是5位准帝，这回呢32位，尤其这位还有好几个准帝后期呢，就这个阵容，就算先帝来了也得喝一壶吧。那位山神前辈真的能搞定吗？1分钟之后，韩荣得到答案了，能。
云波宫32名准帝来到后山，飞到九彩天青山面前，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狂喜和感叹呢，就咵嚓一下团灭了。同样是没有经历任何的战斗，身上没有任何的伤痕，就陨落了，而且是同时陨落，一个不落。整个过程简单的令人发指，看起来就像是这些人主动进了毒圈一样。那么多的准帝，那么轻而易举的嘎了，韩荣、韩卓等人差点吓拉了尿了呀！他们已经无法想象这是什么手段了，只知道强的离谱呀。那个山人前辈，这接下来帮忙收集战利品之后，韩荣又小心的请示陈哥了。云波宫北面那边还有一位京海大帝，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行了，这事你不用管了，反正有人来你就带到这儿。另外呢，通知天书阁那边过来交易。海族修炼用大部分的资源他也用不上，还是和天书阁交换一下比较划算。行，好嘞。韩荣也不知道这山神能不能搞定先帝，但是呢，他很清楚这件事早就已经不是自己所能影响的了。从这位山神前辈干掉极圣宗所有高手开始，视线就朝着不可预知的方向狂奔了。他们这些人像是坐上了一辆失控的列车，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韩荣以为接下来那位京海大帝很快就会杀过来了，但这次呢，他错了。3天之后，正在闭关的京海大帝不得不出关，因为他的云波宫的中流砥柱都死光了。这位灵界大帝立即陷入到了暴怒之中，但是呢，他没敢杀过来。开玩笑，韩荣不识货，他作为先帝还能不识货吗？能一举斩杀32位准帝，那是什么概念？至少他本人是办不到的，贸然杀上去肯定得嘎呀。所以呢，他选择了找万灵殿出面。得知云波宫所有准帝全军覆没，万灵殿几位首脑，比如浑天大帝玄气大帝都震惊了。灵界高手可没有仙魔2界那么海量，一下死掉了几十个准帝，伤筋痛骨呀。而得知这些人是被雪灵宗干掉的，这帮大帝又陷入了疑惑。这雪灵宗是什么来头？没听过呀。雪灵一族我好像有所耳闻，是不是一个修炼血之规则的小部族？他们怎么可能干掉32位准帝？不止32了，据说之前海族有5个也折那儿了。我的天哪！大帝们惊诧莫名，但对于帮助云波宫报仇这事，他们兴致并不大。玄机大帝好奇地问了：所以海族和云波宫为什么要进攻雪灵宫那么一个小地方呢？京海先帝也知道瞒不住了，于是一五一十的将那九彩天青山的消息说了。这一下整个万灵殿都轰动了，所有大帝都无法淡定了。竟有如此至宝，这还了得！重宝在前，大家的态度突然变得积极了。那这事儿我们可不能不管了，要不然雪灵宗那么弱，怎么可能杀死那么多准帝呢？他们一定是勾结了邪魔2界的外敌，甚至可能和玄界来人串通一气。没错，这件事会危害到灵界，我们不能不管，必须要铲除雪灵宗这个毒瘤。欢天大帝啊，我看这次你就别参与了，不如交给我处理吧。玄界大帝，你这什么话？灵界动乱，本地岂能退缩呀？自己不去，那九彩天青山可就没分了呀。雪灵宗并不强，2位前辈完全可以作战后方指挥，我和京海大帝前去破敌，定将那雪灵宗剿灭。幽梦大帝此言差矣，保卫灵界人人有责，我们必须共进退啊！一时间群情激昂，大家都踊跃报名，要为云波宫报仇，为海族雪恨。至于极圣宗呢，那早就被遗忘了，压根没人提呀。本期第708集，雪灵宗的底牌。当万灵殿要大举进攻雪灵宗的消息传开，整个灵界绝大部分人都是一头雾水。雪灵宗哪儿冒出来的？怎么突然就得到这么多大佬的恩宠呢？一时间，无数人开始打听这个雪灵宗了，想知道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需要这么多大帝联手才能抗衡。等到得知这个宗门的底细之后，所有人内心都是荒唐的。就7个仙王，准帝没有，更没有仙帝坐镇，这和大家一开始想象的画风差距太大呀！原本还以为这宗门至少得10个8个仙帝坐镇，结果呢，就这。这究竟是什么情况？这个雪灵宗是做了什么孽呀？按理说他们也不配这么高的待遇呀。为什么我突然觉得他们很荣幸呢？确实荣幸的，能被这么多大帝联手光顾，就算是死了，那也能扬名个几十亿年呢。如果韩荣听到这些议论，一定会气得咆哮：你荣幸？你全家都荣幸？臭不要脸！你祖宗18辈都荣幸，那才好呢！难道他们不小心干掉了几位大帝的私生子吗？要不然实在无法理解。但是对付区区几个仙王，用得着万灵殿倾巢而出吗？派个准帝不就能横扫了吗？不管怎么样，这是一场天大的盛事，错过后悔一辈子。是啊，我还没亲眼见过大帝呢。那是，这次可算有机会了，怎么着也得先赶过去占个好位置。大伟哥，我也要去看看长寒岛是怎么被炸上天的。万灵殿虽然发出了檄文，但并没有立即出动。这么庞大的一个联盟，每次出征前都是要做很多准备的，比如情报侦查。外界看不起雪灵宗，大帝们纵横灵界数百亿年，岂会那般轻敌？无论如何，雪灵宗轻松斩杀了几十个准帝，这是事实。最关键的是，一个漏网之鱼都没有。
击败几十个准帝，浑天大帝和玄极大帝这2位顶尖帝境也能办到，但全部斩杀一个不留，他们自问还真的办不到。面对如此强敌，他们不得不慎重。一波波准帝级探子很快进入雪灵宗，将那里渗透的像筛子一样。别说雪灵宗有几口人了，就连这宗门有几头灵兽、几头坐骑，历代先祖生辰八字都被查得一清二楚。这帮探子甚至都亲眼看到了那座九彩天青山。他们真的只有7个仙王、225个仙尊、1362个金仙吗？哎，没错，这数字我们核实了很多遍，绝对错不了。没有隐藏高手吗？没有啊，雪灵宗历史上最强的一位先祖，也就是准帝初期，而且还在和仙界大战中阵亡了。这不对呀，一定有遗漏。能干掉数10位准帝，不可能没有帝境坐镇，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个。继续查，我怀疑他们真的勾结了仙魔2界或者玄界。那个层次的高手，探子怕是发现不了啊。那就去仙魔2界和玄界查查那些仙帝、魔帝以及玄界有名有姓的地玄8、9重的高手，有没有近期离奇消失的。万灵殿这边紧锣密鼓的备战呢，越来越多的灵界仙人赶到了长寒岛。这帮人倒是没有直接登岛，主要大地出手，没准毁天灭地，离近的有被误伤的风险。不过呢，那岛外面的海面上空乌泱泱一大片，漂浮行宫和飞舟层层叠叠，密不透风啊。甚至为了占一个好的观看位置，有人提前大打出手了。看到那围观的人群中还有准帝，雪灵宗掌门韩荣压力山大。就算万灵殿没打过来，光是这些围观群众都能将雪灵宗按在地上来回摩擦几百遍了。他这个掌门这辈子都没这么无助过呀。这帮人怎么那么闲呢？啊，我们被万灵殿攻打完，关他们屁事，一个个不远几里，屁颠跑来看戏。他们平时不用修炼吗？你说？一旁韩卓等长老也不知该说什么了。那个不管怎样，咱们雪灵宗也算是彻底扬名了。是啊，如今灵界大地从遥远的北岳峰到坎南沼泽，我们的名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韩荣差点被这群苦中作乐的长老气消了。怎么着？你们还得意了？啊？这种名谁爱要谁要，反正我他妈不想要。他就想活命，而现在呢，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那位从没见过面、只听过声音的山神前辈了。至于向万灵殿求饶，这条路早就通不过了呀。万灵殿放出话了，现在不可能会一剑不发就这么放过雪灵宗的。何况呢，海族和云波宫死了那么多人。前辈啊，万灵殿这次保守估计会出动7、8位大帝，这可咋办呢？啊，你说我们该咋应对呢？你说呢？在陈哥面前呢，韩荣还是非常的温顺乖巧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7、8个大帝又怎么了呀？陈哥压根没当回事，反正他快要恢复元气，打开九彩天青山了。何况就算恢复不了，不是还有复活卦吗？听到他这不以为意的口气，韩荣、韩卓等人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了。您这也太自信了吧？那可是7、8个先帝，不是仙王啊！韩卓脑袋瓜灵光一闪，忽然惊喜问：“莫非前辈还有帮手？”帮手？陈哥心说：“哥们出道至今，从来不需要队友的好吗？不过看这帮人个个六神无主的，怕是连觉都睡不好了。”向来仁慈的他不忍心看下去，于是编了个谎：“啊，没错呀，我有很多强力帮手，你们放心吧。”真的？韩荣等人喜出望外。这位山神前辈那么强，那他的帮手一定也是这个级别的。如果多来几个山神什么的，那这波估计稳了。但紧接着他没有疑惑了：“可是您一直在这待着，怎么通知您朋友呢？”我自有手段，不用操心了。区区几个仙帝就把你们怕成这样，搞得跟亡国了一样，成何体统？外面那么多人看着呢，他觉得这样畏畏缩缩很没有面子，于是下令了：“接下来呢，你们要大造声势，把咱们的台面给搞起来。”第709集，大帝们竟然怂了。大造声势，我们这小小一个雪灵宗面对那么多位大帝，已经在瑟瑟发抖了好吗？目前宗门没有直接投降崩盘，不是因为弟子们多么铁血忠诚，主要还是因为万灵殿不接受投降，再加上长寒岛被封锁，也逃不掉。就这局面，你让我们大造声势？就我们这区7个仙王，我造上天也没啥用啊。然而呢，山神前辈的命令摆在那儿，他们不听也得听。很快，外围那些围观的仙人们就看到里面有了大动静了。就见那岛上一个个飞行仙器被放了出来，每个仙器上都挂着条幅，上面的标语五花八门：打爆万灵殿，拳打混天老狗，脚踢玄极孽畜，雪灵宗战无不胜，犯我雪灵宗者没马。雪灵宗什么都不怕，就怕万灵殿不来呀。这些标语就漂浮在长寒岛的上空，到处都能看得到。除此之外呢，还有仙器传音，一阵一阵的放着应战宣言。在那宣言里，除了我们雪灵宗必胜，万灵殿必败这些基本台词之外，万灵殿所有大帝的全家也都被亲切的问候了18遍，可谓是雨露均沾，关怀备至啊。韩荣、韩卓等人反正也豁出去了，现在呢，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就算求饶，万灵殿也不会放过自己的。既然如此，痛快搞吧，对吧？过把瘾。他们是痛快了，外面的人可是轰动了呀。
这辈子没见过谁敢这么公开骂先帝的，尤其还一次骂了一窝。在灵界，万灵殿那是什么呀？那是最高的天呐！一直以来崇高神圣无比，无人对他不敬。这次呢，所有人都被刷新眼球了。哎呦我操！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疯了！这雪灵宗哪来的底气呀？这是人使的不够快，不够铲呢，这是啊！那么这下大帝们不给他们挫骨扬灰，都便宜他们了。他们竟然还向万灵殿宣战，谁给他们的底气啊？他们有个屁的底气，就那么几个仙王，还不够一个准地杀的。我看就是临死前发疯罢了。哦，这次算是来对了，想不到竟然能看到这种奇葩的场面，也算是10000年难得一见了。在这些纷繁议论之下，雪灵宗的战前宣言也被传到了万灵殿这边。得知自己全家都被重点关照了10几遍，饶是诸位大帝活了这么多年，心性天塌普京，也是被气得大动肝火。可恨！杀！立即杀过去！岂有此理！区雪灵宗不将长寒岛彻底毁灭，本地誓不为人。他们还算是仙人吗？如此污言秽语都用得出来？这群祸害，灭了他们！然而冷静下来之后，浑天大帝和玄极大帝却是停下了力竭出征的步伐。有诈！太反常了，一定有诈。这看起来就像是为了故意激怒我们，盼着我们早点攻过去。这岛上一定有天大的阴谋等着我们，必须先打探清楚他们的底细，不可贸然出动。这么拙劣的计将法，岂能骗过本地呀？哼，就让他们骂，咱们不理会便是了。以不变应万变，此乃兵家要旨。拖下去，他们一定会露出破绽的。于是呢，这群大帝开始自作聪明的和假想敌斗智斗勇。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看到雪灵宗这明目张胆的侮辱和挑衅之后呢，原本所有人都以为第2天这个宗门就会成为历史，整个长寒岛都会被炸上天啊，不对，会被打成漫天的烟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发现自己好像猜错了。这些天万灵殿没有动静，预想中的画面没有出现。这是什么情况啊？万灵殿被骂成那样了还能忍？别说大帝了呀，就算换成一个普通仙尊都不能忍吧？这也太奇怪了呀！怂了呗，大帝们怂了。说出这话的人，当天中午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可见大帝们其实一点不怂。有底牌的雪灵宗骂一骂也就算了，他们这些没底牌的围观群众也敢跟风诋毁大帝。岛内雪灵宗长老们原本也以为一番挑衅之后马上会迎来攻击了，没想到敌人没来，搞得他们也是这儿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是山人前辈故意的？一定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属吓唬住敌人了。山人前辈高啊！一时间，韩卓、韩荣等人对陈哥的敬仰犹如那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哪里知道陈哥打仗向来都是马，压根没用过什么战术。灵界风起云涌时，天书阁那边得到的消息，雪灵宗说是有一批8阶仙器灵宝、仙宝和灵族修炼宝物要出售啊。8阶的仙器仙宝无论放在哪儿，那都是一笔大单子的。如果不是灵界那边如今传得沸沸扬扬，现在天书阁的龙鳞、降寒2位仙帝也会一头雾水。雪灵宗是何方神圣？不过现在呢，他们自然是如雷贯耳了。别说灵界，其他5界目前都听说了这个小宗门了。这个宗门绝对有大秘密，底牌是一定有的，要不然他们也灭不掉云波宫。不过这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没错，我们的宗旨是中立，与这些恩怨无关。那这生意做还是不做呢？天书阁首脑们无论仙帝还是准帝都头痛了。如果是以前，他们肯定去了，对不对？你们打你们的，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即便万灵殿也得卖天书阁一个面子，除非他们将来不想和其他5界交流了，否则没有谁会刻意的为难天书阁。但今时不同往日，100万年前影族入侵，加上之后一批从玄界归来的高手，彻底改变了仙界曾经的格局。天书阁这个屹立数百亿年的老牌商会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危机，大量分会被影族毁掉，而战后新格局建立，一些强大的竞争对手也在各大势力的扶持下趁机出现了。天书阁已经不是唯一的顶尖商会，再加上庙宇这个轮回仙帝因为突破的原因正处在最脆弱的时期，如今天书阁用风雨飘摇来形容都不为过。本期第710集，帮手来了。天书阁的高层是有顾虑的，龙鳞仙帝忧心忡忡。雪灵宗被万灵殿视为眼中钉，如果我们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他们交易，极有可能会被万灵殿敌视呀。确实，如今的群仙会和圣心阁步步紧逼，实在不宜再得罪灵界首脑啊。群仙会和圣心阁是仙魔2界最近100万年崛起的新商会，这2家商会的背后站着的分别就是仙盟和圣殿。要放在以前呢，就算有这2家支持，天书阁的地位也无法撼动。原因很简单，
天书阁的信誉口碑和经营网是数百亿年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与他们交易，6界上至仙帝下到真仙都很放心。各界仙人要交易时，没必要冒着风险换一家陌生的商会，毕竟修炼界见财起意、贪婪毁约的很平常。但影族入侵对仙界各地造成了极大破坏，那段时期呢，天书阁各地分会据点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损失极大。战后百废待兴，天书阁交易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趁着这段空白期，仙盟和圣殿推出了自己的商会，并迅速壮大。如今3大商会抢夺市场，竞争很激烈。仙魔2界本土天书阁的势头已经被压下去了，而新出现的玄界那边，如今陆续出产了不少玄族人用不上，但对于仙人来说算是宝物的矿藏奇珍，这其中的利润极大呀。但可惜呢，天书阁和玄族根本搭不上线，反倒仙魔2界因为有不少高手在玄界生活过多年，熟门熟路，反而在和4大玄族的谈判中顺利拿下了这些生意。目前天书阁还能占着点优势的，也就是灵界、妖界、死界和蛮界的份额。如果不是和这4界的顶尖势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天书阁怕是已经垮了。如果我们得罪了浑天大帝和玄极大帝，那今后灵界的生意就寸步难行了。是啊，虚仙会和圣星阁这些年都在暗中拉拢他们的，雪灵宗还是不碰为好，就当没这事吧。然而呢，绛寒仙帝却不同意这做法。我们天书阁成立至今，还从没有将生意拒之门外的时候。不是我们选择对方，而是对方选择了我们，这也是我们以往备受信赖的原因之一。这次我们放弃和雪灵宗的交易，那下一次呢？这样下去，我们信誉口碑荡然无存，才真的会失去在其他4界的立足之地。殿内很快就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最终2位仙帝和数位准帝齐齐踏上传送阵，来到了一处秘境。这里正是庙宇闭关的地方，隐秘无比。时隔100万年，这个轮回了数次的女人已经再次修炼到准帝后期，距离仙帝境界一步之遥。当然了，这其中有成哥很大一部分功劳。那次帮天书阁炼制了大量的9品仙丹，算是极大的加速了庙宇的修炼进程。而面对龙鳞和绛寒抛出的这个难题，妙仙女给出的决定是做下去。于是当天呢，绛寒仙帝带着数位准帝连夜启程赶往了灵界长寒岛。他离去之后，龙鳞仙帝悠悠一叹，就怕得罪灵界之后，我们天书阁的处境会更加艰难。群仙会和圣星阁最近逼迫得越来越紧了呀。那2家商会背后有仙盟和圣殿，靠山高手如云，相比起来呢，天书阁实在是太单薄了。就算庙宇成功修到仙帝，怕是也逆转不了大师，毕竟在修炼界做生意需要有拳头保驾护航。漂浮在虚空盘错修炼的庙宇闻言微微一笑，你忘了吗？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盟友，只要他还能归来，一切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龙鳞仙帝知道他说的是谁，那个人确实无比神奇，无论炼丹术还是战斗力。消失之前那场覆灭天剑宫的战绩，更是让整个6界都为之震颤。然而呢，他都消失100万年了，他真的还能回来吗？龙鳞再次叹息了。而也就在这天，万灵殿那边也同样做出了决定。查过了，仙界那边除了常年必死关的10几位之外，其他仙帝都能找到。魔界那边一样，并没有哪个魔帝突然失踪。妖死蛮3界高层近期并未外出，那批从玄界回来的准帝也都还在原地。玄界那边地玄8重以上的顶尖高手，近期同样没有哪个突然消失的。万灵殿神通广大，这些旁人根本触碰不到的级别，他们依然能查到。仙界和玄界叫得上号的高手没有突然失踪的，那就是说呀，他们并没有去雪灵宗。既然雪灵宗没有那些与我等同阶的存在，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仙玄2界能威胁到你我的，也就是那寥寥数10人罢了。雪灵宗在虚张声势，真是该死，他们完了。就在这天，万灵殿正式宣布出征。这一消息一出，灵界上下再次热闹了。虽然不知道雪灵宗为什么会被攻打，但是也不知道万灵殿为什么要拖个10几天。但是这个大戏是真的终于要来了呀！不错，这可是一场空前的大战，都超过当年与仙魔2界大战的阵容了。大战？你竟然觉得是大战？嘿，这无非就是一场一面倒的碾压屠戮。我完全看不出雪灵宗能有什么抵抗之力。种种议论甚嚣尘上，待在岛内的韩荣、韩卓等人再次惊慌失措。山神前辈啊，您的虚张声势直接被敌人识破了。是啊，这下如何是好啊？您的帮手可曾到来呀？他们之前吸了陈哥的血了，真以为会有一堆其他的山神帮手过来助阵。这几天一直翘首期盼，脖子都等酸了，愣是一个没有，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成哥正打算说出实情呢，反正哥一个人就能搞定全场了。外面呢，却突然传来消息，天书阁绛寒仙帝和墨风准帝等人联袂而至。一听主宰血之规则的绛寒仙帝亲至，许多雪灵宗弟子挺激动的，这不偶像来了吗？但韩荣、韩卓等人却兴奋不起来，都生死关头了，谁还有心情管偶像？江掌门一听这都熟人，顿时大笑：“帮手这不来了吗？”本期第711集，你摸够了没？
众人一脸无语，这天书阁的人什么时候成了我们的帮手了啊？且不说天书阁永远保持中立，根本不会站在任何人一边，就算他们不中立，那跟你这个山神也八竿子打不着啊！绛寒先帝进入长寒岛，不出意外的引起了一场小骚动，外面围观仙人也是议论纷纷。天书阁这是为了生意不要命啊！天书阁向来中立，他们交易时冲突双方一般都会卖个面子，那是以前了。如今的天书阁今时不同往日，现在交易还可以选择群仙会和圣仙阁啊，那确实。明知道雪灵宗是万灵殿的眼中钉，还敢和他们交易，得罪了诸位大帝啊！将来他们在灵界的生意可就不好做了。反正噼啦啪啦一顿说吧。这些议论呢，绛寒先帝、墨风准帝都听在耳里，两人不由一叹。输了灵界高层，但赢了口碑，对天书阁来说也算是一次豪赌了。欢迎天书阁的各位前辈。同样是见到能轻易碾死自己的先帝和准帝，这次呢，韩荣、韩卓等人并没有丝毫的畏惧。原因很简单，天书阁呢是真正的生意人，从没有杀人越货的记录。哪怕对面只是个玄仙，而且最后交易不成，他们也不会出手的。你们的仙器、仙宝和材料呢？墨风准帝还是希望能早点做完交易，尽快离开，那样能把影响降到最低。但韩荣却没有立即将那批战利品摆出来，而是有些期待地说：“我们山神前辈有请你们，可否先行一见呢？”山神？墨风准帝有些不耐。什么山神？莫名其妙。我们来这里是交易的，不是来会客的。他可不想在雪灵宗浪费太多时间，万一拖下来，万灵殿打过来怎么办呢？到时候双方见面，那真的就不好说了。看到天书阁在这儿，浑天大帝和极玄大帝肯定会迁怒的。韩荣还以为他们没听懂呢，补充了一下：“就是那个九彩天青山的山神呢。”什么九彩天青山？墨风准帝沉下脸：“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天书阁还没得到那座山的情报呢。”他这句话让韩荣、韩卓等人心直接凉了半截了。完了！天书阁的人压根没听过山神前辈，什么帮手？你搞了半天你是胡吹大气，你骗人的呀！一瞬间呢，成哥的信誉度直接降到谷底了。元代的雪灵宗众长老呢，仅有的一点微弱的信心也没了。他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成哥这个山神身上的。现在发现山神是个骗子，那不还得轰然倒塌吗？倒是绛寒先帝微微提起了兴趣。九彩天经？你们这里还有九彩天经？他直接忽略掉了那个山字。见他有意前往一见，韩荣等人连忙点头，殷勤的就像导购员。是啊，我们有九彩天经。墨风准帝也改变主意了。那如果真有九彩天经的话，这次来倒也值了。9阶仙甲，其他材料不算太难凑齐，唯独的九彩天经极端困难。你们有多少？即便只是鸡蛋那么大，那也是稀世奇珍呢。韩荣、韩卓互望了一眼，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形容。就是很多。墨风准帝皱眉，觉得对方可能是夸大其词了。片刻之后，他们来到后山，看到那座庞大的九彩天青山，整个人都陷入到了漫长的呆滞状态。别说是他呀，绛寒先帝也完全无法淡定。这怎么可能？如此之多的九彩天经，这不合理呀！他抚摸着山体，仔细感知探查，整个人都癫狂了。作为天书阁的三当家，他在鉴宝方面算是专家级的，对于此道本就很痴迷，以至于一旁韩灵和其他弟子崇拜仰慕的火热视线都被他完全无视了。片刻间，他和墨风准帝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情。难怪万灵殿要攻打你们，原来如此啊！有这么一座宝山，谁能忍住诱惑呢？就连他们这些人刚才都差点兴起了贪婪之心了。这座山，你们要卖吗？他的声音颤抖。九彩天青是制作9阶仙甲的关键材料，而9品仙甲是不存在出售这种事儿的。这个级别的仙甲，就连仙帝都不是人人都有，根本买不到。如果能将这座山买回去，那对天书阁的意义可就重大了。将来天书阁就将成为仙界唯一能稳定出售9品仙甲的商会。光凭这一点，就再没有任何势力敢和天书阁撕破脸。韩荣知道他在想什么，也只能苦笑抬手。这事我们做不了主。同样无法淡定的墨风准帝急声追问：做不了主？雪灵宗都是你们的，你怎么做不了主？你先开个价。这座山除了我们天书阁，也没几家能吃得下去了。韩荣正要开口呢，成哥的声音忽然传来：行了啊，这山是我的，绛寒老妹儿绛寒老妹儿，你摸那么久了，你摸够了没有？突如其来的传音吓了天书阁众人一跳。谁？是谁藏在暗处？绛寒先帝和墨风准帝等人还以为进了阴谋埋伏中呢，连忙祭出兵器，警惕四下观望。成哥不禁揶揄：哎呀，才几百万年不见，你们就忘了哥了吗？早知道当年不帮你们炼丹了。这熟悉的声音，再加上100万年和炼丹的提醒，绛寒先帝、墨风准帝终于反应过来了。是你，江掌门。你竟然真的还在世？他们那叫一个喜出望外，简直就像听到了亲人的消息。不过这也正常，在天书阁高层眼中，江掌门和妙宇有一腿。
那本就算是半个自己人了，而且他们还是隐藏的盟友。最重要的是，他的炼丹术出神入化，无人能及。只要有他帮忙，天书阁无论如何垮不掉。本集第712集，不是我杀的。虽然不知道江掌门是啥意思，但韩荣等人同样也是喜出望外啊！感情这山神前辈没说谎，他和天书阁的人还真有交情，而且看绛寒先帝的反应，这交情挺深呢。江掌门，你身在何处呢？快快出来现身一见呢！我们这些年可都盼着你归来呢。他们这激动热情的劲儿，把陈哥都给整懵了。自己和天书阁的人是认识，但主要熟悉的人是妙宇呀，和其他人也没熟到这个地步吧？哎，行了，那个我最近出了点问题，差不多得明天才能出来。陈哥将自己目前的处境微微说明了一下。绛寒和莫风也是惊愕无比，被九彩天青山困住，还有这事吗？真的能出得来吗？当然啦。那你出来后，这座山会不会毁灭掉？他们还挺眼馋这九彩天青山的，当然不至于毁掉，不过这山是我的，程哥可不会白白吃亏的呀。天道阴了他一下，那总得给点报酬吧。这座九彩天青山从头到尾他就没打算给过别人。是您的，您看将来能不能分一点给我们？绛寒先帝提出了自己不太成熟的建议，莫风准帝呢也蹙着手媚笑啊，是啊，咱们都是一家人呐。程哥不由啼笑皆非，我什么时候和你们成一家人了呀？绛寒先帝不能忍了，他顿时柳眉倒竖。江掌门，您和我们总会长不是有一腿吗？难道你要吃干抹净不认账？莫风准帝也跟着帮忙。就是啊，江掌门，难道你要做那人人唾弃的渣男不成？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在谈生意了。谈这一门有关九彩天青的生意，打感情牌也是为了以最低的价格多拿点九彩天青。程哥心说，我和妙宇也没到最后那一步呀。所谓有一腿，那都是自己以前口嗨呀，想不到现在反而被对方当成了有利条件，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呢？他只能含糊的表示以后可以商量。一旁的韩荣、韩卓、韩玲等人已经听懵了。哎呦，原来这不是山神，而是一位强大的高手江掌门被封印在山里了。我的天哪，此人本体被封印着就能隔空干掉那么多的准帝，这究竟是何等实力呢？另外，他居然和天书阁总会长有一腿。天书阁总会长那是谁呀？好像是轮回仙帝吧？那可是一尊足以排进整个仙界前10的顶尖大帝。哎呦我去，竟然能将她变成自己的女人，太彪悍了，太强了啊！努力都快赶上海洋了呀！这一刻，他们对程哥的敬仰之情已经泛滥到不可收拾了。啊，对了，这里还有一位小朋友很崇拜你呢。程哥没忘了韩玲当初的帮助，还特意拜托了一下绛寒先帝，你给他签个名吧，啊，满足一下你的小粉丝儿。签名那是什么呀？绛寒先帝虽然不明白，但这种小事也没有必要拒绝。眼见自己从小到大的偶像转过身，笔直朝自己走来，韩玲差点激动的昏了过去，她眼泪哗哗的。一旁其他雪灵族人无比羡慕的看着他，恨不得当场代替他，哪怕下一刻死了也愿意啊。你就是韩玲？雪人身躯不高，绛寒笑盈盈蹲了下来，摸了摸他的脑袋。你这次做的很不错，有什么愿望说出来，我可以满足你。别说是其他雪灵族弟子了，就连韩荣、韩卓眼珠子都红了。那可是一位先帝的许诺，而且还是修炼他们血之规则的先帝，毫不夸张的说，那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神。被无穷幸福感包围着的韩玲已经快要失去思考念头了，她甚至说不出话，脑袋里唯一剩着的那个念头就是原来的老山神没骗自己呀，他真的认识绛寒先帝，而且很熟。然后呢，他很不争气的嘎晕了。绛寒一边将这小迷妹交给了韩荣，一边悄悄传音：我这样出力配合你，九彩天金总该多送我们一点吧。程哥差点被他气死。哎，不是，就你们这些生意人还真是完全不谈感情啊，连这都能当成讲价的筹码吗？绛寒对了回去：是你不将我们天书阁当成一家人的，那还是我的错啦。当然了，你要是多送点九彩天金给我们，咱们就能好好谈感情了。你眼里除了宝物还有别的吗？你作为总会长的男人，能对他好一点吗？这么斤斤计较。两人随便吵了几句，最后还是谈到了眼前的正事。万灵殿那边你打算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嘿，当然是打一场啊。你还真打算和他们开战呢？在他看来，完全没那个必要。就算你想保住雪灵宗，那也不难呢。现在撤离这里也来得及，我们在灵界还有隐秘传送阵，足以将这里的人转移走。转移？哼，别人难得主动上门送宝，我怎么能不笑纳呢？送宝吗？你管这叫上门送宝？对啊。你还有脸说我眼里只有宝物？我看你才是为了宝物不要命了吧？
江寒对这战并没有信心，浑天大帝和玄极大帝分别执掌空间规则和幻之规则，这都是强力的规则。这2位老牌大帝实力都能排进整个仙界的前30位，他不得不确认一下成哥以前的战绩。当年天剑宫那一战，你真的一举独自击杀了包括太霄仙帝在内的8位大帝吗？如果那战绩没有水分，那这次倒也不是没得打。尽管天剑宫的阵容其实还比不上如今的万灵殿那般强盛，天剑宫换在以前，成哥也就默认了，顺便给自己脸上贴贴金。现在嘛，他的实力也不需要那虚假的战绩了。其实那次太霄仙帝等人是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不是我杀的。什么？江寒再次惊呼了，居然不是你！那战绩一直都被记在江城的身上，流传至今。100万年前，成哥之所以被6界联手骗进虚洞，最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内战，一己之力干掉了8位仙帝的战绩太过骇人听闻了，把6界高层全都吓到了。他们当时不敢再让成哥活下去了。结果现在呢，他听到什么呀？那战绩居然是假的。本集第713集，天书阁不中立了。怎么可能不是你？江寒仙帝觉得这辈子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那确实不是我呀，我是无辜的。那次从天剑山出来，听到他们的死讯，其实我也觉得莫名其妙的。江寒可是笑不出来了呀，这已经不是战绩有水分了，这压根儿不存在战绩呀。他一脸难以理解。可是后来，你不是当着碧落星宫的人承认了吗？那不是看他们不爽，故意吓唬他们一下吗？吓唬？就因为这？对啊。你疯了吗？就因为这么一个无厘头的原因，你就主动背上这么一大口黑锅上百万年。江寒完全无法理解奇葩的脑回路。那你完了。是啊，我完了。哎呀，交易结束，你就可以离开了。反正呢，他向来独自装叉，不需要什么队友。江寒沉默了。离开后山之后，他点开了传讯仙器，联络上妙宇和龙鳞仙帝，将这里的情况以及刚才江城的话全都报了上去。九彩天惊山，江城，这2个重磅消息让另一边的2人都直接惊叫起来。他竟然真的回来了。江寒请示了一下妙宇，我现在是否该回去了？另一边龙鳞仙帝也是忍不住吐槽，这家伙简直不知死活呀！啊，或许他有特别的方法从万灵殿的围攻中活下来吧，但我们的人留在那里太危险了。然而下一刻呢，妙宇就否决他的看法了。不，江寒，你们务必要留在江城身边。为什么？龙鳞和江寒都不解了。江城明显是自寻死路，天书哥没必要陪他一起胡闹吧？妙宇淡淡说了，因为这家伙从来就没有吃过亏。他和江城共事很多次，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他做外人看起来毫无把握的事情，但每次他都能创造奇迹，1次2次的还能用巧合来形容，那次数多了可就不是巧合了。这次万灵殿的阵容确实极为强大，就连妙宇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但他知道只要江城觉得自己有把握，那他就一定能获胜，自己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妙宇沉声说了，你千万不能走，这是得到他信任的绝佳机会，坚决站在他身边，将来天书阁才能得到他的帮助。群仙会有仙盟，圣仙阁有圣殿，两者皆是高手如云。我们天书阁想要与之抗衡，必须也要有自己强力的靠山。江城就是最好的人选。靠山？就江城一个人，还是强力靠山？龙鳞和江寒觉得他有些严重了。既然天剑宫那场战绩是假的，那他就没有传说中那么强了。是啊，我觉得不值得赌呀。这是我的命令。妙宇丢下这6个字，于是龙鳞和江寒再也没有其他话了。仅仅1天之后，万灵殿大军终于杀到长寒岛的上空，但见那旌旗蔽空，霞雾蒸腾，一尊尊散发着强大气息的大能踩踏着云彩纷至沓来，宛若那高天之上无所不能的神奇降临。而在他们身后，万灵殿10余万大军杀气腾腾，凝成了一道道血色烟柱，直冲九霄。围观仙人无不惊骇，纷纷退避，只敢远远地躲在云层后方，用敬畏的眼神小心翼翼地观瞧。在他们看来，这次雪灵宗是真的在劫难逃了。下方的绛寒仙帝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没办法，妙宇下令了，他只能硬着头皮迎上去。为首的浑天大帝和玄极大帝看到他，不约而同露出冷笑。天书阁，绛寒，你们还真是胆大包天呢！明知道我们要对付雪灵宗，还跑来交易，这是不把我们万灵殿放在眼里。看来今后灵界的主要交易伙伴可以换成群仙会了。果然，如今有了新的选择，他们并不太把天书阁当回事了。绛寒仙帝暗叹了一声，随后抬头迎着那群人缓缓抽出了随身的仙剑。我们天书阁决定与雪灵宗共进退。随着这句话一出，身后墨风等6名准帝也齐齐拔剑，摆出了迎战的姿态。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不光浑天大帝、玄极大帝等人同样一脸错愕，仿佛听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话。在他们想来，自己等人威胁一下，绛寒一定会马上跌头服软，然后找点理由认个错，最后灰溜溜离开。毕竟天书阁做生意的，和气生财，
何况有群仙会和圣星阁的竞争压力，他们怎么舍得丢掉灵界这么大一块市场呢？谁曾想，降寒不但没认错，反而说出这么一句话。旋即大帝有点怀疑这是不是时空错乱了，他忍不住质问：你们天书阁不是中立的吗？仙界历史上那么多次的争端和大战，天书阁从没亲自下场，这次吃错药了吗？血灵宗值得你们打破维持了数百亿年的原则吗？他们先是不解，紧接着恍然大悟了。哦，本帝知道了，原来是因为那天津山呢。哼，什么原则？只是代价不够大而已。为了那座山，你们天书阁也忍不住了吗？降寒懒得辩解，隔空朝着前方挥出一剑，顿时漫天雪花飞舞，每片雪花都带着致命的威能。不过在几位大帝面前还算不得什么，雕虫小技。但见旋即大帝抬手，所有雪花突然停了下来。空间封锁之下，每片雪花都在凝固在原地，而在后方空间之力的切割之下，慢慢的消融。但另一方面，在场每个人无论身在高空还是前方，行动全然不受阻滞。万灵殿大军并没有被那空间封锁影响到，给人的感觉空间并无丝毫变化。如此诡异的手段已经神奇到了极点，除了空间主宰，其他修炼了空间规则的准帝根本不可能办到，更不可能如此轻描淡写。远处那些围观仙人叹为观止，只剩下膜拜仰望。而此时呢，前方降寒墨风已经消失不见。血灵宗就那么大，浑天大帝锐利的双眸一扫就看到他们的位置，同时看到了他们身边的那座被幻阵阻隔的九彩天青山。本集第714集破山而出。九彩天青山果然是真的。浑天、玄极、惊海、幽梦等10位灵界大帝迫不及待冲到下方。反正对他们来说，所谓埋伏陷阱什么的早就没有意义了。当初为大帝和准帝直面那座雄伟壮阔的天青山时，哪怕早就得到消息，也还是难掩心头的震撼和激动。这足以改变整个仙界格局的宝物价值已经无法衡量了。这么多的九彩天青，将来能打造出多少成品的9品仙甲呀？怕是到时候灵界的许多仙王都有机会得到了。而一个9品仙王若是穿上了9阶的仙甲，准帝出奇狂轰1个小时也没法破防。大量装备后，对任何势力都是脱胎换骨的提升。万灵殿的实力也将会急剧的攀升，虽然还是扛不过地境众多的仙魔2界，但足以将妖界、死界、蛮界远远的甩在身后了。此山乃是本帝的，什么女的，我的，都下去！这帮大帝都失去了战斗的欲望，直接开抢了呀。至于远处的降寒墨风和寒灼寒融，早被他们无视了，用得着问他们的意见吗？这宝物现在就是他们万灵殿内部瓜分的蛋糕，谁也别想染指。望着疯狂轰击那座九彩天青山的大帝们，降寒墨风等人一脸肉疼外加无奈。10位大帝的阵仗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可怕，江城真的能顶得住吗？他们都不知道妙宇为何能对他有如此高的信心。怎么看这天青山都要被大帝们瓜分，没有任何的逆转机会。他们绝望时，大帝和准帝们已经陷入到了忙碌的采矿中了。不过呢，过程并不顺利。九彩天青可是仙界最坚硬强韧的宝物，面对这么一座山，大帝们也很难撼动，只能一点点的用水磨的功夫。就在他们吭哧吭哧的忙碌的时候，整座天青山突然剧烈的震颤起来，轰隆隆的声响宛如火山即将爆发。发生什么了？这山怎么了？浑天、玄极等人连忙停下，仰头观瞧。下一刻，整座九彩天青山内部突然爆发出了一道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霎时间乱石横飞，无数九彩天青碎片激射而出，许多准帝来不及躲避，当场被击中，他们的仙甲随之凹陷，甚至出现破损，许多人面色一白，向后倒飞。而那些仙王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人当空吐血，身形萎顿。远处降寒仙帝、墨风准帝一脸懵逼，离谱了吧？这种普通的物理攻击，仙王应该早就能免疫了呀，怎么可能被打到，而且还被打成重伤呢？他们又哪知道，此时正是陈哥全力破山而出的时刻，50道玄门同时发力，哪怕碎晶只是他轰击时无意间造成的余波溅射而出，那种蕴含的威能也早已不简单了。一道浑身散发着金光的人影自下而上，直冲上空。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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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瞬间呢，所有人竟然无法看穿那种人影，哪怕执掌幻之规则的浑天大帝也不例外。他只觉得那金光中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威能，就连他都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紧接着，所有飞溅而出的九彩天青碎片齐齐的倒飞而回，场中只见一条巨大苍龙虚影席卷而过，龙吟阵阵，透着无尽苍茫的意境，带着无数的碎片划破虚空，飞快朝着那金色的身影汇聚。那个位置仿佛出现了一个吞噬一切的空间，将所有九彩天青碎片尽收一空，一丁点不剩。九彩天青，我们的九彩天青山去哪儿了？住手！谁敢抢九彩天青，找死！这浑天大帝、玄极大帝等人都急眼了呀！然而根本来不及阻止。当场中尘埃落定，金光散去，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个人他们从未照过面，但却一眼就认出。江城，江城，怎么可能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无论浑天大帝还是玄极大帝，瞬间变脸。
语气中都充斥着浓浓的京剧的意味。他们甚至无法稳住身形，接连倒退数步。活了数百亿年的大帝表情第一次变得慌张畏缩起来，因为这个人是江澄，曾经成为他们梦魇的那个人。说实话，哪怕在看到仙盟的九绝仙帝和圣殿的无悔魔帝，他们都不会这么失态。这就是江掌门的牌面，虽然已经消失了100万年，但他在仙界的威慑力依旧是无与伦比的。更远处，雪灵宗众人居然还没有认出他来，并不是每一个底层仙人都知道陈哥长什么样，但看到这位前辈一出场，所有高高在上的大帝居然主动后退，他们心底只剩下震撼和膜拜了。这是何等威势？他究竟是何人呢？绛寒仙帝知道浑天和玄极、幽梦、惊海等人为何会后退，任何人能独自干掉天剑宫8名仙帝，都能够震慑所有地境。可问题是那战绩是假的呀，他心里没底儿啊，只希望江掌门能借着余威唬住这些人，哪怕只是吓走他们也成功了。然而很遗憾，成哥第一句话就和他的期待背道而驰。你们想要九彩天经？很简单呢。他扬了扬手中那柄从炎族人那夺来被命名为紫炎的长剑，微微笑了笑。杀了我，只要杀了我就什么都有了。听到这儿，江寒忍不住想要跳出来给他来一套传说中的时光倒流，让他重新想好措辞再发言。你趁着当年威名尚在，你把人唬走多好啊！你还一个劲挑衅，你不闲的吗？你以为你是陈卓那个精神病啊？你打不过呀，你打起来实力露馅了个屁的呀！到时候都完了。他搁这焦虑担忧呢。对面浑天大帝、玄极大帝等人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皱眉了。他们的眼眸中藏着深深的忌惮。没错，他们反而被成哥这超乎寻常的底气吓住了。想不到你竟然还没死，真是祸害1000年。这次我们为海族和云波宫报仇，针对的并不是你。今日就算一场误会，将来大家依旧还能井水不犯河水。本集第715集，法则空间也无用。尽管大帝们说话的掷地有声，但谁都听得出他们不想和江澄交锋，这让韩荣、韩卓等人更加不可思议了。误会啊！之前还气势汹汹喊打喊杀，现在就把云波宫和海族被灭的事忘了，离谱呀！面对区区一人，屹立于灵界顶端的10位大帝怂了，这是何许人也？哪怕仙魔2界打过来，也不至于让这几位大帝如此吧？如果浑天玄极知道他们的心声，一定会说：那他娘的不一样，好吗？不一样！仙魔2界打过来，就算不敌，自己也能活命。而天剑宫那8名仙帝是怎么被杀的，到现在没人知道。见好就收吧。远处的绛寒不停在心头呐喊祈祷着，把敌人吓走，不战而胜，这已经是他期待过的最好的局面了。然而成哥显然领会不了绛军师的意图。误会？不，这绝对不是误会。那什么海族和云波宫的人就是我杀的，你们不是要报仇吗？来吧！你这所有人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绛寒差点想当场怒喷成哥的，不是你疯了呀？啊，你有病啊！你当对面真不知道那是你干的吗？人家揣着明白装糊涂，假装不知道，给自己找个退兵的台阶，结果呢，你把台阶踹翻了。这下对面想撤兵都不好撤了。果然呢，对面10位大帝的面色非常难看，那愤怒之色尽显呢。刚刚说了要为了海族和云波宫报仇，现在人家凶手主动承认了，你还要撤退，那就真的是一笑6界了。你还真是不知死活呀！浑天大帝恼火了，这家伙怎么那么头铁呢？你做人留一线道理不懂吗？真以为我们怕你？当年天剑宫群帝之死，谁知道有没有内情？更何况我们万灵殿也不是天剑宫之流能比的。他嘴上这么说，但行动上可不敢拖大，什么仙剑、仙甲、仙宝能发动全都记出来了，英魂血脉 buff 什么的也都先点燃叠了起来，把自己武装成了刺猬。成哥原本也打算立即开战的，但听到他也提起天剑宫，不得不停了下来。哎，等等，关于这个天剑宫啊，我有话要说。他觉得自己该好好澄清一下了，不是自己的战绩，还继续来给自己增加牌面，不道德。而江掌门显然是个有高尚情操的诚实之人。天剑宫那8个人不是我杀的，当时吧我也不知道情况，只是看无人认领，才好心的背了上100万年。现在该揭开真相了啊！这个望大家，周转通知转达到位啊！你不信谣不传谣啊！绛寒仙帝差点昏了呀，他崩溃了，怕什么来什么，这家伙是不是傻啊？海燕呐！明明可以无视的局面，硬生生被他玩成大事了，这下妥了，直接自爆了。没了天剑宫的战绩，浑天、玄极这些人压根不会忌惮你了，对方一点疑虑都没有了。现在你不想开战，对面都抢着开战了。天剑宫那8位仙帝不是你杀的？浑天大帝等人目瞪口呆，匪夷所思呀。成哥拍着胸脯点头啊，哥向来敢做敢当，是我的，我从不会不认账。众位大帝面面相觑，荒唐，不是你干的，你不早说呀？早知道不是你，我们当年也不用兴师动众把你推进那个虚洞嘞。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何况还有那9彩天青山呢？那可真是太遗憾了呀！啊，哎呀，遗憾呐！
原本惊疑不定的诸位大帝当时就有底气了，联想到之前的畏惧，旋即大帝都有些恼羞成怒了。差点被你唬住，真是可惜呀！幽梦大帝已经悄无声息地将自己的梦之规则覆盖出去了。如果当年的战绩是真的也就罢了，既然不是真的，那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站在我们面前大放厥词。100万年大劫已过，你不是劫心，真当我们不敢杀你吗？惊海大帝整个人都已经消失了，场中碧波粼粼，似幻非幻，似真非真，却泛着无边的杀意。云波宫的仇该报了。是啊，哎呀，真是太可惜了。陈哥笑眯眯地催动了玄门，而后在欢声笑语中，他就发动了攻击。江寒和莫风完全想不出江掌门怎么能过这关，面对10位大帝的阵容，实在令人绝望。仅凭一人之力根本不可能获胜吧？然后呢，他们嘴巴就张成了 O 型。江城第一剑挥出，人已经被笼罩进了浑天大帝的幻之法境中，在那里面能用出来的已经只剩下幻之规则。比拼这套规则，谁能比得过幻之主宰浑天大帝本人呢？但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啊！但见到法则空间中，无边幻之力从江城的身上弥漫出来，转瞬间就覆盖了浑天大帝了。外人根本看不清幻境里发生什么了，只能看到无穷的光影不断的更迭，宛若无数的星辰明灭。紧接着法则空间破裂，一道身影从高空坠落，砰的一下重重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定睛一看，浑天大帝，这位纵横灵界数百亿年，挺过数次大劫，在仙魔崛起时都屹立不倒的幻之主宰，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嘎了，死的甚至令人怀疑这也只是幻象。然而这就是真的。对江掌门来说，这战绩不算什么。仙界的大帝论战斗力和玄界那边的地玄九重差不多，浑天大帝算是老牌顶尖大帝，稍微强那么一点，实力估计和玄界那边的4族族长同档次，比白无极、金蒿等人还要差一点。而这个层次对如今的陈哥而言没威胁，他甚至都没有一股脑的用出50道玄文，而只是用出了幻、剑、死之玄文3道够了。第7重的玄文虽然能调动的力量不及规则之心那般磅礴，但论起对规则的理解领悟程度，要比这先帝层次更高。在质的方面，其实已经将先帝比下去了。先帝的法则空间之所以令人闻风丧胆，只因为在法则空间中比拼的就是先帝主宰那一门规则。论起领悟程度，仙界谁能超越先帝本人呢？那当然是无往不利。而现在第7重玄文的出现，让这个优势荡然无存。本期第716集，更加骇人的战绩。在自己的法则空间中，对方的领悟程度更高，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后果。一旦比拼起来，先帝本人反而会吃亏。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换成玄界那些地玄9重过来和浑天大帝交锋，大不了他撤了法境，直接比拼先例。借着仙界这边规则之心海量的规则威能，他依旧还有把握战而胜之。但这优势在成哥面前同样发挥不出来。成哥这么多的规则之心烙印，还有玄文，单纯比拼规则威能，仙界就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浑天大帝的法则空间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沦为了成哥的战场了。幻之玄文用来碾压对方的法境，剑与死2道玄文用来斩杀。当浑天大帝意识到不妙时，已经晚了。第7重的剑与死2道玄文催动着15门剑心，瞬间就摧垮了他的防线，紧接着干净利落的毁灭掉他的生机。堂堂大帝就那么轻松斩杀，这一幕惊得在场所有人色变，哪怕绛寒仙帝这个队友也不例外。他完全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做到的，而他的震惊只是刚刚开始。斩杀了浑天大帝之后，陈哥杀进了玄极大帝的法境，空间玄门祭出，空间裂缝几乎是从2人身上同时蔓延了开来。紧接着切割、转移、换位、叠加、抽取、隔绝等无数精妙的操纵空间手段在那法境中绽放开来，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许多人这才发现，原来之前在外面玄极大帝那空间隔绝分化的手段只是他能力的冰山一角而已。此时的法境之中，他展露出来的空间手段已经远远超出了众人对空间的想象。然而呢，所有人此时已经无暇为之震撼了，因为玄极大帝对面那个人操纵空间的手段比他更精妙，更加的玄奥。如果说玄极大帝催动空间规则就像是如臂使指的操纵一把刀，那江城催动空间规则已经像是在操纵自己的手掌了，那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如臂使指又哪里比得上直接操纵自己的身体那般灵活呢？仅仅一个眨眼，无数空间形成的丝线就如同巨网一般将这位大帝笼罩起来。不！他慌忙撤去法境，然后成哥就再次祭出了15门剑心，在剑之玄文和死之玄文的加持下，轰开了玄极大帝的防御。砰的一声，又一位仙界能排进前30的大帝掉落，没升级了，嘎了。在场几乎所有人都忍不住浑身颤抖。这一幕无论是对雪灵宗门人还是后方万灵殿的大军，都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冲击。那可是浑天玄极2位大帝，他们在灵界的地位就和青龙冰凤大帝在妖界的地位相当，都是老牌强者，而现在死了。
纵横了数百亿年，已经成为了象征的大帝，今天突然成为了历史。最后一位老牌大帝幽梦惊声大呼：“不可能，这不可能是真的！诸位莫慌，这一定是幻术。混天大帝和他的幻术比拼尚未结束，所以诸位看到的全部都是幻象。”说实话，他并不确定，但他现在别无选择了。如果在这时候军心溃散，战意丧失，那他们的局面会更糟。江城已是强弩之末，杀呀！伴随着震天的杀喊声，成哥陷入到了水泄不通的围攻之中。雪灵宗的人已经看不到他了，墨风准帝也已经很难看得清楚里面发生了什么。唯一还能看懂这山的旁观者，只剩下了降寒先帝了。然而他早就说不出话了。那战场中发生太多突破他认知极限的画面，令他陷入到了近乎迷失的状态。他看到江城冲进幽梦大帝的法境，而后两人同时催动梦之规则，紧接着作为梦之主宰的幽梦大帝居然自己陷入到了沉睡中，被一剑斩落了。他看到江城被惊海大帝法境笼罩，而后惊海大帝法境在瞬间崩溃，因为他的法则空间稳定程度远不如之前那3位大帝，都没能经得起第7重玄门的冲击，就自己破开了。一名又一名大帝从高空跌落，这一天注定会被整个灵界铭记，因为灵界的大帝并不多，加起来也就那么20多位，而今天一下就陨落了一半啊！战斗渐渐没了悬念了，变得清晰明朗。当10位大帝尽数被诛杀之后，剩下的准帝在成哥面前更是毫无抵抗力。仙魂配合着剑心玄门，天空下起了阵阵湿雨。仅仅片刻之后，这一战尘埃落定，来犯的万灵殿10位大帝、100余位准帝、数千位仙王尽皆殒命，无一幸存。经此一战，万灵殿成为历史了。然而这一战带来的余波却哪有这么快的消融呢？即便已经结束了，下方雪灵宗和天书阁众人还是鸦雀无声，不敢动弹。成哥呢也没招呼他们，他已经忙着收集战利品了。一直到他收完，其他人居然还是没动静，只是呆呆的看着大佬忙碌。这些东西一并交易，我呢天书阁1等贵宾的身份还管用吧？成哥来到天书阁众人面前，还惦记着要打折呢。灵族高手用的许多资源他用不着，何况与飞仙门弟子分别那么多年，身为掌门总得带点礼物回去。降寒这才如梦初醒。结束了啊？不然呢？降寒深吸了一口气，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内心的震撼之情。开战之前，他设想过江城该如何解决这局面，比如什么声东击西啊，各种计谋啊，比如敌人中有他的内应帮手啊，或者干脆逃离。着实没想到他解决的方法会这么的简单粗暴啊！就凭着战斗力，一股脑的将敌人全部斩杀，然后自然而然的破局了。这得要多强的实力！天剑宫那8位先帝之死不是他干的，但他今天做到了比那更骇人的战绩。论起实力，浑天大帝和天剑宫掌门太霄先帝是一档的，而玄劫大帝与幽梦大帝实力要比天剑宫其余长老更强一筹。你怎么做到的？本期第717集，不自量力万灵殿。成哥心说啊，就算我说了怎么做到的，你也不懂啊。这时呢，雪灵宗众人也终于回过神来了，望着成哥，既有震惊膜拜，又有恍然大悟。韩荣小心翼翼地凑了过来，神情中畏惧激动混杂。前辈，您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苍龙大帝，妖界地府之主，先帝收割者劫心江城？刚才他虽然在远处，但该听的也都听到了，如果还反应不过来，那就是傻子。传说中的江城，哥就已经成为传说了吗？这一连串前缀称号让陈哥非常满意，装叉之心得到极大满足，甚至希望能再长一点。啊，没错，我就是江城江巨帅。得到他的确认之后，韩灵第一个惊叫起来，就见他捂着小嘴，一脸怀疑人生，难以置信。自己之前还经常拌嘴的那个老山神居然是江城，我的天哪！紧接着就见他的眼内冒着小星星，那是比看到降寒先帝更加狂热兴奋的目光。开玩笑啊！和名震6界的江城一比，降寒先帝太普通了，没有可比性。原本还是雪灵宗偶像的降寒瞬间被忽略，不由得有些伤心了。而其他雪灵宗的长老弟子也都疯了，居然是江城前辈！我的天哪，我不会是在做梦吧？江城前辈竟然在雪灵宗待了1个月，荣幸啊！哎呦妈呀，这辈子有的吹了哈！就反正夸夸夸就各种夸呀。所有雪灵宗门人一窝蜂的涌了过来，有些弟子甚至当场接通了嘎，不是没嘎过去，昏了过去了。这一反应，成哥本人都懵了呀！啊，原来自己的牌面这么大了吗？随便在一个灵界陌生小宗门都能掀起这么大的轰动吗？哎呀呀，离谱呀！实际上呢，成哥对自己的名气和影响力确实低估了。任何一个地境出现在小宗门，那都能引起轰动，何况他还斩杀了那么多地境呢？仙界这数百亿年来最震撼的人物，那就是他了。早在100万年前，他就已经是6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亲眼看到他，众人的感受和看到传说中的神没有多大的分别。只要不是和他的宗门有仇的势力，多半都会是类似的反应。经历了短暂的错愕，江掌门迅速进入角色了。
哎呀，这个行了啊，哈，大家不要兴奋过度啊，签名都有，这个合影也行啊，千万要把持住，闹出踩踏事件、挤压事故，那就是我的罪过了。哎，你别脱衣服，哥不是那种人。陈哥以前的粉丝都是自己人，比如飞仙门弟子什么的，类似敖阳、归藏、青云这些人，就算再敬仰，也不会如此不顾形象。这次呢，算是难得有了属于自己的野生粉丝了，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呀。专心致志忙着和自己的粉丝亲密互动，连和天书阁的交易都被丢在旁了。一旁的江寒和莫风互望一眼，彼此都有些崩溃呀。这家伙太烧包了吧啊！如果不是刚才那战就发生在眼前，他们真的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和那个实力通天的杀神联系到一起。这两人的画风相差太大了好吗？之前10位大帝驾临，外面的围观仙人们都被驱散到远处，而后呢，他们只能听到远处剧烈的震荡爆炸声。那声音没有持续太久，很快恢复平静了。众人等了许久，也没看到一个准帝仙王出来，更别提大帝了。一时间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那急的是心痒难耐。这么快结束了吗？你以为的，也不看万灵殿什么阵容。就是灭了区区一个雪灵宗吹口气的事儿。雪灵宗不是有天书阁的降寒仙力助阵吗？10位大帝，你懂不懂10位大帝什么概念？说话的人竖起了10根手指，用力的晃了晃，那唾沫星子喷得对方满脸都是。对面10位大帝，一个降寒仙力能干什么呀？他除了送死能干什么呀？我都搞不清楚天书阁怎么想的。必死无疑的战斗，居然还一反中立姿态主动凑进去，那不是脑瓜缺根弦啊，对不对？雪灵宗，怎么说呢？虽然被灭了，但也算扬名了。那倒也是。就在他们议论之下呢，雪灵宗那边终于有人飞到上空了，一时间吸引了外围所有仙人的目光。是韩荣，雪灵宗掌门没死啊！居然是他！雪灵宗那些长老和门人都飞上来了。奇怪啊，难道刚才没爆发战斗吗？迎着那些围观的仙人，韩荣挺挺自己雪白的身躯，第一次莫名觉得人群中那些准帝也不算什么，在江掌门面前那都是渣渣。他现在已经成为陈哥的小弟身份了。没有胡须的老头清了清嗓子，朝着四方拱了拱手：“诸位啊，都可以散了吧。”随后呢，他脑袋一扬，傲然说：“万灵殿一帮宵小之辈，屡次挑衅我雪灵宗，简直是不自量力。”这话是成哥教他说的，要不然万灵殿被灭了，他也没这个胆子。而这第一句呢，就把所有人说懵了。啥玩意儿？万灵殿宵小之辈还挑衅你们雪灵宗，还不自量力？老头你装大了吧？你会不会用词啊？韩卓看到他们这反应，心头爽得一塌糊涂。让你们这些天唱衰我们啊！现在该我们扬眉吐气了吧？这个，在我雪灵宗的严厉警告之下，万灵殿非但不乖乖认罪，还胆敢还击，完全是自寻死路呀！外面那群围观仙人终于忍不住了，许多人要么哄堂大笑，要么当场怒喷。你们雪灵宗算个鸡毛啊！你们几个仙王还警告万灵殿？不是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呀？有那资格吗？谁给你们胆子这么臭屁的呀？求求你们别逗老夫了，行吗？妈，是想笑死我！继承我身上的仙甲是不是啊？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奇了怪了，诸位大帝怎么还不出来灭了这群大言不惭之辈呢？就是，大帝们胸怀这么宽广吗？这都能忍吗？他们终于感觉到蹊跷了。本期第718集归来仙。望着四周里三层外三层哄笑的仙人，韩荣忽然有些同情他们了。你们对真正的力量一无所知啊，那可是足以震撼一辈子的战斗啊！他淡淡的抓了个叉。区万灵殿已经被轻松剿灭了，反正确实挺轻松的，对不对？他这堂堂雪灵宗掌门都没有出手呢。什么玩意儿？万灵殿被灭了？围观仙人们一片哗然，紧接着就是更加猛烈的群嘲了。呸！做梦呗，你做梦都没这么美丽，你顶多你能做点春梦，你还没，哎呀妈呀，还把万灵殿灭了？那可是10位大帝呀，谁能灭他们呢？扯犊子吧，你吹牛叉！没有人会信这种事情的。雪灵宗纵然真有些底牌，那最多就是没打下来呗。大帝被杀可能吗？当年仙魔大战，后来的影族入侵都没能杀死那些大帝，这完全不合常理啊！你们还真是悲催呀！韩卓和其他长老就知道他们不会信，于是10位长老每人拿出了一件大帝的信物，依次排开，高举向天。你们看，这是什么？围观仙人们一愣，旋即呢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尖叫声。这不是混天大帝的随身玉环吗？这不是玄奇大帝的头冠吗？这怎么到你们手上了？难道大帝真的被杀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倒不一定是对那些大帝有什么好感，只是没法接受这个超出了认知的事件，本能的不相信是真的。然而事实就摆在眼前了，不信也得信嘞。何况都这么久了，也没有一位大帝和准帝出来澄清。堂堂大帝怎么可能任由别人宣布死讯不吭声呢？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出不了声了。韩荣等人那心里爽的是一塌糊涂，我让你们嘲笑，现在脸给你们打得像屁股一样。
真是多亏了江掌门呐，要不是他老人家，哪有现在的风光？他最后还瞪了那几个围观的准帝一眼，狠狠地警告了一句：万灵殿已经彻底覆灭了，尔等以后好自为之。几名准帝看着这个区区先王的背影，愣是屁都没敢放一个。一直到雪灵宗众人飞回了宗门，里三层外三层的仙人们才爆发出了如同地裂山崩一般的哗然议论。哎呦我去，这好像是真的。什么好像？这就是真的呀？可不咋的，要不然大帝们早就出来扬威了。我的天哪！难道大帝们真的就这么死了吗？他们不扬威，他们扬威了？万灵殿被灭了，那我们灵界岂不是要变天了？这雪灵宗什么来头？他们怎么办到的？我刚看到他们一点枪都没收，不像战斗过的样子，离谱！在场众人无不怀疑人生。万灵殿在灵界的意义和仙盟在仙界的意义差不多，虽然都走的精英路线，仙尊基本不超，但在仙帝这个层次已经占到了灵界的一半了。这么样的一个组织突然没了，不利于天塌了呀！现在众人再看下方的长寒岛，就像是看一个黑洞洞的深渊，随时可能择人而逝。他们甚至离得比之前还要远了。看来唯有那群人才能稳住局面。是啊，如今只有那群归来仙能够拿得下雪灵宗啊。可是谁能请得动他们呢？他们的话音一落，远处天际忽然传来阵阵仙音，祥云袅袅，一群10几人踏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众人一看，惊喜地叫了出来：归来仙！哎，竟然是归来仙！这下灵界有掌舵人了。归来仙出手，雪灵宗一定能被镇压。他们中大部分人对雪灵宗其实没什么恶感的，只是雪灵宗莫名其妙灭掉了万灵殿，而且怎么灭的都不知道，太诡异可怕了，给人一种未知的危险感。所以呢，众人都迫切的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主持大局。归来仙一共就16人，为首那位望着下方的长寒岛，悠悠叹息了一声：唉，来晚了呀。其余归来仙面色或凝重，或肃杀，或冷峻。想不到这雪灵宗竟然勾结如此强大的外敌来毁我灵界，此宗不能再留。然也，为了灵界的安定，必须除掉雪灵宗，解决隐患。他们的话掷地有声，浩浩荡荡传出了不知多远，引得一旁所有仙人纷纷喝彩。而下方长寒岛上，雪灵宗众人则是大惊失色。完了完了，想不到归来仙竟然插手这场大战了，这怎么办呢？江掌门呐，逃吧！韩荣、韩卓等人惊慌失措，成哥颇为不满。你们搞什么呀？啊，哥们儿刚刚装了一个大的罗圈叉，然后你们还不够给你们信心的吗？在你们眼皮底下咵嚓干死了10个大帝，然后你们让我逃，搞错没有啊？你们觉得我需要逃离吗？真的需要。降寒仙帝面色凝重，他知道陈哥想说什么，于是呢提前解释了。归来仙和你以前遇到的那些对手截然不同。墨风准帝焦急地宣了：是啊，江掌门，还是赶紧撤离吧。归来仙和仙帝是不一样的，怎么他们也能以一挑十吗？众人面色一致，这或许不能。那你说屁呀？陈哥还以为对方多屌呢。江寒苦笑摇头，哼，他们虽然无法像你这样以一敌十，但他们的手段已经不属于仙界了。你能对付仙帝魔帝，不代表也能对付他们。归来仙之中，许多人还只是准帝，但即便仙帝都被他们轻松击败过，这样的对手，你在摸清底细前，还是尽量避开为好。他的劝说对陈哥而言呢，就是耳旁风。陈哥有复活卦，任何敌人都无所畏惧。难道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灵，比我们更高级吗？那倒不是，归来仙也是仙界的生灵。那他们什么来头？以前我怎么没听过呀？江寒飞快的解释，他们在上亿年前掉进了虚洞，进入了另一个名为玄界的世界，在那边，他们修炼了一种名为玄文的特殊规则力量。本集第719集，开什么战？听到这儿，陈哥嘴角直抽，这也他妈不就是当年那群被玄族人称为异界邪魔的落难仙人吗？咋的了？风光了现在啊？降寒、墨风等人再给他科普对方的可怕之处呢？他们在那边将那神秘的玄文之力修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单凭玄文，他们就已经能够和仙帝平起平坐了。居然还能被你们知道玄文，真是难得呀！陈哥故意似笑非笑，这玄文有这么厉害吗？岂止是厉害能形容的呀！墨风准帝一脸忌惮，我曾亲眼见到一位只是准帝初期的归来仙，将一位仙帝打得落荒而逃，越级挑战到这个地步，简直骇人听闻呐！显然呢，那名准帝初期给他这个准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呢。韩荣也补充了，据说那玄文之力是一种另类的规则，论及规则威能，并不及规则之心，但论及精纯高深程度，却是远胜正常仙帝的领悟境界。再加上他们原本就有的规则烙印境界，简直是逆天的存在呀！降寒仙帝最后做了个补充，这批归来的仙人等于是集两界之所长，根本不是常理所能揣度的。
他们之中的先帝更是强得不可思议。你千万不要和他们硬碰硬，他们太逆天了。这时呢，成哥已经看清了对面那群归来仙的样子了，一看，哟呵，老熟人呐！为首的那个归来仙首领，不就是当初给自己当啦啦队的苍玄大帝吗？炎族秘境内战，成哥忙着灭敌。战后呢，这老头和白无忌等人则是加入了水枪争夺战，也不知道最后谁胜出来。现在回到灵界混得这么风光了吗？而看到是他，苍虚大帝面色巨变，吓得当场差点拉了尿来。成哥故意装作不认识，还饶有兴趣的追问呢。那他们这么屌，那岂不是成了仙界的新的统治者了？看到他居然还不慌，跟个好奇宝宝似的问一些跟眼前局势不相干的问题，江寒都快急疯了。大哥呀，你能不能看看眼前危机的情况啊？我们离开这里以后可以促膝畅聊啊，到时候你有问我必答，你来问我来答，对吧？举一反三的答还不行吗？韩荣倒是很乖巧的给大神继续科普了。这个从玄界回来的那批仙人被统称为归来仙，那个我们灵界的归来仙还算好的，回来后都没有加入万灵殿，平时都在苦修，并且还在当初与影族的大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邪魔两界那边的归来仙已经改变了那两界的格局了。这时呢，从天而降的那群归来仙已经飘然落地了。江澄还问呢，那他们怎么个改变法呢？韩荣有些畏惧的担忧的看了一眼正在朝这边走来的归来仙，心头惴惴不安。正要开口呢，却被对面的苍虚大帝打断了。仙界那边，大眼仙帝已经成了仙盟的大贤者，这个位置是新加的，和仙盟盟主平起平坐。魔界那边，苍罗魔帝回来后为圣殿所不容，斩杀了圣殿3位魔帝之后，他创立了天玄殿，自任殿主，声势极盛，不可小视。另外死界回来那些人，现在同样也都成了掌权者了。这老头摸不准成哥的心思，看他没和自己打招呼，就像不认识一样，心头那叫一个惴惴不安呢，只能抢答示好，以表忠心了。听到大贤者这个称号，成哥嘴角抽搐，他娘的，你们有点创意行不行啊？居然盗用哥曾经胡诌出来的职位，要脸不？而其他人则是惊诧莫名，这归来仙首领怎么会这么好心的回答江掌门的问题呢？之前在天上不说还要镇压了雪灵宗吗？难道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吗？动手之前故意猫捉耗子戏弄一下对手吗？江寒等人无比戒备，韩荣等人已经在悄悄的后退了。成哥却是笑眯眯的问，那蛮界和妖界那边呢？那边的归来仙怎么样了呀？听到这儿呢，江寒莫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哥呀，正经点行吗？你居然还指望对面能对你有问必答呀？他们又不是你的属下，是敌人呐！然而呢，苍虚大帝就不同了。眼见成哥笑了，这老头那高兴的呀，哎呀，鼻涕泡都美出来了，连忙认真的回答：那两界没有归来仙。为什么呀？妖族和蛮族外形太过突出，他们中大部分进入玄界就暴露在了玄族人的围攻之下，极少一部分存活的也没能感悟到玄魄。那现在那两界如何了呀？妖界衰落了，因为没有归来仙的补充，他们的实力已经落后于灵界和死界。天书和雪灵宗众人一脸懵逼，什么情况？怎么感觉对面那个归来仙首领真的是有问必答，配合的一塌糊涂呢？什么情况啊？那蛮界呢？蛮界有芒野坐镇，此人实力极强，即便我们也无法战而胜之。芒野真的这么厉害吗？是啊，仙界初开始，此人伴力之规则而生，天生天养，得天独厚。他曾经独自力战3大龙帝不败，要知道啊，3大龙帝也是伴规则而生的远古生灵呢。这大战前的气氛有些诡异了吧？双方的首领居然能这么和谐的闲聊，怪呀！就连苍虚大帝身后有3名没见过成哥的准帝也是一脸不解，他们还杀气腾腾的等着一声令下开战呢。仗着玄文，他们在6界根本无所畏惧，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浪费时间。而成哥呢也问的差不多了，这才挥手：行了，你们现在可以出手了。苍虚大帝差点哭了呀！大佬啊，我刚刚表现难道还不行吗？你还要杀我呀？他连忙满面堆笑，卖萌，笑得那老脸如风干的菊花。你只是说笑了。我来这里没有恶意，什么开战呢？不知道呀。本期第720集，雪灵宗，我们罩着了。此言一出，无论江寒、莫风还是对面的3名准帝，全都惊讶的合不拢腿了，不是合不拢嘴了。啥玩意儿？你不是来开战的吗？都我们的吗？但紧接着，天书阁和雪灵宗众人就狂喜了，不开战那是好事啊！江寒先帝连忙上前，笑盈盈的：苍虚大帝真是深明大义，化干戈为玉帛，可喜可贺。让我们化什么干戈？他话没说完呢，就被成哥打断了。他瞪着苍虚大帝，一脸不爽：你刚才喊打喊杀，以为我没听着是吗？你手里的仙气还亮着呢，你们当我瞎子？江寒气得飞都炸了，恨不得一脚踢开他呀，然后自己接受一合。只可惜呢，这里做主的人不是他，而对面苍虚大帝真的是吓坏了，胆都吓绿了呀！
他哭丧着脸，飞快把自己的随身仙器扔到地上，然后乖乖的举起手。哎，江前辈，误会！哎呀，我压根儿不知道您的到来呀，对不对？那如果早知道，我一定提前帮您狠狠的教训万灵殿那帮杂碎，以免他们扰了您的清静啊！全场一片哗然，绛寒仙帝和韩荣等人彻底怀疑人生了。发生了什么呀？刚刚听到了什么呀？这位灵界归来仙的首领苍须大帝可不是一位好相与的强势人物呀！当年从玄界回归之后，曾经力战数位6阶影族，之后又独挑混天玄极2位老牌仙帝，并且战而胜之，留下了无数的威名，至今为6界无数仙人仰望传颂。因为他的存在，这些年仙魔2界对灵界那都是尊重有加，再也不敢像之前那般轻视傲慢。这样一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那都是神魔毕义，诸仙敬畏，他怎么可能会这样低声下气呢？太离谱了吧！苍须身后那3名不认识陈哥的准帝受不了了呀，3人枪祭出仙气，杀气腾腾。苍须大帝，您在干什么呢？此人就算再强又如何？难道还能敌得过我们的玄文之力吗？就是，先打一场，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陈哥意味深长的笑。苍须，看来你手下的人敌意很大呀。苍须大帝面如土色，恨不得把那3人挫骨扬灰了。他娘的，不是你们仨找死，你别带上我呀！都不用他出手了，其他10几名在玄界和秘境见过陈哥的准帝直接跳了出来，3拳2脚将那3名准帝打得跌倒在地，而后一顿爆锤呀！玄文和仙力进出，打的是鼻青脸肿，嘴里还不断咒骂呢。玄文，我他妈，我让你玄文，让你玄文，坤肉江前辈，见识啊！就你厉害，他妈就你能！他们确实恼火，你们仨能不能有点眼力见啊？知道这位是谁不？在他面前玩玄文，人家是玄文的祖宗好吗？玄界天花板帝尊中错都被他干掉了，就你们这点道行，还敢来送死啊？何况这位实力远不止于此呀，甚至还创造神话，打破位面壁垒，将真言世界的几个高级生灵都给干了。你跟他交手，你们真头铁呀！啊，你们自己找死别连累我们呢！3人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众人这才罢休了。最后齐齐丢掉兵器，一脸谄笑的凑到陈哥面前。那个，江前辈呀，你这样还行，我满意吗？那仨害群之马代表不了我们。没错，那个我们对您的敬仰一直没有变，每天都要默念您的名字100遍、1000遍、10万遍。这帮人居然攀比起来了。对面天书和雪灵宗的门人们已经无力吐槽了，他们算看出来了，感情这群人早都和江掌门认识了。不光如此，他们好像很怕江掌门。苍须大帝连忙作揖：这些年我一直记得您的教诲，一天都不敢忘记。成哥这才遗憾地收起了手中剑。哎，你早说呀，害我差点打错人了。苍须大帝嘴角直抽，心里腹诽：什么打错人呢？看你那意犹未尽的表情，一开始分明就憋着劲要干我们吧？就是这样吧，对不对？幸亏自己求饶快，而且态度诚恳，要不然真被这恐怖杀神顺手干死了，哭都没地儿哭呀。他不由得擦了擦额头的虚汗，一股劫后余生的庆幸袭上心头。而对面绛寒、韩荣等人同样也如同劫后余生一样，那个庆幸太好了，不用打真的太好了。喜悦之后呢，他们剩下的就是对陈哥的高山仰止了。这江掌门究竟怎么认识苍须大帝等人的？难道是在玄界？莫非他也在玄界待过，而且还收服过这些人？他们也想不明白，只觉得他老人家高深莫测。苍须大帝得脱大难，又不禁和陈哥套起了近乎。您老是最近回归的吗？当年那一战，我们还曾在玄界找过您，真是没找着。想不到，原来那仙界的江城就是您呐！这些年，他们在仙界也听过劫心江城的大名，只是没想到二者竟是同一人。当然是我了。这么帅的人，难道还会2个不成吗？哎，那个舒白薇现在还好吗？哎，还好，不过他常年在玄界那边，如今他也不被玄族人排斥了，应该过得还行。哦，行，那就好。您老可还有什么吩咐呀？苍须大帝有点不太敢和他长期待在一起了，想着早点退场的。主要是这能轻松碾死自己的可怕存在面前，他完全没有安全感。陈哥略微思索了一下，随后回头指了指许灵宗的门人：这些人对我有些恩情，懂？他就要离开灵界了，总不可能雪灵宗上下也拖家带口一起带走啊。而离开这里之后呢，万一他们被灵界的其他势力报复就不好了。哎，我懂，雪灵宗从此就是我的好朋友。苍须大帝也不傻，这可是向大老示好的难得机会，对他来说举手之劳，巴不得这样的机会多来几次呢。身后那群准帝更是争先恐后的拍着胸脯做保证：从今以后，雪灵宗我们罩着了，谁敢进犯雪灵宗，就是和我们归来仙作对。没说呢，江掌门的恩人就是我们的恩人。这话说的，雪灵宗上下欣喜若狂。第721集，妖界现状。如今万灵殿被灭，整个灵界顶端的战力就剩这群归来仙了。之后呢，会出现几个新的空间、幻、梦大帝，也基本就是在他们之中。毕竟拥有玄文的他们，对规则的领悟程度早就超过了仙帝了，与规则之间的融合程度极高，他们就是灵界的统治者。
得到他们的承诺，雪灵宗算是彻底没事了。韩荣、韩卓等人激动的热泪盈眶，太不容易了呀！如同坐过山车一样，担惊受怕了1个月，现在可算平安着陆了。而且还不光如此，有了这群归来仙的照拂，雪灵宗今后的处境要比现在好100倍都不止。多谢诸位前辈，多谢江长们。他们自然清楚，这不是因为雪灵宗本身多么无辜，而是因为有江澄站在他们面前。苍须等人这么上道，成哥很满意，随后又看了眼绛寒先帝和墨风准帝。这次天书阁放弃中立立场，如同盟友一样，旗帜鲜明地站在他一边。而成哥对盟友向来很够意思。你们呢？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们？绛寒先帝和墨风准帝没反应过来呢。我们在之前战斗中没出力，你现在也能提要求吗？那个，关于灵界的生意，绛寒才刚起头，苍须大帝心领神会的摆手啊，没问题。从今往后，天书阁在灵界畅通无阻。灵界各大势力只和天书阁交易。天书阁一行人差点被这巨大的惊喜砸昏了呀！这收获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今后，天书阁在灵界不会受到任何的阻碍，甚至还得到了独家经营权。虽然苍须大帝没说驱逐群仙会和圣心阁，但灵界各大势力只跟天书阁交易，那两家想在灵界发展也发展不起来呀，太爽了吧！他们真是完全没奢望过会有这么好的待遇。绛寒总算明白为什么妙语坚决下令要自己旗帜鲜明地站在江城这边了。只要站在他这边，就一定吃不了亏，还能蹭大腿。不愧是高瞻远瞩的总会长，原来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幕吗？这一刻，他心悦诚服了。外面那群围观仙人还在等着新一轮的大战呢，结果等了老半天，长寒岛被炸上天的场面没有发生，而且一丁点战斗波动都没有。什么情况啊？我知道，一阵雪灵宗连反抗都做不出来，就被归来仙给拿下了。没错，一定是这样的。苍须大帝可是连仙魔两界都能震慑的人物，区雪灵宗，区绛寒，在苍须大帝面前出不了手很正常。必须的，这可是苍须大帝呀！他们还议论呢，下方那群归来仙也终于飞了回来，围观仙人们立即簇拥上去，狂拍马屁。哎呀，归来仙厉害呀！苍须大帝威武呀！苍须大帝天下无敌呀！那一阵吹捧，苍须大帝鼻子都差点气歪了呀！该死的，这还在长寒岛范围内呢。以江前辈的实力，这些话他都能轻松听到，你们想害死我吗？与他一起来的那些准帝归来仙也是气急败坏。厉害你个头！威武你大爷！谁无敌了？谁无敌了？没根据的话，你们谁他妈让你们乱说的？滚！围观仙人们都措手不及，这热脸贴到冷屁股，本打算拍拍马屁，结果呢，反而挨了一顿喷，这就很尴尬了呀。我们明明说好话恭维你们啊，他们都委屈啊，有我点啥呀？对呀，难道是剿灭雪灵宗遇到什么阻碍了吗？他们一提到雪灵宗，苍须大帝都打断了。你们听好了啊，从今以后，谁也不得进犯雪灵宗，违令者诛。其他准帝归来仙也提前警告了起来。雪灵宗从此成为我们归来仙的盟友，你们最好擦亮眼睛，得罪雪灵宗就是得罪了我们。人群哗然，这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结果。他们预想到了雪灵宗被摧毁，也预想到了雪灵宗扛过攻击的些许可能，唯独没想到双方化敌为友了。之前不是说好了镇压雪灵宗吗？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众人看着苍须大帝等人离去的背影，什么也不敢说，也不敢问，但是内心的疑惑却是无论如何也压不住。能让归来仙们的态度来个180度大转弯，那必定是在里面遭遇到了什么，要不然他们绝不会如此。这一刻，围观仙人们终于惊出一身冷汗了。仔细想想，这雪灵宗可怕呀！不光灭掉了10位大帝，还把归来仙都给征服了，自己竟然还在外面议论嘲讽，别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一时间呢，所有人都闭嘴了，哪怕准帝也不例外。众人表情凝重中，甚至带上了恐惧，纷纷一言不发逃离这里，再也不敢看什么热闹了。而在下方的长寒岛，成哥和天书阁完成交易之后，直奔妖界。这一次，仙界的天道没有再攻击他，也不知道是因为终于辨清了敌我呀，还是发觉干不掉他放弃了。总之呢，这次他没遇到什么波折。不久后，顺利到达妖界的范围。一来到这里，成哥就感到惊讶了，身在高空往下看，居然看到不少仙人和魔修，甚至还有仙城。他自己就是人族，弟子也都是人族，当然不会站在妖族立场去仇视整个人族，只是这和他记忆中的场面不一样了。我记得妖界压根不存在人族吧？仙界分成6界之后，各大族群基本就泾渭分明了，尤其是上仙界出现之后，地盘更是如同壁垒一样森严。妖族如果进入仙魔2界，除非沦为坐骑，不然会招来围攻。而成哥在妖界生活过一段时间，除了被特许住在龙谷的飞仙门，再也没见过其他人类。苍龙女帝的声音传来，确实挺奇怪的，早知道应该提前问一下苍须和绛寒了。本集第722集，苍龙谷的魔修。两人一路飞到苍龙谷，更是错愕不已。苍龙谷已经不存在了，旧址上建了一座庞大的仙城，一群群的魔修不时从里面飞进飞出。稍稍往下一看，一对对魔修整齐划一，声势浩大。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魔界呢。两人仔细辨别了一下位置，最终确认应该是没错的，这就是苍龙谷。
苍灵化身小朦胧忍不住飞了出来，望着四周。这位苍龙始祖的眼内第一次露出了迷惑和不安的神情。这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苍龙谷怎么会变成这样？苍龙谷是他的诞生之地，对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苍吉、苍穹他们呢？成哥也皱眉，还有飞仙门的弟子呢。他探出仙魂，四处查探，很快就发现这座仙城挺不一般的，居然还有数位准帝。在上仙界不存在从前的仙城飞升战，所以一般仙城最多也就是仙王、魔王坐镇，毕竟上仙界主要以宗门为主。这里能出现数位准帝，挺蹊跷的。而在那仙城中心的黑色高塔内，更是隐隐传出了更加强大的波动。不出意外，这里还有地境。奇怪了呀，成哥懒得瞎猜呀，直接当空点燃了苍龙血脉，变成了遮天蔽日的苍龙真身。随后从云层之中缓缓地降临下来，他这一现身，天空都出现了巨大的阴影，天色也暗了下来。下方那些魔修纷纷抬头，随后惊喜地喊了出来：“苍龙！嘿，居然还有漏网的苍龙敢出现在这儿！嘿嘿，轮到我们出手了！这头苍龙看外形至少是龙王层次了吧？这天大的功劳，谁都别抢！滚一边去！斩杀一头龙王级苍龙，能得到准帝的亲自指点，还能晋升统领之位，凭什么是你啊？干呐！”那下方的魔修们是黑压压的一片，如蝗虫一般就飞了上去。但见了魔气纵横，一个个魔国在规则光芒的映照下交相辉映，完全就是群魔乱舞的节奏。成哥和苍龙女帝差点被这阵势弄懵了。苍龙族出现在自己的苍龙谷上空，居然成了过街老鼠了，有没有搞错呀？他们是不是忘了这里是谁的地盘了呀？灭了他们！苍灵跟他这么久，还是第一次主动请求他消灭对面全部敌人的，可见这位早就天塌不惊的苍龙女帝愤怒到什么地步了。成哥当然不会拒绝这么理所当然的请求了，迎着那群人，他狠狠的一爪挥了下去。霎时间，下方黑压压人群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那一个个仙国就像气泡一样瞬间破灭，1秒都撑不住。成哥甚至都不需要变回人形，也不用剑心，直接49道规则烙印就够了。配合着苍龙一族的血脉天赋，这一级的威能又哪里是这些最高不过魔王的魔修能够抵抗的？天空中但见规则乱流席卷而过，而后迅速恢复了清明。之前飞上来的魔修已经死得灰飞烟灭了，而下方原本还有许多魔修想上来，看到这一幕，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这不是仙王级苍龙，准帝啊，绝对是准帝级！快去请准帝来迎战！也不用请了，下方仙城中很快有5名准帝飞到上空。哪里来的苍龙，竟敢来此地撒野？胆敢屠戮我圣殿魔君，罪不可恕！这5人杀气腾腾，齐齐祭出了规则烙印。也不看看这是哪儿，找死！将他扒皮抽筋，龙鳞龙筋还能制成仙甲，龙血入药，以此长罪。成哥差点被他们气乐了。你们说这是哪里啊？这难道不是苍龙谷吗？苍龙谷，那已经是过去了。如今这里是我魔界镇龙城，何必给他废话？杀！5名准帝的规则烙印一出，5道不同规则之心波动，浩瀚杀出。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成哥解决他们，压根不需要换招式，依旧是一爪拍下去。49道规则烙印一出，5人的规则烙印几乎同时被冲垮。随后无边伟力席卷而过，短短瞬间，规则长河就在5人魔体上冲刷了无数次，将那魔体摧毁殆尽，甚至8阶仙甲都直接冲毁了。看到5名崇高的准帝也被迅速斩杀，下方圣殿魔军一片哗然，惊恐万分呐！这不可能啊！看9道纹路！天哪，是9纹苍龙！9纹苍龙是龙帝啊！龙族苍龙一族不是早就没有大帝了吗？怎么可能啊！快逃吧！人群四散奔逃。换在以往呢，这种逃离的杂兵，成哥懒得杀，但这次他是真的急了呀！挥爪间，空间玄纹亮起，禁锢隔绝一气呵成，随后一个空间粉碎，在场所有圣殿魔军当场化为飞灰。转眼间，这里就安静了，再也没有人能对他喊打喊杀了。遥望着远处那座黑色高塔，他隐隐嗅到了一丝熟悉的味道。当年在虚仙界，虚帝之精就曾让他帮忙斩断过一座塔，那座塔是个封禁的祭塔，而眼前这座黑塔给他的感觉同样不舒服。这是魔界的8峰镇元祭坛。凑到近处，苍灵认了出来，于是他的语气变得更加愤怒了。这些该死的圣殿魔修，这祭坛建在从前的苍龙冢上，他们这是要彻底镇压我苍龙一族的气运，毁了他，快毁了他！也不用他提醒，成哥已经一爪挥了下去。相对于当年砍白塔，如今他的实力提升了何止1000万倍呀！轰隆一下，那黑塔整个凭空被他抽上天，然后荡空炸碎，下方无数的漆黑魔气冲天而起，一道掩映在其中的人影骤然杀出。这塔里果然还有一位魔帝坐镇，而且对方很沉得住气，直到此时才突然出手，而他一出手，法则空间就将成哥笼罩了，那偌大无比的苍龙真身也随之被迫缩小。龙帝又如何？那人冷笑了一声，从祭坛内部升起的魔气竟然形成了无数条无形的漆黑锁链，缠向江城。但紧接着，这位魔帝的声音就戛然而止了，因为他的脖子被龙爪掐住了，迎面而来的是成哥那带着嘲讽的目光。
本集第723集，幸存的青龙骨。法则空间依旧存在，程哥的龙身上也依旧缠绕着一道道宛如锁链的魔气，但那又怎么样呢？这些根本阻挡不了他。被掐住脖子的魔帝惊恐万分，在此之前他其实看到了程哥秒杀那5名准帝的场面，因为看出对方实力极强，所以他才藏在了塔内未出来。借着祭坛本身的积攒的咒怨之力，给程哥来了一记突然袭击，哪知道程哥连一根毛都没掉啊，这也不可能，自己可是堂堂魔帝呀，即便碰到影族，碰到归来剑，也不可能输得这么快，这么彻底。望着那双冰冷的龙目，他忽然意识到什么，九纹苍龙一共出现过2位，一位是苍龙始祖，一位是曾经的6界第1魔头江澄。那个人他回来了。他张嘴想说些什么，但程哥却没给他发表遗言的机会，咔嚓，很干脆拧断了魔帝的脖子。这才突然想起来，自己都忘了用读心术问一问情况了。所以究竟发生什么了呢？他绕着这座仙城探查了一番，除了那座镇压契约的祭坛之外，也没发现别的。这就是一座庞大且普通的仙城。看来要找个人问问情况了。他飞出苍龙谷，向着附近的金龙谷和青龙谷飞去。金龙谷那边同样变样了，一头金龙看不到，只能看到一座全新的仙城拔地而起，而那仙城的中心同样也有一座镇压契约的祭坛。苍灵情绪非常低落，担忧之情溢于言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龙族已经被灭绝了吗？放心吧，只要还留着骸骨，就算被灭绝了，我也能将他们复活过来。就怕骸骨都留不下来。飞到青龙谷外，他们总算看到了龙族了。而一看到江城，那些龙谷外巡逻的青龙就惊喜万分。苍龙大帝是江城！人族分不清龙族的长相，可是呢，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江城回来了，快去通知大帝！他们立刻将江城迎进了城里，而也不用他们呼喊了。青龙谷到处都是青龙大帝的领域，程哥一进内部，他第一时间得知了。江城，你居然没死！就见他身后跟着的还有玄荣、敖阳、墨央等3股龙族，只不过数量不多。青龙谷还好，高层龙族几乎还在。金龙谷剩下的已经只有3位准帝了，而苍龙谷他们看到的只有墨央1位准帝。大帝！墨央和身后10几名苍龙谷的龙王，200多位龙尊几乎瞬间泪崩了，哭喊着飞过来，如同受了委屈的孩子。大帝，你可算回来了，我们又有希望。可惜苍吉老大他们都已经陨落了。什么？苍龙女帝听到这儿，心痛的差点当空跌落。而看到他的小朦胧，青龙大帝则是一愣，旋即变得不可思议。你是苍灵？苍灵已经无暇和他搭话了，他冲到墨央面前，飞快的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苍龙谷怎么会变成那样？还有多少活着的？是仙魔2界干的吗？还是影族？看到小朦胧，墨央等龙族也是一愣，但紧接着源自血脉深处的威压和呼唤就从骨子里面沸腾起来。大帝，是你！始祖！天哪，我苍龙国的始祖！太好了，想不到始祖也回来了。虽然小朦胧的外形看起来毫无杀伤力，但他们却只有激动，哪有半分的失望。而敖阳则是目光顺也不顺的望着江掌门，眼内满满的都是惊喜，仿佛只要他回来就没什么担心的了。短暂的重逢之后，墨央和敖阳终于一五一十的将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影族当年的入侵是很危险，但影族还进不了我们3大龙谷。我们当时及时退回龙谷，并无损伤。变故出现在影族退兵之后，天部、麒麟、孔雀、九尾等大帝联袂而至，要我们打开龙谷，一起出击对付影族。苍灵听到这几个货就觉得不妙了。然后呢？我们当时只想着一起攻抗外敌，没想到他们竟然包藏祸心。打开龙谷之后，他们一举杀戮，暗处竟然埋伏着仙魔2界过来的先帝魔帝。一旁的青龙大帝悠悠插了个话：你们太实诚了，像本帝当时就察觉了不对，坚决不开龙谷。3大龙谷乃是仙界初开时大道自然生成的特殊福地，就连影族都打不进去，何况仙魔2界呢？如果只是坚守不出，那完全固若金汤，到时候麒麟大帝以及那些仙魔也只能在外面包围封锁，伤不到里面一根毛。但可惜呢，当时苍龙谷和金龙谷这2股龙族都上当了，被骗开了入口，这才被一举攻杀，死伤惨重。苍杰和苍穹2位大佬当时一路拼杀，护送我们出来，但寡不敌众，相继陨落。幸亏之后青龙大帝独自赶来接应，要不然我们一个都活不下来。程哥诧异的看了他一眼，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够意思。而青龙大帝则是傲然抬抬龙手：我还不至于眼睁睁看着苍龙谷和金龙谷血脉断绝。程哥不由得嘴巴一抽啊，也是，你可是一直以3股龙族的爸爸自居的。所以呢，是麒麟阵营勾结了邪魔2界，联手对整个龙族下手。敖阳点头：是，麒麟阵营勾结外敌，太可恨了。那之后怎么样了？怎么我看到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人类呀？提到这个呢，
三族的龙族尽皆爆发出了不甘愤怒之色。玄荣恨恨地说：“因为这些地方已经不属于妖界了。”啥意思？莫央语气低落：“当年仙妖山防线已经被拆了，如今邪魔两界向着妖界入侵了很大一片范围，龙凤、猿虎等族都有大片的地盘被划了出去。原因是当年三眼虎、林宁、睚眦等参与了仙妖山大战，而这都是麒麟阵营妥协的结果。”陈哥有些无法理解，麒麟阵营本身也是妖族，为什么要和他们走到一起呢？本第724集，你要低调啊！青龙大帝没好气地说了：“这还不都是因为你这个害群之马？哎，跟我有毛关系啊？”陈哥一脸无辜，他这些年压根都不在好吗？青龙大帝恼火了：“你当年做的那些事有多出格，你自己没点数吗？”不等陈哥反驳呢，这个以所有龙族的爹自居的大帝就一脸痛惜：“那些死去的龙族都算是被你连累后迁怒的。麒麟阵营原本也就是窝里横，还不至勾结外敌。你在万妖大会干掉了齐渊、齐生之后，在仙妖山那几战又葬送了麒麟阵营大批精英，他们不恨你才怪。再加上你斩杀的地境越来越多，他们越来越忌惮，自然将你当成了欲除之而后快的终极目标。而邪魔两界也是如此，你不在了之后，当然要趁机剪除你的党羽，龙族首当其冲。”陈哥这才明白了，尴尬的摸摸鼻子：“啊，我没料到会这样啊！这事呢，确实他考虑不周了。当年进入虚洞之前，没有把一切都安排好，早知道应该把苍龙谷所有龙族全都收进玄阶图，又或者提前把邪魔两界和麒麟阵营给荡平了。青龙大帝哪知道他心里琢磨的这个可怕的念头啊，还一副过来人的姿态教他做事呢。你当年行事太过激进，论实力，你是挺突出的啊，也让我小小的意外了一下。其实呢，他当年也被陈哥那些惊人的战绩给惊得差点拉了尿了。但你不该四处树敌，应该徐徐图之，慢慢发展，一下子就把麒麟阵营以及邪魔两界全都变成死敌，你身边的人怎么可能不被围攻报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个道理你要谨记，明白吗？别说邪魔两界，灵界、死界、蛮界后来怎么样，不也容不下你吗？青龙谷一众龙族纷纷点头，表示大帝说的有理。陈哥只能苦笑了。这青龙大帝对苍龙谷还是有保护之心的，没有他呀，莫阳、敖阳也活不下来。所以陈哥也乐意给他个面子，允许他在自己面前装会儿叉。这次你回来，千万要低调啊，最好不要暴露踪迹了。一旦得知你回来，邪魔两界和麒麟阵营那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甚至会发动更大的攻势。我这最后一点苍龙族的血脉都要毁在旦夕呀！玄冥本想说我的青龙谷到时候恐怕都被毁了，不过呢，堂堂大帝这么说，未免是太胆小怕事，所以才临时改口，用苍龙族来劝陈哥安分一点。你一个人再强有什么用啊？你能对抗整个仙界吗？不能吧？陈哥想说我还真能，不过看着大帝装叉正在兴头上，也不好打断。所以你要低调，明白吧？有你的实力，再加上我的指导，我们龙族不是没有重新崛起的机会的。陈哥能当耳旁风，乐呵的听下去，苍灵却听不下去了。行了行了，薛明，你这好为人师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一改？江城是我们苍龙族的大帝，还用不着你来教他怎么做事。别人不知道，他能不知道吗？以前也就算了，如今从玄界归来，江城的战斗力已经突破着位面的限制了，就连天界的天道都杀不死他，何况邪魔两界和麒麟阵营呢？他根本不需要低调。青龙大帝也是上瘾了呀，居然把苍龙女帝一起扯进了教育范围。苍灵，你是真糊涂啊！你这些年一直跟着江城吧，你怎么不提点提点他？啊，他行事冲动，你也冲动了，真是不像话！你好歹也活了这么多年的老一辈，你谁老了？他要说别的也就算了，居然说老，这可是苍灵最忌讳的，毕竟她也算是女人嘛，年龄一直是她很忌讳的话题。你老了别扯上我，你全家都老了，老娘不想跟你吵了。莫央，我们苍龙谷那些死难的龙族，可还有骸骨遗留？莫央也不明白女帝为什么要问这个，还以为她要祭奠亡者呢，不由得低叹了一声：“有是有，但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了。”在哪儿？苍灵喜出望外，听到这话，不吝于绝境中的一缕曙光，就在青龙谷的龙冢附近。快带我去！众龙很快来到龙冢附近。苍灵、江城，你们要记住这次教训。苍吉、苍穹他们用生命的代价给了你们这次忠告，今后要低调发展。这老青龙又开始长篇大论了，宣扬他那套会狗才是王道的处世哲学。苍灵哪功夫搭理他呀？上来直接挖坟掘墓，催动陈哥的速度，玄文之力，他将埋下去的所有残碎龙骨龙鳞全都翻了起来，大块大块的泥土扑簌簌掉落，一阵微风拂过，所有尘埃消失无踪。
漂浮在半空的残骨残片全都焕然一新，甚至散发着炫目的光辉。能达到真仙的龙族，在世俗界就已经算是神龙了，他们残留下的遗骨都能经历1年不腐，而达到准地劫的，更是散发着玄奥的规则气息，足以堪称天才地宝。只是在场众龙完全无心去欣赏，他们被苍灵这个举动惊呆了，哪怕墨央也是一脸难以置信。掘墓挖出骸骨，这无论在人族还是龙族，都属于对逝者的严重亵渎。如果这不是苍龙女帝，她绝对会当场出手，不死不休的。即便如此，她和身后其他苍龙谷的龙族也依旧是满眼的沉痛和不理解。玄冥直接都惊叫起来了：“苍灵，你疯了吗？你干什么呀？”他都看不下去了，太过分了！他们好歹都是你的后辈，你岂能这样羞辱他们？打扰逝者清静，你还算是苍龙始祖吗？苍灵打断他：“谁说他们是逝者了？你说什么胡话？”苍灵没有搭理玄冥，而是充满希冀的看向成哥：“这个样子可以复活吗？”成哥点头：“啊，完全没问题。”本集第725集，要什么子明大帝？听到两人对话，其他龙族都惊愕了。复活？没听错吧？墨央等苍龙谷的龙族一脸不敢相信。全场除了苍灵，唯一一个面露狂喜之色的也只有敖阳了。他见证过成哥太多奇迹，所以一听这话，内心顿时浮起了强烈的希望。至于青龙大帝，嗤之以鼻，说胡话！复活？即便是执掌生之规则的子明大帝，也做不到这种事啊！子明大帝虽然是生之规则的主宰，却是死界的老祖级人物。论实力呢，他在仙界只能排到40-50，但若论仙界最难杀的人，非他莫属。当年仙魔2界崛起，四处征伐，死界遭到入侵。据统计，子明大帝在那连绵大战中足足被杀死过8次，但每隔100万年，他又能神奇的回到战场，堪称杀不死的存在。之后几次大劫，他也曾数次殒命，同样也安然无恙。生之规则极为神奇，每次都能让他复活。而子明大帝的生之规则不光能复活自己，也能复活其他生灵。但复活其他生灵时有诸多限制，子明大帝最多只能复活金仙级的生灵，而且条件苛刻。首先呢，目标身亡时间不能超过7天；其次，身体要保存完好，不能有太多残缺，比如没有脑子的，那肯定活不过来。这已经极为逆天了。毕竟先帝、妖帝也都有天才后辈门人，弱小时没准就会遇到个意外什么的。因为这个原因呢，仙魔2界后来强势的时候，非但不敢得罪他，反而要交好于他。毕竟呢，6界高层都有求于他。在青龙大帝眼中，子明大帝已经是仙界复活领域的天花板了。苍龙谷死去的大部分都是龙尊之上的龙族，死了都上百万年了，而且没有一个留下全尸的，这完全不符合复活条件。尤其是苍极、苍穹，生前都准地后期了，就算把子明大帝请来，一样束手无策。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还复活得了呢？你俩还真是异想天开呀！他的话音没落，就见成哥朝着其中的一片蕴藏规则气息最为浓郁的鳞片挥了挥手，紧接着剧烈白光一闪，一头庞大的8阶苍龙呼啸着降临在了当空。众龙定睛一看，不是早已死去的苍极又是谁呢？活过来的苍极还有些小茫然呢，再一看下方的成哥和小萌龙，连忙缩小身影，激动地冲了下来。大帝，我不是在做梦吧？已经死了，竟还能见到你们！在场所有龙族都震惊了，青龙大帝差点连下巴都惊掉了呀！我操，发生什么了？苍极真的复活成功了？假的吧？他仔细地感知了无数遍，没有错，那真的是苍极，而且还是完满状态的苍极，准地后期圆满，8纹的血脉一应俱全。这怎么可能？他忍不住惊叫。据说子明大帝复活一个小玄仙成功之后，对方的状态都是虚弱无比的，还要慢慢修炼，用宝物温养，恢复时间很长才行。这究竟怎么做到的？其他龙族都快癫狂了呀，尤其墨央等苍龙谷的龙族更是激动的热泪盈眶。他冲到苍极面前，狠狠地和他对撞了一下，这才又哭又笑起来。苍极老大，想不到你还能活过来！师姐，这些年我太想你了。苍极这才意识到自己复活了，顿时也跟着陷入到极致的喜悦。啊，我是怎么复活的？现在什么时候了？是2位大帝救活了我吗？是江城救了你。苍灵不会抢功，他对成哥同样充满了感激。苍极老泪纵横地伸出了龙爪，和成哥抱了抱，一切尽在不言中。成哥其实有些肉疼啊，别看苍极阵亡时间才100万年，远不及当年飞仙门弟子那几千万年，但他是准地后期啊，而且8纹血脉，或许是资质太高了，复活代价那叫一个大，光是他一个就耗费了15亿功德，也幸亏成哥会生，要不然真的玩不下去呀。周围其他龙族早就无法淡定，太神奇了，这都能复活，绝对是神迹啊！苍龙大帝威武呀！别说苍龙谷，就连青龙、金龙2股的龙族看成哥都像看神人一样。青龙大帝心里有着无数的问号，他也被刷新认知了，但是呢又不好发问，毕竟不久前才教育了一下成哥，现在向他请教，那大帝的面子往哪搁呀？啊，只能故作淡定。
哎呀，这逆天之举可一不可再。在他看来呢，这复活肯定不可能短时间内重复施展的。正要装模作样发表一下前辈的看法，给晚辈一点肯定，陈哥又朝着另一块仅次于仓颉的龙鳞挥了挥手，白光又一闪，另一头准地后期的8纹苍龙横亘虚空。哎呦嘿，苍穹老大爷复活了，太好了！果然苍城大帝回来，什么都好了呀！我们苍龙谷重新崛起之日就在今天呢！青龙大帝这里懵逼了，他的声音早就被喧闹的众龙所掩盖了。望着一脸激动冲下来面前两位大帝与众人抱在一起的苍穹，他忍不住揉揉眼睛，发生什么了？他不禁看向江城，发现他的气色似乎没什么变化。不可能的，他能仅凭一点残骸就复活了死了上百万年且实力极强的生灵也就罢了，做出这种逆天之举，难道不用付出代价吗？据说子明大帝哪怕只复活一个小玄仙，都会耗费大量元气，需要闭关休养恢复数十万年。在他怀疑人生这会儿呢，陈哥又把一空也复活了。大帝一边按着自己的小心脏，一边暗自琢磨了一下，忽然觉得子明大帝不香了。跟江城一比，子明大帝那简直菜了口角。自己以前居然还数次请他来青龙谷做客，还备上了厚礼登门拜访，只求能与他结个善缘，以备将来不时之需。现在想来呢，真的是亏大了呀！有眼前这小子在，还要什么子明小弟呀？啊！本期第726集，青龙大帝低头。随着一头接一头龙族被复活，现场气氛已经被喜悦填满了。不光苍龙谷、金龙、青龙两股同样是欢呼雀跃。虽然以前三股之间有竞争和矛盾，但终归都是龙族呀，谁也不希望另外两只灭绝了。当最后一头翼龙被复活之后，苍龙谷基本恢复了从前的规模了。死而复生的众龙热泪盈眶，重新看到同族，看到两位大帝又出现了，全都激动的几乎疯狂了。太好了，想不到还能重回世间，两位大帝回归，我族现在什么都不用怕了。大帝将来会为我们报仇的。苍极、苍穹、一空等准帝喜笑开颜，斗志昂扬，恨不得立即追随陈哥再次出征。青龙大帝感觉自己突然没什么存在感了，拜托呀，这里唯一达到帝境且状态完满的只有他好吗？能不能给这个远古大帝一点关注呀？他轻咳了一声，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仙魔两界和麒麟阵营的整体实力还远在我们之上，过于高调会再次害死自己。长老们，向来对大帝颇为尊敬的敖阳直接打断他的发言。没办法，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一脸期待和诚恳地望着陈哥。我们金龙谷死难者众多，他们残留的骸骨同样也埋葬于此，不知您可否也出手帮忙啊？他此言一出呢，金龙谷敖谦等准帝龙王的眼睛亮了。是啊，苍龙大帝，可否求您也帮我们金龙谷来一套复活呀？我们金龙谷一定永世不忘您的恩情，将来您一声令下，金龙谷从上到下莫敢不从啊！陈哥心说你们也太客气了。其实就算没有敖阳恳求，他也会复活金龙谷的，毕竟自己不在那100万年，三股龙族是队友，他不会厚此薄彼。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有他这话，金龙谷所有龙族喜极而泣。敖谦等金龙族压根没指望过死难的同胞还能复活，这100万年来一直都生活在悲痛和绝望中。苍城大帝，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呐！没说的，今后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绝不含糊。苍城大帝万岁！感谢苍城大帝啊！看到他们如此拥戴江城，一旁的苍极、苍穹等苍龙也是欣慰无比。苍城大帝行事虽然总是那么出人意表，有时甚至很无厘头，但终归还是迈出了他们期待那一步。但一旁的青龙大帝就不是味儿了呀，他可是一直以所有龙族的爹自居的，平生最大愿望就是将三股龙族都纳入自己的麾下，让他们接受自己的领导。现在眼瞧着金龙谷的心好像都归了那个害群之马了，他有些伤感。不过呢，他的感受现在没谁注意，因为很快一尊尊金龙相继被复活了，全场欢呼声、庆祝声一直没停，伴随着的还有对陈哥发自内心的感谢。一直到所有金龙谷的龙族复活了，青龙谷这边坐不住了。虽然青龙大帝会狗，青龙谷在之前的入侵中损失很小，但那100万年间意外频出，也不是一个没挂。能复活，谁愿看着自己的同族长眠于地下呢？这时青龙谷内青龙大帝最大，他不发话，其他准帝龙王也不好越俎代庖。于是呢，众龙眼巴巴望着大帝，您老也求他一下呀。大帝的心里纠结的就像便秘了一样啊，居然要自己求这小子，开什么玩笑？不久前自己才给他上课呢，转眼向他低头多没面子呀！而且在他看来，这意味着龙族2大权力山脉的碰撞，自己要是现在低头了，威望会受损，不利于将来统治3大龙谷。他只能不停朝江城使眼色，希望他能主动识相一点。然后呢，大帝会很欣慰地拍拍他的龙脊啊，既然你这么热心上道，那我给你拯救青龙谷的机会。但可惜陈哥好像没感受到他的脑电波，此时完全沉浸在众龙的簇拥赞美下，早就忽略他了。大帝的心头经历了无数次的天人交战，表情顷刻间变换了无数次。最后呢，他终于想起来，自己的儿子玄海也在100万年前挂掉了，不救一下说不过去呀，这才万分不情愿地开口了。苍城啊，这个方便的话，帮我青龙谷也复活一下吧。
成哥哪知道大帝之前复杂的心理，更不知道他都考虑的那么长远了。闻言呢，很干脆点头，没问题啊。青龙大帝长舒一口气，还好这小子没故意在这关头拿捏自己。于是他看成哥的眼神顺眼了。很快呢，玄海等10几位青龙谷死难龙族也活了。至此，3股龙族欢呼声震天。100万年前，麒麟阵营联手仙魔2界造成的死伤，总算是尽数消弭。望着被众龙围观着吹捧感谢的成哥，大帝心里感谢的同时又酸溜溜的。他何尝没有一个比王梦？但现在呢，茬都被成哥一个人抓完了。再看看跟在成哥身边如同忠实马仔一样的亲儿子玄海，那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想到青龙谷龙种内还长眠着数百亿年来死难的其他准帝和龙王，他眼珠一转，又清了清嗓子。苍城啊，我青龙谷还有许多待复活的青龙，你也顺便帮他们复活了吧？还有，上次你们不就死了10几个吗？上次是只有10几个，但以前还很多呀。数百亿年来，又是仙魔入侵大战，又是大劫的，青龙谷历史上光是挂掉的准帝都7、80位了。这要全部复活，确实是一支极强的力量。成哥点开复活，稍微照了一下其中的一阙骸骨，看到了复活功德后一连串漫长的灵，默默的关了技能。算了，还是让他们继续长眠吧，打扰逝者安歇多不好啊。办不到。怎么会办不到呢？我看你是不愿意吧？成哥演戏也是好手啊，立即把自己的状态变得虚弱了。谁说没代价呀？哎呀，刚才复活那么多，早已毁伤了我的根基，我只是没说而已。哎妈，现在哎呀脑瓜疼，哎腰疼，哎呀，我痔疮好像犯了，哎呀前列腺，哎呀，哎妈脚趾盖劈了。本集第727集，只死了一个。说完呢，他软软的倒了下去，这可把一旁其他龙族给心疼坏了呀。苍城大帝，你千万别出事啊！是啊，你让人出事，我们这辈子都会不安的呀。成哥也不是第一次装虚弱耍好感了，是要多逼真有多逼真。众龙焦急无比，真以为他付出极大代价，许多龙族的内疚的哭了。青龙大帝见多识广，当然不会上当了。你装的吧？此言一出，所有龙族都不能忍了。苍极之间怒对了回来：青龙大帝，你什么意思？就是啊，我族大帝如此付出，你这么说他？金龙谷那边，敖阳、敖谦也是面色不语。青龙大帝，过分了吧？不错，这样怀疑苍城大帝，让人心寒呐。就连青龙谷那些龙族也纷纷扭过了头去，虽然没说什么，但很明显不高兴，甚至玄海都忍不住用埋怨的眼神瞪了他老爹一眼。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亲爱的江掌门呢？青龙大帝郁闷的差点吐血了，一句话差点走到了众叛亲离的边缘。你们是不是忘了这里谁才是唯一的正牌龙帝啊？哎，算了，这次龙族2大山脉的碰撞，算是自己先输了一阵吧，后面一定要把威望给找回来。陈哥装了一会儿虚弱，之后呢，又问苍极等龙：飞仙门怎么样了？他们如今在何处呀？苍极闻言叹了一声：影族的入侵太过突然，当时我们回到苍龙谷，只知道他们在天剑山，之后想过去接应，但根本过不去。一空也点头：是啊，当时我们曾想打听，但影族入侵时消息断绝。敖阳接口了：玄族人出现后，影族就渐渐被击退了，但后面我们龙族这边出现大变故，自顾不暇，无力和他们会合。不过这100万年来，也确实一直没听到他们的消息啊。成哥心头涌起了不妙，难道这次飞仙门弟子比上次还要惨吗？他并退左右，将之前众弟子留存在自己这里的一滴滴血全都找了出来，而后朝着那些血液直接使用复活术，他也不管了呀。就算他们全都被杀了，这一个复活也都回到自己身边了。一阵操作猛如虎，血液之上白光一闪，一道人影出现在他的面前，定睛一看，印小雪，然后呢就没了。成哥对着所有飞仙门弟子都来了一套复活，而最终复活出现在他面前的只有印小雪一个人，也就是说这100万年来其他飞仙门弟子都没死，只有印小雪一个死了。掌门，一看到成哥，印小雪直接喜出望外的扑了上来，浑然不顾自己连衣服都没穿的状态。你怎么又死了？成哥都来不及打招呼，就被他爬到身上了，脖子被一双玉臂紧紧的勾着，差点喘不上气了。嘿，我怎么知道呀？意外吗？这姐们也不是第一次复活了，轻车熟路。意外？我怎么觉得你不像意外呀？成哥不由得狐疑了。这次只有你一个人死了吗？其他人都没事吗？印小雪也是临海历史，直接反问了。难道你希望其他人也多死几个？那当然不是了，就挺奇怪的，你的实力又不是最弱的。这次呢，就连飞仙门那些仙尊后辈，比如元真、元圣、冷化寒等人都没死。莫非掌门你怀疑我是故意被杀，然后故意让你复活的吗？印小雪一脸失望且悲哀地嚷嚷起来。天哪，你竟然这么想，太让我伤心了。成哥寻思着，我也没那么想的，而且看你这夸张的表情，不会真的是那样吧？两人纠缠一阵之后，成哥又被占了些便宜，印小雪这才施施然地穿回了衣服。那个其他人去哪儿了？江掌门摸了摸湿润的脸颊，发现自己对亲吻并没有产生免疫反应，这感觉和当年被离寒遇亲还是不一样的。这形容起来呢，就是一个火热，一个冰冷。我也不知道呀，我死得早，
印小雪一边穿衣服一边随口回答，她对飞仙门其他人的下落似乎并不怎么担心，这让陈哥再次狐疑了。你真不知道吗？他点开了读心术。不知道。印小雪说话时，内心的第一个念头已经被撩动了。季师姐他们担心被仙魔两界报复清算，所以就离开了天剑山，去蛮界那边的隐秘地带了。不过老娘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免得你又被他们抢走。陈哥一脸无语地看着这个明目张胆玩争宠的女人，难怪纪凌寒私下经常喊她小婊子呢。啊，自己门下究竟都是些什么活宝啊？能不能更离谱一些？不过呢，从这读心术的结果来看，其他门人都是主动转移的，应该都没事。毕竟有莫仙人这个老滑头带队，反正就算有事自己也能复活，他彻底放心了。行吧，接下来跟着我吧。只有印小雪一个人，带着也挺方便的。听到这话呢，印小雪眼内浮起了一抹得逞的喜色。好呀。随后毫不避讳地勾住他的臂弯，两人来到外面，迎面飞来了苍龙女帝化身的小朦胧。看到两人的亲密的姿势，其他龙族还挺惊诧的。苍灵呢，早就见怪不怪了。我打算取回本体真身了。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去找裂空魔帝啊？他还记得苍灵拿回本体的流程，先是找裂空魔帝，把他从速度主宰的位置干下来，然后自己当上速度主宰，最后再配合着从那规则之心内解救出苍灵的本体。但苍灵这次却摇头了。现在不用那么麻烦，满世界寻找他了。啊？从玄界回来后，我就已经找到了速度规则之心内的苍龙真身。回来后就被九彩天青山困了1个月，之前急着赶回苍龙谷，他也没空干别的事，现在呢，总算有机会了。陈哥大为惊讶，居然还有这种事儿，怎么做到的？应该是因为你的速度玄文之力，同样属于速度规则，与速度之心形成了一丝奇妙的联系。本集第728集，莫名其妙的提升。当初得到速度玄文之后，苍灵就神奇的和那玄文绑定在了一起，也因为那次呢，他才有了小朦胧的体型。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陈哥的速度玄文主动选中的主宰仙帝，只不过陈哥的体量和整个仙界比起来，那完全没有可比性。他的玄文自然远远不及仙界的规则之心能提供的力量强大，所以呢，这个速度玄文的主宰仙帝没多大牌面就是了。那接下来要我怎么帮你呢？给我一点速度玄文上的支持，这样我有把握借那一丝联系将真身给召唤回来。苍灵能从速度玄文借用到多少力量，是由陈哥本人决定的，毕竟那玄文是他自己的。两人达成默契之后，陈哥彻底放松了对速度玄文的束缚，苍灵瞬间得到第7重玄文的全力加持。小朦胧的身躯散发着玄文的紫金光芒，一道道属于速度的玄奥力量向着四周播散了开来。不远处呢，苍极、苍穹、一空等龙族原本还只是紧张的看着，但很快就沉迷了，一个个变得如痴如醉，仿佛能从那玄文上感知到新的东西。而更远处，青龙大帝则是定定望着那玄文，面色凝重的同时，还有着难以掩饰的震撼。片刻之后，一阵微风轻轻拂过，青龙谷的原野上，青草齐刷刷地朝着小朦胧的方向弯了腰，紧接着天空中响起了一声闷雷，整个天幕就像被撕裂开来，出现一条巨大裂缝，裂缝的边缘同样散发着耀目至极的光芒。那光芒投射到苍灵的身上，一道巨大的苍龙虚影环绕着他快速成型，那虚影铺天盖地，连绵不知多少里。与之相比，陈哥的苍龙真身都显得迷你了很多，毕竟他才是真正的苍龙始祖。那虚影越来越凝练，越来越真实。许久之后，庞大的苍龙真身彻底呈现在所有龙族面前，而直到此时，天空中那道裂缝才终于愈合了起来。大帝，这是大帝真身，我族大帝终于彻底回归了呀！苍龙谷的所有龙族欢呼雀跃，再次陷入到狂喜。而高空中的苍灵并没有停下来，他的气势节节攀升，竟原地突破。江上们看不到他体内的情况，但也能猜到他在夺回速度规则的主宰之位。换成其他人想夺取规则主宰之位，需要干掉之前的主宰，而苍灵不需要。作为速度规则半生的生灵，他天生就得到了速度规则的眷顾。当他得回真身之后，另一边的速度规则之心已经开始剧烈震颤。遥远的魔界，裂空魔帝惊恐而又茫然地站起身，他甚至都不知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自己正在渐渐地丧失对速度规则之心的掌控。他飞凌虚空，指着天愤怒咆哮：“不可能！本帝不服！”不过不服也没用啊，这是仙界速度规则之心的主动选择。很快他就从主宰之位跌落，变回了准帝后期了。而那主宰的位置上，一道看不清面目的龙影缓缓升起。仅仅出现那一刻，苍灵对速度规则之心的掌控权就超越了之前的裂空魔帝。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所有修炼了速度规则的准帝这一刻都有了明悟。一头苍龙成为了速度主宰，一时间整个6界都为之震动。苍龙不是都快被灭绝了吗？对啊，我记得苍极、苍穹100万年前就陨落了吧？怪哉呀，竟然还有苍龙能成帝，究竟是哪尊苍龙呢？仙盟和圣宫高层也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不约而同地露出了杀意。苍龙族竟然还有如此余孽，区区一尊速度主宰不足为虑，改变不了龙族衰亡的大事。不错，他掀不起什么风浪，不能掉以轻心。这一族必定仇视我们，
必须想办法将这新出现的速度大帝抹杀。苍灵重新成帝，苍龙一族欢呼震天。一族双大帝，我龙族注定崛起。女帝才刚夺回主宰之位，气息就完全不若当年，甚至犹有过之啊！苍杰、苍穹、一空等准帝激动的热泪盈眶，而一旁金龙谷、青龙谷众龙也是羡慕无比。尽管总想着当所有龙族的帝，但现在看到苍灵恢复真身和实力，青龙大帝终归还是露出了欣慰的神情。毕竟这意味着龙族整体实力变强了。而成哥呢，却来不及欣喜，他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愣在原地，因为他发现自己的速度玄门境界居然神奇的提升了。事实上，当苍灵重新得到苍龙真身变回准帝后期时，他就察觉到速度玄门得到了一股神秘力量的灌入。那力量他非常熟悉，正是仙界的速度规则之心。只不过呢，那时力量还不算多强，对玄门的提升不大。但随着苍灵变回速度规则大帝，彻底得到速度之心的掌控权之后，他得到的外来力量就变得汹涌澎湃了。那股外来的速度规则之力迅速提升着他的速度玄门。与此同时，玄魄中心那颗被阿灵赋予的种子也开始茁壮成长。这个过程玄妙无比，他能感觉到一股股属于速度的玄奥法门不断出现在脑海中，令得他对这门规则的理解也更加深了一步。当苍灵气息稳定下来时，他的提升过程结束了，而此时他赫然发现自己的速度玄门已经不再是玄门形态，而是变成了一片嫩绿的叶子。那片叶子就挂在玄魄种子抽出的嫩芽上，孤零零一片叶子，看起来弱不禁风，却蕴藏着远超之前紫金玄门层次的力量。成哥稍微感知一下，紧接着露出了狂喜之色呀！这力量层次竟然和当初那几个炎族人的火之力相当。如果当初在秘境时他就拥有这个层次的速度玄门，那他根本不需要49道玄门奇术，更不需要死一次。凭着近乎等同的速度玄门，或许他就足以和那几个炎族人抗衡了。成哥不知道这算不算第8重玄门，但他知道自己这次也赚大了。本期第729集，你们要低调啊！这次提升完全是在江掌门的意料之外，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修炼的过程，这就有搞头了。他的心思活泛了，自己可不止速度这一个玄门呐。如果其他玄门也有人当主宰，那是不是也能进化到速度玄门这个地步呢？不过这有个前提，那个人必须要升到仙帝层次，才能给他的玄门带来重大蜕变。准帝带来的提升终归太小了。想到这儿，成哥不禁把目光移向了远处的青龙大帝。这大帝可是一尊远古大帝呀，绝对能帮他把水之玄门提升到第8重。顿时呢，青龙大帝在他眼中变成了稀世珍宝，他那炙热的目光自然而然的被青龙大帝感知到了。后者顿时龙躯一震，为什么那小子看自己的眼神如此无良？该不会憋什么坏水了吧？高空中，苍龙女帝缓缓降落的同时，也在飞速的缩小身体，直到某一刻，她突然变化成了人类的形态。在此之前，苍灵号称自己曾经是仙界前5美女之一。成哥虽然嘴上说着不信，内心还是很期待的。说实话呀，他已经有了见到绝世美女的心理准备，更何况他见的美女不少。但此时真的看到面前的女人，他还是难以抑制的产生了惊艳无比的感受。苍灵的身形与他一般高，一袭火红长裙将她的完美曼妙的身材包裹得错落有致，尤其是正面的上半身更是呼之欲出呀，令人随时担心可能会将那深色抹胸给撑爆了。一头栗色长发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而成哥的视线却全都集中在了那张完美的过分精致的脸上。他的眼眸是深红色的，眼神透着能看穿一切的皎洁和慵懒意味，同时又散发着令人迫切想要探究一番的致命魅力。周边龙族还好说，他们的审美是龙族，对人类形态没什么感觉。一旁的印小雪却呆了呀，哪怕身为女人，她也很难对这样一尊上天偏爱造就出的完美杰作产生了一丝嫉妒之心，因为她知道这不是正常人类能达到的颜值。成哥没回过神呢，就被苍灵拦腰抱住了，耳畔传来他的轻声呢喃：“这些年，谢谢你。”如果没有成哥，他可能永远都不可能恢复过来。那缕残念随着时光继续推移，大概率的会走向彻底消亡的。成哥没回过话呢，那嘴就被那鲜艳的诱人红唇给封上了。远处青龙大帝差点惊呆了呀。虽然苍灵以前行事就天马行空，有时甚至有点游戏人间的意味，但实际上能和他接近的生灵一个都没有，甚至就连妖族这边都没有谁能够成为他真正的朋友。他表面很容易打交道，但又永远和其他生灵保持着淡淡的疏离感。而现在呢，他居然主动亲吻了另一个人。苍龙谷的苍极、苍穹、一空、墨央一开始吓了一跳，但紧接着咧嘴笑了。换在从前呢，他们肯定会认为成哥大逆不道。苍龙之祖和苍龙大帝还是有分别的，而现在他们却莫名的感到了欣慰。至于印小雪，他忽然发现自己和江掌门独处的计划遇到致命的敌手了。尤其是那漫长的一吻之后，苍灵伸出纤长的手指刮了刮红唇，而后又故意朝他递过来一个戏谑的眼神。众龙族欢天喜地的散去，成哥、苍灵、老青龙3大巨头聚在一起。我决定了，马上干掉墨灵和玉灵这2个妖界的害群之马。憋了几百亿年，如今终于恢复了。苍灵大姐头恨不得大杀特杀。成哥点头赞同，没错，
这俩祸害早该干掉了。以前留着他们过年是哥的失误。青龙差点一口水喷出来，你俩说什么胡话呢？他连忙拦住这两个马上要出门大杀特杀的疯子，几乎咆哮的吼着：“你们疯了吗？麒麟族是妖界最强大的一支力量，干掉他们，妖界会大乱。”苍灵淡淡的嘲道：“留着他们，妖界确实没乱，但我们龙族却差点灭绝了。”青龙大帝差点语塞了，他只能苦口婆心的劝了：“墨灵和玉灵没你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对付，别忘了，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远古生灵，就算我们3个联手能勉强击败他们，也杀不死他们。更何况麒麟族还有那么多准地，比我们3股龙族加起来还要强盛。再加上孔雀、九尾、白鹤、万世那几位铁杆盟友，到时候我们会孤立无援的。”他这么一说，陈哥摸了摸下巴，有道理，看来得把那几个帮凶一起收拾了。你能不能不要说疯话了？因为你谁呀？你无敌世界了吗？女帝斜了他一眼，冷冷一笑：“玄冥，你果然还和以前一样怂。”青龙大帝气得一阵胸闷，他忽然觉得这女的恢复过来并不是好事啊。谁怂了啊？如果没有我，龙族最后一点血脉都流传不下来。更何况就算你们侥幸干掉了莫林和玉林，也肯定会惊动邪魔2界，到时候可就全面入侵了。随便。陈哥心说，巴不得上演那一幕呢。青龙大帝那叫一个恨铁不成钢啊，在他眼里，江城和苍灵就是2个头脑发热、只知道蛮干的傻瓜，自己不能看到他们葬送目前的好局面。听我一句劝，先低调发展。你的回归和苍灵的恢复目前都没有传出去，这时候你们还是藏在暗处的底牌。这话呢，把苍灵整乐了。我拿回速度主宰之位，你以为邪魔2界会察觉不到？更何况我们来这里之前，江城已经把苍龙谷那边的魔修全部荡平了，想低调也不可能了。你说什么？大帝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了。苍龙谷那边镇龙城是土眼魔帝坐镇，你把他也干了啊？不然呢？大帝已经不知该说什么了。这小子还真不愧是地境收割者呀，回来就干掉了一个地境，能不能给他的心脏一点缓和的余地呢？如果他知道陈哥在此之前还干掉了灵界10位大帝，不知会作何感想？看来你们还真的是低调隐藏不了了呀。本期第730集，这是对我的侮辱。看来青龙谷要再次长期封闭了，我们要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啊。老青龙倒不是没有血勇之气，作为远古生灵，他参加过的大战多了去了。只是他深知仙魔2界的大势，更在乎3股龙族延续的他，这数百亿年来只能谨慎行事，生怕龙族血脉就此断绝。成哥和苍灵无奈的互望着眼，这老龙对自己太没信心了。既然如此，那玄冥你就继续搞着防御吧，我们自己干。苍灵可不想继续忍了，尤其成哥的战斗力摆在那儿呢，他犯得着隐忍憋屈吗？青龙大帝正回队呢，成哥却截住他了。我觉得青龙大帝说的还真的很有道理啊。此言一出呢，别说玄冥本人了，苍灵也是一脸错愕。江城，你在说些什么？你居然还赞同玄冥？拜托呀，这些年跟着你，老娘可没少被吓到呀。论形势谁更忙，你称第一，下面得空3个格才能轮到别人吗？青龙大帝老怀大慰，孺子可教。人一时风平浪静，也总算开窍了。成哥拦住想怒喷的苍灵，笑眯眯地说：“但是咱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外面肯定猜测纷纷，没准就会猜到我和苍灵满血回归了。确实啊，这是个问题。所以呢，还需要你帮我们打个掩护。什么掩护？你去万妖宫，召集诸位妖帝开个会，给他们解释一下苍龙谷的小意外，以及速度妖帝突破的事。作为天部成员之一，青龙大帝是可以召集包括麒麟、火凤、鲲鹏在内的所有妖帝去万妖宫开会的。青龙大帝不愧是仙界老油条，立马反应了。解释？你的意思是编造谎话误导他们，让麒麟阵营放下对我们的戒心？没错，和大帝说话就是省力。那必须的，你不看我是谁？随后呢，他就开始思索了，该想些什么样的借口把这2件事糊弄过去呢？苍龙谷内战，要不就算在自己头上，这样谁都猜不到江城回来了。至于苍灵重夺妖帝之位，就咬定牙关说自己不知情，应该是流落在外的不知名的苍龙。那如此一来呢，外界就完全不知道龙族实力飙升了。接下来就能继续的慢慢苟了，苟到若干年后，仙魔2族开始衰落的时候，龙族就能再次出山，多么的完美啊！妙啊，妙啊，就该这么办。我这就发出消息，召开天部大会。他都忍不住佩服自己机智的脑袋瓜了。成哥看他心情不错，连忙趁热打铁，提了另一项很有建设性的提议。那啥，先别急，我还有件事呢。哦，什么事啊？是这样，我有一桩天大的机缘要送给你。机缘？就你还送我机缘？我纵横仙界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他可是仙界初开就存在的远古生灵，什么机缘没碰到过呀？江城就算再妖孽，在他眼里也是个后辈。后辈送给前辈一桩机缘，笑掉大牙吗？成哥丝毫不计较他的嘲讽的语气，没办法，为了拉青龙入伙，加入自己的玄文主宰阵列，让他嘚瑟一下也是可以接受的。他直接亮出了自己的水之玄文，一感受到玄文上透出的深层水之规则的信息，玄冥的眼睛就直了。我刚才看到你不是有个速度玄文吗？你这怎么又整出个水之玄文呢？他能猜到成哥也是从玄界回来的归来仙，但这突然出现的第二个玄文还是刷新他的认知。不是说好了玄界每人只能有一个玄文吗？那个我修炼玄文的时候出点小意外，和其他归来仙有些不同，玄文比他们多了一点点。苍灵忍不住嘴角一抽，暗吐槽：“你那是一点点吗？是一点点吧？还能这样啊？”大帝有些懵了。玄文他没有涉猎，还真的不懂。但紧接着他的眼睛骤然一亮，表情变得狂喜。难道你的玄文可以转增？你说的机缘就是把水之玄文送给我吗？陈哥心说：“想屁吃了吧？别说玄文送不了人，能送也不能送你呀！飞仙门那么多弟子嗷嗷待哺呢。这玄文是我的，无法送给别人，但可以让别人也沾点好处。沾好处？那什么好处呀？就是你和我的玄文绑定一下，然后将来就能使用一部分我玄文的力量。还有这好事？大帝来兴致了，但紧接着清醒了。有这么好的事，这小子为什么找自己呢？玄冥可不是给点甜头就晕头转向的傻瓜呀！整个妖界最老谋深算的就属他了。稍微一琢磨，他回过味了。我听说玄文算是一个迷你版的规则之心，你的意思是要我当你的水之玄文的主宰大帝？是啊，很有牌面，对不对啊？牌面你个头！你真想得美，居然还想爬到我的头上！可以商量嘛，对你没坏处。怎么没坏处了？我可是仙界的水之主宰，就你这破玄文也配让我当主宰？难不成你还想和仙界肩并肩呢？这是对我的羞辱！此事休得再提，否则别给我翻脸！说完，他直接飞出了青龙谷，开始召集其他妖帝了。他离开之后，苍灵才笑出声：“玄冥他很快就会后悔的。”为什么呀？你居然不知道吗？即使绑定了你的玄文之后，我能用出你的速度玄文之力，也等于成了归来仙。苍灵如同偷到了鸡的狐狸，那叫一个得意啊！本期第731集，我们雀族也辉煌过。还有这事呢？陈哥大大的惊了一个讶，他真不知道自己的玄文还有这种效果。苍灵得意洋洋：“当然了，老娘虽然没有玄魄，但那些归来仙所有的能力，我现在都凭空拥有了。”归来仙拥有的玄力他倒是没有，但归来仙真正强的地方并不是玄力，而是借着玄文那更高层次的规则之力去打破敌人的法则空间。苍灵目前拥有的就是这个能力。你都没经过任何努力，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好事呢？陈哥心里不平衡了，他娘的这女人分明没修炼过一天玄力。哥们在玄界好歹哼哧的富灵上千次，还吃了海量的玄元果，也炼化了无数的密空圣沙，好吗？你什么力没出，居然能白得好处，天理何在呀？陈哥完全忘了自己的速度玄文刚才提升也是从苍灵那得到好处，同样没经过努力。苍灵笑眯眯拍拍他的肩膀，赞许了：“或许这就是姐的气运吧，你不得不服。而且我的能力比那些归来仙还要强盛一点呢，因为你的紫金玄文比那些归来仙更强啊。”确实啊，同为第7重玄文，成哥的玄文可是紫金玄文，而现在更是进化到了疑似第8重了，当然比那些归来仙更强了。而仔细一想，苍灵能借用他的玄文之力，不就是等于他也拥有了一个玄文吗？具备归来仙的特殊能力，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不早说呀！感情这对青龙大帝还真是一桩天大的机缘。早知道是这样，那刚才江掌门还就能轻松地说服青龙大帝了，哪还用想办法哄他呢？直接把绑定水之玄文好处摆出来，丢一句你爱要不要？苍灵满不在乎。我干嘛要说？玄冥提不提升，关我什么事儿？他对青龙大帝本就看得不顺眼，要不是对江城有意，他甚至希望玄冥一辈子都别搭上这趟车。好了，咱们也该出发去万妖宫了。你居然知道我想干什么？那当然，你一反常态赞同玄冥，可明显是要利用他做点什么。苍灵也极其聪明，他已经看出陈哥的意图了。你是想借着他将其他的妖帝召集到一起的时机，将麒麟阵营所有的妖帝一网打尽吧？这个疯狂的决定也只有他能理解，毕竟他见证过陈哥太多的恐怖战机了。没错，这样最省事了，而且一个逃不了。两人做了决定之后，就留下苍极、玄海、敖阳等龙族继续守下，随后呢也飞出了青龙谷。一路飞行，在距离万妖宫不远时，陈哥忽然停了。怎么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下面是雀族的领地吧？没错，雀族、燕族、鹰族、鹤族等飞禽大都生活在这一片。那我先去找批老队友。队友？
苍灵说：“你什么时候都有队友了呀？”随后反应过来了，你说的不会是雀迷为首的那帮雀妖吧？他的表情古怪。那帮雀妖他是见过的，论战斗力完全不用指望，他们连其他同阶的妖族都打不过，在妖界处于垫底的族群。当初跟着陈哥一道出征仙妖山，他们全程一个敌人没杀过，光是凑热闹当啦啦队了，这也算队友吗？但陈哥挺期待的，没错，带上他们热闹一点。这支妖界最好的啦啦队，陈哥一直很看重，要不然装叉都没那个氛围了。你确定是为了热闹，而不是为了装叉吗？苍灵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你的品味什么时候才能提高一点啊？程哥耸肩，完全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咱们这一次从玄界归来，后面还有很多仗要打，当然要继续带着壮壮声势嘛。当年撤离仙妖山之后，血族回到了自己的领地，此时下方西边的河畔密林，一位金仙级的老云雀正在为一众近10万年出生的后辈雀妖科普雀族的历史。别看我们雀族现在沦落至此，其实以前我们也辉煌过呀。巅峰时期，我们雀族曾经名震妖界，各族仰望。四周一些涉世未深的小雀妖叽叽喳喳，显得很是惊讶。我们雀族不是战斗力最弱的吗？是啊，隔壁鹰族、燕族经常讥笑我们是妖界之耻呢。而且我们的领地越来越小，现在只剩数百里了，哪里能看出一点明智妖界的样子呢？云公爷爷，你是在编瞎话骗我们吧？就是啊，云公爷爷经常说胡话，有时候还吹嘘自己出征过仙界，真是太好笑了。这老云雀听了这些后辈的质疑，顿时急了。我说的就是事实。100万年前，我们追随苍龙族的苍城大帝出征，云斩仙界无数仙王准帝。这件事你们现在随便去外面打听一下都知道是真的。他的眼内浮出了一丝缅怀之色。苍城大帝的实力举世无双，斩杀仙帝如喝水般容易。他身边有龙族、虎族、猿族、凤族、人族等各族高手，而我们雀族则是他最亲密的战友。话没说完呢，又被小雀妖嬉笑打断了。苍龙族都被灭族了，哪有什么苍龙大帝呀？听都没听说过苍城的名号，说这仙妖山也是假的吧？就是啊，我问过隔壁鹰族和燕族，他们都说根本没这回事。据说当年攻打仙界的是玉林和墨林大帝，根本不是什么苍城大帝，那才是假的。老云却愤怒地挥舞着翅膀。就凭玉林墨林，他们怕仙界都来不及，就知道妥协，哪里敢出征仙妖山？他们那是在扭曲历史。如今妖界是麒麟阵营当道，他们当年都是苍城大帝的仇敌，所以才会无耻地占用他的丰功伟绩。现在年轻后辈都被这段改过的历史蒙骗了，也许数亿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谁还能记得曾经战无不胜的苍城大帝了。他的话音刚落，不远处传来了几声冷笑。好啊，云公，你竟敢诋毁天部、麒麟、九尾、白鹤等诸位大帝，你该当何罪？就见河对岸的密林中闪出来几名鹰族金仙。本第732集，带你们干大事。是你们？云空一惊，他也没想到这话竟然会被鹰族偷听去了，这下完了呀！这些年雀族过得可谓是凄惨至极，一方面有影族入侵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和江城的关系。成哥消失之后，追随过他的妖族都受到了麒麟阵营的清算，三大龙族不用说了，差点直接被灭族了。而出动过三眼虎、战头王、林宁、山更的虎族、猿族、凤族、羊族也都跑过。虽然这些族群有大帝坐镇，但麒麟族为了打压他们，不惜引狼入室，联手仙魔两界，侵吞了这几族的大片领地。至于雀族呢，他们没被灭族，其实还要得益于自身太过弱小了，弱的麒麟族都没什么兴趣可以针对的，只是随口知会了这边的白鹤大帝一声，之后100万年雀族的命运就注定了。雀族唯一的准帝雀迷以及族内仅有的几个妖王妖尊，目前全都被掳到了白鹤宫那边为奴了。而剩下的雀妖这些年饱受欺压，生存领地从数十万里一直缩到了如今的数百里。雀族以前就弱小，现在周边各族有白鹤宫撑腰指使，简直就是奉旨欺凌他们，名正言顺。如今剩下的雀妖已经面临着灭绝的危机了。对面那几个鹰族幸灾乐祸的飞了过来。云刚，你完了！你刚才说的话我们已经传给了白鹤宫，这下有乐子看了，还不束手就擒？云公失魂落魄，面色惨然，他知道自己完了，而他也知道就算没有今天的借口，这些鹰族想要置自己于死地也不难。被几名鹰族压着的他不禁回头看脸后方那些惊恐的幼年雀妖，猛然间他挣扎了一下，狠狠地瞪向那几名鹰妖。你们告诉他们，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实情？100万年前那些事，你们不也都经历过吗？告诉他们真相！几名鹰妖面色先是一阵不自然，紧接着失笑起来。什么真相？狗屁苍城大帝闻所未闻，都是你编的不是吗？云公听到这些颠倒黑白的话，怒火几乎烧穿了最后一丝理智，也带来了勇气。他梗着脖子，一口唾沫狠狠地呸了出去。呸！无耻！
你们敢用族群的名义发誓吗？几名鹰妖大怒，真是给脸了还发誓！为首的鹰妖狠狠一耳光甩了下来，但意想中的清脆声响并未出现，因为那鹰妖的翅膀被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在距离云宫还有1尺的地方停了下来。发生什么了？突然出现的陈哥面色有些不好看，血族是他的啦啦队，也是他的好伙伴，这批鹰妖竟敢打自己人。云宫原本都闭上眼睛了，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不禁睁开双眼，旋即他难以置信地张开大嘴，惊喜和委屈在这一刻同时爆发。你，他才刚开口就已经老泪纵横，再说不出话来。那熟悉的身影，他曾经朝夕相处。你是何人？胆敢为雀族出头，你找死吧！江掌门此时是人类的形态，云宫能认出来，这些鹰妖却不认识他。他也懒得接那几名鹰妖的话，神念直接浮散了开来，很快就发现周边剩下的雀妖还不到100个了，而他们的生活范围不过数百里而已。这么小的地盘，寻常妖王如果展开全部的妖体，甚至都放不下吧？怎么会这么惨呢？他没听到之前对话，只问了：发生什么了？为什么会这样？我警告你不要多管闲事！鹰妖们不认识他，但能感知到他实力深不可测，全都变得色厉内荏。而程科已经借着读心术得到了原委了，于是呢，他连犹豫都懒得犹豫，直接挥手，几名鹰妖瞬间灰飞烟灭，渣都不剩了。这一幕惊得后方那些幼年雀妖尖叫连连，然而云空却一点不畏惧，反而激动的涕泪横流。大帝，你终于回来了！后方那些幼年雀妖惊讶无比，而远处又有数十只玄仙、天仙级的雀妖小心翼翼地从密林深处钻了出来。在看到江城面容之后，他们全都呆了，旋即疯了一样哭着喊着迎了过来：“大帝，苍城大帝，哎，我们盼你盼得好苦啊，就知道你们还记得我们，一旁那些幼年雀妖惊讶无比，这就是那位苍城大帝吗？他真的存在，不是编的？可他看起来并不像一尊威严可怕、散发着拒人千里之外气息的妖族大帝呀。迎着云宫，江城毫不避讳地张开双臂，抱了抱他。抱歉，来晚了，是我考虑不周啊。后方静静矗立的苍灵的眼眸中闪过了一丝异彩，以江城今时今日的实力，称之为6界无敌都不为过，他就是最顶端的那个人。与之相比，雀妖根本弱得不值一提，只能算是底层的尘埃。而此时呢，他却在认真地对他们道歉。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飞仙门弟子以及敖阳、牙慈、战猴王他们会对江城如此的死心塌地了。那绝不仅仅是因为什么抱他腿，骨子里他和中错那样的位面之子截然不同。这些年你们受苦了。陈哥已经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当年那些雀妖哭得更大声了。许久之后，众妖的情绪才平复下来。大帝，我们就知道你一定能回来。你这次要大杀四方了吗？当然，这次我就来带着你们继续去干大事的，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干大事？当年追随过他的那些雀妖激动的浑身发抖。云宫第一个声嘶力竭大吼着：“当然愿意，我们一直在等待大帝你的召唤。”果然，苍城大帝没忘了他们。但一旁那些年幼的雀妖却无法理解，他们甚至觉得这一幕有些荒唐可笑。他们虽然没怎么出去见过世面，但也知道妖界最高的是妖帝，接下来是准帝和妖王、妖尊。而眼前这些雀族前辈，最高的才3个金仙，剩下的只是玄仙、天仙，就这阵容，出征争谁呀？第733集，出征鹰族。幼年雀妖们无法理解前辈们的情怀，在他们看来呀，这阵容如同儿戏。至于那位苍城大帝，他们也没听过。虽然刚刚灭掉了那几名鹰族的金仙，但随便来个妖尊、妖王，同样也能办到这样的事吧？行了，你们其他同族呢？他们都出事了，大帝被我们做主，好多同族如今还被鹤族、鹰族扣着为奴，太惨了。除了大帝，再没有其他强者能看得起我们雀族了。如今大帝来召唤我们，你们应该高兴，哭哭啼啼干什么呀？众雀妖立即擦干了眼泪，止住了哭泣。大帝，你吩咐吧，接下来我们去哪儿？陈哥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内心的情绪，这才笑了。先把这些年意外被杀的同族一骨头找出来。雀妖们对他这么够意思，他不能没表示。而面对他的命令，雀妖半点疑虑都没有，甚至都不问原因，直接带他到了埋葬死难雀妖的坟冢处。他们多半都是因为反抗鹤族和鹰族被杀的。陈哥点头，望着那些尚未腐烂的尸骨，也不再保留，直接点开复活。霎时间，白光不断闪过，一具具残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漂浮在半空的鲜活雀妖。看到这一幕，云宫等雀妖欣喜若狂。哇，大帝竟然还能复活！我的天，这是何等手段！一下子复活数百生灵，即便是子明大帝亲至也办不到吧？绝对办不到！不愧是无所不能的苍城大帝啊！那些幼年雀妖直接怀疑人生了，不对，怀疑鸟生了，不是怀疑雀生了。就在刚刚，他们还对这冒出来的苍城大帝不以为然呢，而现在呢，他突然就展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能力。难道他天生有复活天赋吗？幼年雀妖们胡思乱想时，被复活的数百雀妖在短暂愣神之后也陷入到狂喜了，全都是在那围观着苍城大帝啊，感觉自己在做梦。然后大帝威武就一顿喊呢：“
转眼间呢，原本还死气沉沉的山林变得热闹非凡了。叽喳的雀妖围绕在身边，花枝招展，令人眼花缭乱。成哥直接被淹没在里面。好了好了，诸位，愿意随我出征的都可以跟上。所有雀妖进击应动，我们誓死追随苍城大帝出征。尽管连出征的目标都不知道是什么，但他们重新看到成哥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了，只知道跟着他就行了。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是和强敌，这一幕让苍灵都不禁被深深触动。这些雀妖确实极弱，却有着许多强大妖族不具备的品质，也值得江城对他们好。出发，前往妖族领地。成哥大手一挥，众妖纷纷追随。一时间，天空中五颜六色的雀妖成群结队，好不热闹，弄得沿途许多其他飞禽类的妖族一脸懵逼。发生什么了？跟着大帝杀，干掉鹰族，救出童族！听到这些口号，沿途那些莺莺燕燕各类飞禽差点笑出声了。鹰族可是仅次于鹤族的第二大飞禽类族群呢，区区垫底的雀族竟敢公然声讨他们，而且雀族这些年不是过得无比凄惨吗？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多的部众了呢？成哥没有变回龙形，所以他们看到的头领呢也不知道是谁。幼年雀妖们跟在队伍中瑟瑟发抖，一脸惊恐。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往刀山火海里跳，自寻死路，竟敢直接进攻鹰族。鹰族那边6位准帝呀，就咱们这阵容，对面随便出动2个妖王都能轻松荡平了吧？只可惜了，他们的心情其他雀妖体会不到，他们一点不担心。就这样，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很快就杀到了鹰族领地内。尚未到达鹰族的核心老巢呢，迎面飞来一只鹰族的妖王和10几名的妖尊，他们是闻讯赶来的，这鹰族其他高手压根懒得出动。好大的胆子！我看你们雀妖是吃错了药了，竟敢不知死活闯入我们鹰族领地，还敢喊打喊杀，谁给你们的勇气？成哥不耐烦的夸一挥手，剑都懒得拔，汹涌的仙力一冲而过，前方天空像是被洗刷了一样，再次变得清晰了。那名妖王和身后10几名妖尊当场灰飞烟灭，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大帝威武呀！云宫第一个声嘶力竭的叫了起来，其他雀妖激动无比，这一幕让他们梦回当年妖仙山。大帝威风不减当年，竟然正面挡在大帝面前，谁给他们的勇气？或许他们的亲人根本不够大帝杀的。他们的兴高采烈，队伍中那些幼年的雀妖确实惊叫出声了。发生什么了？我走，这是什么实力？就！这苍城大帝似乎比妖王厉害了很多呀！沿途那些跟着看热闹的群妖差点吓得掉了下去啊！刚刚看到什么了？一个强大的妖王就这么没了吗？看来这次雀妖是有备而来，不是开玩笑啊！出大事了！鹰族这边很快得到消息，雀族就凭他们能杀死我族一位妖王，他们哪儿请的帮手？不管哪儿请的，都是在找死！将那群雀妖拉出来！鹰族好久没干大事了，看样子很多妖都忘了我们的厉害了，有必要用鲜血震慑一下周边的部族了。当成哥一行人杀到鹰族腹地，迎面而来的除了鹰族，还有一众被压在前面的雀妖。这些雀妖都是被掳到了鹰族为奴的，每一个都是腰丹背锋，双翅被锁，神情萎顿，气色极差，完全看不出从前的活力。看到他们，云宫的所有雀妖都红了眼了，就连旁边跟来看热闹的其他妖族也不禁暗暗摇头。雀族这些年沦落到这个地步，也未免太惨了吧。本期第734集秒了。对面一众被锁着的雀妖缓缓抬头，或许是被欺凌太久了，视线都呆滞麻木。然而在看到最前方站着的身影，他们无神的双眸突然迸发出了璀璨无比的光彩。是大帝！大帝，您是来救我们了吗？后方鹰族那位准帝后期的首领冷笑：你们雀族还真是不知死活呀，这就是你们请来的帮手吗？他盯着成哥，阴狠之色一闪而过。你敢出手，我立即处死他们！其他鹰族准帝纷纷叫嚣：还不快快束手就擒！你不是来救他们的吗？只要你束手就擒，我们就放了他们，怎么样啊？难道你想害死他们吧？卑鄙无耻啊！围观的群妖纷纷发出类似的心声，这完全是道德绑架。谁都知道放弃抵抗束手就擒的下场会非常的惨，甚至呢鹰族可能还是会处死雀妖，但还手的话对面立即处死，到时候就会说是因为你反抗害死他们了。这真的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啊！明明鹰族6位准帝阵容强势，可以正面攻击了，却偏偏要这种人质要挟的方式，未免太过下三滥了。然而呢，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往往最好用。被锁着的雀妖们突然纷纷声嘶力竭大叫起来：大帝不要管我们，出手吧，为我们报仇就行，先杀我们，再杀鹰族，我们不会拖累你。围观的群妖无不动容，他们以前一直看不起雀妖，此时才发现这个族群竟然这么刚，这是怎么样的意志？就连鹰族准帝们都被惊到了。为首的准帝后期抬抬翅膀，冷漠下令：该死的，杀了他们祭旗！话音刚落，成哥直接出手了。他确实是朝着雀妖们出手的，毕竟他们就站在自己的正前方。而他这一出手，无论周边群妖还是身后的雀妖，全都看不清眼前的景物了。他们只能听到一阵沉闷的呼啸，天色骤然昏暗，紧接着再次亮了起来。
再看前方，被锁着的雀妖已经去除了枷锁，全都安然无恙。而他们身后的鹰族大军已经在一瞬间消失了9成9了。数万金仙和数千妖尊直接当场化作的青烟，骨头渣都没剩。上百位妖王灰飞烟灭，还能够看到余烬在空中飘散。而6位准帝则是妖体碎裂，血洒长空，神魂陨灭，同样死得透透的。就这么几秒钟，鹰族从此成为了历史，一切来得那么突然，那么迅速。莫说围观的群妖啊，就连身后对成哥信心百倍的雀妖们也都惊呆了。战斗过程呢？刚刚算是战斗吗？事实上，对成哥来说，原本一道仙魂冲击就能直接摧毁对方，真的不需要战斗。只是呢，他觉得那样太干净了。雀族这悲惨的处境，还是要用敌人的鲜血洗一洗的好。然而，这已经极大的超出了在场所有妖族的认知极限。漫长的寂静之后，云宫第一个大叫起来：“大帝还是一如既往，战无不胜啊！”其他雀妖也都纷纷反应过来，随后呢，迅速熟练的切换到了欢腾的吹破模式。什么狗屁鹰族，根本不够大帝杀的吗？我猜大帝肯定没尽兴，肯定没尽兴。妖族也太不给力了，我们来看这场惊天大战，也太让大家失望了呀！大帝一不小心多用点力，他老人家也没想到对面这么不耐操啊！太为难妖族了，一上来就碰到大帝这个级别的对手，地狱模式有木有啊？能死在大帝手里也是他们的幸运了，这样别人就看不出他们到底有多弱了呀！成哥感慨万千，雀妖们果然是专业的啦啦队，夸人的同时损起敌人来也是很专业的。如果鹰族还有最后一口气，听到这些话，估计也要当场气得背过气去了。围观的群妖们一脸呆滞，这他妈究竟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了？强大的鹰族被灭团了？几秒钟，飞禽中第2大族群没了。就算亲眼所见，就算现在还能看到掉落在下方的准帝残骸，他们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久前他们还把雀族出征当成一场儿戏闹剧呢，现在谁能笑得出来？而鹰族高手出场后，他们也全都以为今天会是雀妖被灭的日子。毕竟鹰族很强，雀族太弱，双方实力极其的惨烈。然而现在结局反了，围观群妖只觉得一股凉气直袭脑海，看着前方人影，浑身不寒而栗。那是真正的大帝呀！队伍中10几只幼年雀妖心头也在呐喊，这一刻他们终于信了云空之前说的那些雀族历史了。原来雀族真的追随过一位强悍无比的大帝，这是何等实力，他们已经无法想象，只知道有他在，雀族站起来了。然而很快呢，他们又陷入了另一个深层次的疑问中：这么强大的存在，为什么愿意带着雀族一起玩呢？雀族能为他做什么呢？好像除了当观众什么也做不了啊！如果成哥听到他们的心声，一定会说：小朋友，你们猜对了，哥要的也只是观众啊！无论准帝、妖王还是金仙、天仙，对哥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干掉鹰族，救下了数十名雀妖的妖尊和金仙，成哥帮他们解开了妖丹的封印，总算让雀妖这边的阵容稍微能看了一些了。而紧接着大手一挥，鹰族领地应该有不少宝物资源，你们自己取去吧。对于将战利品看得很重的成哥来说，这是极为罕见的决定。经历了那么多次大战，他也就当年仙城飞升战、仙妖山数场战斗给了队友抢资源的机会，其他每次战利品全都是他的，毕竟他升级需要的资源太多了，而他的战斗都是独自发力，也没仰仗帮手。当年仙妖山之战，雀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战利品，他们战力太弱了，哪里抢得过飞仙门和苍龙谷那些强人呢？如今成哥觉得自己需要照顾一下自己的专属啦啦队了，至少让他们有点自保的能力。本期第735集，这大腿太粗了。听到这个决定，众雀妖全都愣住了，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让我们去取？修炼界的规矩他们也不是不懂，没出力就没有分成战利品的资格，这无论在仙魔界还是妖界都一样的。成哥笑眯眯点头。当然了，众雀妖在短暂的愣神之后全都变得欣喜若狂。多谢大帝，大帝他照顾我们了。谁不想修炼资源呢？霎时间呢，数百雀妖俯冲而下，欢天喜地的在鹰族领地忙碌起来。鹰族早已全灭，没有人能阻拦他们。看到这一幕，围观群妖们羡慕嫉妒到了极点了。作为飞禽第2大族群，鹰族这边的修炼资源多丰厚呀，竟然就那样全都便宜了雀族了，这太让人眼红了呀！那位大帝自己取也就算了，那些雀妖又弱又没有出力，凭什么呀？他们都感到不忿了，恨不得以身代之，也跟着下去捞一笔。只可惜呢，成哥看着谁敢呢？一番忙碌之后，所有雀妖都收获满满的喜笑开颜，其他群妖嫉妒的眼珠子都绿了。这雀妖是哪儿找来这么一尊大粗腿的？实力强悍就算了，还这么慷慨。他们都想追随成哥的，但可惜成哥看都没看一眼，毕竟啦啦队还是雀族最专业的。好了，下战鹤族。众雀妖斗志昂扬，狂喜领命。是，出征了！杀进白鹤宫，救出雀明大哥，干掉白鹤妖帝！杀呀！一旁其他围观的妖族差点被吓得屁滚尿流啊！不是被雀族的蒙蒙的杀气吓到，而是被他们喊出的话给吓到了。他们说什么呀？进攻鹤族还要干掉白鹤大帝，他妈疯了吧！鹤族和鹰族可不是一个层次的，那边准帝10几位不说，白鹤大帝更是天瀑17位妖帝之一，位于妖界顶端的存在。任何一位妖帝在妖界的地位那都和图腾差不多了。
没有谁敢轻易的触犯，更别说开战了。只可惜陈哥可不想这些，他干掉的地精也不是一两个了，带着数百雀妖，他很快杀向了鹤族领地。沿途闻讯而来的妖族更多了，甚至有一些走兽族都赶过来看热闹。这叫干什么呀？打仗吗？哦，雀族打鹤族。我操，雀族疯了吗？攻打鹤族，先死的不够壮烈。哎，你别小看，刚才鹰族被他们灭了啊！啥玩意儿啊？雀族灭鹰族吗？你逗我呢？不信你去个鹰族那边看呗。雀族找了一个强烈的靠山，也不知道哪来的。为首那个人我怎么越看越眼熟呢？陈哥杀到这边，鹤族高手同样提前得到了消息，与鹰族一样，他们也将一众人质押了上来。看到雀族唯一的准地雀迷被锁着的凄惨模样，众雀妖再次含泪，一旁其他妖族也唏嘘不已。以雀迷那准地级的实力，原本就算不敌，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下场。想逃还是轻松的，只是他要是逃了，剩下的雀妖会更加凄惨。大胆雀族，竟敢进犯我白鹤宫！为首那名准地后期的鹤妖才刚开口，陈哥不耐烦一巴掌挥过去，他懒得给对方威胁自己的机会了。多废话一会儿，对面被锁着的血妖人质们就多受了一会儿苦，何必呢？49道规则烙印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席卷而去，瞬间就将对面鹤族高手尽数笼罩在里面。紧接着规则乱流同时爆发，极短的时间内就将那片虚空摧毁了一遍又一遍。妖帝之下，没有谁能挡得住这样磅礴的攻势。短短数秒，鹤族大军就步了鹰族的后尘，死得一干二净。看到这场面，跟来的群妖许多竟然真的被当场吓拉了尿了。刚才他们也听说了，雀族为首那人很可能是地境高手，跟过来是打算开场激烈大战。结果呢，这算什么呀？别说大战了，连碾压屠戮都不足以形容了吧？这完全就是降维打击呀！我靠！队伍中的幼年雀妖们表示自己的小心脏完全无法承受，苍城大帝也太生猛了吧！10几个准地，数百妖王，数秒就秒了。飞禽界的扛把子鹤族团灭了，咱们雀族当年是怎么搭上这条豪华大船的呀？这强大的实力，残暴的手段，画风与雀族根本不像是一个世界的呀！早知道之前应该多问问员工爷爷了，只可惜那会儿都以为他在吹嘘，谁也没当回事。围观群妖许多都已经脸色发白，浑身战栗，这绝对是地境，应该也只有地境才能秒杀这么多准地了吧？如果其他仙帝、妖帝、魔帝听到这话，估计会男默女泪。不好意思，我们这些地境也办不到。地境和准地的差别，也就是法则空间以及规则之心的认可度，战斗力层次确实有差距，但还没有大到能秒杀的地步。被解除了束缚的雀迷欣喜若狂扑了上来。大帝，我就知道你一定还会回来了，我就知道我们雀族还有冲进天人的一天。后方其他被鹤族掳走的数百雀妖也是喜极而泣，纷纷簇拥上来。大帝，我们等的你好苦啊，这些年做梦都会梦到当年追随你的场面，百万年的等待好漫长啊！而后方云空等雀妖呢，则是不出意外的再次吹捧起来。什么狗屁鹤族，还不是不堪一击吗？他说的好像刚刚内战是他们打的一样。大帝只用了9成力，就轻松秒了他们。什么9成？你竟然看不起大帝，分明只有了1成半，不对，1半的实力。1成好吗？区区鹤族渣渣而已，还不够大力热身呢。白鹤小弟在哪儿啊？还不快出来受死！就算他躲得快，侥幸捡了一条狗命。他们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挺庆幸的，还好白鹤大帝莫名其妙不在场，要不然刚才那战真不好说呀。苍城大帝当年能干掉纯华等仙帝，不代表一定能干掉白鹤大帝。本期第736集，踏平万妖宫。江掌门倒是猜到白鹤大帝去哪儿了，不出意外是被老青龙传讯招到万妖宫开会去了。如果这传出去，没准外界会认为这是老青龙和自己配合上演了一出调虎离山之计呢。好了，鹤族高手尽灭，宝物资源众多，你们随意取。此言一出，雀迷差点没反应过来，倒是之前在鹰族那边发了一笔的云宫等雀妖欢呼着冲了下去。快抢啊！苍城大帝真是对我们太好了，感动啊！他们一边泪目，一边将那些准地的修炼资源飞快塞进自己的储物空间里。原本还想和苍城大帝寒暄一下，叙叙旧的雀迷也站不住了。我靠，苍城大帝打的仗，战利品白让给我们了？这么好，这么离谱吗？等等，我操，你们太狠了吧！留点好的给我这个老大行不行？一只忙碌的小百灵将他顶到一边。什么老大？宝物面前没老大。雀迷这个准地平时在雀族也没什么架子，所以呢，其他雀妖虽然爱戴他，但也敢对他。你们也太真实了吧！哎，别抢！一旁围观群妖再次红了眼了。然而在江掌门的威胁之下，他们也只能继续羡慕嫉妒的看着。原本贫穷的雀妖在辛勤的劳动下，一个个变得迅速富有了起来。而除了羡慕之外呢，还有一些妖族则是露出了思索之色。刚才雀妖们随口说的那些话，他们都听到了。此人是雀族的故人。雀族这个妖界垫底的弱小部落，如果不是意外出了雀迷这个准地，当年仙界分上中下3层时，他们都没资格住在上仙界。这个族群哪有机会和地境结交呢？仔细回想，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人。于是呢，他们看陈哥的眼神突然就变了。不是吧？不会吧？难道是他？
那个传说中6界第一魔头，他回来了。如果真的是他，那妖界可就大乱了呀。毕竟麒麟阵营这些年可没对龙族做什么好事。将白鹤宫搬空之后，雀迷喜滋滋的带着一众雀妖重新回到陈哥的身边。大帝，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回龙谷那边吗？回龙谷？这才刚开始呢，就回去啊？这还只是刚开始。大帝就是有气魄。雀迷拍了一记马屁，虽然上百万年没有练习了，但他这项业务能力并没有生涩下来。那么请问，接下来大帝有何计划呢？成哥看向遥远的万妖宫方向。白鹤大帝不是还没死吗？听到这话，雀迷浑身一紧，紧接着就露出了仇恨的目光。大帝英明，这白鹤贼子绝不能留，否则必为后患。那就出发吧。大帝知道他在哪儿吗？万妖宫啊，这雀鼻吓得张口结舌，这难道是要朝万妖宫出兵的意思吗？他是希望干掉白鹤大帝，也对陈哥有信心，但如果进攻万妖宫，那就不一样了，那边17位妖帝坐镇呢，这阵容太强了吧？然而陈哥原本的目的就是那边。出征万妖宫！听到这句话，哪怕觉得必败无疑，雀妖们还是热血上涌。出征追随大帝，至死不休！干了！跟着大帝就算战死，也好过被欺凌。早看万妖宫不顺眼了，杀！哎呀，这个都跟打了鸡血一样，搞得陈哥都措手不及了。哥是打算干掉几个妖帝，但是没打算踏平万妖宫啊。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样喊似乎更有排面，对不对？队伍里那些幼年雀妖这一次吓得快湿了呀！醒醒啊你们的，见好就收吧。苍城大帝是厉害，但打下白鹤宫那已经是极限了吧？再打下去就要碰到同阶的强敌了，到时落死谁手就未可知了呀！居然还主动进攻17位妖帝坐镇的万妖宫，飞蛾扑火呀！完了，这下真的完了。然而他们的想法不管用，他们的血族前辈已经陷入到了狂热的情绪，一间雀妖跟着江掌门浩浩荡荡就杀向了万妖宫的方向。留在原地那些围观的群妖已经当场石化了，他们刚听到什么？血族竟然不打算停手，还要主动进攻，而且是万妖宫，搞错了吧？17位妖帝坐镇的万妖宫，这已经不能用疯狂来形容了，完全荒诞呐！万妖宫作为各大妖族的联盟，在妖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论其意义，甚至远超仙盟在仙界、万灵殿在灵界的意义。仙盟的实力是更强，但仙盟集结的只有仙界1/3的仙帝，还有更多的仙帝并没有加入仙盟。万灵殿作为灵界顶尖势力，拥有的也只是灵界一半的顶尖精英，而万妖宫不一样，妖界各族所有妖帝准帝全都是万妖宫的成员。仙盟号称仙界最强的组织，但还不能号称自己是仙界的统治者，而万妖宫那是真正的妖界统治者。妖界各族全都在他的统治下，无一例外。一个族群如果宣布要踏平万妖宫，可想而知会引起怎么样的反应。尤其这个族群还是最底层的雀族，这个出征的消息迅速就传开了。而得知这消息后呢，妖界各族的反应并不是愤怒恼火，而是可笑，就感觉呢就像是皮肤挑战巨鲸，未免太令人发虚了呀。雀族攻打万妖宫，这真是我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了，脑瓜抽了吗？这他妈到底哪跟哪呀？这两者可比性吗？就是啊，虽然万妖宫这些年没干什么好事，但是雀族有资格宣布攻打万妖宫吗？他们压根就不配喊这个口号吧？实力太悬殊了，完全就是闹剧，荒唐。有些妖族消息则是更加细致，据说雀族找到了一个强力靠山，鹰族和鹤族都被平了。不可能，就凭雀族能交到什么高手啊？就是啊，当我们不知道雀族的底细吗？据说这些年雀族混得极惨，最弱准帝雀迷都沦为鹤族奴仆了。可怜的族群估计是被逼疯，脑子瓦特掉了。本集第737集，抗魔英雄老青龙。雀族出征万妖宫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妖界各地，各大妖族并没有把这当回事，更多呢只是当成那场乐子。而万妖宫这边的地部值守妖王和准帝自然很快得到消息了，然而他们同样把这当成笑话了。什么鬼？雀妖？搞笑的吗？活腻了想被灭族呀？那咱们用不用向这个天部大帝们禀报啊？万妖宫被攻打这种事，妖界历史上没出现过的，哪怕最强盛的麒麟族也不敢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妖界最高联盟。这种事的性质自然是严重到了极点了，按理说呢是要给天部大帝报告一下的。然而值守的孔雀族准帝却一脸看傻子的表情。禀报你个头啊！区区雀族闹剧都算不上，居然还要惊扰大帝开会，你疯了吗？众妖一想也是，就这么点小事，随便派个准帝初期了过去就平了吗？于是呢，地部很快就调兵遣将，派了2名准帝中期和4名妖王前去拦截灭杀雀妖大军。在他们看来，这对雀族已经是豪华规格了，雀族就算被灭也该感到荣幸了。而此时万妖宫顶层17位妖帝齐聚一堂，正在开会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青龙大帝还在老老实实的执行着误导外界、隐瞒苍灵江城回归的计划，浑然不知那2人已经正面 A 过来了，都快要对到万妖宫的脸上了。苍龙谷镇龙城是我捣毁的，
土眼魔帝也是我杀的。大帝很实诚的将黑锅扣在自己头上。其他妖帝一脸懵逼，外带震惊的看着他，一时间消化不了这个消息。杀死一个魔帝确实是大事啊，但他们更惊讶的还是这件事居然是青龙大帝干的。这老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刚的呀？他不是一向奉行狗到最后应有尽有的原则吗？除非别人打到青龙谷，否则他极少会主动出手的。说实话呀，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妖帝干掉土眼魔帝，他们都不会震惊，唯独青龙大帝真的理解不了。就连墨林玉林大帝一时都忘了声讨他了，而是冷冷的问：你为什么要杀他？青龙大帝心说：我他妈咋知道啊？都那个害群之马干的，现在害老子来帮他擦屁股。不过为了演得逼真，带偏众妖帝的思路，他还是扬了扬龙手，很豪迈的答着：因为镇龙城这个名字让我不爽很久了。就因为这点近乎无厘头的原因吗？殿内众位大帝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该怎么说了。玉林大帝一脸难以理解：可是他们镇压的也不是你青龙谷，你没事你杀他干什么玩意儿啊？青龙大帝梗着脖子：那他为什么不起名叫做镇苍龙谷啊？镇龙谷包含了我们青龙族，我不能忍。九尾大帝也是一脸恼火：你都忍了上百万年了，怎么这次突然就不能忍了呢？对他这个天铺之主来说呀，这件事现在大条了，杀死一个魔帝，魔界那边绝对会兴师问罪的，到时候应该怎么交涉呢？这是让他头疼的难题呀。青龙大帝现在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忍了多年，忍无可忍了呗。你简直荒唐！两位麒麟大帝差点被气得七窍生烟了。倒是冰凤、白虎两位大帝眼内异彩连连，仿佛重新认识了一遍以狗著称的老青龙。白虎大帝沉吟了：杀了就杀了吧，反正魔界本来就是亡我妖界之心不死，死了活该。孔雀大帝不满了：什么叫亡我之心不死？魔界实力远强于我们，却没有灭掉妖界，我们不该庆幸吗？鲲鹏大帝淡淡说了：那是因为他们还有仙界这个天敌，偶尔还需要拉拢我们当盟友，要不然你以为他们会留着我们妖族呀？白鹤大帝冷冷讽道：无论灭掉别人一个魔帝，我们不占理，这件事反正我是不会管的，到时候你们龙族去面对吧。冰凤大帝忍不住对了回去：哪里无端了？苍龙谷是苍龙一族的祖地，再纯正不过的妖界地盘，他们在那里建个镇龙城，那叫侵略，怎么就不占理了？古元大帝站出来声援：没错，他们侵略妖界，斩杀屠炎本就是再合理不过的还击。老青龙，你这次干得漂亮！搞得青龙大帝都愣了，这口黑锅居然还把自己扣成了抗击魔界的英雄。事实上呢，这是理所当然的。虎族、凤族、猿族这100万年来都有地界被仙魔两界侵占了，这理由呢，就是当年仙妖山大战，这几族的后辈都杀了过仙界的人，需要赔偿。而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在麒麟阵营的配合下竟然全都通过了，他们早憋了一肚子的气，只是自己顾虑重重，不敢动手。看到青龙大帝干出这种事，那心里别提多爽了。麒麟阵营一众妖帝气坏了呀，你们什么意思？我们辛辛苦苦营造出来的妖界和平局面就要毁一旦，你们明不明白？一点大局观都没有。古元大帝狠狠一捶桌子：什么狗屁和平？不就是借着邪魔两界的威风来打压我们吗？损失都是我们几族的，那你们都快活了，很辛苦，我看是妥协吧。你们说什么？反正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双方吵起来了。原先的众矢之的青龙大帝忽然无所事事了，反正呢，混淆视线的目的达到了。这老龙居然坐在一旁悠哉悠哉的看着两伙妖帝吵架，他内心是偏向防御妥协风格的。这样算起来呢，他和偏向进攻的冰凤、白虎、古元等大帝根本不是一路。而他也知道，这些家伙吵归吵，其实不会真的决裂的，毕竟都是活了几百亿年老谋深算之辈了，不会意气用事。哪怕争吵时的愤怒，往往也是故意做个姿态。这争吵就这样持续着，也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忽然有一名鹤族的准帝神色慌张冲了进来。不好了！莫林大帝一惊：怎么了？难道魔界不宣而战打起来了？本第738集，竟然是你们！此言一出，众位妖帝也全都紧张起来。魔界大军到哪了？那鹤族准帝神态慌乱的摇了摇头：不是魔界大军，魔界并无消息。白鹤大帝面色不愉，他还觉得这同族的准帝没点定力，丢了自己的脸呢。既然不是魔界入侵，那你慌个鸡？不是你慌什么慌啊？是雀族，他们打到万妖宫来了。雀族打到万妖宫来了？众位大帝的错愕无比，表情可谓是精彩之极呀。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玄龟大帝打破了安静。这万妖宫被攻打，可真是太罕见了。对鹤族来说，
雀族这么可怕吗？堂堂准帝都慌得跟个嘚儿一样啊！泽鲁大帝摇头晃脑，嬉皮笑脸。鲲鹏大帝所言差矣，这雀族进攻多罕见呢，本帝都被吓到了。其他大帝也都哄笑起来。是，太他妈可怕了！血族大军该怎么抵挡呢？反正我是不行。我也不行，万妖宫史上最大的危机来了，我是不是该先找地儿躲一躲呀？大帝们嘴上说的可怕，神态却是放松无比。说白了，这对他们来说连闹剧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一场笑话。能逗乐他们就不错了，根本不配让他们认真对待。一时间呢，殿内充满了快活的气氛。最后呢，就连性情冷淡的冰凤大帝都忍不住笑出声了。哼，我在说什么听不懂的语言吗？白鹤大帝感觉相当丢脸，他不禁瞪了同族的准帝一眼，恼火怒斥：“你中邪了吗？你说话能不能正常点啊？雀族进攻万妖宫这种胡话都说得出来，是你疯了还是我傻了呀？”“是真的呀。”那鹤族准帝又焦急又委屈啊！他们将我们鹤族和鹰族都覆灭了。什么？灭掉我鹰族？白鹤大帝腰体巨震，面色大变。这不可能，雀族不可能这么强大。他一把抓住那鹤腰长长的脖颈，神态如同要吃人一样暴怒：“你再敢胡言乱语，我烧了你！”“是真的呀，他们找了个地境的帮手。”白鹤大帝听到地境帮手这4个字，腰体都晃了晃。怎么可能？我不信！一群蝼蚁杂碎，我这就去灭掉他们！他一把扔开那名准帝，飞快地冲出万妖宫。他嘴上说着不信，身体还是很诚实的，信了。其他大帝同样也震惊的外焦里嫩呢，这下他们也笑不出来了。竟然还有这种事，哪来的地境帮手啊？孔雀大帝狠狠地瞪着随后赶来的地部值守的孔雀准帝：“怎么这么晚才来报告？地部干什么值的呀？”孔雀准帝连忙下拜：“我们一开始估错了敌人的实力。听说雀族要攻打万妖宫，我们派了2个准帝和4个仙王前去截杀，结果全都被他们斩杀了。如今他们都快杀到万妖宫的门口了。这岂有此理！活腻了！”之前还充满了欢乐气氛的大殿，转瞬间被大帝们的怒火填满了。得知这并不是一场笑话，而是真正的进攻，大帝们集体震怒。这可不是闹剧，这是真的在挑衅。玉林大帝面色阴沉，一丝丝祸气蔓延开来。不断杀戮鹤族、鹰族，还胆敢残杀地部准帝，这是在和整个妖界为敌呀！天部之主九尾大帝鲜红的双眸中同样布满了杀气，他缓缓祭出一枚金光闪闪的令牌：“天妖令在此，雀族勾结外敌，为祸妖界，罪不可恕。天部有令，各族同心合力，剿灭雀族不得有误。胆敢协助叛逆者，杀无赦；胆敢纵容包庇叛逆者，同罪；胆敢做壁上观者，逐出妖界。”此令一出呢，就连古猿、冰封、白虎、鲲鹏等刚刚和麒麟阵营吵架的妖帝面色也是一紧，沉声领命：雀族进攻万妖宫，而他们作为万妖宫的成员，有着共抗入侵之敌的义务。墨林大帝一马当先，号令出地：“随我应战！”虽然天部之主是9位大帝吧，包括老青龙在内的16位妖帝才刚杀出大殿，远远的就看到正朝这边飞过来的雀族大军。看到雀族的阵容，妖帝们差点怀疑人生了，这他妈是雀族呀！啊，那境界一眼扫过去一目了然呢！啊，这真是雀族呀！雀迷准帝1个，妖王3个，妖尊8个，金仙21个，玄仙85个，剩下几百个都是天仙真仙。那幼年雀妖中甚至还有不到真仙的，放在上仙界简直磕碜到极点。就这，在他们面前连叫花子队伍都称不上啊！他们的目光也并没有在雀妖身上停留多久，而是全都转移到了中心位置。但见前排雀妖齐齐散开，分立两旁，一座精美的行宫出现在众人面前。如果沿途不是乘坐这速度先保行宫，光凭雀族这点实力，恐怕还得个把月才能赶过来呢。列队两旁的雀妖们鼓瑟吹笙，那是载歌载舞。在诸位大帝面前来了一出热闹的列队亮相仪式。这一幕别说是大帝们，就连一路赶来看热闹的各族妖族呢，也都目瞪口呆。拜托呀，虽然你们这阵容很渣，但好歹是来打仗的吧？闹什么呢这是呀？宫门开启，一男一女踩踏祥云缓缓飞出。但见那男的英俊到了足以让星辰失色的地步，而女的则是美貌到了超出人类所能企及的极限。姿容绝世的两人并肩而行，风姿绰约。若放在仙魔两界，怕是要惊艳无数人。可惜呢，这里是审美为妖族的妖界呀。而且那女子的表现不太自然，似乎有些不太情愿。苍龙女帝当然不情愿。这种吹吹打打的亮相方式，在她看来简直土到掉渣，足以成为黑历史的。可问题是陈哥就好这口，没办法。是你们？在看清两人的面容，所有大帝都惊叫了起来。不同于其他妖族，他们消息灵通，是知道陈哥人类形态长什么样的。更何况这两人身上苍龙血脉气息并没有掩饰，身份在他们眼中就是呼之欲出的。江城、苍城、苍龙女帝。苍灵，你竟然还活着！
本期第739集，没错，是我干的。江澄和苍龙女帝同时出场，在场所有妖族全都难以置信。这俩一个在100万年前进入驱动后就再没有回来，被判定为陨落了；另一个在数百万亿年前仙魔崛起之时神秘失踪，再也没有出现，也被判定为陨落了。可想而知呀，现在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了，众妖会是什么感觉？围观的群妖已经炸锅了呀！原来雀族帮手竟然是苍人大帝！哎呦，我算是想通了，没错呀，雀族当年确实追随过他呀。竟然是他归来了，那今天可就不会那么简单收场了。哎爸，这位可是地境收割者呀！既然他出手了，那鹰族与鹤族覆灭那就不远了呀。麒麟阵营这些年是篡改掩盖了那段历史，但又没法给每个妖族来一套记忆清楚。妖界还有无数妖族是100万年前活下来的，他们对成哥那真的是如雷贯耳。倒是有许多妖族没听过苍灵。苍龙族还有另一位女帝呀，以前都没听说过呀。孤陋寡闻了吧？3大龙骨当年都各有一位始祖，苍龙女帝与青龙、冰凤、麒麟等大帝齐名的远古生灵，论战斗力妥妥的仙界前10。哎我靠，这么强啊！他竟然还在世，那我们妖界岂不是又多了一位大帝啊？全场唯一一个早知道他俩回归的就是青龙大帝了。不过此时呢，大帝的心情是完全好不起来呀。看到陈哥和苍龙女帝闪亮登场，他差点嘎昏过去了，他气懵了呀！你们俩搞什么呀？搞啊！不是说好了要低调隐瞒的吗？我前脚刚出门，你们后脚就干出这么大的事情，还怼到万妖宫的脸上，这也叫低调啊？你故意和我唱反调啊？反正青龙大帝都崩溃了，亏自己刚才还把斩杀屠眼魔帝的这个黑锅扣在自己头上，结果呢，努力全败威了。隐藏是不可能隐藏了，这爆炸般的消息绝对会迅速传遍6界。努力，或许还能勉强将不知情的人数控制在1%以下的样子。他怒气冲冲地瞪着对面的2桌队友，恨不得用目光杀死他们了。然而，对面的陈哥和苍灵大帝严厉的目光注视下，一点没有惭愧呢。女帝的人性消失了，当那威严而又浩荡的苍龙真身浮现在所有妖族眼前时，远古大帝恐怖的威压横压全场，无数妖族纷纷退避，再也没有任何的花甲，这就是真正的苍龙始祖。冰凤大帝难得激动起来：“苍灵，你真的还活着呀？”虽然仙魔崛起之前，妖族内部龙凤麒麟相争，但他和苍灵并没有敌对过。基瑶，真是太好了。而白虎、古元、鲲鹏等几位大帝同样喜出望外，多了一位远古大帝，妖界实力得以壮大，这是好事啊！更何况这还不是麒麟阵营那边的大帝，将来天不开会，麒麟阵营的话语权就要被削弱很多了。好什么？莫林与玉林完全高兴不起来，他们不在乎妖界能不能变强，更在乎自己能不能继续当老大。苍灵回归意味着龙族的顶尖战力要超过麒麟族了。看到他出现，二者眼内的杀机几乎同时一闪而逝。苍灵，好大的胆子！鹰族、鹤族是你灭的吧？你竟做出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天不容恕！你已经是妖界公敌。他们一上来就要将苍灵打成叛贼，断绝他加入天部的可能。冰凤、古元等大帝急了，换成其他妖族也就算了，苍灵他们是绝对不会出手的。这么一尊强大的战力，当然要拉进天部，怎么能往外推呢？然而呢，没等他们争起来呢，成哥无法保持沉默了。自己的亮相仪式，怎么聚光灯全都莫名其妙的打到苍灵那个女人身上了呢？哎，瞎呀！瞎说啥呢？鹰族、鹤族他妈不是我灭的，你可不要把我的功劳乱分行吗？功劳？这你奶奶个哨子的，你算哪门子功劳啊？你干的，你果然是妖界最大的祸害。莫林、玉林两位大帝浑身的杀意毫不掩饰，眼神更是带上了仇恨。其他围观的更多的都在讨论苍灵，毕竟他是真正的远古大帝，而成哥表面境界还在准帝后期呢。但两位麒麟大帝对成哥的忌惮程度，其实呢比苍灵还要高。远古大帝又怎么样？青龙、冰凤不都是吗？还不是在万妖宫被他们麒麟阵营压制的？但江澄那就不一样了，他斩杀过的地境要比远古大帝还多，行事也不会按照所谓的规矩来。这种不安定的因素最危险了。啊，对呀，我干你怎么的吧？成哥答应的那叫一个痛快呀！莫林大帝厉声大喝：“大胆，竟敢残害妖界同道，罪不容恕！白鹤，还不快出来报仇！”他当然想杀江澄，也一定会亲自出手，但这个头阵还是要留给白鹤大帝，先让他帮自己试试水，看这小子究竟什么实力。他的声音传出很远，却没有回应。诸位大帝也是面面相觑，什么情况？白鹤大帝刚才不是还急吼吼的第一个杀了出去吗？怎么会这会儿不出场了呢？拜托呀，你们鹤族被灭了呀！一时间气氛尴尬了。莫林大帝怒了：“白鹤，搞什么呢？”九尾和玉林也大喝：“还不快出来！”等着对方出手的陈哥乐了：“你们今天要是能叫动白鹤大帝，我当场写个福字。”后方雀迷为首的雀妖们更是笑得满地打滚。哼，他们竟然还要叫白鹤大帝！白鹤被杀了都不知道，还天不大帝！他妈呀！哎呀，消息可真落后啊！苍城大帝这次大意了，万一他们去了地下之后，真的叫动了白鹤大帝呢？
哎呦，那就写个福字烧给他们呗，有道理。雀妖们算是活出去了，跟着陈哥一条道走到黑，哪怕前面大地，他们也照样敢损。陈哥对他们的表现是相当满意，这种夸自己和损敌人全都炉火纯青的啦啦队，简直是完美的辅助呀！出门打架装叉必备呀！对面的大地就高兴不起来了，无论麒麟阵营还是青龙冰凤鲲鹏，全都被震得差点当场失禁，不是，差点当场失神呢！你们说什么？白鹤大帝死了？这不可能！白鹤大帝也就比他们早出去了那么1分钟不到，这么短时间，双方最多照个面，2句话都没说上，死了。本期第740集，过来吧，我的队友！莫林大帝迅速平静下来，甚至冷笑连连，表示自己很淡定，很不屑。哼，这种谎言你以为我们会信吗？白鹤是堂堂大帝，那么容易死呢？莫非你还想说瞬杀了他？真是荒谬之极！其他大帝也清醒了，随后呢，朝着陈哥投来怀疑的目光。确实啊，江城当年的战绩非常辉煌，如果说经历一场漫长的大战，最终斩杀白鹤大帝，有人会信。但要说瞬杀一位大帝，呸，狗都不信呢。孔雀和九尾、万世等大帝也迅速镇定下来了。哎呀妈呀，太可笑了，竟然撒这种弥天大谎啊，差点被这小子吓尿了呀，可恨呐！陈哥呢也懒得证明，反正待会儿打起来什么都清楚了。他把目光投向了青龙大帝，察觉到他的注视，青龙也是浑身一哆嗦，随后很恼火的把脑袋别向一边了。向来喜欢明哲保身的他不想被卷进去，这个篓子是你和苍灵捅的，现在你们自己想想怎么收场吧，不关老子的事啊，爱咋闹咋闹嘛，莫碍老子。江掌门有些伤感，老哥呀，不久前咱们还在青龙谷谈笑风生，你这就装不认识了，你这可不行啊！哼，那个徐明老哥呀，干哈？不是你喊我干哈？我跟你说话。苍灵都笑了，故意揶揄。玄明啊，你还伪装什么呀？现在都到摊牌的时候了。大帝气急败坏打断他：什么伪装？什么摊牌？莫名其妙！你别往我上泼脏水啊！哎，你忘了我们的计划了吗？陈哥很贴心的替他回了一下另一个版本的计划。我们俩在外灭敌，你在里面混淆视线，稳住麒麟、孔雀、白鹤他们，咱们3个配合，将他们耍得团团转。计划不是挺完美的吗？哎，过来吧，我亲爱的队友，咱们是一伙的呀！啥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计划了呀？我要知道你们俩这么疯狂，我能出青龙谷啊！青龙大帝都差点气尿了呀！过来你大爷！谁跟你一伙的？他嘴都气瓢了呀！好你个玄冥啊！好你个青龙大帝呀！莫林、玉林、孔雀、九尾等大帝全都神色不善地将目光投向老青龙。我就说嘛，你怎么突然召集我们？原来是调虎离山，里应外合呀！真是看错了你，原来敌人就在我们身边。卑鄙狡诈，你可真会演戏，你比那小子狠呐！老青龙为了自己幻想中的妖界大局，还不想和麒麟这样撕破脸皮，连忙解释：“不是的，不是这，还不是。”玉林再次打断他：“你们都是龙族的，铁然就一伙的，到了这一步，你还想骗我们？”孔雀大帝狠狠地说：“呸！就是以为我们傻子吗？同样的当，我们不会再上第2次了。”成哥还在那边舔呢。雪明老哥，过来吧，戏都演完了，对不对？这个土眼魔帝是我杀的，你也不用背锅来。2位麒麟大帝被震惊的都快湿了呀！什么？头眼也不是青龙大帝杀的？九尾、万世等妖帝觉得自己被耍了，也是恼火呀！我早该猜到，玄冥根本做不出这种事，真是骗得我们好苦。玄冥，你究竟寓意何为？老青龙恨不得把成哥和苍灵锤爆啊！但眼下显然不是做那事的时机呀。想了想呢，话都已经说到这地步了，辩解没有用了，他只能放弃治疗，一条道走到黑了。没错，骗了你们又怎么的？这些年老子看你们胡作非为，忍了又忍，现在我也懒得装了。老子早看你们麒麟阵营不爽了，怎么地吧？我耍的就是你们这帮傻叉！说完呢，他也不顾麒麟阵营那边黑成了锅里的脸色，咔的飞到了陈哥身边了。不过他的心情是肯定好不起来的，一来到这边他就暗中传音痛骂江掌门：“你个小逼崽子，你给我等着啊！你等回去的，我他妈不把你腿给你掰折插你屁眼里的！我不把苍龙族逐出青龙谷，我们算你赢！你连我你都跟耍你俩挺狠的，挺绝呀！”陈哥也知道他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只能暂时的切断传音，屏蔽他的垃圾话了。事已至此，唯有一战。莫林大帝一个眼神，九尾大帝再次举起了天妖令。即日起，龙族、雀族为妖族叛逆，青龙大帝从此不再是天部成员，苍城从此不再是地部之主，妖界各族共讨之。这一条条命令发出去之后，群妖震惊。孔雀、万世等大帝倒是杀气腾腾，但白虎、冰凤、鲲鹏、古猿等大帝却皱眉了。真要是雀族勾结了外敌作乱，那当然要共同讨之。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外敌呀。苍灵、玄冥作为远古妖帝，论资排辈比在场所有妖族都得高呢。你将他们逐出妖界，开玩笑的嘛？
哪怕江城，也是无数妖族见证下一步步凭实力打到地部之主的位置。何况这3位战斗力全都是最顶尖内档的，就这样草率的化为叛逆，将他们变成敌人。他们正想说什么呢，莫林大帝却第一个飞了出来，一身祸气弥漫，紧接着法则空间无声无息的延伸。杀！谁敢帮助叛逆杀无赦？他可不想给冰凤、白虎等大帝思考劝说的机会，万一这机会也站到对面去了呢？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将对面3个祸害灭了再说吧。在他看来，同为远古大帝，自己和玉林能稳稳地挡住苍灵玄冥，而剩下的九尾、万世、孔雀、泽鹿、舒尔、熊皮6个围攻江城一个，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吗？干掉江城之后，这6位再协助自己和玉林，到时候玄冥和苍灵也必死无疑，这一战自己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不就是飞龙起脸，想输都难呢？一个字稳呢！成哥正要出手秒杀呢，苍灵却忽然先一步迎了上去。姐憋屈了这么多年，手都生了，让我打个头阵。莫林、玉林，我早就看你们不爽了，滚出来受死！话音刚一落下，他的速度法境也同样延伸了出来。莫林大怒：“苍灵，你竟想以1敌2，真是自寻死路！”玉林冷笑：“这是你自找的。”本期第741集，不能干扰队友双叉呀。莫林和玉林这2个远古妖帝还真不顾颜面，联手杀向了苍灵。与此同时呢，也不忘对其他妖帝下令：“你们拦住江城玄冥，不要让他们干扰到我们的大战。”虽然和他们预想的排兵布阵不同，但先集中力量解决了苍灵，效果也是一样的。3尊远古大帝迅速打了起来。成哥是心痛无比，苍灵大姐，你说你要分我的逼格也不是不能商量，但你挑个孔雀、九尾什么得了呗？你说你居然挑了最强最有牌面的麒麟族，这也就罢了，哎，2呀，一下你都挑走了，你让哥接下来怎么装叉呀？其他大帝可就没有他这种莫名其妙的心态了。3位远古大帝的接战，足以令在场所有生灵为之震颤。但进了3个法则空间内，俘获2大规则如同阴阳光暗一般，遮蔽了头顶的天幕，甚至就连妖界其他各地都能看到这一战的余波。而在那2大规则的肆虐中，绝大部分妖族根本看不到苍灵的身影，能看清一部分的唯有地境，这也太快了。明明庞大的苍龙真身，竟然成为了雾气，仿佛无形无质一般，甚至就连他的法境都没有具体的边界，随时随刻都在变化之中。远古3大生灵之间的战斗已经让整个妖界上空都在震颤，又岂只是围观的群妖啊！此时呢，妖界各地无数妖族都不禁抬头仰望着高空那如层层云朵般的俘获气息，大气儿都不敢喘。尤其是那祸气，只要稍微沾染一丝，都足以让他们后半生无法摆脱了。观战的古猿、鲲鹏、白虎等大帝面色皆凝重无比，他们知道，伴随仙界初开时就诞生的远古生灵得天独厚，战斗力超强，但究竟有多强，他们的认知没那么深刻。而此时他们终于看到了，那是比他们更高的规则融合度。规则之心对那3位来说，更像是属于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地境那样的借用。古猿大帝紧紧地望着那飞速穿梭在俘获之间的雾气，目光之中异彩连连。想不到他们竟然强到这种地步。麒麟族这些年的强势果然是有理由的呀，但苍灵更不可思议，以1敌2竟没有立即落败，莫非他实力大进了？然而呢，同为远古生灵的冰凤大帝却摇头：“不，这只是苍灵正常的战斗风格，速度规则能让他一开始就抢得先机，但这种先机持续不了太久。”他的话音才刚落下，场中泾渭分明的俘获2大规则很快就交融在了一起，原本还能在2者之间穿梭的武器渐渐越来越难以找到空隙了。青龙大帝皱眉，连连摇头：“太疯狂了呀！这么狂妄多大？苍灵以为自己谁呀？竟然1挑2！他是不是沉睡了几百亿年，把脑瓜子睡坏了呀？不行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虽然对苍灵今天的出格举动很恼火，但大帝是顾全大局的人，不能坐视苍灵被杀，自己必须做点什么。然而呢，他才刚刚提起妖力，对面孔雀、九尾、万世、熊皮等大帝就围了上来。“哎，别想插手啊！玄冥，你最好乖乖看戏，这战跟你没关啊！”青龙大帝急了，连忙传音给一旁的江掌门：“我们联手打破他们的封锁，将苍灵救出来。”可惜呢，陈哥切断传音，啥没听着。于是大帝没办法的，只能用嘴说了一遍。陈哥一脸不解看向他：“啊，为啥呀？”大帝差点被噎死呀！你傻呀！对方这明显是在各个击破，我们不能继续观战了，否则敌人战术会得逞的。没必要，苍灵大姐楼肯定得赢。这女人现在还没用出自己的速度绝吻呢。赢你个头！她已经露出败相，继续下去活命都难。哎呀，现在不是咱们插手的好时机啊！成哥不出手的原因很简单，苍灵必胜，没必要打断他装叉的节奏。他很清楚，装叉很讲究切入的时机了。老青龙急不可耐，连连催促：“现在就是最关键的时机！”哎，你这么些话呢？队友装叉岂能打断呢？苍灵大姐现在装叉正在兴头上呢，我们飞上去中途插一手，抢别人风头，这叫什么呀？啊，你知道吗？啊，这叫什么呀？
别说老青龙了，就连孔雀、九尾、万狮等大帝都竖起了耳朵，挺好奇他要说出什么高论呢。我跟你们讲啊，往小了说，那叫不识趣；往大了说，是破坏行规，没有职业道德。成哥挥挥手臂，话语越发高亢，振聋发聩。长此以往，庄察界将会秩序混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身为察王，我不会做这种同行相轻的下作事情。后方雀迷第一个鼓掌喝彩。哦，不愧是高风亮节的苍城大帝，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完美的标杆，不利于拨云见雾，指引了我们学习的方向啊！雀妖们再次吹吹打打，把这气氛直接搞起来了。诸位大帝一脸呆滞，刚刚他说的每一个字自己都知道，可为什么连起来自己听不懂了呢？啊，这家伙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呢？就连身为敌人的孔雀、九尾等妖帝都懵了好半晌啊。而青龙大帝则是极为不悦，他感觉自己的智商被侮辱了。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呢？啊，苍灵都这样了，你竟然无动于衷！哎呀，反正我不出手，你想插手你自己去吧。他不出手，老青龙一个人也打不穿几个妖帝的阻拦，更无法驰援苍灵。你搞什么呀？你平时不是很喜欢蛮冲蛮干吗？不是谁都敢杀吗？你现在这么保守了？淡定，我这不都跟你学的吗？青龙大帝差点气吐血了。而就在此时，战场上风云突变，苍灵终于开始借用玄文之力，而成哥这边自然是放松了速度玄文的全部束缚，给了他全部的支持。这一下呀，立马就逆转了战场的局势。本期第742集，改变主意的青龙大帝。原本还遮盖了整片天幕的俘获两套规则气息突然就开始溃散起来，紧接着莫林大帝的获知法则空间应声破裂，所有旁观妖帝都惊讶了呀！苍灵的身影第一次变得具体了起来，而这是因为他终于在无数次的穿梭式的游弋之后找到了绝佳的进攻机会。速度玄文的虚影剧烈的亮了亮，紧接着莫林庞大的身躯倒飞而起，头顶上方一只脚都被打得不知飞出多远了。与此同时呢，大片的鲜血也喷涌而出，洒遍了妖界各地，造成了新一轮的变化。之前还凶焰滔天的莫林大帝，此时气息萎靡了数倍。旁观群妖和大帝无不惊骇，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苍龙女帝1挑2，竟然还能打伤一个。如果不是玉林及时用法则空间干扰给莫林加持了扶持规则，恐怕刚才那一击就足以让莫林直接丧失战斗力了呀！妈的，那一击太致命了！怎么做到的？莫林的法境竟然被打破了！哎呀，苍灵太强了吧！妈呀，快看玉林！就在他们讨论的片刻，重新消失的苍灵再次浮现，再次击中了目标的软肋。而这次呢，被他重创的是玉林大帝。扶持规则造就的法境同样也被突然就破碎了。玉林没有来得及反应，一束流光骤然轰在他的腰体侧面，又是一声巨响，玉林大帝横飞出50多远，鲜血再次横流，差点直接被打飞了。哎呦我操！如果不是莫林刚才用祸气影响了这一击，玉林可能都被干死了呀！苍灵怎么可能这么想呢？无论是古猿白虎，还是曾经和苍灵熟悉的冰封，都一脸不可思议。我记得以前苍灵没有这种实力的，如果他以前有这么强，那当年仙魔入侵妖界的时候，战局可能都要被他改写了。不错，至少龙族的命运不会是现在这样。莫林和玉林的法境怎么可能会这么脆弱呢？提到法境，大帝们终于想到什么，他的手段怎么感觉像是传闻中的归来仙呢？确实啊，据说归来仙对付法则空间很有一套啊。诸位大帝是又惊又喜，难道苍灵也是玄界归来仙吗？归来仙既有玄界的玄门，又有仙界的规则烙印，自然是得天独厚，这点所有人都知道。但问题是，这条路很难复制。如今的仙人想去玄界修炼玄力并成长起来，要比以前难了无数倍。1亿年前掉进去的那批仙人是掉到了第一层，那一层的玄族天花板才几个天玄境，当然很难挡住他们修炼玄力的步伐。而现在呢，因为中错将玄界1到6层合并成了1层了，形势不一样了。如今再去玄界，开局就会面对一大群的地玄境的围剿。另外呢，玄界如今对巨破池这种启蒙级的入门设施看得可紧了，完全当成战略核武器来看待，根本不会给仙界这边入门修炼玄力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呢，不到第7重的玄文，终归还是打不破先帝的法境，对地境意义没那么大。修到第7重玄文，没有7、8千万年也是办不到的。这还是天赋出众的前提下，毕竟呢，还有大部分仙人根本不具备修炼玄力的资质。目前玄界和仙界碰撞才100万年了，所以呢，明知道归来仙很强势，但目前仙界的归来仙总共只有那么点人。尤其是妖界这边更是惨淡，压根儿没有归来仙，导致这100万年来妖界实力与其他各界差距进一步拉大。现在突然出现苍灵这个归来仙，古猿白虎鲲鹏等大帝当时就惊喜了。苍灵本身就是远古大帝，现在又是归来仙，那实力肯定不弱于仙魔界那边任何一个归来仙了呀。不错，有他在，我们面对仙魔2界就有底气多了呀。青龙大帝甚至都嫉妒了，苍灵竟然是宝贵的归来仙，这命也太好了吧。但紧接着他就疑惑了，不对呀，苍灵之前只是一缕残念，怎么可能修炼得了玄文呢？
再回想他之前在青龙谷恢复时的一幕幕，回想起他那玄文的来路，大帝终于反应过来，看向一旁的江澄。这一看不要紧了，直接就看出端倪了。江澄的身上此时也散发着速度玄文的气息，而且还和战场那边苍灵的同源同级，完全一致，就是同一个玄文。也就是说啊，他一脸不可思议，他其实没有玄文，现在他的速度玄文之力是来自于你的。成哥笑眯眯点头，啊，对呀，怎么可能？玄文之力还能借用？仙界规则之心的力量能被准帝、仙帝借用，那我的玄文为什么不能被绑定的人使用呢？居然还可以这样！大帝一脸错愕，一时间感受五味杂陈呢。之前在青龙谷，江澄也想让他绑定一下水之玄文的，结果呢，他拒绝了。堂堂大帝绑定的可是仙界的规则之心，你的玄文算什么呀？也配让我绑定啊？难道你想和仙界肩并肩呢？但现在这些念头正在渐渐的飘走。苍灵目前正压着2位麒麟大帝打呢，这是什么战斗力？这已经高出同为远古龙帝的他一大截了。而他的超乎寻常的战斗力就来自于江澄这边的玄文支持，也就是因为绑定了那小小的玄文，所以他才变得更强了。那如果啊，他说的是如果啊，如果自己也绑定了水之玄文，那意味着自己也能变得那么强啊。虽然当这小子其中一个玄文的主宰听起来没牌面，但战斗力却是实打实的提升了呀。他的心思火翻了，不禁再次朝着旁边的小子看去，想说点什么。可惜呢，成哥这次全神贯注看着场中大战，没反应，这让青龙大帝焦急呀。你上次不是想让我绑定你的水之玄文呢？你倒是开口啊！上次我没答应，这次我改变主意了，我可以考虑一下吗？你怎么不多试几次呢？你第一次失败了，第2次没准就成功了呢。本集第743集，你俩别添乱。青龙大帝现在倒是想绑定成哥的玄文，但是自己又不想主动开口，毕竟上次他拒绝的那么干脆，现在呢又主动回头开口，那多没面子，所以他期待成哥再次提几次，然后呢他半推半就，假装给个面子，勉为其难答应，这样呢他面子也没丢，同时还得到实力，多美。只可惜呀，他这心思早被成哥看穿了。成哥现在知道自己的玄文有多宝贵了，怎么可能去求别人呢？老青龙那个急呀！眼见他没反应，只能主动给点提示了。你那个玄文还挺神奇哈！啊，成哥头都没回。老青龙等了许久，没等到下文，就这么啊了一下就完事了。怎么你就不接一句？哎呀，伟大的青龙大帝，可否请你绑定我的玄文呢？啊，你这小子咋回事啊？你是人吗？平时那么机灵，那么狡诈，这会儿就迟钝了。听到玄文俩字，你就该打蛇随棍上，你赶紧提呀！大帝急得心痒难耐，不得已之下呢，他只能再次暗示了。这打的哈，哎呀，那个，哎呀，对了，那个上次你说你有2个玄文，啊，哟啊，大帝气得咬牙切齿的啊！我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你还听不出意思吗？给你机会，你赶紧抓住呀！他咬咬牙，决定再给成哥最后一次机会。那个，你看这，这打，真过瘾呐！对了。你是不是另外一枚玄文是什么水之玄文对吧？啊，成哥依旧无动于衷。大帝忍不住含怒吐槽：除了啊，你不会说点别的吗？啊，说什么呀？成哥莫名其妙转过脸，这些你不早就知道了吗？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把已经知道的东西重复一遍，而且还是在战友战斗的紧要关头。你是复读机转世，你还是得了老年痴呆啊？啊，你莫名其妙呢。被他这么一对呢，大帝尴尬又恼火。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是复读机、老年痴呆，但他知道那肯定不是什么好屁。如果是以前，他都要怒喷成哥了，但现在呢，他想要绑定成哥的水之玄文，又不能彻底翻脸，只能不断默念自己要沉住气，为了实力忍一忍是值得的。话说这小子咋回事呢？啊，上次那么希望自己绑定他的玄文，这次怎么就完全没那个打算了呢？难道是上次自己拒绝的太彻底了，所以他觉得不可能成功了，干脆放弃了，懒得继续尝试了？这可不行啊！青龙大帝不由得暗暗后悔，上次不该拒绝的那么决绝的，该怎么暗示自己现在可以答应呢？他搁这暗自盘算，场中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了，2位麒麟大帝被苍灵打得节节败退，伤势越来越重。如果换成与其他帝境对决，他们打不过，大不了就撤了，但是面对苍灵，撤不了。毕竟苍灵是执掌速度的妖帝，谁能有他快？甚至就连成哥本人都达不到他目前的速度。眼见局势岌岌可危，莫林大帝急得一边败退，一边连声大吼：一击上没攻好！苍灵是妖界叛逆，群起攻之。听闻此言，无论是冰凤、白虎，还是围观的那些妖族，全都露出了鄙夷之色。之前你们2打1以为能赢，所以坚决不让别人插手，现在打不过了，要围殴啊，脸呢？9尾、孔雀等麒麟阵营的大帝互望一眼，最终呢，还是决定驰援2位麒麟大帝。
万一他们真的被苍灵斩杀，那麒麟阵营可就崩塌了呀！将来他们这些曾经和龙族作对多年的妖帝，肯定会被针对的。上，干掉苍灵！九尾大帝第一个杀出，孔雀和万世熊皮紧随其后。泽路大帝在跨出2步之后又迟疑了，最终没有跟上前去。至于耳鼠大帝，则是很干脆的假装没听着，原地动都没动。这2位的举止让一旁其他妖帝惊愕了，九尾和孔雀等妖帝更是震惊又愤怒。泽路、耳鼠，你们干什么？难道要叛离我们阵营吗？同为麒麟阵营的泽路大帝面露纠结，没有吭声。耳鼠大帝却是冷冷一笑：什么叛离？我只是忠于妖界大局，麒麟族为一己私利倒行逆施，大家有目共睹。他当年派出牙鼠王就已经在成哥身上下注了，后来妖界打算配合仙魔2界将成哥骗进虚洞，他还给青龙大帝通风报信呢。现在呢，成哥和苍灵强势回归，他当然知道最终站队的时候到了。九尾大帝震怒，再次举起天妖令。好啊！耳鼠妖帝不遵号令，悉数叛逆，即日起逐出天部。紧接着，他就和孔雀、熊皮、万世等妖帝一起冲向了那边的战场，打算联手绞杀苍灵。一道身影突然闪来，拦在了他们面前。你们不是要旁观吗？现在是要去哪儿啊？这一次成哥没有继续坐视不管，他很清楚苍灵的极限就是压制2位麒麟大帝。事实上，这已经是奇迹了。换成苍须大帝那样的归来仙，是不可能压得住2尊远古妖帝的。苍灵能做到，一是因为他本身也是远古妖帝，二是因为借用了成哥牌速度玄门超脱了第7重。但如果再多加一个普通的地精，那他很可能就赢不了了。多加2个必败无疑，更别说4个了。为了让他顺畅的装完这个叉，成哥不得不发扬助人为乐的精神，帮他挡住了这4个妖帝。就凭你也想挡住我们？那再加上本地呢？老青龙虽然对成哥很不爽，但关键时刻也不会掉链子，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他这一站出来，耳鼠大帝连忙飞出来了。还有我！这位鼠族大帝精明啊，刚刚倒向成哥这边，就急着要先立一功，为将来妖界格局变化后的鼠族未来铺路。他们俩这一出场，对面孔雀和九尾慌了呀，实力对比好像没那么悬殊了。不过呢，没等他们想办法呢，成哥先替他们着想了。他很不满的回过头，斜了老青龙和耳鼠大帝一眼：你俩别添乱，交给我就行了。本集第744集，哥可有可无了吗？成哥这次来之前可是打算好好出一下风头的，一上来就是秒了白鹤大帝，那叫一个刺激强势。可惜呀，太快了，没人看见，装叉效果大打折扣。好不容易见到敌方主力，结果呢，最重要的2个麒麟大帝又被苍灵提前抢了。剩下6个麒麟阵营的妖帝，他是无论如何不能让给别人。结果呢，那6个妖帝中又有2个叛变了，搞得只剩4个了，装叉效果再次锐减呢。都这个地步了，青龙耳鼠还要过来和他并肩作战，你还让人活吗？他不能接受。老青龙皱眉不已：你说什么呢？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耳鼠大帝立功心切：是啊，苍城大帝，你不能拖大呀，还是让本地来协助你破敌。行，我不用啊，听懂没？成哥连连摆手，顺便朝着冰封、白虎等妖帝那边努嘴。没看到那几个吗？你快去防住他们，这边有我就行了。他这句话一出呀，无论鲲鹏玄龟还是冰凤白虎古猿都是一头黑线。你竟然把我们当成敌人了？拜托啊，我们不是麒麟阵营的，甚至巴不得你把嚣张的麒麟阵营干趴下呢，根本不可能帮他们呢，用得着防我们吗？为了表示自己毫无敌意，鲲鹏玄龟大帝甚至连忙退到远处了。那个，你们放心打吧，本地不干预啊！没错，只要你们别打死太多，我们不干预。他俩的表态气得九尾孔雀破口大骂：好啊，原来你们也要叛变！哎呀，不要脸！青龙耳鼠看向成哥，这下还有什么好说的呀？那根本不是敌人，不用防啊！成哥那个郁闷呢，老子不想要队友，能不能给我一个单独装叉的舞台呀？他只能强行说了。他们就是嘴上说说，其实包藏祸心，不能不防的。话没说完呢，鲲鹏大帝立即指天发誓：你们双方大战，本地绝不出手，若为此事，不得好死。俺也一样。成哥差点气吐血了呀！他又指了冰凤、白虎、古猿、金狼那4位。还有他们呢？他们虎视眈眈的，你们没看着吗？我早就看麒麟族不爽了啊！白虎大帝忽然杀气腾腾跳了出来。经历无数次内心的天人交战，他终于做了决定。我打算助你们一臂之力，铲除麒麟族。话音一落，古猿大帝立即响应：3我1个。麒麟阵营一直太强势了，他们根本撼动不了。2位远古大帝坐镇，17位天普大帝中，他们占了9个，而且麒麟阵营有统一的指挥，向来同气连枝，共同进退。剩下那8位妖帝中，2位远古大帝，青龙总是想着妖界稳定不能破坏，一直都是保守妥协的行事风格。冰凤呢，心灰意冷，很少出头。剩下的鲲鹏、金狼一直观望，随时还有被麒麟阵营拉拢的可能。白虎、古猿倒是想反抗，但是呢，势单力孤呀。至于玄龟，还是上次珍珠事件才脱离了麒麟阵营的。他们这8位根本就不算一个阵营的，一盘散沙呀。
两边对比，一边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一边则是各怀鬼胎的散兵游勇，压根没法比。但这次不同了，苍龙女帝强势回归，青龙被推到前台，不得已站出。对面泽路叛离，耳鼠更是直接加入这边，此消彼长之下，实力对比逆转了。推翻麒麟阵营的天赐良机也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金狼大帝咬牙也飞了出来，算我一个，今天就是推翻麒麟族的日子。对另一边冰凤大帝早都直接展开了妖体，祭出了规则烙印。麒麟族这些年太过分了，我也看不下去。霎时间寒光凛冽，那冰之力若隐若现的威能，令得整个妖界都仿佛要进入寒冬了。古元大帝见此情形，兴奋无比，高声喝着：“大家联手，还妖界一个朗朗乾坤！”围观众妖全都震惊了，他们这做梦也没想着，原本以为是笑话闹剧的雀妖作乱，最后竟然酿成了整个妖界的大动荡。万妖宫难道真的要被颠覆了吗？自从仙魔崛起，妖界衰弱之后，麒麟阵营可是连续统治了妖界数百亿年呢，难道今天要改变了吗？老青龙和耳鼠大喜过望。好啊，太好了，这几位可都是强力的角色。论战斗力，冰凤不次于两位麒麟大帝，而白虎和古元实力隐隐还在孔雀九尾之上。原本还以为他们会一直观望呢，想不到他们竟然愿意帮忙，有他们加入，稳了。青龙畅快大笑，想不到你们如此深明大义呀！然而呢，成哥不高兴啊，啥情况啊？我他妈队友越打越多，还有这种事啊？鼻子都快气歪了。他原本预想中的剧本是大家都不看好的绝境之下，他一己之力干掉整个麒麟阵营所有妖帝，那才叫装叉呢。你现在啊，苍陵那边压着俩麒麟大帝打呢，这边呢，青龙、冰凤、白虎、古元、金狼、耳鼠6位，对上孔雀、九尾、万世、熊皮4位，这完全就是碾压局啊，根本不用他出手都稳赢啊。意思就是什么呀？他可有可无了呗啊，他是多余的呗，这还玩个蛋呢？说好的主角大杀四方，震惊全场呢？仔细一想啊，全程他就干掉了一个白鹤大帝，还是没什么观众的情况下干掉的，简直是惨的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再看看旁边，泽路、鲲鹏、玄龟好像也有些跃跃欲试，想要加入这边的架势的。任由事态发展下去，没准孔雀、九尾都要逃之夭夭了。不行，这些人头都是自己的，你们可不能抢。就在青龙、冰凤、白虎等大帝冰河一处，而对面孔雀、九尾还色厉内荏破口大骂时，琛哥突然就出手了。霎时间，所有英魂齐出，数道玄文席卷而上，15门剑心将对面4名妖帝全部笼罩，甚至就连远处说好了归苍陵的2只麒麟大帝都被他圈进了攻击范围了。